这大婚的日子，新郎官跑了，你这个新娘就没什么要说的吗？他当然有话要说，而且是一肚子的话。他穿了，就在他吃糠咽菜苦修多年，准备下山创业，就穿到这里了。身份是萧府嫡女，刚刚是嫁给了大昭最靓的美男子来做王妃。打眼再看四周，满屋子的锦绣珠玉，十丈软红，连空气里飘着的都是昂贵的古檀香。听说我还有数十万的聘礼嫁妆堆在库房，这是分分钟成为了千万级富豪。连我苦修多年的大哥来了。萧氏，你不要以为嫁进了玉清王府就敢在本王妃面前装傻充愣。实话告诉你，今日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就休怪本王妃不念及这大好日子。哎呀娘，你先别急呀，王妃嫂嫂到现在啊，就是知道大哥嫌弃她太震惊了而已。不过嫂嫂，你也先别光顾自己啊，还是赶紧好好想个对策吧。不然这新婚丈夫厌弃不愿与你洞房的事儿传出去，明日你就是整个京城的笑柄。这大婚的日子，新郎拂袖而去，这不知道的还以为王妃嫂嫂您是有什么毛病呢。你可听见了？若是因你的坏名声带累了整个王府，那你还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好了。哼，穷逼了60几年的人骤然转过头去，心想：这怎么行？这都到手里的10多万两，还有屋里的元青花、云锦纱、翡翠玛瑙，就连地上的皮毛毯子，那都是我的。王爷他在何处？大哥他在金雀楼。金雀楼连名儿都带金，一听就是好地方啊。好，我现在就去找他。啊，你要去金雀楼找他？不错，新婚大喜，洞房花烛，你若能将他哄回来，顺利圆了房，那这个玉王妃还是你的。若你有本事再生下嫡子，那将来这整个玉王府也是你的。好，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若你做不到的话，那不可能。哦，你这么肯定？当然。哼，王爷之所以不肯与我圆房，那是因为他还没见过我。我萧兔，一个活了几10年的老妖，见多识广，积累多深，还拿不下一个10几岁的古人小子？哼，开玩笑。毕竟嘛，在山上苦修这60多年里，别说是个男人了，就连个公蜘蛛都没见过。却没想穿过来之后，哎，天下如何能有这么美的好事儿啊！赶紧走。金阙街上金阙楼，乐公公，有人求见。谁啊？说是裕王府上的。这不赶巧了吗？福公爷这正说着裕王府，这就有人送上门来了。那还等什么呀？赶紧叫进来吧。手底下的人同样阴森的笑了，领命下去带人。夫君，时间退回到半炷香前。小雨来找我，应该是有事。唉，那你去吧。那我过去了，在我回来前，你先不准动。小姐，出事了！何事？我刚才见到玉王妃了。玉王妃？她竟然来了，说是来找玉王。这个女人还真是半点不在乎脸面，竟然敢到青楼里找人。小姐，你要赶紧想办法，不能让两人见面啊！听说今日云水见的那些贵客又来了。是。刚刚奴婢还听下边议论，你叫人把玉王妃引过去。可小姐，那毕竟是玉王妃啊，你怕什么？大不了就是下人带错了路。是，奴婢现在就去办。贵客，玉王就在此处，小人就先告退了。夫君，厅内安静了，可萧兔没有察觉周边的异样。这皮肤手感可真好啊！你叫我夫君？你我今日已经成婚，我叫你夫君，有什么不对吗？你我成婚？怎么，莫非王爷不想认账，还是真看不上我这位新王妃？你竟不怕本王卡壳了。为何要怕？婚都结了，你现在是我的了。我是你的，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敢对我如此讲话。你不错，很不错。翌日烈日高悬，大红暖帐，这就走了？不然呢？再来一次。你昨晚不是说什么都不愿吗？这不是上瘾了吗？上瘾也忍着吧，你不回去没事儿，我若再不回去，老王妃该派人来找了。哼，真想，那就早点回家吧。半点留恋都没有，转身就离开了。
床上，宁错妖异的眸子一直如猎物一般锁着他，直到人彻底的消失不见。我的娘，真是没眼看呀！鬼叫什么？我的爷，瞒了这么多年，你就这么破身了呀？闭上嘴巴你！什么叫破身？爷这叫成为男人。可您是太监呀，还是太监头子，这是要……竟查清楚了吗？查清楚了，昨日是有人故意将玉王妃引到此处。故意？是，应该是不安好心。可玉王妃没见过玉王，所以就把您当成了她男人，于是你俩一拍即合就睡了。什么一拍即合就睡了？这是胆儿肥了呀！爷，您这手段最近又精进了不少啊！灭玉王府之前，先把他们的王妃给睡了，先辱人妻，再灭满门，可真是杀人不准。什么先辱人妻？舌头不想要了？这不是看爷您今日心情好，开个玩笑嘛。那爷，这位玉王妃，您是准备留还是不留啊？那你说该不该留？玉王妃瞧着就是个妙人，如此有趣的人，自然是该留着，给爷找乐子。你眼睛倒是很利，他何止是有趣这么简单，那就是浑身裹着香甜蜜糖的毒药，还是能要人命那种。看本座发现了什么？这可比看玉王府灭门还要有意思。把人都给我处理好了，别坏了本座的好事。是。悠哉悠哉的软轿刚到院子里，就被一众健壮的奴仆左右围住。您这是？你还有脸问我？我问你，你昨晚说是出去找王爷，这都一夜过去了，王爷人呢？王爷人在金雀楼啊。王爷既然还在金雀楼，你为何还要回来？已经成了。什么？我说我跟王爷已经成了。你是说你跟王爷已经？是，虽然没回王府，不过我已与王爷圆过房了。此话当真？当真，不信你可以问小芷。老王妃却是没问那丫头，而是直接给自己贴身嬷嬷打了个眼色。后者快速上前，手在萧兔手腕上一搭，跟着立刻朝老王妃点头。哎呀，好好，你做得很好。既然如此，那我现在算是实至名归的玉王妃了吧？昨日疲惫一夜，那我就先回去睡了。萧兔微笑着欠欠身，然后转身离开。哎呀，想不到还真成了。是啊，王爷心有所属，更有红颜知己，是难得的痴情男儿。没想到竟然对萧家这位肯了。哎呀，也是荣昌他命苦啊。本跟王爷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可偏偏体弱不能生育。若不是如此啊，我何苦要王爷委曲求全，娶这萧家女？如今王爷愿意圆房，不出半年定有喜讯，到时候再风光迎娶郡主，一切也就圆满了。说得对，如今事情已经成功一半了，到时候王爷也会明白我这当母亲的对他的一片苦心。那这萧家女昨日既然已经答应，只要圆房，她就是实至名归的玉王妃。喜讯来之前，绝对要把人给我哄好了，以防意外。萧兔家那边，王妃放心，一家子被捏得死死的。如此，我就只等我那乖乖嫡孙出世就好了。金雀楼间，于凤儿却是满脸惨白。刚得到消息，昨晚给他传消息的小雨和被小雨买通去带错路的小事，竟然全都出意外死了。也不知道昨夜玉王妃萧氏到底如何了。凤儿，出什么事了？脸色这么不好。我这不是不想你走。哎，我也不想走啊。不过昨日大婚，我无故离家，今日母亲那边总该给个说法嘛。唉，老王妃若是知道昨日你来找我，定又会生我的气了。不会的，母亲知道我昨日心情不好，来你这里不过是躲清静。那就麻烦王爷替我解释了。放心吧，一切有我。我知王爷怜我，不过你昨晚来我这里，新王妃那里，我本就无意娶她，是她上赶着要嫁。既然贪恋权贵，再闹就是自取其辱。可她毕竟是你的王妃啊，有名无实罢了。等到合适的机会，我会亲自了结她。王爷是要这，不如休妻就好了。你太单纯，不懂其中关键。好了，你不必想太多了，本王今晚还来看你。当真？自然。好，那你要早点过来啊。好，昨晚宁错也来了金雀楼，
不错，下面汇报是兵部李大人、王大人还有齐大人相要，应该是为了领袭兵换一事贿赂宁狗，却不知出了何事，弄巧成拙，竟被杀了。3位朝廷大员受贿，却被收贿的人杀了，难得看到这种狗咬狗的好戏，把事情捅出去。王爷放心，昨晚发现3人死后，我就已经偷偷朝外放风，今日朝堂定有御史弹劾宁狗。只是照皇上对那阉贼的宠幸，肯定又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伤不了他什么。表面上看是伤不了什么，可此事一出，今后谁人还敢投靠东厂？王爷英明。你还知道回来呀？都是儿子的错，惹得您心中不悦了，母亲恕罪。你有什么错？是我这个当娘的错，非要逼你娶个不喜欢的王妃，害你大婚之日拂袖而去。母亲别恼，孩儿真的知道错了。哎呀，这是做什么？赶紧起来，我不生气就是了。我就知道母亲最舍不得我了。你呀，快起来吧。昨日大婚之夜，你虽然甩袖走了，不过我吩咐王妃去找你后，你能想开，我这个当娘的呀，就已经不气了。王妃昨夜去找我了？是啊，怎么你不知道？我自是知道，只是刚知道原来是母亲让她去的。我知道你的心思，取萧氏啊，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你放心好了。事情母亲已经都帮你安排好了，就等嫡子出世，不管是蓉儿还是你那位红颜知己，母亲都帮你迎回来啊。誉王陪着老王妃说了一会儿话，这才起身出了花厅。萧氏昨夜去金阙楼是怎么回事？回王爷，是老王妃见你走了，生气极了，这才逼着对方去青楼找您。我问你的是，萧氏昨夜去了金阙楼待了一夜，府里竟然没有人来报。王爷息怒，王妃去了金阙楼本就是找您，所以就……下次再出现这种事情，你这个王府大总管就不要干了。是。昨夜我们的人可曾见过王妃？不曾见过，不过刚才属下叫人去查了，昨夜王妃进了金阙楼后，就跟丫头找了没人的房间偷偷待了一晚，今儿天亮了才敢回来。她倒是聪明，竟然用这一套骗住母亲。不过如此也好，让她替我安抚好母亲，等本王腾出手来，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她消失。王爷英明，如此王爷现在可要去弄花院警示下那萧氏？不必，她的作用也只是为了应付母亲，其余不用管她。是。午觉的萧兔正靠着描金香榻，吃着樱桃，欣赏着日落。二姐，她不过是个落魄勋贵之女，竟在我们王府作威作福起来了。人家现在可不是什么破落勋贵，人家是咱们御府邸的王妃。就她，我呸！不过是走了狗屎运，被母亲看中，早晚要死的。说的是啊，本是贱命，凭何享福啊？那二姐有什么高招？我能有什么高招？母亲今日可是特意叮嘱过你我，暂且不要找她麻烦。咱们不能动手，别人可以呀。二姐的意思是，你忘了四弟那个庶子，那可是个色中恶鬼呀。二姐的意思是，好，这个办法好，我现在就叫人将他给引过来。萧兔正赏心悦目，一抹与此处美景万分不和谐的人影就正正地挡在了他的前方，满脸猥琐不算，面上还敷了厚厚的香粉，色眯眯地咽着口水，好似饥渴了几日的饿狼。美人儿。正欣赏美景的萧兔乍一看此景，整个人都机灵了起来，骤然拎起桌上脑袋大的香炉，直直地朝着那冲过来之人掷了过去。来人应声而倒。我的眼差一点就瞎了。好啊，小兔，你今儿死定了，竟敢公然对四弟行凶！什么？这个丑东西竟然是你们的弟弟，吓了我一跳，还有脸生气。小兔，你放肆！我看放肆的是你们吧？你说什么？我说你们放肆了。你竟敢跟我们这么说话，我们可是君主。你们放肆了，我是王妃。小兔，不管怎么说，你无故重伤四弟有错在先，按照家规应鞭刑80。来人，去叫我母亲。你们可不要血口喷人，明明是四弟无辜惊吓于我，害得我受惊过度，心跳加速，头晕眼花，行为失常，你们还在这里责怪我。等一会儿母亲来了，我一定让你们一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你明明是你伤人，你怎么能说出如此无耻之话？可能面对的是无耻之人吧。什么？老王妃来到时，就见到两个女儿脸都扭曲了。娘，你今日可要为我们做主啊！是啊，娘，
今天这件事必然要严惩。我也赞同两位妹妹说的话，今日说什么都定要严惩四弟。你胡说什么？谁要严惩四弟？该严惩的明明是你。是我？可我不是受害人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亲，是他，是小土动手打晕四弟。你看四弟到现在还昏迷不醒。不错，我们刚才上来找他理论，可他却狠狠羞辱我跟怀秀。是这样？怎么会？我今日听闻王爷又去金雀楼了，就思虑着今晚是不是要再去看看他。之后就碰见了四弟与两位妹妹，也不知怎的就发生了这样的误会，还劳动了王妃前来。我今日听闻王爷又去金雀楼了，就思虑着今晚是不是要再去看看他。你说你想去金雀楼见王爷？是。好，哈哈，这里都是一些小事，本王妃来处理就好。你既然想去啊，那赶紧收拾收拾去吧。那就多谢王妃。王妃，这就完了？不然呢？你打了四爷，还把两位小姐气得半死，我还以为老王妃会狠狠罚你，没想到竟然这么轻轻放过了。老王妃挺好说话的嘛。哼，我对有用的人也很好说话。小智顿了顿，想到上次王妃说老王妃似乎不怀好意的事情，她犹豫了一下。那王妃今晚还去找王爷吗？去啊。为什么呀？不是觉得老王妃有问题吗？吃饱喝足找乐子，这是你们家王妃的人生信条，记好啦。可王妃，你不是说老王妃她算计我，我就是她儿子，这很公平。好啦，小孩子家别问那么多，今晚我要美美的出门哦。夜幕降临，金雀楼上莲花灯火通明，丝竹琵琶声声。这个可以有啊。萧兔弯下唇角，他还没有见过古代的歌舞表演呢。咱们也去欣赏欣赏。高座上一早就瞧见人进来的宁错看得新奇，可俏皮可爱的人却是一眼都没瞧他，只顾着盯着舞娘的腰，眼珠子都要长在上面了。有这么好看？好看。这家伙比昨天看着更诱人了。来，萧兔立刻瞪眼，这谁能顶得住啊？他立刻麻溜的朝男人而去，然后半点不客气的坐在男人身边，仰着头，泛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男人的脸，使劲儿的看。怎么一天不见，这么想念本王？那是当然，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这话本王还是第一次听人对我说。你如果喜欢，我天天都愿意为你讲。宁错大笑起来，抬手直接将他卷入怀里。哎呀，有趣儿的小东西。我不喜欢这个称呼。哦，那你喜欢本王叫你什么？萧兔、小兔、小兔兔？叫我娘子、夫人都可以。宁错笑俯下身，长指从他精致的下巴慢慢地滑落在他此刻微嘟着俏丽的小嘴上。萧兔似有所觉，然后又粉又嫩的舌轻轻地探出，扫了一下唇。身边男人同时狭眸危险的光泽在期间闪动，如捕食猛兽，只要饥渴那就要索取，丝毫不懂克制。他将猎物一把扑倒，就不许猎物有丝毫的反抗余地，用利爪完全控制住掌下软嫩的小兽，任他肆意的掠夺享用。良久，萧兔无力地靠在男人怀里。这家伙学得够快啊！这种事情本就是男人的主场，下次等我再做点准备，谁吃谁那可说不准呢。萧兔傲娇地哼唧一下，拿起桌上酒杯，仰头就喝了一口。哎，不可，这是是王爷的杯子，王爷爱洁。夫人呐，您如果需要，我帮你再倒一杯子。你家王爷刚才吃我嘴巴那么起劲时，可没你说的什么洁癖。小乐子宁错，呵呵了。也就你敢如此调侃本王了？难道只准你嫌弃我吗？本王可从没这么说过。是属下多嘴，请夫人恕罪。我很好奇，若我不恕你的罪，不知道你会怎么样啊？起来吧，下不为例。王爷最近似乎很闲啊，整日里待在金雀楼取乐。如你所言，此处确实乐子不少。哦，都有哪些？你想知道这些？是啊，王爷说来与我听听。说有什么意思？本座请你看。真的？在哪里？那下面不就是？下面
萧兔扭头看向大厅，舞娘还在热舞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人观看，这群舞娘的表情此刻都有些急了，特别是那位异族装扮的细腰美女，作为主角的她急得眼睛都要喷火了，而且吧，细看对方喷火的目标竟然是她。你早知道了？你也知道了？是不是明摆的嘛？快说说，你们是什么仇啊？分尸寸节，扒皮抽筋，灭门抄家，诛人九族，总有一样吧？这听着也太反派了吧？你是在朝廷刑部任职吗？不是，是比这更可怕的地方。那有空我可要去见识下。每次都能让本王耳目一新的回答，有趣。你是在朝廷刑部任职吗？不是，是比这更可怕的地方。别乐了，好戏要开场了。你看起来很期待。那是。说着，直接从腰间的小包里抓了一把瓜子儿给他。这是看戏必备神器啊！一旁的小乐子此刻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然后满屋子已经准备抽刀的暗卫们也愣愣地看着高座上并排开始嗑瓜子的两人，陷入了诡异的气氛中。怎么还在跳？这舞挺长时间了。你不知道你坏了人家好事儿。这个我看出来了，那一族狐姬装扮的舞娘似乎就是刺杀你的主力，可我来后，她就没了近你身的机会。你就算不来，她也进不了本王的身。知道你洁身自好啦，不过现在怎么办？他们看着很着急啊，要不我坐一边，给他让个位置。无需。那我就只能给他们鼓鼓劲儿了。鼓劲儿？嘿，家人拿把琵琶来。只见他细长的小手抬起就往琴弦上一划，醒目又隆重的乐声乍然而起，一首十面埋伏如江河倾泻直冲而下。本在跳舞的舞娘们作为杀手的敏锐直觉，他们明白自己应该是暴露了。这首曲子就是在提醒他们，战场已经摆好，死战即将开始。杀！众女同时抽剑，神色冰冷，齐齐的飞身朝着高位扑杀而来。狐姬舞娘眼睛忽然一闪，剑尖忽然一转，刺向了萧兔。女人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的举动，可对方弹奏的手指却丝毫不见停下，甚至红唇还缓缓地对他笑了。直到剑与人不过5指之遥，女人身后的男子这才慢悠悠地抬起头来，对上了他的视线。他苍白修长的指尖轻抬起，轻描淡写的就夹住了那飞刺而来的剑尖，然后吹毛断发的软剑就在他不敢置信的视线中一块接着一块断裂开。这个人先别杀。哦，你要留？是，我有用。放心，不会让你吃亏的。说说看。还说什么？我刚才弹琵琶的时候，你一直盯着我看，不就是想这么做了吗？本王想做的可不仅是如此。空旷的空间，一时止于下薄纱上倒影着纠缠在一起的身影，纱幔剧烈的动荡，久久。本王的小兔子还真是敏感的紧。谁是你的小兔子啊？时间不早了，今日可跟我回家啊。这么想本王跟你回去？还好啦，如果你忙，那我就先走了。说着掀开被子，穿衣挽发，抛个媚眼就扭头走人了。爷，你起没？爷，萧夫人刚才走的时候带走了昨夜的那个刺客。你觉不觉得他每次晚上过来跟早上走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这个奴才没仔细观察过。就是晚上来的十分热情，早上走得过于利落。这个奴才没注意。不过说到这个啊，每次萧夫人先下床走，奴才倒有点不太适应。什么意思？就是按照一贯常理来讲嘛，一夜欢好，心情舒畅先下床的那个一般都是男人。所以呢？所以奴才每次看着先出来的是夫人呢，你有这般模样躺在床上，就感觉主子好像才是被睡的那个一样。昨日查的资料可核对好了？启禀主子，都好了。可萧夫人的信息与前日所查丝毫不差。丝毫不差？一个是能被虫子吓哭的世家小姐，一个能笑着为杀人奏乐。你告诉我这是同一个人？属下也觉得差别太大了。那主子，属下再去。不用了，不管他是谁，本座根本不在意。本座要的只是那个吃了雄心豹子胆敢睡本座的人。主子，您话里说着人家吃了雄心豹子胆，
可语气半点怒火都没有，反而兴致还很高涨啊。虽然夫人本人的事儿没弄清，不过属下倒是查到一点跟夫人有关的事儿。哦，夫人本是勋贵之女，可祖上早已没了爵位，如今父亲兄弟皆赋闲在家，只是家产颇丰厚些。这样的条件，爷，您猜猜，这偌大的裕王府为何偏偏相中她做王妃呢？左不过有利所图。爷，您一语中的。裕王爷继承爵位多年，今年已有20有2，却迟迟没有成婚，盖因其从小就钟情其青梅竹马的荣昌郡主。这位裕王真爱，其身份也不得了，是本朝少见的异姓东陵王的嫡女。东陵王手握30万大军，已经镇守东陵近10年了。可不是嘛，裕王与郡主这对小情人相爱却不能相守，当真是可怜呀。继续啊，是这位荣昌郡主，虽然身份尊贵，可惜娘胎里带了弱症，3天2头的就要生病。医师曾断言其可能一生都不能生育，所以裕老王妃知道此事后，说什么都不肯答应儿子婚事。裕王爷呢，也是痴心一片，老王妃不答应，他就不娶，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那现在如何又肯娶了？老王妃眼看着拗不过儿子，所以就想了个计策，借腹生子。好一个借腹生子，就是萧夫人了。哼，生完之后呢？去母留子，迎娶荣昌郡主。倒也是难为这裕王府了。正在这时，屋外有人来报：何事？乐公公，皇上急着找都公爷，已经叫人来催了3回了。那就去吧。什么时辰了？已经过了午时。王妃，今晨你从王爷那里带回的那个舞娘，一早就说想要见你，那就带上来吧。多谢小姐救命之恩。不用客气，请坐吧。救命之恩无以为报，只要小姐有用得着的地方，我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赴汤蹈火倒是不用你，只需姑娘你将手中暗器放下即可。舞娘顿时浑身一僵。你怎么知道的？这个不重要。小姐好胆魄。关于这一点，我以为昨夜阁下拿剑朝我刺来时就已经知道了。所以我很好奇，明知我要杀你，你为什么还要救我？自然是要你为我所用。不知是我身上哪一点，竟让小姐产生这样大的错觉。我知道你们这些杀手都经过严格训练，骨头硬得很，所以并不准备对你动刑逼迫。哦，不逼迫，不动刑，小姐莫不是准备以理服人，用嘴巴说服我不成？不错。你竟想着靠一张嘴来说服我？古有苏秦凭一张嘴灭齐，陈轸靠着3寸不烂之舌退100万雄兵，张仪更是凭借口才破了6国合纵。你敢说嘴巴他不厉害？所以小美人儿，说话很重要，兵不血刃就能要人命。反正不管你想说什么，我都不会为你所用。不用着急，你先听听。你姓李名明善，取自明眸善睐之意，是你父母见你初见世界，眼睛就出奇的漂亮，大喜之下所取。你从出世就很另类，不如一般姑娘文静，喜欢练武，喜欢江湖。你父母很疼爱你，所以非常纵容你。你从小人就皮实，喜欢跟人打架。在6岁那年，你打破了隔壁比你大孩子的头，他也在你后耳处落下一道1指长的疤痕。8岁你拜入武林上的青瑶派习武，隔年同师兄弟与人比武，右手严重骨折，从此开始左手练剑。13岁你初入江湖，曾追杀一淫贼，跑了10县3州，将人擒住，交给官府，赚了赏银500两，却将钱全都给了穷苦人家。15岁你因为一桩杀人案得罪了青州权贵，被人接连10多日追杀，差点死在那里，最后被同门大师姐所救。16岁你跟师姐行侠仗义，帮一户被强抢了女儿的人家出头，最后却被这户人家出卖，师姐为了保护你而死。同年你将此户人与抢人的人家全部杀光。19岁你与同门2师兄相爱，却因为师父传承最终而反目。20岁你最终放弃传承，离开师门回了家。可就在这一年，你父母亲人全部惨死，你发疯了一样想找出凶手，甚至一一杀到从前对头门前，可是最后依旧毫无头绪。可就在这一年，你父母亲人全部惨死。就在你绝望时，你早年失踪多年的二伯李宗耀回来了。他告诉你，
家里是因为牵连了一桩朝廷旧案，所以被东厂人灭了口。之后他带着你加入了一个名为天心楼的杀人组织，你历经了3年生不如死的训练，至昨夜你终于潜伏到了仇人们要去的地方刺杀，却失败而告终。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我的这双眼睛可以洞照过去，看破将死之人的一生。能看到将死之人的一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这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你所见，以前没有，以后就有了。你想知道是谁杀了你全家吗？你说什么？我说，想知道是谁杀了你全家吗？是东厂刽子手吗？不是哦。不可能，不可能，我查过的。二伯也说是啊，所以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说啊？你是说二伯他在这件事上对我说了谎？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其实你心里也怀疑过，不是吗？你有什么证据？你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喜欢跟父亲玩藏东西的小游戏吗？你连这个都知道？回去找找吧。若你说的是真，那我李明善这条命就是你的；若是假，我拼了这条命不要，也不会要你好过。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王妃，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您真的能看见那姑娘的过去？萧兔勾勾红唇，洞照术能够观善恶，这使他能够看见每个与他相关之人头上都顶着对他的态度标志。像老王妃这些人，那是厌恶加100，而小芝忠诚加100。至于那妖冶男人，心思深沉莫测，而且喜怒无常，所以他至今看到的都是危险度。此术属于看命之术，命运越发波折之人，洞照术就越强。有些将死之人，他甚至能够看到这人的过去，知悉他的未来。哎呀，可惜这些还不能告诉这胆小的丫头。怎么会？那自然是王爷告诉我的。原来是这样，那到底是谁杀了这位李姑娘全家呢？自然是他的那位二伯。是他？那他也真是太可怕了，杀了兄弟全家，还将兄弟唯一的女儿训练成了杀人工具。所以这世界最不可琢磨的就是人了，最不可信的也是人。小傻瓜，可长点心眼吧。我是聪明不起来了，不过我知道只要跟着王妃走，那就是对的。走，趁着天气好，陪你家王妃我巡视下未来产业。这么大个儿的裕王府，她身为女主人还没逛过呢。王妃今晚是不准备出去了吗？不出了，今晚我要好好的休息一下。虽然她喜爱美色，可是连着2夜的激战，她又没有男人好体力，也是需要缓一缓的。王妃，明日回门的事情你同王爷说过了吗？啥？王妃，你不会忘记新婚3日需要回门的事儿了吧？那个不回行不行？当然不行了。且不说大招的礼节在那儿，王妃婚后不回门的事情会被人拿来耻笑。就是说萧府老爷夫人，那也是早早就盼着您回去呢。那看来是必须要去了。其实王妃不用担心，我听下面人说，王爷今日已经回府了，待会儿您只要去敬德院亲自跟王爷说一声就是了。他回来了？是啊，下午您睡觉那会子回的。那行吧，你帮我梳妆吧。王妃，你还要上妆啊？那是当然，这女人不出门可以随意对付，可只要出门，那就一定要漂漂亮亮美美的。敬德院灯火通明，守卫密布。你去禀报王爷，就说王妃来了。请稍等。王爷，殿下来报，说王妃想见你。就说本王不在，本王本就要去金雀楼，你就这么回禀吧。是。敬德院门前，萧兔听到侍卫回禀，一阵的无语。又去了金雀楼？那地方有什么好的呀？天天往那里去，他又不嫖，还要辛苦他一趟趟的往那边跑。莫非在外边会更刺激？话说回来，前2回确实是。想着猛男激烈的样子，萧兔心头也忍不住热了几分。王妃，您在想什么？没什么。王爷既然不在这里，那咱们还是老样子吧。这也没办法，毕竟明日回门是大事儿。行了，知道了，交给我，保管明日事情顺顺利利。怎么了爷？可是乏了？几时了？天刚擦黑。天黑了呀。爷，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还有好多折子没批完呢。天已经黑了，本座的小兔子该来找我了。小乐子一愣，小兔子，萧兔。主子是要去见萧夫人。如何？哎呀，这不是折子还有这么多呢，屋里也还有一大堆的军国大事在等你拿主意呢。那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本座乏了，明日再说。
您这借口找的有够敷衍的，感情萧夫人比整个大昭国的事有意思呗？去帮本座准备沐浴，我要更衣。啊什么？没看见你家爷还穿着官服？明白，小的这就去准备。月如盘照人间，皇城的夜晚热闹非凡。萧兔站在繁华的街道，满眼新奇地打量着这精彩的世界。萧兔正看杂耍看得目不转睛，却突然间闻到了一股非常熟悉的冷香。是那个人的味道。可是那个男人不是去金雀楼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本王的小兔子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谁是你的小兔子？这么多人在，你注意点儿。不就是你吗？今日打扮的又白又嫩，又香又软，可不就是一只正该脱光把劲，等待下锅的小兔子？这里人太多，我们去一边说。不是说去金雀楼了吗？怎么来了这里？久等你不来，就出来找你了。哼，你知道找我，还跑去金雀楼，简直是多此一举。这你难道不知？家里哪有？话刚起头，就被萧兔赶紧抬手堵住了嘴。这里可不是金雀楼，这里是大街，他们前后左右可都是人呢。可谁知道掌心紧跟着就传来了湿热。怎么样，我今天看着是不是很可爱？可爱，本座很喜欢。喜欢，今日就陪我逛街吧。好，本王应。萧兔拉住了他，然后朝一旁吩咐：拿个围帽来。做什么？当然是把你脸遮住了。怎么，本王跟你在一起见不得人吗？是你见不得人，长得这么好，一会儿在大街上引起姑娘们骚动，我这小身板可拦不住。行了，现在可以走了。碍事。哎呀，好了，带习惯就好了，这样安全。我可不想待会儿你被别的女人占便宜。你带路吧，想去哪里不需询问本王。那夫君你就大胆的跟我走吧。哎呀，小姑娘是不是饿了？来尝尝大娘家的花饼。萧兔立刻点头，忙不迭的要伸手接下，却被身边的男人拦住了。怎么了？是肚子饿了，本王带你去天香楼。王爷，我想吃。想吃？这里的食物并没有天香楼味道好。可我就是想吃嘛，行不行嘛？王爷，夫君，哥哥。给你了。谢谢哥哥。二话不说，嗷呜就咬了一大口。好烫好烫。可是好吃。好吃好吃，你也尝尝。再打包10个给我。好嘞。该付钱了。宁错闻言懒笑，后知后觉地想起来，自己其实并没有带钱出门的习惯。怎么啦？稍等本王片刻。说完，男人背着手转身走了。宁错走到了黑暗处，刷刷的几道肃杀的黑影同时落下。督主，起来吧。督主可是发现了什么不妥？可有带钱？是我听错了吗？可有带钱？黑暗的巷子里，所有人搜遍自己全身，这也才凑了30几两。宁错抬手拿了银子，施施然的离开了小巷。这里夫君，我在这里。宁错付了花饼老板的钱1两3文钱。接下来他们看了花灯，买了其中做工最精美的花灯兔子3两银子，去玩了套圈游戏花了1两3，猜谜游戏花了10两。一路上，小兔吃了葱油烧饼、鲜肉粉、韭菜盒子、凹肉、干腐、辣子鸡丝、芙蓉卷、冰镇绿豆汤、荔枝糕、砂糖冷圆子。夜色下，宁错看着手里仅剩的10几文钱，竟然诡异的觉得很不错。若刚才小兔子听了他的建议，去了天香楼，那结账时就只能亮身份了。小妹妹快看啊，姐姐这儿有很多很有趣又漂亮的面具，看看这个狐狸，还有老虎的。就这个吧，要俩。夫君，快过来付钱啦！宁错走上来，可他一瞧吧，萧兔挑中的2个娃娃，就知道自己的钱恐怕是不够，所以动作迟疑了一下。耶，我来了！哎呀，终于找到您了。付钱吧。哎，好嘞。小乐子悄咪咪地看了眼自家主子，他敢对天发誓，他刚刚如果晚来1秒，他们家都公爷就要摘自己耳朵上的耳当给人家抵账了。爷，何至于此呀？这才跟萧夫人见第3次呀，您就要典当身上物件给萧夫人买礼物了吗？您还是小乐子认识的那个单名就能让小儿夜哭的千岁爷吗？宁错察觉到了隐晦的打量。何事？
没事儿，就是想问爷跟夫人可需要地方休息一下。差不多了，带你去天香楼。好啊，刚好我还没吃饱。王爷，是本王不好，不怪王爷，是凤儿亲口许诺，荣昌郡主不入府，我就绝不入府。可让你一直留在金雀楼，终归是委屈你了。凤儿不觉得委屈，你跟郡主从小情深意厚，又对郡主痴心一片。如果不是郡主善良大度，我一个青楼女子，何德何能得到王爷垂怜？王爷您一连3日都来我这里，王府里那位王妃没什么事情吧？放心，无事。可老王妃那里如何能容她？你呀，不必将每个人都想得太过柔善。我母亲如今可是对她很好。这是为何？本王的这位新王妃可不是什么好惹的擅长。至大婚当日，她就假托来金雀楼找本王来，哄骗母亲说已经与我圆房了。她说跟你已经圆房了？是啊，昨晚也是如此，因此母亲可高兴坏了，吩咐府里她要什么就给什么。竟然是这样，于凤儿有些不淡定了。不会是她想的那样吧？这要是真的，那这个玉王妃8成是被人给骗了。此事若揭出去，那她于凤儿想要这姓萧的女人身败名裂，岂不是轻而易举？于凤儿一下子激动了起来，可下一刻又皱起了眉。她想起为她办事后死得无声无息的小雨2人。金雀楼里客人到底是什么身份？竟敢有胆子冒充当朝王爷，还能悄无声息地杀人？若有这人在背后阻挠，岂不是除不掉这个占了王妃之位的女人？不对，不应该想着杀了玉王妃，应该先接近她，然后用这个把柄威逼利用她，让她去对付那个我们共同的敌人荣昌郡主。到时候2虎相争，他才好渔翁得利。怎么了？突然笑这么开心？我没事啊，就是想到了好事儿了。什么好事啊？说给本王听听。哎呀，才不要呢。你说不说？翌日天光大亮，阳光明媚。看够了吗？时间不早，该起了。左右无事。谁跟你说无事了？哦，是何事？就是3日回门，还是小丫头昨日提醒了我。待会儿你就别出门了，先陪我回家一趟吧。宁错闻言，动作一顿。怎么了？王爷是有什么问题吗？怎么会？你别的事儿我都不会多问，不过回门这事儿是礼节，也是为了让我父母安心，这是必须的。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可会生气哦。你跟我回去，装扮最好也换一换，你那一身身的，可别吓到我父母。忽然被嫌弃的宁错再次一顿，然后去看自己那吓到人的衣物。爷，衣服在这儿呢，您这是要去哪儿啊？爷，您今日这是……爷，您平时不都喜欢色彩华美瑰丽的，今日怎么改穿这么素净的？这不是被夫人嫌弃了吗？萧夫人，也就那位什么话都敢说了，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家都公爷竟然还真听。怎么没什么，就是觉得爷您太过宠爱夫人了。你如果有他一半有趣儿，本座也宠爱你。爷，对于您喜爱之人，您的宠是他的恩典，他的存在是您的乐子，您可以享受乐子，却不能被乐子而左右啊。本座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本座真的是移不开眼。那感觉真是太美了。小乐子沉默了，每次他私底下说起萧夫人，跟吃了兴奋药剂似的。怪不得爷被撩上床后就说那女人就是味毒药。不过话说回来，爷您这不是什么都知道吗？那还这么开心的往里跳？别发呆了，帮爷办件事儿。主子您请讲。你去看看婚嫁回门都需要准备什么，10倍买回来。爷，您突然买这些做什么？是要恭贺哪一位大人成亲吗？谁有本事能受得起都公爷10倍大礼的？是本座今日回门要用啊？哈什么？本座与那小兔子已经缠绵3日，按照礼节是该回门拜访了。回门拜访？说的是人家正经嫁娶的新姑爷吧？爷，您还记得您并不是萧夫人她男人吗？您这是演玉王演上瘾了吗？愣着做什么？快去！小乐子看着自家主子积极的样子，再次忍不住在心里疯狂的吐槽：主子爷呀，您还记得自己的身份吗？您是东厂司礼监的头子，是当朝的9000岁。您觉得您一个太监带着人家闺女回门拜见岳父岳母，这
真的合适吗？这心里无论如何张牙舞爪，小乐子还是老实的去置办东西。午时的阳光正好，小兔慢悠悠地从偌大的庄园走出，就看到门口已经停了10几辆的大车，上面绫罗绸缎，古董器皿无数，金银首饰那都是一盒盒的装的，还有一个半人高的金佛。小兔一眼看见就满意的笑了。王妃，你看王爷准备好多礼物。小兔笑着点头，正要开口，眼角突然瞥见一人，一身金贵素白的男人，低调简单干净。小兔看得心跳加速，目不转睛，瞧见他这般模样，走来的男人顿时勾起红唇笑了。哎呀，端住端住，就像刚才那样，等会儿你同我回去一定不能这么笑，知道吗？你嫌弃本王？哎呀，你怎么样人家都喜欢，不过在外面咱们要矜持住。怎么样，人家今天是不是看起来很漂亮？是漂亮，是吧？我这一生下来少说有万金之数。当然花的都是你的钱啦。这是知道本王的好了。知道，夫君对人家最好了，所以也知道该怎么做。小兔娇滴滴地嗔了他一眼，然后踮起脚，撅起小嘴儿送了上去。宁错笑着俯身，毫不客气地开始吃胭脂。哎呦喂，这光天化日的，俩人没一个害臊的。哎呦！小乐子仰着脑袋数到头上飞过的第10只鸟，那边才传来吩咐：出发。小兔被抱上了车，整个人还瘫软在男人怀里。哎呀，你也太用力了，人家嘴巴都肿了，等会儿怎么见人？是吗？那本王帮你吹吹。说着唇又压上来了。别闹，真肿了可没办法见人了，咱们合计合计一会儿回家的事儿吧。你说。回门具体要做什么我不懂，可天下担心孩子的父母大多是一样的心情，有没有冷，有没有热，吃得饱不饱啊，过得好不好，这些。你这话说得很客观，好似你不是他们孩子般。哎，别打岔。所以到了家里，我们只要向他们加倍证明我如今过得非常非常好就行了。你想如何证明？这一点待会儿就要辛苦夫君你了。太阳越升越高，萧府中，你们父子3个能不能别转了？老娘的头都要被你们晃晕了。哎呀，灵瑶，这小兔今日回门还没到，我这个做爹的怎么能不着急嘛？不是叫人去看了吗？一会儿就回来了，急什么？夫人，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咱家千疼万宠出来的宝贝闺女，嫁进了素不相识的裕王府，这3日还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呢。婚前我找好友打听过，裕王洁身自好，身边无通房无丫头，品貌极为出色，人品雅致端正，才学样样拔尖儿，是个良配。他是王爷，又样样都好，那干嘛选咱们女儿做王妃呢？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曲灵瑶的女儿哪点不好？配不上她玉怀章啊！哎呦，夫人息怒，夫人息怒，咱们女儿肯定是最好的，是裕王配不上她。反正一会儿小兔该回来了，你别再转悠了，看得我心烦。哎，好嘞，都听你的。一家人就这么焦急地等待着，直到派出去的下人回来禀报。怎么样，看见小姐回来了吗？没有。怎么会没有？你看清了吗？看清了，小人怕小姐过夜刚出门，就一路跑到了裕王府门前又跑回来，可往返的这条路上一辆马车之类的都没瞧见。这就是说小兔根本还没出府，这都要中午了，什么原因没出门啊？难道妹妹是被扣在王府不成？是啊，按照妹妹的性子是绝不可能不回门的。一定是裕王府对小兔不好，门都出不了啊！我的宝贝女儿啊！他们敢！娘，我跟你打上门去。我跟你们一起去，管他们什么裕王府，敢对我妹妹不好，是阎王老子也让他了账。跟我去兵器。萧府门前，华贵隆重的銮驾缓缓地停下，车内萧兔给男人使眼色。哎，快要开始了。说好了，本王按你说的做完，你今晚就穿你说的那什么神秘的比基尼给本王看。我说到做到，快下车吧。那什么比基尼维密秀，当真如你所言那样？人家说的还不信吗？那今晚本王就拭目以待了。小兔把人弄出去，暗笑这男人说的他都有些脸红心跳了。然后小兔就看到了自己亲娘手拿大刀，兄长手举战斧，亲爹嚎啕大哭冲出门。会不会是
走错门了。怎么回事啊？爷才上门就被人识破老底了，看看这又是刀又是斧头的，这家人是要砍死督公爷呀！哎呀，怎么办呢？要不要先保护主子，先撤了再说呢？这可真是让人眼前一亮的迎接仪式。小心露馅儿啊！爹娘兄长，斧头跟大刀齐齐落地。爹的宝贝女儿，妹妹，娘的小兔。哎呀，爹娘兄长，王爷来了，坚持啊！四人闻言，将目光落在了萧兔一旁宁错的身上。萧夫人本来想端着跟这位新女婿摆个架子，可在看见对方那张脸时，熊熊怒火都化成了山泉水了。这就是玉王爷吧？好，长得一表人才，气度不凡。这么好看的人跟我们家小兔啊，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萧老爷见此，委屈唧唧的想，这老婆子还从来没有对他笑得这么好看过呢。玉王是吧？听说你对我们小兔可是一点儿不……哎呦！话还没说完呢，就遭到了老婆一个肘击。滚一边去，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萧老爷高高昂扬的身体顿时如泄气的皮球，灰溜溜的躲在儿子身后。玉王远道而来辛苦了，走，屋子里茶点都准备好了，快请进。萧大少跟萧二少此刻愣愣地看着母亲，不知道该不该提醒他娘，屋里没有茶锅点心，只有您一拳打碎的木头桌子。没看出来你还挺受欢迎的嘛。今晚条件加倍，加倍就加倍，先把活干好。第一次登门拜见岳父岳母。好，外面太阳大，快跟岳母进屋说。你也别闲着，赶紧叫人过来招待宾客。来了，这位公公怎么称呼啊？萧老爷客气，咱家小乐子。原来是乐公公，失敬。不敢当。有时候吧，底下人说话的动作、语气、态度是能够从中看出很多事情的。他对自己这个毫无身份地位玉王爷的岳父表现的这般客气，就能够看出他女儿在王爷心中的地位定是不低的。如此，他跟夫人就可以彻底放心了。乐公公，先请进，我叫人安排好车马，立刻就来。不用，我帮萧老爷。哎，乐公公太客气了，府中茶点都已经备好了。再说了，王爷身边也缺不得公公，你还是赶紧先去吧。我吩咐好下人，这就来了。那我就不跟萧老爷客气了，您外边要是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告诉我。哎呀，好嘞。我去！萧夫人正热情地招待着她的新女婿，就瞧见丈夫带着2个儿子魂不守舍地走进来。女儿女婿今日好不容易回来一次，你们这是什么鬼样子啊？萧老爷抬头，先是悄咪咪地看了眼宁错，然后迈着小步走到老婆耳前。夫人不得了了，咱闺女带着你女婿回门里足足纳了10几车，我约莫估算了一下，价值不少50万两呢。什么？萧夫人赶忙给萧兔使眼色。怎么啦？闺女啊，你告诉娘，你是不是修炼了什么迷魂术啊？没有啊。没有，玉王怎么会被你迷昏了头？这事儿娘都看出来了，火眼金睛啊。娘，你别多想，我没有迷魂术，这都是我的个人魅力。好孩子，没看出来你这么厉害，比你娘对付你爹都要厉害呀。小意思了。哎呦，这母女以为掩住嘴巴小声说话，别人就听不到了吗？他们家督公爷的功力，怕是躲到100米开外这么小的声音也跑不掉，更何况就在眼前。闺女，还是你厉害，那门外的回礼咱们还收吗？当然收啊。好闺女，不枉爹娘疼你，什么好东西啊都知道往家里爬了。不过女婿对你好，咱也不能得寸进尺，我看还是送还一半吧。哎呀，不用，既然都拉回来了，你跟爹就凑合着花吧。王爷啊，岳母，是这样，外面的回礼实在贵重，岳母觉得有一半就很不错了，待会儿你带一半回去。不许，这些礼物是本王的一片心意。是啊娘，王爷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不用，收一半都已经够多了，多了我跟他爹也用不到不是？用不上就给2个哥哥用，反正2位兄长也到了该成亲的年纪了。
你这孩子，什么叫兄长娶妾啊？就算兄长娶妾，咱们也不能把王爷家给搬空啊！什么？家里没钱了吗？没有，本王有的是钱。夫君，你好霸气侧漏，人家好喜欢你。太阳来到正午，午饭时间到了，都是你喜欢吃的，快开动吧。好吃。贤婿啊，咱们俩喝一杯。岳父请。贤婿久在朝堂已久，可听说两怀延孕之事？岳父对延孕一事有兴趣？兴趣不敢说，只是小兔的大哥二哥小虎小豹如今年纪都大了，身上却连个正经事儿都没有。我早些时间得到了一些风声，说两淮那边已将延孕一事从官营承包给了商户，两淮的商户很多都靠此发了财呢。这才动了些心思，所以想着向贤婿打听一二。两淮盐运的私营买卖关系错综复杂，牵扯甚广，小婿不建议岳父将二位七兄放过去。岳父想为两位七兄找点事儿做，或许小婿可以帮得上忙。不知岳父跟二位七兄有何要求没有？贤婿这话是，小婿在朝中小有人脉，朝廷6部岳父可尽选。多谢贤婿的一片美意了，不过朝廷6部就算了，我这俩儿子我知道哪有那个心眼去当官啊。岳父无需担心，既然本王安排，定会尽善尽美。不了，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俩掺和到朝廷里去。岳父何意？哎呀，这2年想必王爷也能看出来，如今的朝廷已经大不如前了，各地的灾情是频频爆发，可朝堂文不思政，武不思战，整日争权夺利，谄媚上官，大昭这2年亦有颓废之势啊。如此，那岳父可再思虑下别的，本王也可尽力。王爷太客气了。说着欣慰地看了眼女儿。萧夫人这边也是喜笑颜开，那是怎么看怎么觉得女婿顺眼。爹，想给兄长找个赚钱的行当，找我就行了。找你？是啊，你别看你女儿我整天吃喝玩乐，可是赚钱的买卖我脑袋里可有不少。你还知道这些？我怎么不知道？哎呀娘，咱们虽然是亲母女，可我也是要有私人秘密的。好，秘密。怎么样，爹？要不要听听我的方法？你真的懂这些？那是，上到金融地产投资，下到小摊小贩小作坊，我可是知道不少。就连你们刚才说的那个盐的，我也懂。哎，说什么呢？什么金融地产投资的？小丫头，快吃饭，别捣了。你懂盐运？萧兔闻言，立刻投给他一个小子，你很识货的赞赏眼神。如今盐运买卖是官收、商运、商销，是这样吧？是。那咱们自己制盐，自己出售呢？需要交税。你会制盐？不是会，是太会了，一口气说10个都不带喘气的。当然，咱们这个时代能用的不多，要选个最简单也是最省力的来。娘子，请赐教。原理我就不细说了。我说的制盐方式，首先找到一片大海，然后他将最原始的晒盐方式讲出来。虽然只能提取粗盐，可是方法足够简单，而且快捷高效。只是如此？是啊，我都说了最简单方便了。爹娘，你们的表情告诉我，你们不相信我。怎么会？我们家小兔这么聪明，说什么都是对的。这事儿啊，叫你爹按你说的做。对，交给我了。兄长，你俩过来，我教给你赚大钱的方法。两兄弟闻言赶紧凑了过去，然后3个人嘀嘀咕咕良久，吃吃喝喝聊聊，一下午就悄然地溜走了。夕阳西下，一辆醒目宽敞的銮驾慢悠悠地行驶在上，平稳的车子突然停了。怎么了？有几只拦路的蚂蚁，无需管它们。又有人刺杀你啊？正说着，外面已经响起了刀剑搏杀声。萧兔掀开纱帘往外看了一眼，就瞧见男人身边跟着的暗卫已经跟着一群蒙面人打起来了。说起来，还是这妖孽带着的人厉害啊，一个伤亡没有。而那些刺杀的人头上却已经接二连三的出现死相了，下手这么强悍，杀人跟砍菜切瓜似的。萧兔抬起白嫩嫩的脚丫子，朝男人长腿踢了踢，却被一只苍白的手一把抓住。别闹，说正事儿呢。说。你知道天星楼吗？天星楼就是上次在金雀楼刺杀你的那些人，外面的这些也是。上次你带回去的那个舞娘招了？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何意？就是虽然他什么都没说，可我却什么都知道的意思。本王并不在乎这些人是谁，也不在乎为了什么来刺杀，反正来了都要死。就知道。不过总是这样也很麻烦。今日回门，看你表现不错，我就再帮你个小忙吧。哦，拿张京城地图来。小乐子，爷来了。小兔接过地图，视线挨个的扫过外面快死的蒙面人，手中的笔快速的在地图上的一些房室上面画上圈，边画还边说：说来这些人好似都是跟东厂有仇，为何连你也要刺杀？是因为你上次说的神秘部门跟东厂有合作？是。哦，原来是这样。说着，他将圈了不少小圈的地图递给男人。这是外面杀你人的据点。宁错看着图上的圈，他将地图随意的甩给小乐子，一把将萧兔抱进了怀里。今日一连2次给本王送上大礼，想让本王如何感谢你啊？试验法都还没试验过，王爷就信一定能成了？你说的本王都信。我们在这里。哎呀，别闹！不要，本王要你就现在。不行，外面还杀着人。让他们杀就是了，影响不到我们。不是说好了晚上回去要看我给你准备的比基尼维密秀吗？到时候再做。不怕，现在做1次，等回去看完再做1夜。你滚！天色渐暗下来，裕王府，裕老王妃此刻一脸的黑气。今日是萧兔回门的日子，他本来是准备趁着此事好好的刁难刁难这个儿媳，可是谁能想到今日他早早的等在正堂，却连萧兔的影子都没见到，吩咐下面人去找，这才得到回复，说是昨夜王爷就跟王妃一起出门玩去了，而且到现在人都还没回来。才几天呢，就被萧家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魂吗？带着王妃出去一夜未归，竟也不让下面人回来通知一下我这个母亲。今日是萧氏回门的日子，会不会是在萧家？回门日子去萧家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两人昨夜就急着离家，还是王爷对我这个当母亲的有什么不满啊？怎么会？想来是萧氏知道他今日回门定得不到好，所以才特意早早怂恿了王爷。也罢，派人去萧府走一趟。派去的下人动作很快，回来再报，却说王爷王妃确实回去了，不过二人回去就又走了，说是又出去玩了，今夜也不回。何事？爷，刚下面来报，照着萧夫人在地图圈出的地方，天星楼13个据点已全部被灭。全对？是，地点全对，藏着的兵器情报证据十足。更有意思的是，属下还从中找到了几个平日跟千岁爷您作对的官员书信来往。本座的小兔子当真是日日都有惊喜给本座呀。千岁爷，萧夫人这个能力很可怕呀，要是如何呀？宁错轻笑着瞥来一眼，小福子瞬间只觉得自己如被恐怖的妖魔盯住，双腿瞬间一软，扑通跪在地上。是奴才想差了，千岁爷饶命！这家伙，我都在这边不停给你打眼色了，愣是一次也没有接收到。爷，福公公最近都在忙东厂内务的事情，他还不知道萧夫人是个怎样有趣的人，这才说错了话。如此，本座这几日正玩的兴起，谁也不能坏了本座的好事儿，可知道？知道，奴才知道。知道就将咱们的人放远了，特别是与本座相关的将死之人，一个都不许出现在他面前。是。越王如何了？咱们的人都看着呢，今日主子要回门，属下就让人将他引出城外，此刻正抱着他那位装柔弱的妓院美人护送冲场。这二位倒是情深意切啊。这种有眼无珠的蠢人，也就只配那种女人。越王府呢？一切尽在千岁爷您的掌控之中。爷，举整个东厂与大半京师之力，定全力不让夫人发觉半点破绽。很好，起来吧。爷，那没什么事儿，奴才就先下去了。萧夫人还在里面等着您呢。爷，其实萧夫人的事情，咱们或许未必需要做到这一步啊。是奴才这几日与夫人相处，觉得夫人性格不同一般规格女子，而且看着夫人对都公爷您很好，所以才想着，就算她知道您的身份，或许她会立刻翻脸不认人。不会吧？你最近只瞧着她每日殷切上门，看见本座又甜又腻，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她认为我是她夫君这个前提之下。嫁的男人长得刚好是她心头好，
大方给予帮助，不过是因为自家男人，利益共同体，当然无二话。这一切不过是建立在他认为我是他夫君这个前提之下。可一旦他知道本座不是他的丈夫，你猜他会怎么做？他会立刻甩了本座，而且是用比他出现更快的速度。不会吧？不会。本座问你，你刚才说那只小兔子性格不同一般闺阁女子，那你可说得上来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就是那个女人，性子就像她每日的装扮一样莫测多变，她让你看不透、摸不着、抓不住。今日萧府中那只小兔子说的制言之法还记得吗？记得。你亲自去吧。可萧夫人说的那法子也太简单了吧，听着像天方夜谭啊，这还真能出言？怎么不信你们家言？奴才怎么敢呀？那就去做吧。是，奴才现在就安排下去。都公爷说的这么信誓旦旦，这说明萧夫人说的可能是真的呀。夜越发的深了，寂静华美的房间，橘红灯火在摇曳生姿。丝绸被褥里正在呼呼熟睡的萧兔忽然感觉有声响，醒了，醒了，那刚好陪本座再来一场吧。小兔子，本座真的很想看看你到底还能让本座到何种地步。翌日，暖阳四射，草木成荫。萧兔双目无神地走在街上，心中第100次辱骂某个看他睡迷糊就趁人之危的禽兽。哎呀，我的老腰啊！王妃，你没事吧？啊，我没事，就是昨晚被妖精榨干了。小芝，这次回去你要让人给我好好补补，知道吗？王妃想吃什么尽管跟我说。好丫头，不愧本王妃这么疼你。一辆清冷低调的马车从一旁驶过，誉王一眼就瞧见了有些调皮使坏，满脸笑盈盈的，很漂亮，很惹眼，有种异于平常女人的醒目，很少见的女子。怎么了？没什么，看到群热情的小姑娘。京城不同别的地方，姑娘们自然也大胆些。王爷，老王妃素来不喜你频繁来见我，可这次你为了陪我，1日2夜都没回去，也不曾派人跟老王妃打个招呼，等一会儿回去要怎么解释啊？这个你放心，会有人帮我们解决的。谁呀？萧氏。他怎么会？守仙人来报，他假托与我回门，这2日也不曾回家。他回门的事情是真的吗？自然是真。手底下还说，他为了自己的颜面，偷摸着买了礼物，一个人就回去了。是他一个人回去的？自然。怎么这么问？就是觉得有些奇怪嘛，毕竟他一人回门，也没人揭穿他嘛。他回门前夜就不在府中了，也不曾从府邸出门。他父母知他一人回门，也只会为了女儿的颜面保密，谁又会揭穿这些事情？唉，其实他也够可怜的，自作自受吧。马车缓缓地停了下来，两人在金雀楼门前难舍难分地互相看了一眼对方。王妃，你怎么了？快看，那边有美人。王妃，你还要看啊？哎呀，这俩不一样！哎呀，快看快看，要亲上了！誉王这边正动情地吻着自己的女人，突然感觉到一种异常热情的目光正注视着他。萧兔见自己被人抓了个正着，弯起眼睛笑了笑，就继续背着小手悠哉地离开了。怎么了，王爷？无事，婚嫁已过，明日本王就要照常入朝了，到时候公务繁忙，恐怕不能再日日来看你了。王爷别这么说，公务重要。你放心吧，回去后我会找时间再跟母亲好好谈谈，尽量快些迎你入府。可郡主那边我会去说。王爷，这是真的吗？是真的，等你嫁进王府，你就是我的侧妃。萧兔刚到家里，就将自己瘫在软榻，小芝跑前跑后的吩咐人准备沐浴梳洗之物。不用了，我先睡了，最近消耗太大了，我要好好补个觉。那我扶王妃去床上。不用，我就在这里睡了。此刻院子里的门房来报，说是有位叫李明善的要见王妃。李明善不就是王妃从王爷那里带回来的那个舞娘吗？她这么快就忙完自己的事情了。王妃要午睡，你可能需要等一等。李明善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像个门神一样直接站在了小芝的身边。这2日是儿子轻狂了，惹得母亲多犯不快，儿子在这里跟母亲说声不是。母亲知道你刚刚成亲，新婚冲动在所难免，
可带着新婚妻子出去游玩，也该通知一声母亲。是儿子的错，儿子保证今后一定不会。行了，既然你这么说，雷娘就原谅你了。多谢母亲啊！还有一件事情想和母亲商量。哦，何事啊？是关于凤儿的。是她？说吧，什么事情？是儿子想让她先入府。虽说母亲答应过你会让她进门，可她身份低贱，绝不能在荣昌郡主这个主母嫁进来之前入府啊。母亲，凤儿她曾救过我的命，就是因为她救过你的命，母妃才会允许她一个青楼女子入王府大门。可儿子与她两情相悦，实在不想她再待在金雀楼之中受人歧视。那你可以将她赎出来，安排在外面院子里啊。等荣昌郡主一入门，母亲立刻就将她抬进来。若养在外面，岂不成了外室？对凤儿的名声不好。青楼女子还要什么名声？母亲，好了，王爷不用着急，此事说来也是大事，要不容王妃好好想想。那就多谢嬷嬷。东花厅外，王爷脸色不太好，莫非是这2日以消失做借口，陪凤儿姑娘的事情被老王妃察觉了？并无。那王爷是？母亲依旧不同意凤儿入府。其实属下也有些疑问，您这么中意凤儿小姐，为何又要替萧氏隐瞒说谎？萧氏是母亲千挑万选出来的王妃人选，甚至不顾本王意愿，用孝道逼我娶她。若是现在让她知道我们2人根本不曾圆房，母亲肯定又该日日想办法折腾。如今就这样吧，让她以为我对萧氏有欲，等到凤儿生下嫡子，一切也都将迎刃而解。原来如此，王爷英明。看起来你的那位大伯已经死了。是，我已经亲手杀了。当年的事，当年他与父亲一起认识我娘，可是最后我娘选择了我的父亲，他那时求而不得，暗生恨意，这才在成为杀手之后回来杀我全家。看来你都知道了，那之后你就留在我身边吧。我说到做到，今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你的命我要来何用？我找你啊，是为了自个儿方便。王妃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轻功你会吧？会。那就好了。小兔一下蹦到他身上，咱们走吧。去哪儿？带我飞啊！飞去哪儿？飞到哪儿算哪儿。余音在天边荡漾，小芝看得忍不住掩唇笑。夜幕下，一座小酒馆里，小兔趴在门前的栏杆处，歪头看着外面的雨，却是高兴过了头，忘了今天晚上会下大雨了。小明，不如你带我雨中飞步，咱们一口气飞回去。外面雨太大，又是天黑，看不清前路，太危险了。哎呀，不怕，我相信你。属下不相信自己。哼，那怎么办？小芝在家该等急了。属下可以去买伞，可以回去报信，可以雇人抬轿。回不了家了。嘿呀，这样你叫我一声伯伯，我就将自己斗笠送给你，如何？田儿，你是不是又在欺负小姑娘了？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怎么会欺负弱女子啊？你误会了，他没欺负我，就是想让我叫他伯伯。姑娘，还请见谅啊，我这兄弟从小就傻，还望姑娘不要跟他一般计较。啊，这位将军客气了，我说了，他并没欺负我，我也不介意。他话音一落，4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全都齐齐朝他看来。姑娘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自然是看出来的。本人名号浮云子，深山学艺18载，精通命理学说、八卦占卜，预知福祸，能掐会算。今日刚刚下山，就碰见有缘之人。难得难得。本人名号浮云子，预知福祸，能掐会算。姑娘别开玩笑了，要不我让钱儿亲自给你。事关10万人性命，我怎么敢开玩笑？你这个也能看出来啊？几位此次出门是为了求人吧？请姑娘指点。小兔望着4人头顶气运红柱，因为这几日做了几件好人好事，他洞兆术也加深了不少。不光能够看见见到之人的善恶态度，还能够透过命运丝线窥见更多的命运走向。你们这次要求的目标应在西，可那处阴色灰暗，是死路。姑娘是说她绝不会帮我等？不止，始作俑者正是其一。你们的贵人在东，可以说得上是你们此次进京的唯一一条活路。姑娘可否再说得清楚些？这一次的事情因谁而揭开，那就找谁去救。姑娘可否？不可喽！快去吧，切记事关10万人命。今日你们的脸皮、面子、骨气留下一样，此事必不会成。记得死皮赖脸，方可事成。有缘再见了。夜色越发的浓郁，暴雨丝毫不见停歇。哎呀，
这么晚了，有这么大的雨，看来今日萧夫人应该不会来了。她哪里是因为雨大而不来，她那是今早跟本座生气才不来的。夫人跟都公爷吵架了吗？为了什么呀？不就是昨夜趁着他睡着了，疼爱了他一番吗？今早起来就翻脸不认人了。爷是说昨晚趁着夫人睡着，您偷偷的同夫人亲热了一番？可不是嘛，这小东西，本座昨晚明明那么卖力，谁知道今早起床他竟然大凶了本座一顿，说本座趁他神志迷糊对他下手，还说本座是色迷心窍偷袭他，肾都要被本座榨干了。走的时候竟然还踹了本座一脚，简直是胆大包天。不过就是一晚上5次，这哪里就多了？以本座的体力，连1/10的实力都没用出来，这他就不愿意了。什么叫被本座榨干了？要按照爷我的想法来说，就该找个地方不眠不休地坐上7天7夜才够。都公爷，咱能别说了吗？怪丢人的。你那是什么表情？怎么你也觉得爷有错？怎么会？这不是听了爷跟夫人的私事儿。那你说我们2个到底谁错了？您这一脸被娘子嫌弃的怨妇样，我要是说您错了，我这还活得成吗？我要是说萧夫人错了，都公爷，您今后要是和夫人和好了，不会对夫人出卖我吧？萧夫人那也绝对不是好惹的呀。主子，您要是没什么事儿啊，屋里桌上有成堆小山的折子在那等着您处理呢。咱能别这么无聊的坐在大门口，表情邪恶的算计别人娘子上床的问题吗？这跟您在外面杀人不眨眼为祸天下的威名，他也不搭呀。小乐子心里槽点狂飙，有小太监此刻走上前：千岁爷，下面人来报，说岭西来京的几位将军在门外求见。哦，既然来了，就叫人请进来吧。属下赵牧，属下钱二，属下孙膑，属下李放，参见千岁大人。找本座何事？今日属下前来是想请千岁爷救命的。求我救命？本座没听错吧？求我救命？说说吧。属下恳求千岁爷拨粮，救救岭西10万士兵。据本座所知，户部3日前就已经调粮，你们的人不是拉着粮食回去了吗？是，粮食已运出城，可是今日属下发现有2/3粮食都是被人用水浸过了，有些甚至都发了芽，根本就不能吃了。小乐子一听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肯定是户部的人搞的鬼。因为岭西闹兵患是因为官员贪污粮饷所致，户部主管钱粮被牵连其中，自然是跟着吃了瓜烙的。然后就有人夹丝报复，用的应该就是偷粮换柱的老把戏。宁错听完却是没什么反应，显然对此不感兴趣。本来以为能说出什么有趣之事，结果却是一群粗心大意的蠢人做出来的蠢事。无趣，不及本座的小兔子一丝有意思。只要千岁爷愿意帮忙，从今往后岭西10万将士约为千岁马前卒。呀，这还是第一次有武将主动来投主子爷，还是10万大军。哎，不错不错。爷，赵将军带着10万大军投诚，可喜可贺呀。不如什么？一群蠢货，要来何用？哎，赵将军，都公爷发了话了，您看，不然您就再想想别的办法。赵牧却是没见起来，他记得很清楚，那位高人姑娘说，第一次帮了岭西军的人，就是他们这次唯一的一处生路。他还记得他说要放下脸皮、面子、骨气，要死皮赖脸，此事方可成。而他身后的3人也随他一起不见动弹，就这么跪着不动，像是赖上似的。你们倒是有胆，怎么以为死赖着不走，本座就会答应？不是，是有位姑。钱二一听急了，一个没忍住，话没说完，就见3个兄弟集体怒目瞪他，他吓了一跳，急忙捂住了嘴。有人指点，有意思，说说。赵牧心中无奈，就算他现在不说，这位要是想知道，也就是费点时间的事而已。他叹了口气，只希望不要给那位姑娘惹出什么麻烦才是。这么想着，将在小酒馆碰见高人的事情就讲了一遍。姑娘、神算、浮云子、高人，你们说的这位姑娘啊，是不是长得很漂亮，看着古灵精怪，说话背着小手，还一脸笑眯眯的？啊，是，听口气，千岁爷似乎很熟。熟，太熟了，熟到他知我长短，我知他深浅。哎呦，
主子哎，夫人知道您拿他开黄腔，又该踹你了。既然是他叫你们来投靠本座，那本座就收下了。多谢亲父爷。他可知你们要来找的人是本座？不知，那姑娘只说贵人在东，属下再问，她又说事情因谁被揭开，那就去找谁救，似乎并不清楚能救属下之人的具体身份。如此甚好，今日就到此吧。今日朝会皇上又没来，爷累了一天了，现在是想要先吃饭还是先沐浴呀？先出宫。哦，爷这是要去见萧夫人。昨天早上他踹了本座一脚，生气走了，到了晚上人也没过了。今日他再过来，本座定要好好治治这个胆大包天的小东西。刚才爷说的话意思里似乎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萧夫人今儿晚肯定是要来找爷的，可人会不会来，这本身却是存在两个答案。昨天早上他踹了本座一脚，生气走了。翌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王妃早饭还没吃，咱们赶紧回吧。好。唉，今日天气很好啊，果然天气好了，人心情就好，心情好了就有好事发生，这都要感谢老王妃啊。为什么要感谢她呀？因为是他赐予了我一切啊，生了个那么好看的儿子给我睡，挣下那么大的家业给我继承，时不时还要自己亲自上阵，亲力亲为，为我多姿多彩的人生添砖加瓦，我怎么能不感谢他？你们说是不是？你俩别走啊！小美人儿，胆子大了吗？竟敢丢下你家王妃先走了？王妃，你又开始不正经了。看你这话说的，就像你们家王妃什么时候正经过似的。那王妃，你还想吃饭吗？学聪明了，知道什么能拿捏你们家王妃了。不错，今天心情不错。小芝啊，一会儿记得给本王妃多加2碗大米饭。天空在不觉中暗下，直到萧兔睡着前一刻，才迷迷糊糊的感觉，自己似乎忘了什么。想法只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困倦就将萧兔给淹没了。不是啊，我的都公爷，你这深更半夜的要去哪儿啊？您可别吓我呀！夜黑月圆，更深露重，清冷的月光照亮了大地，却是照不亮黑夜间寂静空间里阴郁华丽、满身黑气的可怕男子。哎呦，我的萧夫人呢？你这是干嘛去了？你要是再不来，我这边可要出大事了。几时了？已经子时了。子时了？不是啊，我的都公爷，你这深更半夜的要去哪儿啊？还是现在这个可怕的状态？您可别吓我呀！弄花狱，萧夫人住的地方，也就是誉王府，大昭的镇国将军府。都公爷呀，虽然咱们东厂嚣张惯了，虽然您做事也肆无忌惮惯了，虽然萧夫人她没来见你，你很生气，可你也不能如此大大咧咧的闯进人家王爷家里去找人家夫人呐。弄花狱中，抱胸站在廊下的李明善身后突然有脚步响起。王爷是找王妃吧？她不在房间，在后院。男人闻言没有做丝毫停留，转身离开了。这是誉王，上次刺杀李明善不知目标，不知道抱着萧兔男人是谁，后来也是听小芝说的，此人是王妃的夫君。可是誉王是这样的吗？为何一个锦衣玉食的王爷会让人感觉这么可怕？还有他为何弄晕了所有护卫？清冷月色下，灼灼桃花里，你可知道我在等你？怎么了，小兔子？这才几日就逆反了本王的身体吗？这可怎么办呀？本王却才刚刚开始对你食髓知味呢。他的唇舌在他耳边舔舐，笑意越发的邪虐。女人终于有反应了，小手一下子抓住他放肆的手。小兔子，你想清楚了吗？确定要拦本王吗？别惹本王生气好不好？明明本王此刻对你如此克制，放开本王的手，让本王继续疼他好不好？明明是你不想见我。本王何时不想见你？如果不是，这2晚为什么让我苦等不来？本王是在外面等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等我？你是不知道我就在家里吗？宁错张张嘴，这个问题嘛，他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切，说什么想见我都是借口。本王是习惯别人如此，一时没意识到。哼，什么习惯？说到底不过是没放在心上罢了，还浪费本姑娘这2日精心装扮，还以为……哼！本王并不知道
宁错主动俯下身来，吻上了他因为生气而抿紧的小小唇瓣，动作缓慢而黏腻。萧兔终归是没有忍住，一点点的被拖进了迷障。再分开，他已经在花瓣铺满之地。得亏我聪明，直接来了个反客为主，不然今晚岂不是就被这妖孽站在有理处给收拾了？这种时候你竟然还能走神儿，看来是本王不够卖力了。别本王的小兔兔是真的很懂怎么让本王疯起来。萧兔的确有些退却，而且还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可显然此时此刻已经来不及了。你这个混蛋！对，本王是混蛋，身子可难受。萧兔不想理他，把脸直接扭开。看来是不难受的，很好。本王这几次本是克制，不敢多喂给他，怕胀到。看来下次可以放开了。你这个流氓！萧兔最后选择闭上眼睛，来了一个眼不见为净。翌日春风和煦，暖阳高照。萧兔一觉醒来，人懒洋洋的，全身无力，不想动弹。王妃醒了，现在起吗？起时了，都中午过了，这么晚了。那个混蛋呢？那个王妃，混蛋是指王爷吗？除了他还有谁？人呢？王爷一早就出去了。哼，是知道我要找他算账才吓跑了吧？王妃为何要找王爷算账？哼，那个混蛋昨晚得罪了我。那个是王爷让王妃昨晚太辛苦了，所以才辛苦。谁？本王妃会辛苦？行了，床都下不了，就别嘴硬。切，昨晚我只是一时大意，下次再来，他绝对不是我的对手。李明善无语，这种事儿也要争个输赢吗？哼，你不懂，真正的美女子那是任何事情都要样样第一的。再说，明明我才是那家伙床上的领路人，是我先睡的他。那你加油吧。哼，本王妃只需稍作休息。那王妃今日就在床上用膳吧，想吃什么？就馄饨吧。是。听说王妃昨晚劳累一夜，如今醒了，肯定不想吃些油腻的，我就赶紧给我王妃下了一碗馄饨。萧兔有些囧，怎么这么多人都知道他劳了一夜吗？他眼睛扫向小芝，是不是你大嘴巴？是昨晚王爷来时似很生气，打晕了院里的侍卫，所以大家都知道王爷来了。萧兔是知道那家伙来时很生气，没想到竟然还打人了。不会所有人都不会，这事儿只有我跟明善姐姐知道。崔夫人是听到我们两个说话，所以萧兔稍作安慰，行吧，最起码知道的人都是自己人。昨晚弄花玉的侍卫可都处理过了都公爷放心，全部都用迷魂术控制住了。很好。爷，昨夜手底才传来消息，照着夫人说的制盐方法成了。很好。夫人真可谓是神了，这样的法子都能想出来。属下算过，比现在大招的制盐法足足能节省90%的人力物力，这简直让人不敢置信呐。那就吩咐人放开了去做吧。爷放心，这件事儿奴才必定亲自盯着人去办。那只小兔子送了本座这般重的一份大礼，你说本座是不是需要也送还个稀罕玩意儿给他？奴才觉得不错，就是不知道夫人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说喜欢什么，怕是最喜欢看笑话吧。看笑话？这是什么兴趣爱好？照着他的话说，是喜欢吃瓜。吃瓜？这件事情容本座好好想想。不若让属下派人找什么好吃好玩的送券，就全当是我孝敬夫人的。就属你机灵，不过你今后还是少往他身边凑。啥意思呀？爷现在连我们这种真太监的醋都吃了，这怎么行啊？爷面前也敢腹诽本座？都公爷，您真是慧眼如炬，小的不敢了。本座让你少接近他，是因为最近那只小兔子的能力怕是上涨不少，不光能观将死之人，活人似也能看透个一二。你下次见他控制好自己的心思，别被看穿了，
坏了本座的事儿。原来是这样，奴才明白。最近将精通迷魂术的人多调几个过来，以备不测。爷放心，奴才一会儿就让人去办。有件小事儿想禀告下都公爷。何事？是誉王那位金雀楼里的老相好，就是上次想害夫人来找爷的那一位，叫什么于凤儿。最近派去监视的人回禀，说此女似乎有意在打听夫人的行踪，看来是想做点什么。哦，想做什么呀？不外乎是以为自己抓住了夫人把柄，想以此要挟。身边死了2个人，倒是半点不怕。大抵不过利益熏心，昏了头了，所以奴才才来请示主子爷，这次人还留不留？宁错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因为好巧不巧的是栾驾刚好经过金雀楼，又无比巧合的看见楼门前玉树临风的誉王与小乐子问要不要留的人。这是有缘呢。誉王这边还一无所觉，他正心疼地抱着怀里低泣的女人，温柔地安抚。凤儿，不用难过，虽然母亲这次没有直接同意你入门，可也与前几次不同啊。她已经答应我说会考虑的，我们还有机会的。真的吗？是，而且本王有预感，母亲这次定会答应。如果是这样就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等你入府，你就是我的侧妃。这样好吗？不用担心，这是你应得的。誉王很坚决，于凤儿的眼泪流得更多了，她终于要梦想成真了。反正小兔的把柄在手，他是逃不出我的手心的。到时候我就是誉王府实实在在的女主人。如此，荣昌郡主那个贱人再嫁进来，我也有资本与他一斗。誉王见此，笑意更深了，正想要开口抚慰，誉王好大的胆，见到千岁爷一丈，为何不叩拜行礼？誉王，千岁爷驾前，岂敢无礼？看来誉王爷是忘记了如何向千岁爷行礼，那就让奴才来为您亲自示范一遍吧。说着，他缓步地走上前，站到了誉王正前方，2条腿同时跪倒在地，拜见千岁爷，千岁千岁千岁。此刻誉王的脸色可谓难看到了极点，他身为大昭王爷，皇亲贵胄，这个小太监却是教他对宁错行跪拜大礼，这是明目张胆的在羞辱于他。王爷可学会了？誉王神色冰冷下来，他看着对方，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誉王家郎。誉王闻言，神色瞬间更加的难看，那一声家郎比刚刚的羞辱都叫他更加的难堪。他本是皇家国戚，可司礼监大宦官宁错是皇帝亲封的千岁爷，是实权在握的异姓王，同他父亲同辈相称，所以在此人面前，他只算是一个小辈。千岁爷，本座见你刚才似不愿行礼，还以为小侄对本千岁是有什么不满。千岁爷多虑了，怀昌并无此意。如此甚好，毕竟你我一家人，本座身为长辈，少不得是要管教一二。本座听闻你近日已经成亲，是。既已成亲，为何人却在青楼楚馆里留恋？誉王眉头皱得更紧了，这种话题他不好回答。凤儿是个柔弱女子，在这等冷血嗜杀之人面前留下印象，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情。听闻你大婚也在此处厮混，本座很奇怪啊，婚都结了，放着家里明媒正娶、身份贵重的千金小姐不睡，却偏偏跑到妓院勾栏里去睡个千人骑万人压的妓女，到底是何种心态？凤儿并不是妓女，她是我的红颜知己。王爷，还当真是婊子配狗，天长地久。誉王简直要气死了，从小到大就没人敢这么当着他的面骂过他，今日宁错这个该死的奸臣也不知道发什么疯，竟然在大街上辱骂他。千岁爷，我与王爷是真心相爱的。宁错的手还支着脸侧，艳丽的唇角笑意不改，只懒懒地抬了一下华丽的手。誉王神色一变就要上前。王爷，千岁爷的身份尊贵，他说话的时候哪有别人插嘴的份儿？这次也只是给这位小姐一个小小惩戒，帮她长长记性，不然下次再不小心说错什么话，可就不只是耳光这么简单了。王爷救我！
誉王眼神冷厉，直接动手推开身前人，眼中闪过杀机。既然如此，那他就趁着机会杀了此人，好挫一挫这位只手遮天东厂督公的锐气。誉王想着打斗，不再保留，每次出手招招致命。只是让他意外的是，自己所有杀招竟被对面这个圆脸的小太监悉数接住。誉王久攻不下，神色越发的难看。趁着誉王不防，他突然一改只攻不守的招式，骤然手指成爪，狠力的朝着誉王的脖子袭去。鹰爪功！小太监手爪指甲处竟然泛着诡异的蓝光，这是在指甲里抹了见血封喉的剧毒。对方这是想要杀了他。感觉到脖颈处皮肤传来刺痛，誉王眼中的恐惧同时上升到了极点，胸口率先传来一阵剧痛，他骤然被力道击退几步。誉王顾不得胸口的剧痛，第一时间惊惧地摸向脖子，无比幸运的是上面并没有血迹。誉王提到喉咙口的心才骤然放了下来，然后看向救了他一命的东西，那赫然是一个泛着乌光的瓜子皮。放肆了小乐子，你难不成真想杀了王爷不成？千岁爷明鉴，奴才怎么敢有这种胆子？不过是见王爷兴趣高涨，陪他多过2招而已。如此也不能对着脖子下手，看把王爷吓的。哎呦，是奴才的错，还请千岁爷恕罪。赎罪？找错人了。请王爷恕罪。若是千岁爷没什么事，本王就告退了。主子爷怎么样？莽撞！刚才若是本座不出手，你岂不是要杀了此人？那可是当朝王爷。话虽是这么说，可语气里却是毫不在意。奴才不是想帮主子爷探下这位誉王的底吗？看下他究竟有何德何能，能跟主子您争女人。他也配？若不是那只小兔子恰巧嫁给此人，这种朝三暮四的蠢货，本座连多看他一眼的兴趣都没有。那这誉王也就那样了，无甚意思。比起他爹誉镇国，可是差远了。誉老王爷远在西北，爷，您想找他玩，估计一时半会儿的也没机会。您哪有时间去理会一个糟老头子？本座现在手里可是有着世间最有趣的小兔子常伴左右。小乐子抬头看看男人，再次被个瓜子击中额头。还看什么？赶紧起驾进宫！不处理完公务，今夜本座如何抽出时间夜探香闺？是，爷，这就出发。夕阳落下最后的余晖，天色渐渐的暗淡下来。哎，人长得不错啊，那你买了吧？说什么呀？人家可是有老婆的。哎呀，他老婆那样肯定死定了。那我也不买啊，他是个男人。萧兔听完对话，脸上浮现了兴趣。卖自己吗？别说，还挺俊的。不错，我买了。你要买我，必须要先医好哑娘。哑娘？萧兔挑眉，这才发现男人身后竟然还躺着一个。不错啊，这个我也要了。哎呀，走吧，都跟我走。俊美的男瞎子将女子背在背上，安静地跟上他。天香楼，只要你治好哑娘，今后我的命就是你的。又一个要给我命的，可我要这个做什么？我与哑娘身负武功，打得过我的护卫吗？瞎子看不到李明善，可是他除了眼睛，其他感官敏锐，早就发现刚到此处的女子是个厉害的高手。我与哑娘的合击术，杀她不在话下。合击之术听着很有意思的样子。那行吧，你娘子我救了，你们的仇我也接了。我们的仇？怎么了？你跟你娘子这一身伤，不是仇人下的手？是，可是……哎，没有可是，既然是我的人，本老大自然会为你出气。我很感谢主子的好意，不过不用了，我们自己会。你们自己杀不死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啊，不过看你们都落到自卖自身的地步了，情况显而易见，所以就不用跟我客气了。不是属下不想接受你的帮助，实在是我仇人的身份。不管他是什么身份，你想杀，咱们想个办法杀了就是。问题是你想还是不想？我想将他碎尸万段，千刀万剐，挫骨扬灰。如此才对嘛。起来吧，大夫应该快来了，看看你的妻子去吧。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爷，东西都准备好了，您是要在交泰殿沐浴，还是直接去琳琅旁的温泉池子？哪里都不去，去那只小兔子那里洗。这才去了1次，爷，您就当是自个儿家了。今日里
那个小东西都在做什么？除了都公爷您走后睡到中午，今日里夫人还外出为200多个人算了卦，要属下帮您一项项念出来吗？看来还是不累啊。都躺到下午了，可以了。您总不能真让夫人一天不下床，晚上还要继续等您再临幸啊。说什么？我这也是为了都公您打算，毕竟爷您才跟夫人和好不是？你说的也对，持续发展才最可行。如此那只小兔子也就找不到借口踹本座。这话权衡利弊，得失分明，是个人都明白要选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自家爷这样想很正常啊，可就是怎么听着这么的不对味儿啊。还有什么？夫人今日收了4个手下。哦，有什么特别？特别应该都算挺特别的，个个看着都有些本事。不过有2个要向都公爷您禀报一声了。说，夫人今日收了一对瞎哑的夫妻，这2人的仇人是京城12位中的府军卫统领武新龙。都公爷，这武新龙现在是咱们的人，您看什么仇？具体细节不太清楚，10多年了。这之前武新龙还没被朝廷招降，正在江淮一带大山上当山大王呢。当时听说确实干了很多坏事儿，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据说还屠过不少村子。那对瞎哑夫妻很大概率应该是某个被屠村子里的幸存者。那只小兔子怎么说的？哎呦，夫人她已经答应帮对方报仇了，而且说的还相当的威武霸气，是那个小兔子会做的事情。不过本座很好奇，他要怎么凭一己之力杀一位手握5000精兵的府军卫统领？爷，您的意思是那只小兔子想杀就让他杀好了，没有了武新龙还会有更多人。比起死一个无关紧要的人，本座更关心我的小兔子到底会怎么下手。想想真是让人兴奋的。哎呀，行吧，只要事关夫人呐，爷随时随地就犯病，我都开始习惯了。还有件事情向爷禀报，昨日里夫人似乎又碰见誉王了。哦，誉王看着挺闲呢。可不是嘛。那就给他找点事情做。都公爷，您似乎一点不担心夫人会发现誉王的身份。因为本座足够了解那只兔子，所以有把握它不会识破。他跟他其实有很多地方很像。小兔子很明显贪图玩乐，所以他的眼里只有2种，那就是有意思的人或事和没意思的人或事。誉王这种乍看深情其实爱逛花楼的男人，对于他来说就是不感兴趣的那一类。对于这类人而言，他只有一个态度，那就是漠不关心。一旦心态产生变化，破绽再多也不会放在心里。荣昌郡主到哪儿了？估摸着应该也就这2日到了。等他到了，誉王那个深情厚爱的红颜知己也就不需要再留了。誉王不是很闲吗？那本座就再多送他一份大礼。知道的呀，是萧夫人跟誉王见过2次面。不知道的还以为人家把您千岁爷的媳妇儿给睡了呢。千岁爷的心眼儿，估摸着不知道有没有针尖那么大。又在腹诽本座什么？哎呦，没有，属下是在想，这个点了，夫人是在做什么？她反正不会闲着。好美啊，你要去哪里啊？我没去哪里，一直在这里啊。说的也是，你一直在这里，在本王这里。这货的状态有点不对啊！哎呀，不管了，cos 的人设不能崩了。昨夜的小龙女是清艳绝色，今日聂小倩是温婉凄美，两相结合在一起，今晚还不迷死你！你今天又让我等了良久。本王下次一定注意时间。你不用这么麻烦，要是不喜欢来，不来就是了。本王喜不喜欢来，难道昨夜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你不准说这个。好，你想说什么，本王陪你。抱我下去吧。小兔子，你这么动来动去的，就没感觉到身子下面硌得慌？萧兔顿住了。什么东西啊？你来见我，怎么还带武器在身上？本王不带武器，如何百般滋事的疼爱你？捡捡你的节操行不行？丢得满地都是了。节操是何物？就是你的脸皮。本王要那东西何用？你还聊不了？不来我睡觉了。你说，本王听着就是。我
我这可是正事儿，你不准再捣乱了。你知道武新龙这个人吧？自然是知道，抚卫军总统领，手下掌管5000精兵。那你知道他住在何处吗？好似住在军营里。怎么今晚就想去杀了他？你都知道了？你收的人身份敏感，本王才特意查了查。我想你带我去见一见此人。哦，就只是去见一见？顺便杀了他。宁错邪气的唇角上扬的厉害，带着溢出的性感低笑，低头去亲他唇上美丽的笑靥。哎，别闹，都说了再说正事了。小兔酥软了身子，整个人软软的倒在了男人怀里。等一等，正事还没办。可显然男人并不为所动，手已经从美背游到他细腰的轻纱系带上。事情我今晚一定做，回来我补偿你。你知道跟本王谈条件要付出什么代价吗？切，说的多吓人似的，结果这所谓的代价肯定离不开床上那点事啊！你说就是了，我答应了。当真？我骗你，你能愿意啊？是任何事情吗？要不你先说说看。说好的什么都答应，你现在反悔，本王其实更高兴。说着，男人修长的手指熟练地将她美丽的裙带直接拽开了。别，我没准备反悔，你说就是了。本王的条件就是今晚上缠绵的时候，本王每疼爱你一下，你就要娇声地喊夫君你好厉害，当然叫哥哥也行。这还是一国的执权者呢，你的脸呢？你为何不说话？我在看你的节操。本王不是说过了，我根本不需要那种东西。切，你确实不需要，因为你压根儿就没有。如何？这么久没回答本王的问题，莫不是还是想反悔？你还能再不要脸点吗？你情我愿，公平交易，你不愿意，本王绝不勉强。我同意了。一会儿还要指望这家伙帮忙，且就容你嚣张一晚上。记得哦，晚上夫君哥哥两个都要叫。我容你嚣张一晚上个头！看见了吗？此人就是你要找之人。看到了，恶光满盈，血孽无数。你收的那2个手下武功都算不错，可知为何一直杀不了此人？莫非他一直苟在此处？不止，别看此人5大3粗，却是个狡猾如鼠的性子。他平日里吃饭睡觉甚至如厕，身边都最少跟着50人。可怕死的。这还只是从前，自从你手下那对夫妻开始暗杀此人，他身边的防卫就更严格了。除了公务，此人已经待在此处半年之久。军队人多势众，更兼具有盔甲、重武器，再是厉害的武功高手，到了此处也只有送命的份儿。也难怪瞎子跟哑娘弄得这么惨。想杀此人确实不容易，不过对于本王来说却并非难事。什么意思啊？本王可以帮你出手。你会这么好心？自然是有条件。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你都还没有听本王的要求，这么急着拒绝干什么？哎呀，你够了！刚才在王府花园里，满地丢的都是你裤子，这还没穿上3分钟，你又来了。宁错看他言辞拒绝，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心中颇为可惜。小兔子这么聪明厉害，固然难得，哎呀，可是他梦想中的7天7夜，何时才能够实现呀？此人身在军营固然是难杀，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本王可提醒你，你手下3次硬闯，10次暗杀，4次都差点死在这里。他们2人的武功你应该心里有数，你自问可比得过？本王事先声明啊，若是需要本王动手的话，那刚才的条件自动成立，事后不接受反驳。哎呀，谁要你动手了？杀人而已，又不一定非要武功多厉害。本王还是第一次听见这种话。杀人而已，又不一定非要武功多厉害。别急嘛，一会儿请你看好戏。不过在这之前，你要先帮我几个小忙。只是小忙？对，就是很小很小的那种。用得着本王的时候，倒是热情得紧啊。哎呀，王爷、夫君、哥哥，别叫了，本王要兴了。去你的！夜漆黑，整个营地越发的喧嚷。喝了酒的兵痞们开始又叫又闹。武新龙也喝了不少的酒。来，老规矩，打一场，老子先给你们热热场子。兵痞们呼呼呼的叫得更加欢乐了。2人这一架刚打完没多久，消失的萧兔就回来了。
此刻宁错的神情有些怪异，甚至妖孽的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疑惑。哼，好戏差不多要开始了，王爷可要看清楚了。萧兔看了男人一眼，这才转过视线望向夜色里的武心龙，美眸里凉凉的带着笑。瞎子，你们两个也出来吧，一起来看看仇人是如何挫骨扬灰。宁错这个全程陪在萧兔身边的人，更直观地目睹女人刚才做的所有事情。萧兔去厨房灶台，只是抓了一些烧过的灰；去土屋后，是刮了一层脏脏的霜；去军医那里，只是偷了一味中药。这个他特地的拿过来看过，就是治疗疥癣湿气的黄牙。之后呢，他瞧见女人弄坏了军医的灯。以上这些就是女人刚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了。而做完这些，对方就笑眯眯地邀请他一起看武心龙去死了。既然是你们的仇人，这送他下地狱的致命一击就由你们来动手吧。需要我怎么做？不需要怎么做，只需你在他下招大刀砍下之时，让他狡猾一下就行了。就只需要如此？对，只需如此。夜色下，在武心龙真的如萧兔所言，使出了一招劈山式。瞎子闻声而动，手指间几个小石子悄无声息的就落在了对方下脚之地，眨眼之间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火球，咒骂的哀叫转瞬就变成了凄厉的惨叫。此刻瞎子跟哑娘已经被震撼的说不出话了。怎么样，夫君，今日这场死得可笑又可怕的好戏还算精彩纷呈吧？怎么不说话？莫非已经被我的美貌与智慧彻底征服了？武心龙会被烧得尸骨无存，跟你方才去灶台还有屋后军医处找的东西有关吧？看出来了，一硝、二黄、三木灰虽然只是少量粉末掺合在一起，没做到火药的程度，可灼烧力度依旧强大无比。你似乎非常厌恶武心龙，什么都瞒不过你的眼睛。不错，就算不是为了瞎子二人这种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的人，我碰见了就不会再让他多活一天。你可曾想过，这世界上最是恶贯满盈、坏事做尽之人，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在说你啊？莫非你看不出来？你这是想让我夸你有多坏吗？小兔子，别岔开话题，你知道本王的意思。这家伙这是干嘛？怎么突然想知道我对他是什么看法了？好吧，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你这种大坏蛋不在我想杀的范畴里。哦，为何？难道本王不比他们更恶，杀孽更多？自然不是，因为你的恶太傲慢了。你的恶太过傲慢，所以你的眼睛里看不见弱者。他们与你如地上蝼蚁，你连看都不屑去看，自然也不会去杀。小兔子，怎么办？本王突然好喜欢你。那巧了，我也很喜欢我自己。话音一落，颈窝处就传来了一阵抖动，突然感觉背后凉飕飕的，好像衣服突然漏了似的。夫君，你能解释下你为什么要把我的衣服撕开吗？夜黑风冷更深露重，所以你是怕我太冷，才特意帮我把衣服撕烂的？唉，咱能先别吃了吗？不能。啥？一双苍白修长又性感的大手突然顺着撕开的衣服左右两边同时滑到前面来。被打了个措手不防的萧兔哪里是这等不顾身份地点就随时胡来的混蛋的对手啊，一个不防就软了下去。做什么你？快放开！我在做什么？不是很明显？哎呀，你别乱来，看清楚地方。可是我好喜欢，好喜欢。完了，这家伙病情显然还没过。哎呀，喜欢也不可以。本王想要你，就现在。再想，那也要先看清楚地方。地方正合适，本王觉得正好。好你个头啊！不远处就是军营，下面人来人往的，要是被人发现的话，发现就杀光他们。反正我不同意，不能在这里。就一次。不行的，除非换个地方。你不是说今晚要我教你好哥哥厉害的吗？那就先一次。乖小兔子，让我进去，外面好冷。天际的月亮越爬越高，夜色也越来越浓，暧昧暗香在空气中浮动，惹出无限遐想。而那香气正中，远远还能见两个人一边喘气，一边亲吻，一边在吵架。
什么时辰了？都该吃午饭了，这么晚了。小兔打了个哈欠，正要大大的伸个懒腰，却发现，哎呀，手有些酸疼。思绪瞬间回到了昨夜，二人最终谁也没妥协。不过他们也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他们一人退半步，由他亲自出手解决。这个法子还是肖兔提的，因为很明显那个货哪里有他的理论知识丰富啊。昨晚上他说出来的时候，好像是打开了对方的新世界呢。别说哈，那家伙慵懒靠在那里，浑身华丽的衣衫半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微扬，狭美的腰翼，双眼半眯，猩红的嘴唇微张，还有上下滚动的性感喉结和他。小兔咕咚一声咽了一口口水。大厨，不能想了。李明善抱着胸，上下睨了他一遍。好色之徒！刚才还一脸开心的小芝，出去一趟再进来，脸都变了。怎么了？老王妃又派人来了，说要王妃你过去一趟。老王妃这么快就又支棱起来了。刚好今天我还没什么安排，派来的人呢，都在外面恭候着呢。那就让他们等着吧，咱们开饭。这样会不会对王妃不太好？毕竟老王妃那边上一次就撕破脸了，还在乎这些表面功夫？反正去早去晚，老王妃的脸色都不会好看，索性就让她等着吧。人家都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他是当事人，老怕事儿小，不够他折腾。你就是玉王妃萧氏吧？母亲，这位是？这位是荣昌郡主母妃身边的赖嬷嬷。原来是荣昌郡主母妃身边的嬷嬷来了，我还以为是荣昌郡主母妃亲自来了呢。这么大的排场，真是吓死人家了。萧氏，不可胡说，你可知道赖嬷嬷是什么身份？我不知道啊，莫非还有什么隐藏身份？萧兔，你可听好了啊！赖嬷嬷侍候过当今皇太后，侍候过当年圣上，多少皇子公主都是她看着长大。只因嬷嬷得用，皇上亲下圣旨，将她赐到东陵王妃身边。没啦，这还要有什么？赖嬷嬷一生可谓是传奇。传奇？听玉王妃的意思，是对我的事情另有定论。不敢，您可是侍候了别人一辈子的老前辈，您侍候过那么多的人，侍候了那么多年，侍候到了最后还在侍候人的传奇，母亲妹妹们可都对您羡慕得紧呐。一句话骂了4个人，雨露均沾。说来媳妇有些不懂，母亲贵为王妃之尊，2位妹妹又是郡主之身，因何你们都这么羡慕赖嬷嬷？莫非平日里也是闲来无事，喜欢上了帮人端茶倒水、洗脚洗痰盂的雅号？他与这位玉王妃萧氏今日不过是第一次见面，被对方如此羞辱之前，甚至就只跟他说了一句话。如今他什么手段还没施展呢，就被逼到如此尴尬的境地。赖嬷嬷压下心中的怒意，今日我前来，其实是带了郡主的一片心意来看望老王妃的。荣昌的身体可好些？好多了，这次的礼物就是郡主亲自精心为老王妃与2位妹妹准备的，可是费了好大的功夫。说着朝一旁的婢女使了个眼色。掌中无力舞衣轻，剪断娇绡破春碧，正是南海珍品娇绡纱。这些娇绡纱一共有3匹，是郡主千辛万苦从南海求得的心爱之物，可她却一件都没留。这匹黑色的雍容华贵是送给您的，这匹粉色的娇俏可爱是送给怀秀郡主的，最后这匹红色的美艳艳丽是送给怀瑾郡主的。赖嬷嬷用眼角斜睨着萧兔，意思无比明显，看也没有用，根本就没你的份儿。可萧兔直接从椅子上跳起来，然后一溜小跑的到了3匹娇绡纱的面前，眼睛放着光道。哇，好美啊！这黑色的我穿定是又高贵又神秘，这匹粉色的我穿也肯定是俏丽又活泼。至于这红色如此光彩照人，我穿上绝对美艳不可方物啊！好，我决定了，这3匹娇绡我都要了。玉王妃，这些娇绡可都是荣昌郡主辛苦从南海求来的。哎呀，我知道，都是郡主的功劳，劳烦她送过来了，跟她说辛苦她了。说完，他就叫人开始挨个打包。玉王妃，东西是送……知道，是送给我们王府的东西，你已经送到了，辛苦了。小兔，住手！东西是荣昌送给本王妃跟你2妹妹的，你休想全部带
带走。母亲，你说什么？这么美丽的娇羞，如果跟我失之交臂，我肯定心里会很难过，说不定今晚就会伤心过度，积郁成疾，怕是很长时间都不能服侍王爷了。老王妃闻言，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剧烈的哆嗦了几下，却愣是没说出话来。嬷嬷，这是怎么了？郡主，您这次怕是要碰见对手了。嬷嬷还请细说。我今日本是照着郡主所想，去到誉王府瞧瞧那位萧氏，趁机借着羞辱对方提醒下老王妃您对此次婚事的不满。可是谁能想到，萧氏此女竟然出乎咱们的预料。嬷嬷还请细说。我本以为以老王妃的脑子，既然准备好了要借腹生子，怎么都会选一个好掌握的捏在手心里，却没想到竟然找了个硬茬子。不光属下这次没落到好，老王妃还有她那2个骄横的女儿，全都被萧氏欺负的头都抬不起来，老婆子都差点被她气绝过去。下帖子，明日本郡主要亲自拜访誉王府，我倒要亲自见识见识那位所谓的萧氏到底有多厉害。那玉凤儿那边，那个不听话的贱人还妄图先我一步入王府，本郡主如今都回来了，也就不需要他这个废妻了。郡主说的是。夜色在悄然降临。什么事？被发现了，可别坏萧夫人的事情啊！爷，不是属下不想说，而是夫人说了，要奴才别多嘴。那小兔子今日竟然自己主动来了，人呢？人还在准备，说让爷您就在这里忙，不准去找他。这话要不是夫人说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口一个你就怎么样，不准怎么样。哎呦，我的胆都快要被吓破了。这小兔子又想做什么坏事了？小乐子也回答不上来，他哪里能猜得到萧夫人的奇绝心思呀？正想开口，却是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传来。弟弟在忙什么呀？不可以哦，你不准乱动哦，今天让姐姐来。说完，明显感觉到男人的身体竟然敏感的全部紧绷起来。可记好了，不然姐姐该生气了，到时候可就没人陪你玩喽。很好，今晚的主动权差不多到手了。弟弟可是好，弟弟怎么不回我？好。弟弟今日都在忙什么呀？在忙朝堂公务。萧兔但凡此刻有那么一点心思，多看一眼桌案上的东西，就会发现注意力全被他带走的男人大意之下对他露出了朱红玉笔和满案的奏折。虽然古代封建社会摄政王也能做到此步，可是他最起码也会疑惑一下誉王权力如此之大之类的吧。可惜此时此刻女人眼睛里只有他忙公务的弟弟，弟弟眼睛中显然也只有他的好姐姐。那弟弟你忙哦，姐姐帮你红袖添香吧。弟弟公务辛苦，看看额头都出汗了，姐姐帮你擦擦。宁错眼睛骤然眯起来，浑身的血气在沸腾，热气在狂涌，本该供应给睿智头脑的血液全都急转而下，狂奔而去。弟弟头上又出汗了，看来真的是很热，不如姐姐帮你把扣子解开吧。说着再次抬起小手，径直地落在男人领口处的黑色暗扣上。哎呀，看来弟弟是真的热，身上都是汗，姐姐帮你都擦擦。小兔子该玩够了，再下去本王不保证自己能如你所愿的把持住。可以哦，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好，你问。姐姐的问题是，你猜猜我此时此刻身上穿的肚兜是什么颜色？猜对的话，姐姐什么都答应你哦。是黑色。错了哦。猜错一次，不过弟弟不用担心，你还有一次机会哦。弟弟你猜姐姐今日裙子是什么颜色啊？一时间美艳逼人，屋外的夜色越发明媚，烛火随之摇曳，隐约可以透过光看到轻纱后模糊旖旎的大殿里有女子衣物半退，曲线热辣，扬着雪景高低起伏，妖娆而动。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小乐子看着已经日上三竿的太阳，满脑子都是这首诗。皇上不理朝政，痴迷黄老之术，
都公爷摄政6部，大权在握，临亭代地行事，朝会10之8九由他主持，也有隐蔽之事。这事业呀，正如日中天呐，爷就扭头再到萧夫人温柔乡里去了，再也没能爬起来上过一个早朝。今日更是，这可都是日上三竿了呗！前几日才刚下了早朝变5朝大令，如今是5朝也赶不上了。哎呀，这下朝堂此刻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了。爷不去啊，那群老臣们可要高兴坏了，还不抓住机会使劲折腾呢。你今日没事吗？这个时候也不见起来。无事。无事也差不多该起了。我看外面太阳很大，估计时间不早了。你急什么？左右起来也是无事。我可是乖孩子，按时起床，按时吃饭，你可不要教坏我。日日睡到中午的乖孩子。哼，身体好好，睡得饱饱，身体壮壮，睡得胖胖。哼，太阳当空照，花儿对你笑，小鸟说早早早，只有懒虫还在睡大觉。好好起床，本王也起。你是个乖孩子，萧老师我会奖励你的。乖孩子先帮老师沐浴一番，再起不迟。说着，男人直接将被子卷裹着的人大横抱起，朝着浴室间里走去。明明昨晚都已经洗过了，分明就是想我陪他沐浴。哼，刚才我在床上蹦，就看出你眼神不太对了。说你想对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的我做什么？再调皮，床就不用起了，本王现在就回去做了。昨晚消耗太大，先让你嚣张一会儿。浴池间里，一幕幕白色的纱帐正随着微风轻轻的浮动。这妖孽倒是会享受，竟然引了活犬进院子，还建了如此之大的一个水池泡澡。地上滑，小心掉进水里。哇，这水里竟然还在冒泡哎！还有香味儿，我喜欢，我要泡。急什么？等等本王。你一脸不怀好意，我才不要等你。先说好了，一会儿在水里，你要是敢骚扰我，我就3天都不陪你玩了。早已蠢蠢欲动的宁错闻言，性感的眉峰略皱了一下，心里权衡了一下利弊，最终还是答应了。这妖孽现在的样子也太好看了吧！怎么办？好想过去摸一摸，占占便宜啊！可是刚警告过对方不能乱来，我现在过去岂不是给他送菜吗？不过我只警告了对方不许乱来，又没答应过他我不会乱来，所以我根本就不用怕他嘛。所以说我现在完全可以有恃无恐呀。小兔刚露出坏笑要冲过去偷袭，男人这边就一副他敢过来就绝对会将他吃的渣都不剩的邪恶样子。小兔重新缩回水里去，暗戳戳的哼唧了一声，哼，就再让你嚣张一会儿好了。前几日才刚下了早朝变5朝大令，如今是5朝也赶不上了。哎呀，这下朝堂此刻还不知道乱成什么模样了。爷不去啊，那群老臣们可要高兴坏了，还不抓住机会使劲折腾呢。屋外太阳越爬越高，小乐子对于今日朝会已经彻底死心了，因为时间已过，完全不用急了。浑身舒坦的萧兔走了出来，他瞧见几乎要老泪纵横的小乐子，立刻眼睛亮起。这怎么了？谁欺负你了？跟本王妃说，分分钟帮你找回场子。没人欺负我，我就是太感动了。感动这俩人还知道起床啊？准备午膳吧。你要吃饭，那我就先回去了。吃完再走。哎呀，不用了，今日回得太晚了，而且家里应该给我留了饭呢。萧兔没答应留下吃饭，背着小手蹦蹦跳跳的离开了。蜜汁鸡翅，奶汁鱼片，花菇鸭掌，鸳鸯鱼羹，金丝酥雀。才念到第5个，走远的人就一溜烟的又跑了回来。吃饭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快入席吧。宁错悠悠的勾着唇角，差不多消完食了，想不想去骑马？马吗？去试试。你如果不想骑马，那我们现在回房也可以。且让你再嚣张一会儿。等他身体缓过来，昨晚就是你的下场。说到昨天晚上，萧兔转而乐了。昨夜也不知道是谁被他撩得直接没忍住，抱着他满头是汗，对他急切诱哄的开口索要。可想好了，是想回寝殿还是去骑马？去骑马，去骑马。你不是说陪王爷去骑马了吗？还玩得很开心。是啊，既然是去骑马，你怎么做了头驴回来？哎呀，我陪王爷骑马这句话重点是后4个字，你念念。王爷骑马。哎，对撒。既然王爷骑马，那你呢？我也想骑，马没让，所以你就骑了头驴回来。
哼，这你就不懂了吧？我之所以骑着驴走，是我对那妖孽男人跟他养的马最后的警告。什么警告？看看你们家王妃手里拿的什么？画本。身下骑的呢？驴。这不就对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怎么样，小明？我这警告够不够狠？李明善呵呵了，可都处理妥当了。主子陪夫人骑马的时候就都已经处理好了，属下也没料到今日荣昌郡主登门裕王府，裕王会丢下公务急冲冲回府，这才差点让他们有机会与夫人撞上。若不是爷你主动留了夫人，本座不听解释。千岁爷息怒，下去领罚。多谢千岁爷宽恕。爷，您似乎并不是很生气。这次的事情倒是给本座提了个醒，意外总是最不可控，一次疏忽大意都可能让那只敏锐的小东西起疑。爷，恕属下无状，其实您心里应该也清楚，夫人早晚有一天是会知道的。你也说了，是早晚有一天，所以或是早或是晚都应该由本座说了算，叫下面所有暗卫暂停手中计划，全部回京城待命。本座要集万人之力，过滤掉他每日里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啊，爷！不，或许这还不够。他那般贪玩，本座还应该安排足够的乐子送到他面前，这般他的注意力也就不会被别人吸引走。如此若是再有疏漏，那就用10万、100万，哪怕是举国之力。如此所有人都说本座是誉王，那本座自然就是誉王了。爷，您冷静一点啊！冷静，本座很冷静，就是因为足够冷静，本座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本是觉得有趣儿，陪他玩一下，结果却把本座自己也玩了进去，多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街道楼上的一家店内，小姐，那位骑驴的就是裕王妃了。哼，我看见了，身为裕王妃，却当街骑着头驴子，真是令人发笑，丢人现眼。眼看我要进裕王府的计划就要成功了，偏偏荣昌那个贱女人在这个时候回来了，坏了我的好事。哼！现在他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要挟裕王妃，让他成为他手里的刀，来对付荣昌那个贱人。说着，他狠狠地一甩香帕，扭头带着丫鬟就朝楼下走去。行。嘴巴张开，声音都没发出去，一只手就从背后整个捂住了他的嘴巴。郡主，于凤儿找着了。那就把那个贱人带进来吧。于凤儿是被狠狠的几个耳光打醒的。怎么了，凤儿？不认识本郡主了吗？记得当年是本郡主在你快饿死的时候救了你，后来看你忠心懂事，还特意将你留在我身边调教，最后更是抬举你，将你送给了王爷。凤儿姑娘今日就是这么报答我的。郡主你就别说的好听了，当年你救我不过是因为看我样貌出挑，早早的为自己打算，后来更是为了笼络自己心仪的男人，亲自将我送给了对方。可又怕王爷真的会爱上我，娶我入府，就将我转手卖进了青楼，让我沦为最低贱的妓女。时至今日，还踏不进裕王府半步。郡主，你说该让我怎么报答你？看来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了。你既然选择背叛我，就该知道如今落到本郡主的手里会是什么下场。你既然选择背叛我，就该知道会是什么下场。我自然知道郡主佛口蛇心，手段多狠，可如今郡主你确定真的敢杀我？这几年可都是有我日夜陪在王爷身边，对他关怀备至，细心呵护，他现在早已对我情深一片。你今日见过王爷了吧？他是如何对你说我的？贱人，给我打！蒲碧闻言上前，围着于凤儿开始打了起来。刚开始还能听见于凤儿的惨叫，慢慢的竟然没了声音。郡主，人死了？死了？是死了，已经没气儿了。这下恐怕不好办了。王爷那里今日还亲自同你说了要纳他做侧妃的事情，今晚他就死在咱们府里。王爷若是知道的话，如今只能先瞒住消息，等我嫁进裕王府再说。可王爷如今有王妃啊，那萧氏自然是让他彻底消失。今日是他幸运不在府内，
明日我再去裕王府，明日我再去裕王府。郡主心里可是已有什么计划了？不错，今日我去见了裕老王妃，你猜他对萧兔是如何态度？郡主的意思是，老王妃选择站在咱们这边了。不错，萧兔2次3番将裕老王妃气得半死，对方若不是心里念着嫡孙，早恨不得将他杀之后快。那老王妃的意思是？他已经答应我，明日将以我的名义邀请京城诸位名门贵女，在裕王府里举办一场春花宴。以郡主的名义，那这不是明摆着打萧氏这个裕王府女主人的脸吗？老王妃这只差明摆着告诉众人，您才是裕王府真真正正的未来主子。看来那萧氏是真将那老钱婆得罪狠了。萧氏若不是如此之蠢，我也不会有此天赐良机。等到当天宴会结束，刚好就用不堪受辱这个理由，趁机让他自杀。郡主好计策，那王爷那里？王爷如今满脑子心心念念都是让他的红颜知己进王府，才懒得管那萧氏死活。到底是分开了这么多年，没想到王爷现在满心满眼都是那低贱的妓女。郡主不用生气，如今于凤儿已死，萧氏也活不过明日。到时候您嫁给王爷后，有的是时间重温以前旧情。那就赶紧去准备吧，明日务必保证做到在宴席上让萧氏颜面尽失，没脸见人。郡主放心好了，这事情老奴熟。小乐子看着闲庭信步悠然自在地走在别人后院里的男人，默默无言。两人很快就走进了弄花浴深处女人的香闺院落。行吧，你俩是真会玩，我多余，我走。玉兄，萧兄，玉兄，小弟今日有事，不知玉兄是否有空作陪啊？本王自然愿意。不知萧兄这么晚了，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出去？走吧，玉兄，今日我请客。天香楼，今日是风流不羁浪荡子，窗外明月，桌上美酒，就来一首风流古诗《青楼春晚》吧。天下英雄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雄图霸业谈笑中，不胜人生一场醉。小样，就算只给我10秒，也能装个傻给你看。怎么样，我东方教主的霸气，何人能挡？哼，小样，跟我斗，天天不迷死你！就在这个时候，萧兔突然发现妖孽男人的头顶突然有红光在闪动，紧接着好喜欢3个字晃晃悠悠地跳了出来。这可是他第一次啊！哇，这可真是喜大普奔了。想想以前这家伙隐藏得多深啊，哪儿想也有兜不住的时候。看来昨晚上对这妖孽的刺激确实很大呀。再看看这家伙脑袋里还想什么。只见好喜欢蹦出来后，晃晃悠悠的又跳出来3个字，想上他。萧兔无语，接着就是一阵乱码，一样冒出了一大堆的字，内容概括：想上他，好想上，现在上，上他，上他，上他。看着像是刷屏一样的弹幕疯狂的输出。倒也不必这么激动。倒也不必这么激动。他悄悄地准备技术性撤逃，跑出门1步，人就落入了男人怀里了。小兔子，真美呀！客气客气。你准备好了吗？我说没准备好，你会不会停下来？回答他的是男人漆黑妖孽的媚眸里露出的惊人欲念。那个，咱们先打个商量，能不能别太……萧兔连个声儿都没来得及发出，就被扑倒堵住了红唇。接着，萧兔就在散落下来的乌黑发丝纷飞中，骤然扬起雪白的天鹅颈，妖冶的红唇同时张开，高亢交替，如诉如泣，销魂动人。翌日，阳光明媚，春色正浓。你这是什么造型啊？被人鞭打了？你怎么知道我是被鞭挞了？我还被鞭挞了一整个晚上啊！有没有可能咱们说的不是一个字儿？哎呀，差不多了，反正都是被踏。差太多了，好吧？算了，下个话题。你跟王爷……那个混蛋，每日里像是饿了3天的狼，搞得好像本王妃没喂过他似的。王爷人看着确实可怕，不过却没王妃说的那么急色吧？最起码他没见男人正眼瞧过别的女人一眼，不管是什么模样的女子，是一眼都没有。
怎么没有？他每次见到我跟饿狼似的，还动不动编个态给你看。那这种情况下，王妃你一般在干什么？我一般在旁边勾搭他吧。所以，王妃，你找到症结所在了吗？所以都是因为我，果然，我就说他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吧。算了，下个话题了。府里今日听说要举办什么春花宴，老王妃又能蹦跶了。这人战斗力不咋地，耐造力倒是很强啊。不错，已经有成为本王妃对手的潜力了，让他再接再厉吧。老王妃此举肯定是不怀好意，而且我觉得这次主谋说不定不是他。那是谁啊？你还记得前天来的那位东陵王府的赖嬷嬷吗？记得，那个快递员嘛，上次送货我还给了个5星好评呢。记得那个快递员嘛，上次送货我还给了个5星好评呢。啊，快递员是不是啊？那位嬷嬷那日只是带荣昌郡主来，昨天你不在，那位郡主也亲自来了，也不知道跟老王妃说了什么，老王妃今日就决定要举办春花宴了。所以你怀疑这场宴会是那位郡主的意思？是，大概率就是冲着你来的。冲我来的好啊！说起来，这位王爷小时候的青梅竹马，又是给我送嫁衣，又是给我送娇纱的，这么人美心善的大好人，我也很想见见他呢。这位荣昌郡主，我曾私下找消息贩子打听过，说此女从小开始就体弱多病，可能是怜惜她身体不好，东陵王跟王妃对她非常疼爱，几乎达到有求必应的程度。还有就是此女子性子似乎并不好，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东陵王夫妻教惯坏了，从小到大，只要她喜爱的东西就一定要得到。这一听着就是位天之娇女，种类难得啊！也是眼瞎，惹谁不好，惹她。郡主办宴会，她现在肯定在王府里吧？人一早就来了。那还等什么小明？咱们快回吧。你腰又不疼了？哎呀，不疼了！郡主都今日亲自登门，咱们也不能让她久等啊！嬷嬷，我要那个贱人死，我要他去死！就今晚我一定要那个贱人死！可都听见了，今晚玉王妃萧兔必须死无葬身之地。是。郡主都看到了，人天黑就动手，你呢就等着好消息吧。那个贱人还妄想跟我斗，今夜我就让他乱刀分尸，不得好死。黑夜下，邪魅妖孽的男人熟门熟路地踏着夜色而来，院子的门口没人把守，屋内却是传来热闹而欢呼的叫声。太好了，我又输了！玩什么这么开心？你下盘这么有力的吗？刚才连动都没动哎！本王下盘有没有力你不知道。宁错掀开他脸颊上的纸片，这是什么？就是纸条啊，玩游戏玩输了就贴一个。玩什么？打牌啊，斗地主。你还会输？我的人可都是高智商。宁错看着屋内朝着他行礼，然后轻轻退下的一群人。别动，本王帮你接了。接了干什么？要不今晚就这样吧。接了干什么？要不今晚就这样吧。就这，本王如何疼你？就这么疼吗？似漏非漏，说不定更刺激哦。人家似漏非漏的是身体，你似漏非漏的是脸呢。这做一下脸就变一个样子，也不怕把本王也吓萎了。胡说什么？你以为我是川剧变脸啊？你整张脸都遮着纸，更似黑白无常。不过说不定确实刺激，要不本王试试？说着，邪魅的男人直接翻身将他压在身下。别闹，还没沐浴呢！干嘛呀？不是没沐浴吗？本王也没有。哼，你不怀好意都写满脸了。不过不要乱来哦，人家今晚还有客人呢。哦，又做什么坏事了？让人夜半上门？没做什么，就是欺负了下你那位青梅竹马而已。明月当空，夜色正浓，香雾弥漫的浴室里，潺潺流动的水流在屋间冒着浓郁的烟雾。你要等的客人来了。来了呀，那走吧。外面有人，会处理干净的。外面的人我都吩咐过了，今晚谁也不许出手。你是想本王出去？是的，我要你出去亲自动手。好。今夜来刺杀的人，这女人自己的人就可以动手除掉，可她呢，却是非要宁错亲自动手。原因无非是因为荣昌郡主是誉王的青梅竹马，萧兔要他去杀，就是要看他的态度。若是方才萧兔问时，他有丝毫犹豫之色，那现在送上门的就不是相吻，而是直接要换个脸色了吧？我美吗？
要本王用行动证明吗？不用了，看你样子我已经知道了，我就先去了，你也赶紧过来。本王与你一起。不用，你穿好衣服去把我房间的琴拿来。夜色下却是忽然响起了女子妖娆动人的笑声，所有黑衣杀手几乎是同时横刀在前，骤然抬头，只见院子里的屋顶上不知道何时竟然站着一个女子。诸位，我美吗？诸位，我美吗？谁想看看我这件衣服下穿的是什么？一众黑衣人全部吞下了口水，点起头来。那就放下你们手里的兵器。你敢？来得挺快嘛。本王如果不快，你身上的衣服岂不是要脱光？不过是看你没来，逗他们玩玩嘛。你是和……话都还没说完呢，直接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真的只是玩一下，别生气，我保证下次绝对不这么玩了。还不够。明白，以后只脱给你看。而此刻黑夜下，黑衣刺客们正默契地悄然后退。诸位，这就走了？诸位不想看看我衣服下面穿的是什么了？我同夫君演奏一曲。调皮。优美悦耳的琴声忽然流水般清脆地响起，在夜色下，无数举着寒光刀剑的黑衣人在悦耳的琴声中忽而骤然地停顿了一下，他们看着同伴在这优美动人的琴声中一个个的被无声地割断喉咙。终于最后一个黑衣刺客倒下。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啊。如何这般使坏？或许女人不坏，男人不爱。你说的不错。这是承认被我吸引了，看来我这个坏女人的确把王爷迷得不轻啊。何止是迷得不轻，简直是神魂颠倒，意乱情迷。这才哪到哪，说不定今后王爷你会……本王会如何？会恨不得把命都给我呢。月夜下，桃花中，男子深沉性感的低吼跟女子媚意的娇喘叠合在一起，歌声了久久，依旧不肯停歇。昨夜派出去的杀手竟然一个都没回来，这事甚是怪异。那萧氏出身可都查过了，不过是落魄的勋贵后代，他是如何有能力摆平昨夜的刺杀的？莫非是自己人不小心惊动了王府中人，使得誉王出了手？哎呀，郡主消消气儿，昨晚的事情有些诡异，嬷嬷一定会帮你查清楚的。我只要那个贱人死！哎，郡主放心，嬷嬷我已经有计划了。他要派人赶紧去看看萧氏此人有什么古怪，要是真有什么幺蛾子，那就更要尽快的除掉才是。这两人想干嘛？应是从东陵王府那边得到了什么信儿，准备跟在我后面看我笑话。昨晚才派人刺杀，今天他们还敢来，这光天化日，荣昌郡主疯了不成？不是疯了，是有恃无恐。那我今晚去杀了此女。小明，你还说你不担心我？李明善瞪了他一眼，却没说话。荣昌郡主可不好杀，你看他圈养的那些杀手，个个武功不低，你却是落不到好的。不用着急，你们家王妃我可不是让别人在我面前嚣张的主儿。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眼神默契地开始交流。现在街上人这么多，是他们的主场，或许不用大张旗鼓动手，就能悄无声息地了结了这位誉王妃。所有人开始从各个方向慢慢地朝着前方汇聚，眼看着人就在咫尺。悠闲逛街的女人突然停下脚步，她含着笑的眼睛随意地朝周围看了一眼。哎呀，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看我发现了什么？笑着抬起小手，轻轻地一点人群里的一位圆胖的妇人。一个。声音落下，那妇人就被飞镖刺穿了喉咙。两个。穿着落魄的壮汉也紧跟着应声而倒。三个。又是一个同伴倒了下去。四个、5个、6个、7个。所有暗杀之人倒下，暗处飞镖合击的沙哑夫妻再次悄然地消失不见。哼，又15个。为了对付我，荣昌郡主倒也舍得。对方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刚好本王妃这次也不打算与他善罢甘休。偌大的宫殿，只有笔墨滑动纸张的声音，何等的尊贵威严！偏偏猩红的唇瓣上带着伤。这个地方受伤，总不能是自己不小心咬的吧？
小乐子，近日你眼珠子很活络，需要本座让人帮你挖出来。属下就是担心主子，您看要不要上点药？你舌头也很多，你舌头也很多。都是关心主子，毕竟明日里有大朝会，这不是文武百官看见。那就让他们看着。这皇上呢？正由刘道长陪着打坐呢。已经半月了吧？这位刘道长倒是深得圣心。毕竟是位女道长嘛，自然是修为高深，多才多艺。皇上既然这么有兴致，那就再助着刘道长一把，别让后宫其他人扰了皇上雅兴。主子放心，现在高贵妃跟皇后可都忙着呢，没人顾得上这位道长。哦，主子，您最近有事儿，奴才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后宫里如今已少了2个贵人，1位美人，全都是前阵子最受宠的几个。那确实挺忙。都公爷，奴才有事禀报。何事？是裕王府里传来信出来，夫人她有话要对千岁爷您说。哦，那小兔子有何事要传的？属下无礼，夫人说今晚她有事忙，要千岁爷您让您今晚不要回去吵她了。今日发生何事了？下午夫人出去了一趟，荣昌郡主派人刺杀。人呢？全死了，夫人手下将他们全部击杀，无一活口。找个由头让东陵王回京述职吧。小福子跟小乐子同时看向男人，心中不得不再惊叹萧夫人在他们家主子爷心中的分量。东陵王可是同他们家都公爷一贯是井水不犯河水，可二人谁也没有多言。是昨夜热情的咬得他唇都破了，声声缠绵犹还在耳边，今日却是连家都不让回了。这小东西不让他回家睡觉，分明是因为那位青梅竹马在迁怒他呀。不让回就不回了。老奴让人去查过了，今日街上刺杀时，小兔身边暗中有人保护，是很厉害的高手。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在热闹的大街上拦住10几个暗杀者。再厉害的高手也不可能在热闹的大街上拦住10几个暗杀者。这确实有些诡异。不管那么多了，今晚再派人去。郡主，您从东陵来京走的时候，王爷一共就派了80几位好手暗中保护，如今加上昨晚已经死去的，咱们就只剩20几人。今晚再派人去，您身边可就没人了。不是还有卫兵吗？哎呀，那些人只是普通兵卒，如何能跟死卫相比？不说武功高低，就单是贴身保护郡主这一项上，那就是天差地别。咱们身在京城，不比家里。您要是在这里出了什么事儿，要老奴怎么跟王爷和王妃交代呀？现在我什么都不想管，只想让萧兔死。郡主您是千金之躯，咱们不如就让那萧氏再多活几日，先让王爷再派人。不行，从来没人能得罪了本郡主后不死。今晚把所有人都派出去，一定要杀了他。郡主，嬷嬷，你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其实2位不必为难，我自己来了，你们就不用争得这么辛苦了。萧兔，你是怎么进来的？萧兔，你是怎么进来的？凭你所见，就这么进来的。这怎么可能？院子里那么多护卫，你怎么可能进得来？是哦，那你们说我怎么进来的？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说吧，这么晚了，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们似乎很惊讶我会来。2位的震惊实在是令人费解。你们这一日一夜连派2波杀手暗杀我，我作为你们迫切要除掉的对象，被你们暗杀得如此频繁，来找罪魁祸首寻仇，应该是理所应当之事吧？所以你是来找我报仇的？我是哪里表达的还不够清楚吗？你如何敢啊？莫非你不清楚我的身份？这如何不清楚？东陵王的爱女荣昌郡主吗？你这是什么口气啊？我堂郡主，你怎么样？哎呀，你好丑啊！此人竟然打了荣昌郡主，那可是整个东陵最得宠、最尊贵的小郡主啊！平日里别说被人打，那是东陵王跟王妃指甲壳都不曾弹过的人啊！小兔他如何敢？贱人，你敢打我！哎呀，我说
说二位到底懂不懂什么叫上门报仇啊？意思就是说要以牙还牙，血债血偿，那可是要死人的哦。你是来杀我们的？哎呀，终于反应过来了吗？小兔这个贱人已经疯了，人怎么可能说出这种话？那么谁先死？你真是疯了！不信你敢杀！回应他的是女人一刀扎穿了他的胳膊。现在信了吗？荣昌郡主瞬间发出凄厉的惨叫。既然都送上门了，那就从你开始吧。别过来！要杀你是我的主意，不关郡主的事情。这话你自己信吗？是，郡主虽然也有份，可杀你的人都是由我亲自派去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本王妃应该先杀了你？不，别杀我！不要杀我！那就只能杀郡主了。不，也别伤害郡主，求你放过我们吧。那你看，我来都来了。其实我今日本来是想过来杀掉罪魁祸首的，谁知道凶手竟然有2个。你们都想活？二人疯狂的点头。那就决一死战吧，谁生谁活。说着，他轻轻的一抬手，刀子落地。你想让我们互相残杀？你做梦！你们也可以选择一起死。我数到3，1、2。我与郡主相伴多年，感情何其深，你休想我们会被你玩弄。不关我的事，是他说的，都是他。赖嬷嬷嘴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瞪着眼睛倒在地上，不再动弹。萧兔突然起身：“你说过谁生谁活的？你想说话不算话吗？”荣昌郡主见萧兔什么都没有说，径直就离开了。萧兔，你别以为今晚走了，事情就算完了。你如此目无王法，跑到东陵王府杀人，我明日就会上奏皇上你的恶毒罪行。禁止玩笑了，本王妃何时杀人了？杀人的明明是郡主才是啊！本王妃何时杀人了？杀人的明明是郡主才是啊！东陵王府所有死位已经全部处理干净，辛苦3位了。3人同时抬手低头，然后其中2个瞬间消失在黑夜的暗处。王妃为什么不连荣昌郡主一起出了？今夜东陵王府死这么多人，杀了他，谁来为我们扫尾啊？荣昌郡主只怕此刻要被你气疯了吧？就算气疯了，明日这位东陵最受宠的郡主也会将今夜自己府邸死去的人捂得结结实实，就像是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般。他这下恐怕是要恨王妃你入骨了，留下总归是个祸患。想杀他还不简单，难的是他后面的那位。你是说东陵王？小说里经典剧情了，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还是位手握重兵的老子。所以你今晚留荣昌郡主一命，是想用他来吊吊这位东陵王？聪明，大蛇7寸。荣昌郡主之所以敢这么嚣张，就是自持这位有权的亲爹撑腰。能养出这么个心思阴暗、手段歹毒的女儿，这位东陵王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了，我要杀他闺女，这位当爹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所以了，我要杀他闺女，这位当爹的怎么可能轻易放过我？与其现在就把人杀了，让对方疯扑上来报复咱们，不如全都调到身边慢慢玩。反正什么事儿到了女人这里，都是先玩一玩。小东西，总算舍得回来了。哼，不是叫人传了话，今晚不让你回了吗？你这明显是迁怒本王吗？哼，就是迁怒你。本王昨日可是亲自出手，以证清白。那又怎么样？死的那些人再多，又不是真的伤到你那位青梅。那本王亲自去杀了他。说着，他真的起身要去。行啦，算你过关啦。宁错却是顺着他的力道，翻身将人摁在了怀里，低头就是一个深长霸道的吻。你最近换气不行啊，竟然亲着亲着，差点晕过去了。本王也如此觉得，看来需要多练习一下，不如再来一次。不要，亲太多容易失去新鲜感。你就不好奇我刚才去了哪里吗？去东陵王府了。哼哼，你知道今日刺杀的事了？哼哼，你知道今日刺杀的事了？不然你这个管杀不管埋的小东西，丢了一地尸体在大街，今晚还能安然出去干坏事儿？我就知道，夫君你最好了。
那你是如何猜到我今晚没想除掉荣昌郡主的？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还是你懂我。哼哼，那东陵王，本王已经让人传令，找借口调他回京了。哎呀，夫君，你好懂我，人家真是爱死了。伴随着笑意，男人的头顶竟然又冒出了猩红的字。他说他好爱，好喜欢，他样子好可爱，好喜欢，想再狠狠吻他，味道好喜欢。就知道你这妖孽被我迷得七荤八素，都喜欢死我了吧？怎么这么开心？夫君，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啊？怎么突然问这个？哎呀，你快说，到底是不是？本王早就说过，我为你神魂颠倒，我为你神魂颠倒。是妖孽，还是没正面回答问题吗？哼，小样，以为不回答我就不知道了？早就说过，你逃不过老娘的魅力。萧兔眼睛一弯，却是顺势用力一翻，直接坐在了男人的腰间，笑得妖娆勾人。夫君，听曲儿吗？什么小曲儿？我这首曲子它叫18摸，一摸哥哥的脸，妹儿欣喜迎啊；2摸哥哥的胸，妹儿心里惊讶；3摸哥哥的腹，肌肉一层层呢；再摸哥哥的坏东西。我就坏。院中桃花纷纷，月儿修出了红晕，一袭云雨激荡，共赴巫山沉沦。翌日，再不起，午饭时间都要错过了。起了，再起了。本王先走了，今晚会早一点回来。你都中午了才走，晚上还要早回，干脆别去好了。也不是不行，那本王就……不要，恭维着，恭维着。那你起身吧，本王叫人准备了你最喜爱的蟹黄包。我起了。说完，他人却还在床上。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本王昨晚累着你了。怎么可能？本王走了，洗漱后吃饭。看到没，小明，他怕了。这种事情，你有必要也争个胜负吗？哼，我不能让他太嚣张了。我看是你太嚣张了吧？不可能，我明明这么乖。哼哼，乖的每日被炸得下不了床。呵呵，这只能证明我天生绝色，魅力非凡。小明，你竟然敲我脑壳！哼，小明，我记住你了。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你又来了！赶紧吃饭。好嘞，您呐。午后阳光灿烂，吃完饭，萧兔觉得自己已经满血复活了，人呢还熟门熟路的寻到了老王妃住的王府主院。怎么到这里了？闲来无事，勾栏是跟老王妃培养一下感情。你是收拾完了荣昌郡主，见不得老王妃一个人寂寞吧？哼，敢算计我貌美如花、人见人爱的赛西施，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掉。是小兔来了，快来坐吧。这么熟了又慈祥，不知道的还以为萧兔是他亲闺女呢。此刻老王妃心中已经做好了算计，只需要等到对方怀孕生子，她有1万种法子直接送对方归西。这贱人这么得儿子喜爱，想必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孕。萧兔看着老王妃这般模样，嘴角也弯了弯，没客气的直接坐在老王妃的身边。小兔啊，你是新嫁妇，刚到这王府，母亲呢也与你不太熟悉，所以近几日行为上可能有些不妥，你可千万不要跟母亲一般计较啊。母亲这是要跟我道歉吗？算是吧。哎呀，母亲既然要道歉，那就该知道这道歉也是要有诚意的。你想要什么诚意？自然是这王府的管家大权了。这个小贱人倒是敢开口。管家的权力现在还不是时候交到你手上。有什么不是时候的？我现在既然已经是誉王妃了，王府交到我手上那是理所当然之事。至于母亲你，哎呀，年纪都这么大了，就早早歇着吧你。好，管家权给你。
这才对嘛，人老了就要服输。你看你动不动就上不来气，要翻白眼的，这身体也太不好了吧。老王妃差点一口老血喷他脸上。接下来老王妃交接家务，她并不是真要放权，不过就是想走个过场而已。可就这样，竟也被萧兔逮住了机会，随手就拿起了珍贵玉盒里一个老玉料的手镯，就往手上戴。好不好看啊？老王妃看着她最喜欢的红玉玛瑙镯就要阻拦，却见老嬷嬷跟她摇头，最后只能黑青着脸咬牙道：好看是吧？我一看你就知道适合我。母亲你年纪大了，就别戴这么艳的颜色了，看着就为老不尊。接下来就是交接账本，一本账就是好几万两的财产送过去。老王妃心中不停地滴血呀。可是萧兔一连看了10几本，越看脸色就越嫌弃。哎呀，母亲，你操持王府这么多年，就只赚了这么点钱吗？什么叫这么点钱？你看清楚了，一家铺子每年都有好几万两的收入了。我看到了，就这点钱也太少了。这钱你还嫌少？这可是王府辛辛苦苦多年的经营。你辛辛苦苦多年经营，就赚这么点儿，母亲，你也太没用了吧。午后的太阳灿烂，仆人们走动小心，东花厅里一片安静。萧兔走了，老王妃病了。东花厅里，老王妃躺在床上，脸色扭曲，嘴巴里不停的哎呦哎呦的难受的叫着。怎么样，王妃的如何了？老王妃暴怒，导致呼吸急促，心绞疼痛，气血紊乱，肝气郁结。哎呀，大夫，你就直接说结果吧。结果就是老王妃她太生气了，要赶紧给她想办法出了这口气，不然的话，不然会怎么样？不然老王妃恐会不测呀。不然会怎么样？不然老王妃恐会不测呀。什么？怎么这么严重？老夫也觉得惊讶，看病这么多年，第一次碰见人这种事情，到底是何人做了何事，能将人气成这样啊？总之要赶紧想办法让老王妃啊泄了这口怒气。大夫走了，老嬷嬷看着床上的老王妃，您可都听见大夫说的了。那个贱人竟是要了我的命。啊字还没有完全喊出来，老王妃却已经气歪了嘴。本来是我一手安排她嫁进来，想着无论如何也要忍到嫡子出事再下手。可是这个贱人却是软硬不吃的主，再留下去绝对是祸害。本王妃决定了，今夜就要除掉她。萧兔正啃着苹果数自己到手的财物，门外的小丫头来报说老王妃那边传信来，说她嫁来已久，还没有一起吃过饭，所以今天晚上叫她过去主院一同用膳。这老王妃下午的时候气得都要上来咬我了，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要请我过去吃饭了。与老王妃那3母女此刻怕是生吞活剥你的心都有了吧？所以这哪里是想请吃饭啊，分明就是想吃我嘛。他们可真坏，到底是谁坏？哎呀，既然人家都请上门了，那咱们就走着吧。府内现在应该不安全，对方这次怕是要跟你图穷匕现了。匕现好啊，古有秦王绕柱，今有美人夜斗，好诗好诗。哎，小明，你说老王妃3母女今晚的绝地反击会不会很刺激？刺激？你想要多刺激？我想要多刺激都可以吗？李明善无语。东花厅已经摆好了饭菜，端坐着4个人，气氛万分的融洽和谐。老嬷嬷不停地给老王妃3人打眼色，毒已经下在菜里了，你们赶紧劝他吃啊。萧兔仿若毫无所觉，笑着拿起筷子，随意地夹了一口菜吃起来。他这动作一出，可是让满桌子的人大喜过望，竟然自己吃起来了。这就成了，终于除了家里的这个祸害。萧兔看着3人高兴的样子，也跟着乐了。这么开心啊？自然是开心啊！你知道你刚才吃的菜里面放了什么吗？是剧毒鹤顶红。不错，鹤顶红见血封喉，你马上就会死得很。剩下的话他们没说完，笑意就僵在了脸上。2人满脸疑惑地看向老王妃。
母亲，鹤顶红不是见血封喉吗？老王妃的笑也僵在了脸上。吓的是鹤顶红吗？你没搞错吧？没有啊，您亲手交给我的药绝对不会错的。母亲，会不会你拿错了？毒药这么危险的东西，上面都有名字的，这我怎么可能拿错？他们带着满脸问号，齐齐地看向萧兔。萧氏，你说是不是你做了什么？母亲，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能问出这个问题来？我只能说，你是傻杯吗？你说什么？你这问题问的，我都不好意思拒绝你了。我只能说，你是傻杯吗？母亲，都这么久了，你就没发现吗？除了前2次，你身边的奴仆下人还敢对我有些无礼之外，之后无论我怎么整你跟2位妹妹，从来就没人帮过你们吗？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啊？萧兔勾着红唇，随意地打了个响指，东花厅的丫鬟剑仆同时挨个的朝萧兔跪了下来。这怎么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些人都是王府世代家奴，他们是所有下人里对裕王府最忠心的一批人，你是不可能收买了他们的。你这话的前提是要在我不是这裕王府的裕王妃再说，我为何要收买他们？一把长剑横在脖间，你告诉我，这满院中有哪个不怕死的？你竟然用这种狠辣的手段！是啊，有什么奇怪吗？为何都如此看我？老王妃3人没说话，看着萧兔的目光却是带了一些惧意。哎呀，诸位终于意识到了，从我嫁进这裕王府开始，咱们这场所谓的决斗中，从始至终啊，我才是那个坏人啊！从始至终啊，我才是那个坏人啊！笑着的女人只是一抬手，周围的奴仆就一拥而上，将3个人全部摁倒在她面前。诸位今日既然要给我下毒，那我也回敬你们一人一份大礼吧。老王妃母女3个吓白了脸，刚想仗着身份叫嚷一番，嘴巴就被人硬生生的捏开了，然后一碗苦药就灌了下去。你给我们喝了什么？没什么，不过是让母亲跟妹妹们从此以后都只能老实待着的好东西。几人很快的挨个倒在地上。王妃跟2位郡主都病了，叫人赶紧抬下去吧，以后尽心尽力好好伺候，可千万别让他们再出门受了凉。话落，几人的奴仆挨个上前，将他们的主子扶起来带走。都说了我是坏人了。此刻，整个裕王府里所有奴仆下人朝着萧兔跪下请安。王妃福寿安康。从这一刻起，裕王府不再是老王妃当家做主，而是彻底属于萧兔这位新王妃来执掌。王妃彻底摆平裕老王妃母女3个固然解恨，可王妃有没有想过，王爷那里该如何交代？说的也是哦，我好像把这件事情忘记了。你当真是忘了？萧兔美眸轻看着他，然后勾起艳丽红唇，笑得特别调皮的歪了歪头。我就知道如此，不过你可想好该怎么跟王爷说了？毕竟这种事情处理不好，可是会伤感情的。一会儿王爷回来了，你说的时候别光顾着好玩，要注意些分寸。我好端端的一个死士，竟还要担心主子夫妻感情生活，是没谁了。是要注意分寸。话说，这自古婆媳问题都是一道难题呀，我好想知道那妖孽会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又想作妖，这个肯定很难搞，不如我帮他一把吧。夜色渐深，明月醉人，宁错背手站在花雨下。天才刚刚黑下，怎么这么早就吹灯了？而且早上走的时候明明说过，今晚我会早些回来。走的时候明明说过，今晚我会早些回来。会不会萧夫人累了，就先早些休息了？那精力旺盛的小东西会知道什么是累。你先下去吧，本座自己进去。怎么了？没事。乖，告诉本王，任何事情本王都会帮你。我今天做错事了。谁说你做错了？本王叫他闭嘴。没有人说，是我自己这么觉得。这或许是你的错觉。本王的小兔子做什么自然都是对的。是真的错了，我能感觉到。那你就将觉得哪里错的地方告诉本王，本王让它变成对的就好了。萧兔闻言直接扑进男人怀里，再也忍不住偷偷的笑起来。这个妖孽怎么这么会说话？就该你找到我这种才华与气质兼备、美貌与智慧并存的绝世老婆。哼，便宜你了。
现在可以告诉本王发生了何事了。就是今天，我一不小心伤了老王妃，还有2位妹妹。今天我一不小心伤了老王妃，还有2位妹妹。宁错静默了。这种问题嘛，他一下子带入不进去，所以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哪知萧兔见他没说话，美眸顿时露出了巨大的受伤。你这是要怪我吗？好，我知道错了，就让我自我了结好了。本王没有怪你的意思。当真？当真。虽然夫君不怪我，可我心里终究是难安。毕竟母亲跟2位妹妹还是受到了较大的伤害的。想必这也不是你单方面的错。确实如此，母亲她要对我下毒，我只是太害怕了，所以才小小的反击了下。夫君，你当真不怪我吗？既然如此，那就不是你的错。夫君，你真好。这得亏这老王妃是誉王他老娘啊。宁都公现在心中竟是无比庆幸的是，他自己还好，已经没娘让他折腾了。夫君，我能问你个问题吗？问吧。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跟你的亲娘一起掉到了河里，你先救谁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跟你的亲娘一起掉到了河里，你先救谁啊？宁错，无语了。娘死了也甭想能逃掉是吧？这一夜，弄花浴里一直没让点灯，可是屋内却一直有声响传来，简直可以说是闹腾到天渐亮。翌日，日上三竿，还是房门紧闭。小乐子跟李明善凑在门口左右，活像是2个门神。再睡会儿，本王今晚早点回来陪你。谁让你陪了？赶紧走，赶紧走！他一走，萧兔立刻捂着后腰叫：哎呀，这个混蛋，昨天晚上差点把老娘榨干。你昨晚不是信誓旦旦说，只要你稍施手段，就轻松拿下对方吗？已经拿下了。我昨晚化身的柔弱心机小白莲，把那混蛋迷得七荤八素，他根本就没计较老王妃的事情。那你现在是怎么回事？说起这个我就来气，我不过是问了那个混蛋一个问题，他自己答不上来，还怪我了吗？哼，这分明就是恼羞成怒。我很好奇，你问了王爷什么？我就问他，我跟他亲娘一起掉进水里，他先救谁？好毒的问题啊，不愧是好毒的问题啊，不愧是。午后，叫嚷着被吸干的萧兔麻溜的跑出了王府。哎呀，大师，多日不见，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出尘脱俗，神秘莫测呀。你最近也不错吗？多亏了大师相助，我们家现在呀，简直可以用美满幸福来形容了。两人正说着，忽听街道远处传来了一阵轰隆的马蹄声。萧兔随着人群退到路的两边，好奇地看向街道不远巨大的声响处。是东厂的人。东厂？是啊，除了他们，谁还敢在街上这么嚣张？这个地方我听说过，你是说他们都是太监吗？那倒不是，他们是东厂麾下大都公宁错手下的绣衣卫。宁错？绣衣卫？是啊，你今后要是碰见这群人，什么也别多想，转头就走就是了。为何？因为这群人呐，就是一群恶鬼，一群由恶鬼头子领着，擅权天下，嗜血残杀，杀人如麻的恶鬼。恶鬼头子？就是你说的那位都公宁错？恶鬼头子就是你说的那位都公宁错？嘘，大师，小点声，千万别被人听见了。宁都公手下可是有着数不清的杀手暗探，专门混迹民间或者监察百官权贵的。此刻萧兔也正转过头，与他刚好来了一个四目相对。那绣衣卫头领看见萧兔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先愣住了，跟着这个眼神森然可怕的绣衣卫头领竟然躲闪的快速移开眼睛。不光是他，连着身边好几个人在看见萧兔时都是主动的移开了视线。啊，我已经霸气侧漏到如此惊人的地步了吗？这群人竟然多看一眼都不敢。刚才的女子就是都公爷的那位吧？是他。此女当真是可怕，竟能将都公爷迷倒。是啊，都公爷这次诏令所有暗卫回京，就是为了此女。都公爷现在这般如痴如狂，住口！这话也是能说的。毕竟此次都公要所有人回京，决定不可谓不重大，而原因更是匪夷所思。他此刻急着赶回去，就是要看看自家主子爷是不是中了什么迷魂术。柯统领是第一个到的，一路上都没怎么休息吧？乐总管好久不见。是好久不见了，
这些年呀，辛苦统领了，为都公爷效力，何谈辛苦？不知爷他现在在忙着，不过已经吩咐过，你若回来就即刻动身。请公公吩咐。小乐子福尔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要这样？哎，爷呀，最近兴致太高，你是知道的。主子他要是兴趣来了，那可是不管不顾的，而萧夫人又过于聪慧了些，所以属下必定拼尽全力为都公爷他的保驾护航。主子爷这些年也从来没中意过什么，只这一次咱们做奴才的自然是竭尽全力的帮他得到。公公说的是属下疏忽了，我现在即刻就去部署。柯统领已经照着主子的意思去办了。这几日都公爷您没顾上朝堂，外面就传您是遇刺重伤了。果然很多平日里装的老实的家伙就跳出来了，好一番慷慨激昂。果然很多平日里装的老实的家伙就跳出来了，说您独断专行，罢揽朝政，简直是大逆不道。他们还提议您应该还权于公，设立内阁辅政大臣。这说法的支持者颇多，已经有些势头了。宁错看着手中名单，确实高达10数人之多。这么邪恶，可都查清楚了。都公爷您放心，有东厂的探子出马，就这些人的肮脏事儿藏到祖坟里都给他们刨出来。既如此，那就从明日开始吧。这次主子想杀几个？一个不留。爷这次给的反应会不会有些大了？朝堂上那些老东西怕都要吓到了。不过10几个都杀的话，朝上怕是看着都空落不少。马上就是春闱科试了，有好的挑出来补上就是了。爷，您这是……这群人不是整日里指桑骂槐的，说本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吗？如今就让他们好好看看。这主子爷这是要准备大开杀戒，大杀特杀呀？这是受什么刺激了？虽然都公爷确实时不时会犯下病，可每次总是有原因的，所以这次是又跟萧夫人吵架了，也没发现呢。明明早上从裕王府走的时候，爷脸上可都是带着笑呢。所以到底为嘛呀？让都公爷如此轻描淡写的就准备拉开血腥帷幕了？莫非是因为萧夫人？本座不是说过了吗？只要这整个大招人人都说本座是誉王，那本座就是誉王。所以这第一步，本座要清除掉整个朝堂上那些不听话的东西。只要杀光这些人，所有人都将臣服在本座脚下。到时候谁还会说本王不是誉王？爷，您这么疯，还能想得这么周到，真是难为您了。今日街上竟然没什么人，倒是稀罕。今天确实有些奇怪，不过应当跟官兵抓人有些关系。什么官兵抓人能抓的整条街都给空了？话落，就见一群飞驰而过的队伍，个个眼神冷酷，杀气惊人。正是今日谢玉龙提醒萧兔的那些东厂所谓的恶鬼。原来是这群人在街上活动，那就怪不得街上人都吓没了。是这些东厂的人出动，应该又是哪位大官要灭门了。小明，你竟然知道他们？东厂秀一位当朝大都公9000岁的爪牙，凶名在外，恶迹昭彰，可知小儿夜哭，整个大招人怕是没人不知道吧。他这个穿来的就不知道。王妃嫁给誉王，也算是半个皇室之人，以后肯定会碰见这群东厂恶鬼的头子宁都公，到时你一定要尽量避开。萧兔已经听第二个人这么说了，这倒是让他有些好奇了。那位宁错就那么可怕？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只听过对方的传闻。据传此人极其冷血残暴，嗜杀成性，年不过20，死在他手里的朝廷大员、皇室勋贵已经不计其数，听说好多人都被杀绝了户。这么凶残的吗？你今日一来就带着笑，心情看着不错，是碰到什么好事了？他没从妖孽家伙嘴里得到答案，却瞧见诡谲难测的男人头上冒出来一句话：很快你就是我的了。萧兔一阵的莫名，什么叫我就是你的了？本姑娘现在难道不是你的吗？我可是你明媒正娶的老婆。这人今日有些反常啊，不会想犯病了吧？
他心里正犯嘀咕呢，男人就笑着用力地吻了上来。小兔不过片刻人就迷糊了，心里的嘀咕也同时抛出了九霄云外，快速地沉沦进男人的深吻里。翌日早晨天才渐亮，还早，你继续睡。怎么今日这么早？如何，舍不得本王？谁舍不得你了？快走，别耽误人家睡觉。软糯娇气的样子让宁错唇间的笑意加重，冷唇在他小小的唇瓣碾磨了良久，才将人放开。萧兔红着小嘴儿，直接丢了个枕头过去，然后扭着屁股把头蒙了起来，继续呼呼大睡。什么事？昨个儿的事，爷您这次下手之重，果然朝堂轰动。这会儿参奏您的折子，估计多如牛毛了。哦，那本座不去瞧瞧，岂不是太可惜了？那昨日抓的那些人，自然是继续杀。大昭皇宫，金碧辉煌的朝堂大殿，大臣们在其中吵个不停。高高在上的皇位上，一身明黄龙袍的皇帝半点不在意的正在打着瞌睡。就一位指挥使，司礼监千岁爷到。随着男人的到来，整个大殿噤若寒蝉，满朝文武大气都不敢出一个。萧兔此刻正有气无力地趴在水里。大白天的，白日眩饮不说，还直接折腾到了天黑，也不知道是犯的什么病。此刻宁错正站在他的不远处，一双邪魅黑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水中的女人，鬼艳漆黑的眼睛有浓重的玉色在涌动。本王帮你洗好不好？当然不好，再来打牛。为了刚才的事情赔罪，本王帮你洗。折腾了这么久了，这是还想干嘛？我不需要你赔罪，你离我远点就行了。美眸刚带威胁的瞪起，小嘴就被再次封住了。很快他的身体开始站立。你这2日情绪有些不对啊，干什么啊你？可能有些太兴奋了吧，毕竟。萧图正想问毕竟什么，就看见男人没说完的话从头顶冒了出来。毕竟今晚再杀掉誉王，你就是我的了。萧兔迷迷糊糊的脑子还没转过来呢，看见这几个字时人却愣住了。更懵逼的是，邪似贪婪的男人头顶竟然又飘来了病态的一句：你本就应该属于本座，属于我，宁错。看见这句话，萧兔迷迷糊糊的眼睛越瞪越大，直瞪到极限。怎么了？你是宁错？宁错整个人愕住了，因为太过突然，因为始料未及，周身的欲火愣是一下子全都吓没了。你是宁错？你是东厂那个什么东宫千岁？所以你不是誉王，你不是我丈夫。那我丈夫是谁啊？不，丈夫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骗了。我小兔竟然被人骗身了，还是被人骗着白嫖了1个多月。我去，他妈的，这简直了！我小兔我这么屌的人，竟然会被人骗了！萧兔简直气到原地爆炸，双眼喷火地看向始作俑者。你这个混蛋，你怎么敢？我现在就灭了你！宁错却是将大怒扑来的女人一把抱进怀里，萧兔被用力封住了唇，叫不出来。萧兔却是猛地张开嘴，狠狠地咬住了亲吻自己的男人，可是随即而来的却是更加凶猛而霸道的吻。良久，久到萧兔身体发软，再无力气挣扎，那让人几乎窒息的吻才缓缓地松了开来。冷静点了吗？是什么时候能看见的？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确实不重要，不过当真是好笑。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本座让所有人都管好自己心思，别让你发现破绽，结果没管好的竟然是我自己。本座知道自己有错，只要你原谅本座，本座可以答应你任何条件作为补偿。你少跟我来这套，骗了我这么久，还想让我跟你继续下去不成？既然你不是誉王，以后少来找我。本座随时可以成为誉王。怎么成为誉王？杀了人家，你取而代之是吧？你睡人家妻子，还想杀了人家，你还能更变态点吗？你不是他妻子，你是本座的女人，连着洞房花烛之后每个日夜都是本座同你缠绵在榻。那个杂碎不过占了名分，本座杀了他，你刚好可以改嫁给本座。你想得美！你骗我这么久，这笔账我一定会跟你算的。算账可以，划清关系绝对不行。你说了算。
了吗？你这个大混蛋！如果不是我发现，你这是准备骗我到什么时候？骗到你再离不开本座为止。什么叫再也离不开？我好好一个人，我会……你会，本座会让你会。就算暂时做不到让你心里有本座，本座也要让你身体上再也离不开我。你休想！本座没休想，你知道我们在床上到底有多契合。骗我骗的你还有理了是吧？你这个混蛋、色鬼、流氓！你没有道德，你睡人老婆，你还想杀人灭口，抢占人妻！本座说了，你是本座的女人，从始至终你都会只属于本座。小兔差点气炸，转头走了。本座不许你走。你不走干什么？被你气死吗？要本座怎么做你才能不生气？你放我走，我就不生气。你知道这不可能。那你还问我干什么？小兔，难道一定只能是你的夫君，本座就不可以吗？宁独孤，我已经嫁人了，你知道吗？你如果介意这个，本座说了，可以杀了誉王。你偷人家老婆，还要杀了别人，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无视还变态吗？那本座答应不杀誉王，你们明日合离，本座再娶你。你骗我的账我还没跟你算，你哪来的自信我会嫁给你？再说我为什么就一定非要嫁给你不可啊？因为你注定是本座的人。哼，信不信我挠花你的脸？信不信我挠花你的脸？那你挠完我们就和好。真想打爆这个混蛋的狗头！你放开我，我要走了。你知道本座不会放你走的。如果我一定要走呢？小兔就一定非要离开本座。身体越靠越近，黑暗而危险的气息越发的浓郁，那种明明充满低沉和诱惑的嗓音，却是瞬间让整个空间都染上了危险可怕的气息。宁错却是骤然朝后退了一步，萧兔被突然放开，先是一愣，接着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转后怒气冲冲地快速地离开了汤池。都公爷，出什么事儿了吗？夫人她刚才气冲冲的直接甩脸走了。主子爷，您没事儿吧？事情暴露后，本座心里明明就决定今晚无论用何种手段都绝对不会放他离开。明明刚才本座见他如此决绝，心中就被激得产生无数阴暗可怕的想法。明明都因为他失控的差点将想法付诸于行了，可他看过来的瞬间，本座第一反应竟然是将暴露出来的阴暗全收回去。本座竟怕他发现本座是如此不堪之人，本座竟怕自己会吓到了他。爷，您还正常吗？你看本座正常吗？哎呦，糟了，一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那什么，主子爷自然正常，是奴才不正常。主子爷，你方才说的意思是夫人她是什么都知道了吗？可怎么突然就知道了呢？明明此事爷您准备的天衣无缝啊。问完，见男人不说话，他忙改口，定是下面那个小兔崽子不小心坏了多公爷您的好事儿，待会儿奴才就……说着说着就再没了声音。这个反应不对啊，我不是那个爷，您就这么放夫人走了吗？放他走，他还走得掉？混蛋，真是气死我了！宁错这个该死的狗逼，竟然足足骗了老娘1个多月！如果不是意外发现，现在都还被蒙在鼓里。这个王八蛋，这个王八蛋，气死我了！而此刻正躲在树上的一个东厂的暗卫，他默默地抱紧了树干。虽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萧夫人现在的样子实在是太可怕了。他还是不要被发现的好。他是凭什么一点痕迹不露，骗了我这么久的？宁错的人都给老娘听好了，1秒钟之内全都给我滚蛋！要是再让我发现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打爆他的狗头！然后整条街上传来哗啦啦的嘈杂跟骚动，接着街上有人开始扭头跑了，而且还是一个接着一个，好似没有尽头般。宁错，你这个变态混蛋狗贼！怎么了这是？下午不是吩咐人来说要跟王爷出去风流快活，今晚不回来了？怎么这么生气啊？还一个回来了，王爷呢？别跟我提那个人面兽心，表里不一，道貌岸然，假仁假义，见色起意，居心不良，狼子野心，两面三刀，花言巧语，无恶不作的王八蛋！李明善跟小芝两脸的懵逼。哪个混蛋是宁错的人？现在都给老娘滚！哪个混蛋是宁错的人？现在都给老娘滚！这
这一声后，比之刚才街上还夸张的是，院子里、走廊上、门院外，所有奴仆，包括守卫门卫的侍卫，瞬间集体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这个王八蛋，这是准备在这里安家了吗？王妃，这是什么情况？老娘被人骗了，骗身骗心骗人骗色。啥意思啊？就是整日里来睡老娘的那个狗逼男人，他根本不是本王妃家的誉王。不是誉王，那是谁？是宁错，那个垂涎我玉体、贪图我美色的奸贼。我去！窗外夜色越来越重，弄花浴里的房间却是越来越亮。有个人说自己失恋了，握不住的沙我就要了它，不是我的菜我也糟蹋糟蹋，脚下的路我全都跑了它，骗了我的人全都去死吧，骗了我的人全都去死吧。王妃会不会喝太多了？别管他，让他发泄发泄吧。可王爷怎么就成了假的了呢？害得王妃这么生气。这俩人的事儿咱们别掺和。为什么？明明是那个什么姓宁的混蛋骗了我们王妃。你家王妃不是什么善茬，男女感情的事儿最忌讳别人插手了。咱们还是先静观其变，等看看主子他到底怎么想的再说。小棉，我问你，老娘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又每日里善解人意，情趣十足，哪个男人不是神魂颠倒？谁会舍得来骗我？你说，哎呀，小明，你说，是谁会如此狠心对我？是宁错。对，就是那个狗男人！我如此完美的女人，他竟然舍得骗我！李明善满头黑线，真是瞎了他的狗眼了，敢骗老娘，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就那个坏事做尽，又闷骚邪恶，还动不动变态犯病的家伙，谁受得了他？也就是我，人们心上不嫌弃他是个神经病，可他竟然这么对我，我终究是遇错了人，已将真心错付出去，落得今日这般凄惨下场。爱情就像是坟墓，埋葬了我真心，我的未来。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爱情只是一种感觉，爱情只是一个错觉，爱情是我们的感觉出现了错觉导致的幻觉，还以为是什么夫妻了，搞了半天其实是我们两个在偷情。呸！傻男，怪我太年轻，是人是狗没看清。小芝端着醒酒汤过来，明山姐姐怎么样？王妃她没事吧？这种时候一般有事儿的那都是别人，譬如我。这种时候一般有事儿的那都是别人，譬如我。我的醒酒药里放了安神助眠的东西，一会儿王妃就睡了，到时候明山姐姐就解脱了。温柔地哄着萧兔喝了醒酒汤后，她很快迷糊地睡着了。小芝，你回去睡吧，今晚我守着就好。不用，我本来跟着王妃，近日都是快凌晨才睡，还是跟明山姐姐一起守吧。翌日，宿醉还真难受，不怪那个狗男人大骗子。看天色都下午了吧？是啊，王妃今日可有什么安排吗？没精神，没心情，没力气。那今日咱们就好好歇着吧，我给你做好吃的。还是我们小芝好。崔婶来了，特意给你熬的酒后治头疼的药汤，快喝了吧。既然昨日你知道那位是假誉王，那也该是时候想想真誉王的事情了。切，想他做什么？宁错那个混蛋之所以能趁虚而入，我粗心是一部分，他别有用心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位婚后根本连见我一面都没兴趣的真誉王。我粗心是一部分，他别有用心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就是这位婚后根本连见我一面都没兴趣的真誉王。我昨晚问过小芝你嫁入王府的情况，或许真的如你所言，一开始这位誉王对你就甚是不喜，不然不会大婚之日就跑去青楼啊。切，
一个两个都那么喜欢逛青楼，青楼有那么好吗？夜晚悄然降临，小土带着4个养眼的帅哥入座，又一口气要了楼里最贵的几种好酒，正准备大展身手。是你？是啊，好巧，竟然在这里碰见，不如一起坐下喝2杯。姑娘真是洒脱呀。好，咱们就坐下喝一杯。唉，看王爷身受重伤，而且一直愁眉不展，不知道可是碰见了什么难事了。身上的伤都是近期倒霉所致，真正烦心的是本王的红颜知己，突然人就不见了。本王近日到处在寻他，可是毫无头绪。就是那日在金雀楼前难舍难分的姑娘吧？姑娘还记得？记得。唉，她的那个红颜知己应该不是失踪，而是死了。唉，她的那个红颜知己应该不是失踪，而是死了。不过他没有把此事说出来，毕竟嘛，萧兔对那女人没什么好感。既然大家都是来买醉的，来干杯！一杯喝尽，萧兔觉得不太解恨，杯子太小了，咱们换大的。誉王见此没反对，只不过觉得眼前女人如此痛快又直接的做派，当真是与众不同，耳目一新。两人越玩气氛越热闹，越喝也就越上头。本王本是王爷，有爵位在身，虽在朝内有职位，却不必事事操劳。可是近日朝廷给本王派了个差事，帮皇上建造升仙台。本以为是件轻松的事儿，本王直接就应了，毕竟只需每日里过去看看进度即可。可是没想到本王每日里去巡视都会被人暗算，升仙台里布陷阱都不算什么，有时候头上还会落石头。可本王每次去查都显示这只是意外。意外？他们以为本王是傻子不成？哼，你这还不算什么，我最近才倒霉，嫁了个男人，特别不喜欢我，连见都不想见我。我想着他不见我，我去见他总行了吧？哪想着被人贪图美色，假冒了丈夫，老娘被他睡了1个多月，昨天才发现他是个假的。世上竟有如此无耻之人！哼，就是啊！你可需本王帮忙，这种无耻之徒，本王可帮你除了他。哎呀，不用，你不是那个混蛋的对手。这怎么可能呢？本王是王爷，本王……哎呀，反正只需要告诉本王是谁就是了，其余你不用管。哎呀，真的不用，老娘要亲自收拾他。那你的那个丈夫呢？他既不喜你，本王也可想办法帮你和离了。哼，我最近顾不上他，等我先把骗我的混蛋收拾了，再来收拾他。哼哼，总之谁也跑不掉。那好吧，如果你需要人帮忙，可以来找本王。你这酒友不错，来喝酒。夜渐渐的深了，金雀楼上热闹却是不减的。李明善匆匆赶来时，两人抱着酒碗都快喝趴了，他无语且无奈的将人从酒堆里扒拉出来。小明，你今天来的有些晚了，是不是没猜到我来这里啊？是啊，你可真是越来越会玩了，逛青楼还叫男人，当真是也不怕。我会怕他，那个混蛋，最好别让我再遇见他，不然分分钟打爆他狗头。你信不信我打爆他狗头？要走了吗？本王送送你们。李明善打量了他一眼，却什么都没有说，转身离开了。下次还喝。好有趣的姑娘，希望下次还能见。王爷没事吧？无事，回府吧。侍卫扶住他，步伐不稳地离开了青楼。只是誉王怎么也没想到，他许下的愿望竟然这么快就实现了。你住这儿？本王是住这里。那真巧，我也住这里。两个人再次看着对方，沉默了。咱们不如先回府，本王叫人准备醒酒汤，喝完咱们再详谈。不必，我累了，需要养养脑子。看着对方离开，誉王抬了抬手：“你马上将有关王妃所有的事情都给本王找出来。”是，属下马上去办。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从心底里欣赏的女子，竟然会是他厌恶已久的王妃，这简直太让他始料未及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见到誉王了。你是故意让我们两个见面的吗？宁错并不否认，是本座让你见到的，因为本座想让你看看这种无能无用又窝囊的废物。本座不过稍施手段，他就已经丑态百出。
这种垃圾怎么能配得上本座的小兔子？所以誉王现在之所以这么惨，是这个混蛋叫人下的手。可是本座却没想到，你竟然同那个杂碎喝了这么长时间的酒，还喝的挺高兴的。为什么啊，小兔子？你想喝酒，本座可以陪你啊。为什么要找别的男人？为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所以你就用这种方式惩罚本座吗？知道的是我今晚找人单纯喝了个酒，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去睡了几个青楼头牌呢。行了，你走吧，我最近不想看见你，你最好快点放开我。你说什么呢？本座怎么舍得放开？宁错却是俯身在他红唇贪婪的碾磨。宁错，你敢乱来，我就再也不理你了。你现在不是正在这么做？你还找了别的男人陪你喝酒。男人趁他不语，直接将人抱起。幽香的房间大红暖帐，不等他再发出声音，红唇就被压了上来，凶猛霸道的堵住了。宁错又尝到了今日让他着迷噬骨的香甜，突然一头栽倒在女人身上。萧兔此刻从身下将身上的人用力的推了出去。王八蛋，真以为老娘没办法治你了是吧？狗男人还敢用强的！小兔子，再用些力。萧兔嘴角不停的抽搐，脚下当针狠狠用力，可这不能动的妖孽男人表情却是更加兴奋了似的。这个混蛋到底喝了多少？平日里犯病就够疯批了，现在喝了酒还吃醋，这苦突突的一个大变态。这个混蛋到底喝了多少？你以为酒会让本座如此吗？明明是你啊，是你让本座热血沸腾，欲罢不能，所以本座让你再用力些。你这个变态混蛋，我打死你算了！本座此刻全身都动不了，你可以随意施为，直到消气为止。你这个样子是让我出气的。你今晚不就是去青楼找男人的吗？如今本座在这里，你大可以将本座当成那些男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今晚本座是你的了，你可以随便上。怎么了？难道是本座身上哪一点比不过那些臭鱼烂虾好？怎么不说话了？本座说了，今晚可以随你怎么玩，一直玩到你消气为止。我想你个头！你可真是用心良苦的想了这么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苦逼男人，不是要我消气吗？我现在掐死你就消气了。不是你自己今晚去青楼的吗？我那是去喝酒，我那是去喝酒。可你点了4个妓男，外加誉王那个杂碎。就算是这样，那我也只是喝酒。5个男人，你找了5个男人陪你，可5个又怎么样？让他们5个全加在一起，也没本座一个人能干。滚出来的人，把里面那个王八蛋给我抬走！话音落下，美丽的小院里安静如初。哼，不出来是吧？那我直接把人扔出来了。哎，别！夫人，手下留情啊！夫人别生气，属下……别说废话，赶紧去把人抬走。小乐子见萧兔脸色这么不好，也不敢多言，赶紧招呼2个暗卫进屋。3个人进去，就瞧见床上睁着眼睛却躺着一动不能动的男人。怪不得萧夫人说抬走，本来还以为是喝醉了。杜公爷，您这是怎么了？宁错却是没理他。小兔子，你当真不玩本座？小兔子，你可不要后悔。回应他的是萧兔恶狠狠地丢在他头上穿过的袜子。今日起，本座再也不想听见金雀楼这个青楼的名字，叫人给本座烧了它。还有开这座青楼的人，也一并给本座处理了。宁错见没人回他，立刻就怒了。怎么不说话？小乐子咳了一声，看了一眼自家主子，不知道该不该说出来。怎么当真是聋了哑了？那什么，杜公爷，这金雀楼它是咱们开的，竟然是本座的。本座为什么要开这个该死的青楼？金雀楼无论是敛财还是收集情报，都是一流的地方。以前杜公爷您还特别满意这点来着，如今却问为什么要开了。哎，男人可真是善变。巍峨华美的宫殿，太医半跪在榻前，搭着一只手为男人诊脉。怎么样，太医？杜公爷没事吧？乐总管放心，杜公爷他没事儿。
那怎么会全身动不了啊？不会是中什么毒了吧？不是毒，对身体也无伤害，可具体是什么，下官却说不准。不是毒，对身体也无伤害，可具体是什么，下官却说不准，只大概确定是麻沸散一类的东西，而且效用非常厉害。麻沸散？那不是致人昏睡的东西吗？不错，不过督公他内力深厚，所以才能做到神志清醒，只是身体想恢复，就要等过几个时辰，药效退了。爷，您听见了，没什么事儿，就委屈您安静睡一会儿，一觉醒了就全好了。这是那小东西专门弄出来对付本座的。夫人为了督公爷呀，还特意研究了这样对身体无害的东西，可见就算再生气，那也是不舍得伤主子您的。话虽然这么说，可这药对本座却是个麻烦。若是每次中招，岂不是连一晚也甭想在那小东西床上留宿？嘿，这有什么？只要爷您下次小心着点，不吃夫人送您的东西，就不会中招了。谁告诉你本座是吃那小兔子送的东西中招的？谁告诉你本座是吃那小兔子送的东西中招的？啊，夫人不是把药下在吃食里吗？自然不是，她是下在了自己身子上。所以夫人把药下在了自己身子上，然后督公爷您就中招了。我问督公爷，您做什么了？你可有什么办法？要不督公爷您少吃点夫人。宁错直接给了他一个眯起的危险眼神。小乐子赶紧缩了缩脖子，军国大事也没见爷这么为难过，所以竟然如此难以下决定吗？哎，我只能说呀，萧夫人内，您绝对是了解这个男人的。起来吗？起吧，反正没有狗子骚扰，昨晚也睡够了。那位宁督公昨晚竟然肯离开，哼，臭男人，我会治不了他。哎呀，吃饭去，吃完出去玩。誉王那边传话过来，说想跟你谈一谈。也罢，这样倒也省事儿了。那就去见见吧，反正有些事情确实需要说清楚。就是可惜了我这刚到手的满府财产。誉王并非良配，早做了结是好事。王妃那边说一会儿就会过来。王爷，于姑娘有消息了。凤儿，她在哪里？在东陵王府。好，本王这就去。你去同王妃说，本王有事需要出门一趟，等本王回来就亲自去见她。是。萧兔听见消息，挑了一下眉后，将传信的人打发走了。这位誉王不知道什么事情这么急。既然对方没时间，那咱们也走吧。华丽张扬的銮驾。督公爷，您只将人给引走，是不准备杀此人了？本座又不蠢，此刻杀他，岂不是坐实那小东西说本座抢夺人妻之事？这样他只会更生我气。所以本座要让那小兔子先厌恶了此人，再杀他，那就理所当然了。就如刚才这般，这才只是开始。本座是不会让他在那小东西那里留下半点的好感。正说着，就见誉王府门里又走出来两人。人来了，过去吧，上来。萧兔看着昨晚刚赶走一早又出现的人，狠狠地丢了个白眼过去，背着小手继续走自己的。宁错的唇角弧线伸了一下，微一抬手，銮驾即刻就跟在了萧兔的身边。你到底要跟我到什么时候？自然是你不再生本座的气为止。前日刚被我发现你是个大骗子，今天就要我不生你的气了。猪八戒做梦娶媳妇儿，你尽想没事儿。猪八戒是谁？你这个混蛋！我说的这些话，你就只关注到这个是吗？怎么会？本座还关注到你说他娶了媳妇儿。哼，娶媳妇是吧？让你娶！不生气，美娇兔，你是正常人，你人美心善，何必跟变态计较？哎，走了走了。萧兔深深地吸了口气，他选择完全无视某人，背着手继续朝街上而去。那小东西今日看来是不会上来了，你叫人都回吧。萧兔走在人群里，时不时的会指点一些个走霉运的人。你似乎很热衷帮人算命。哼，这不是被某个混蛋骗了吗？再不刷经验升级一下，怎么对付某个诡计多端的变态？你这个能力还能持续变强，那能强到何种地步？哼，能把你藏在心里所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全都给挖出来。是任何秘密，
不错哦。那你今后岂不是相当于能读心？现在知道怕了吧？等我刷到满级，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人嘟着小嘴儿，背着小手蹦走了。宁错见此，媚眸深笑，抬手去勾他的小手，然后又被甩开了。如此一直被甩，一直去牵，两人就这般乐此不疲地走在街道上。如今这是在干什么？于凤儿已经死了，萧兔那贱人此刻也离死不远，多年夙愿眼看就要达成，怎么能在这个档口功亏一篑？怀章哥哥，你别生气。怀章哥哥，你别生气。你一来就问我于凤儿在哪儿，我一时生气，所以才没说实话。是本王太着急了，没有注意说话的分寸。郡主别同我一般见识。我同怀章哥哥多年未见，这么多年都是凤儿妹妹陪在哥哥左右。哥哥如此在意凤儿妹妹，其实也是情有可原。只是我即便是知道，可终归还是忍不住，心生妒忌。哎呀，是本王的错，不该一来就这么凶地质问你。怀章哥哥只要心里是有荣昌的，别的荣昌都可以放下的。那日凤儿妹妹确实来过，不过隔日晚上玉王妃来了一趟王府，就将人给接走了。玉王妃？你是说萧兔？她开口就问我要人，应当是知道了王爷同凤儿姑娘之事。当时她似乎非常生气，我见此也没敢多拦，所以人就被她带走了。可是昨晚上跟萧兔喝酒，萧兔还说她被人假冒丈夫了。这之前应当根本不知道本王是谁才对，所以两个女人肯定有一个在说谎。我知道王爷急着找凤儿妹妹，她无故失踪，我也很着急，不如我就同王爷一起去问问王妃妹妹吧。闻言，誉王看过来，这是愿意当场对质吗？这样的态度让誉王一时分不清到底是谁在说谎了。好，那王爷等我片刻，我换身衣服就来。事情可都办妥了？放心吧，郡主，一切都按你的吩咐做好了。如此甚好。若能好好利用此时，直接除掉那贱人，或许都不用等父亲来了。另一边，丝竹雅乐声声，彩色丝带飞舞下，婀娜美人身姿曼妙。萧兔欣赏着美丽舞曲，只见某个男人直接坐到了旁边去了。干什么？本尊那里有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不如我也原谅你。如此甚是好。其实也不是不行。勾人的样子让宁错媚眸顿时一深，他手搂住投怀送抱的人，贪婪地吻着他的红唇。有要求你尽管提，什么本座都答应。有要求你尽管提，什么本座都答应。萧兔眯着美眸笑着没说话，不过红唇却是主动吻上男人，然后霸道贪婪的男人就一动不动地躺倒在地上了。哼，真以为本姑娘治不了你了是吧？宁错躺在地上，这次不光身体不能动，竟然连话也不能说了。可是尽管如此，他一双漆黑的眼睛也是死死地盯着萧兔不放，一副就算如此也死不悔改的样子。夏儿，你这儿只有女子跳舞吗？大师说什么？这里有男人跳舞吗？有吧。好，现在马上帮我找几个来，要长得好，屁股翘，胸肌大的，越大越好。啊什么？快去！萧兔快速扭头去看地上的宁错，这家伙竟然嘴角流着血，一副强行使用功力却导致重伤模样。你是本座的人，本座看谁敢。你还能更有病一点吗？本座说了，你是我的，是我宁错的，谁敢碰你，本座就千刀万剐了他。谁是你的？本姑娘是我自己的，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找男人就找男人，谁也休想管我。那你找一个，本座就杀一个。宁错，你是不是有病？你早知本座是什么人，所以小兔子你跑不掉的。来人，赶紧把这个混蛋给我抬走！小乐子进来，看见地上比昨天情况还严重的自家主子。哎呀，昨天来找萧夫人复合，虽然最后落了个不能动弹，最起码人还正常。今天来就变成内伤，外加话还说不全的样子。其实按照情况来说呀，这个时候正是萧夫人怒火正重之时，聪明人都知道应该避开这个时间段再去请求谅解。可是多公爷才揭穿行骗的第二天就火急火燎的送上门，夫人看见不发火才怪呢。才揭穿行骗的第二天就火急火燎的送上门，夫人看见不发火才怪呢。
太医疑惑地看着笑呵呵的小乐子。不是昨日刚看过吗？怎么今天又来呀？小乐子也很无奈呀，他也不想啊，这不是没办法吗？还是昨日的药物，不过这次药剂量更大，而且督工还强行催动了次功力，这次情况更不好，估计要躺个2日才行。哎，好，我记住了。虽然不是毒，可是要照这样胡来也是伤身的，你要劝着点督工爷。哪里像是会听人劝的样子呀？怕不是刚开口就要被拖下去打个半死了。再说了，督工爷本就是不会在乎别人想法之人。爷，您虽然英明睿智，可是对于女子之事却知之甚少。不若咱们召集些有经验之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或许会对您如何让萧夫人消气有所帮助。不若咱们召集些有经验之人，听听他们的看法，或许会对您如何让萧夫人消气有所帮助。有用。哎呀，听听也无妨嘛。那就去办。是，督工爷稍等，奴才去就回。这一去，他一口气直接找了10个人，10个全都是他们自己人，不是不想找外人，而是督工爷这事儿吧，他不好往外说呀。这要是被外人知道，他们家爷天天缠着个女人求原谅，他们家爷的脸面还要不要了？小明，你说他这是什么人啊？你说这到底是个什么人？坏人。对，是坏人，是个混蛋，他有病。要不是长得好，我早就打他一顿了。所以感情是长得好你才忍到现在的吗？哼，说什么我找男人，要不是男人来找我，他凭什么杀别人全家？他有本事杀我啊？你说舍不得吧？哼，狗男人，算他懂事。小明，你知道吗？他刚才竟然想用金钱收买我，说要把数之不尽的金银财宝都给我，只要我能原谅他。所以你答应他了吗？哼，当然没有，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我早就看透了他的花招了，想靠花钱跟我复合，做梦去吧！想靠花钱跟我复合，做梦去吧！不过他竟然要把全部家产全给我，只为让我消气。这个混蛋竟然如此舍不得我，算他有眼光。可他再有眼光，也不能掩盖他骗我的事实。他竟然想得出冒充别人丈夫、睡别人老婆这种无耻的事情。小明，你就说吧，你见过这样的人吗？我没见过，你这种我也没见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王妃到现在还没回来吗？王妃她可能有事情耽搁了吧。哼，什么事情能从中午耽搁到现在啊？我们可是从下午就过来了，一直等到天都黑了，她还能有什么事情没办完？或者说你根本就没通知你们家王妃啊？行了，再等等吧。怀章哥哥，凤儿妹妹死得不明不白，玉王妃又迟迟躲着不肯露面，分明就是心虚有鬼啊！说不定已经得了消息，人直接跑了，咱们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你想如何？不如王爷先派人去找找好了，若是碰见王妃，就将人给请回来，也好让她先把事情说清楚。本王若是派人，那事情性质可就不同了。何况现在事情还没定论，一切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怀章哥哥，凤儿妹妹她人就是在此处找到，无论如何，王妃妹妹她恐怕都难脱关系。总归还是等他回来再说吧。还说什么？直接杀了那个贱人不就了事了吗？王妃回来了，王妃出事儿了。什么事儿？慢慢说。是这样，下午的时候，誉王跟那个荣昌郡主突然来了，他们当时说要见王妃，我说王妃不在，可以等您回来再去禀报。可他们的态度很坚决，就说在这里等。我当时也没在意，可是两人等着等着，就在咱们院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尸体啊？就是尸体。王爷见到后，当时脸都变了，之后特别的伤心愤怒，之后两人更是说什么都不肯走了，无论如何都一定要等您回来说清楚。这位荣昌郡主倒是够胆子，你上次虽然没要他性命，可是却直接插了他一刀，还让他亲手杀了身边最亲密的贴身嬷嬷，他这次竟然还有胆子来找你，确实很反常，只是不知道是谁又给了这位这么大的勇气，会不会于凤儿之死他实在不好解释，所以就准备干脆诬赖在你身上，想直接借着誉王的手除掉你。这女人不会当真这么愚蠢吧？所以脑子是个好东西，可惜有些人他并没有。不过尸体在我们这里，你恐怕要跟誉王解释一番了。哎呀，那咱们就预祝这位誉王是位有脑子王爷吧。
玉王妃，你可总算是回来了。现在你就把事情说清楚，你为何要杀害凤儿妹妹？她是那般柔软善良的姑娘，你怎么能下得去狠手啊？你到底还有没有良心？我的良心不是早就被你吃了吗？你竟然骂我是狗！哦，哼，你的反应速度很快啊，一下就清楚认知了自己。若不是誉王在此处，若不是父王还没到，现在我就要杀了这个该死的贱人。誉王爷今日来，所谓何事啊？凤儿她死在你的院子，本王想知道是不是你做的。誉王爷以为以我的聪明才智，杀了人会埋在自己的院子里？以我的聪明才智，杀了人会埋在自己的院子里？誉王妃，人死在你这里，你以为你一句话就能轻易推脱干净了？我相信以王妃的聪慧，自然不会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王爷，你不能什么证据都不问，只凭他随口一句就信了他的鬼话。人可是我亲眼看着萧兔带走，而现在凤儿妹妹就死在他院子里，这件事情肯定跟他有关系。正如郡主所言，您亲眼见到王妃将人带走，如今王妃又说不是她所为，这其中的问题，本王都会一一查清楚。这么说的意思是也怀疑我了？这怎么行？费了这番功夫就是要借刀杀人，顺便洗清嫌疑。如果誉王费功夫去查，那岂不是就露馅了？不行，今日无论如何都要将罪名安在那贱人身上。怀章哥哥，咱们多年的情分，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难道我会说谎，特意诬陷于王妃？就算你相信王妃不是凶手，可是凤儿妹妹死在她这里，那此处一定还有别的证据，你只需要让人搜一搜就行了。证据他都叫人放好了，只要派人一搜，萧兔他就百口莫辩，死定了。誉王还是没说话，他还是决定要先调查再说。玉怀章，你这是宁愿相信他都不愿意相信我吗？她有什么好的？不过是长得漂亮，难道王爷就被她这副狐媚子的样子骗了吗？王爷，你仔细看看她，每日玩到如此之晚回家，还满身都是酒气，也不知道在外面干了什么不要脸的龌龊事。哼，王爷见过女人打架吗？誉王愣了愣，猝不及防的荣昌郡主直接被萧兔拽着头发扯到了身前。萧兔一边打一边冷笑：你最近刚好一肚子火气没地方撒，你就送上门来了。别人信我的话怎么了？我萧兔人品诚实可靠，正直憨厚，人送外号铁齿金不换，诚实可靠，人美心善小娘子。还有，我长得这么美这么好看，别人喜欢怎么了？人家不喜欢我这好看的，难道喜欢你这个贼眉鼠眼、獐头鼠目、心思阴暗的丑逼不成？再有，老娘我有钱有颜有时间，晚上出去喝酒找乐子，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这么诚实可靠、正直真诚、热爱生活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你乌鸦落在猪身上，看不见是自己黑，你自己一身屎，还上赶着说是别人臭。像你这般又蠢又笨又毒的一个蠢货，脑子是被驴踢了吗？竟然还敢送上门来算计我！说我杀人是吧？说我藏尸是吧？说要搜我房间是吧？说我鬼混是吧？荣昌郡主被打的声音犹如杀猪，一声接着一声。誉王整个人如此懵逼的看了良久，才骤然回过神来。别打了，萧姑娘手下留情，本王相信此事定不是你做的。哼，王爷果真是慧眼如炬，本姑娘为人你也看见了，从来都是这么诚恳实在，以理服人，怎么会干得出杀人藏尸的事情？萧姑娘说的是，说是谁惹了我骨灰都给扬了，用得着藏尸？哼，当真是可笑。他低头看着地上被打得打滚惨嚎的人，张了张嘴，半天才出声：来人呐，将郡主赶紧扶下去看看。一旁的李明善突然觉得这位誉王竟然有些可怜。红颜知己被人杀了，青梅竹马是杀人凶手，娶个老婆还是这样，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吗？王爷，经过大家的一番努力，现在的案情基本是已经大致明了了。人呐，确实不是我杀的。至于谁是凶手，想必你心里其实也有数。事情我会查清楚的。那此事在我这里就算是过了。今日的事情，本王向你致歉。既然王爷的事情结束了，那咱们的事情也是时候谈谈了。今日事情发生的突然，凤儿她去世，本王心情也不好，不如改日再谈吧。萧兔眼瞧着人快速离开，无语地看向李明善。他怎么跑这么快？或许是担心你也要找他算账吧。切，他这明显对我有什么误解。
我这么明事理的人，难道还会打他一顿不成？你确定不会打他？这个我确实还没想好。誉王看起来似乎有些逃避你们二人之间的问题，他心里应该很清楚你会同他提和离的事情。哎呀，这也没办法，毕竟世界上像我这种层次的美人，哪个男人见了没有觊觎之心的？誉王跟你的婚事，你最好早做了解。我看这位誉王，他现在对你或许是有些什么想法。放心好了，就算他真对我有意思，我对他也没兴趣。我虽然喜欢美色，对美人向来宽恕，可还不至于分不清是非对错。我与这位誉王是敌非友的。你心里清楚就好。不过誉王若是当真对你有什么想法，恐怕和离的事情他会存心拖延。不过你都将自己被人骗身的事情告诉他了，他看起来怎么好像一点都不在意的样子。男人不是最介意被戴绿帽子吗？而且他还是王爷。哼，小明，都说了我这等美人儿，世间男子谁不想得到？就算嫁了人，一样炙手可热。不信你看看宁错那个疯批，天天虎视眈眈，就是为了得到我。实话实说，宁都公他之所以是个变态，不是没道理。这口味确实很重。于怀章，本郡主苦等你这么多年，对你深情一片，你就看那个贱人这么对我。荣昌，我问你，凤儿她到底是不是你杀的？我同你说那个贱人打我，你却扯到于凤儿身上。你的眼睛里除了这一个个的贱人，到底还有没有我？本王现在只想知道凤儿她是不是你杀的。本郡主要你先回答我。王妃之所以打你，那是因为你诬陷她杀人在先，一切都不过是你咎由自取。原来你早就认定杀人的是我，还是说你心里本来就希望凶手是我？你真是从心眼里都想护着那个贱人，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此事与你无关，你只需告诉本王，凤儿是不是你杀的即可。是不是我杀的又怎么样？反正你心里已经认定我就是凶手了。本王只是不相信你竟会变成这个样子。本郡主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是你玉怀章眼瞎，以为我会是什么温柔善良的小姑娘。那你为什么要杀凤儿？凤儿，你整日里嘴里就只有那个贱人婊子！本郡主可是东陵最受宠爱的郡主，身份何等的尊贵，你却将我与一个低贱的妓女放在一个位置，甚至还想让她先我一步入府。我堂堂郡主怎么能受此奇耻大辱？凤儿不过只求一个侧妃之位。什么侧妃之位啊？玉怀章，这么多年你还真是眼瞎心盲啊！你真的以为于凤儿这些年装的一腔深情在你身边，就只是为了一个侧妃之位？还是你真以为那个贱人是真心爱你啊？快醒醒吧！当年你掉下悬崖被于凤儿所救，这件事本来就是我们二人一起安排的，为的就是让你对她心存感激，好让她这么多年替我牢牢地抓住你的人。至于你眼中她那个天真烂漫的样子，也是本郡主同她合计让她装的，因为我们两个都清楚，你就喜欢那样的。你以为本王会信你？不信你可以去查呀。当年在王府，他就不是个省油的灯。为了在我面前露脸，他不知道用计害死了多少个丫头。想必这么多年，他在金雀楼里为了出头，暗地里也干了不少的脏事。誉王甩着袖子转身离开，而荣昌郡主也没再开口。他知道今日之后，他跟誉王已经再无可能，而这一切都是拜萧兔所赐。是那个贱人毁了我这么多年的夙愿，小兔，本郡主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剁成肉泥！你要是跟我睡不习惯，我回房间去了。别，你在这里守着我，省得某个禽兽半夜淫性大发过来糟蹋我。你不是用药将他放倒了吗？还是比昨日还厉害的双倍分量？是。那就赶紧睡吧，时间不早了。好吧。10分钟后，又怎么了？小明，我好像失眠了。失眠了就数星星，数绵羊，数饺子，慢慢就睡着了。这些根本没用，我现在脑子里都是宁错那个混蛋。那你就在脑子里打他1下2下3下，一会儿就睡着了。好吧。半个时辰后，萧图猛然从被窝里坐了起来。怎么了？小明，刚才我想着明天既然能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那个混蛋，就越想越激动，越想越兴奋，现在已经彻底不想睡了。
李明善无语。好了，既然都到了，那就说一说你们都是怎么讨女人欢心吧。幻听了吗？啊，是幻听了吧？都公爷他说了什么来着？怎么，诸位也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大家看起来都很为难。果然，这种事情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难题。小乐子都想捂脸，但为了帮自家都公爷打圆场。诸位统领大人，方才都公爷的问题，想必诸位也听见了。听清楚了，大家都是跟着都公时间最长的一批人，也是都公爷最信任的一批人。咱们今日呢，就不谈公务了，全当是聊聊家常了。如今这儿也没外人，大家都畅所欲言的说说吧。都公爷，属下至今未有成亲，从小到大也无喜欢的女子，所以是的，虽然很想帮忙，可是奈何根本毫无经验。若是早知如此，说什么也要找个姑娘好好的研究一下。不爱起来吧，不爱起来吧。爷呀，都这个时候了，咱就别对比了吧。再说了，您哄不回萧夫人，还不跟大统领一个样？大统领行礼，退到了一边。二统领上前：都公爷，属下虽然经常接触到女子，不过都是去青楼烟花之地，所以……哎呀，你下去，整日里不学好。三统领上前：属下小时候有过一门亲事，不过那女子早夭，属下同她相处是在10岁之前，只记得经常送她礼物，她就会很开心。都送的什么礼物？泥人、糖人、糖葫芦，还有纸扎的风筝，这些不行。那小东西若是这么容易被几件小玩意儿哄好，本座也不用这么为难了。三统领未婚妻毕竟还小，买的自是那些小孩子喜欢的东西。不过买礼物哄女孩子开心也是条办法嘛。如此，记下吧。此刻三统领下去了，四统领上前：属下愚见，以为男子若是想要讨好喜欢的女子，温柔的态度最为重要。女子大多都喜欢态度温和、彬彬有礼的男子。当然，都公爷您这种威严霸气的，也是很多女子喜爱的。夫人想必就喜欢您这样的。你继续。不过，夫人虽然喜欢都公爷您，可是现在毕竟是在气头上，都公此刻是万万不可硬碰硬的，所以适当的温柔、关爱、呵护，想必更能让夫人她欢颜起来。记下来。四统领走下一边，五统领上来：禀都公爷，属下单身。他下去，六统领上来，依旧还是单身。最后是十统领，这家伙算是几人中唯一成亲最早、家庭幸福、夫妻感情和睦、孩子都有好几个的家伙。属下成亲多年，对于如何讨女子开心也算是体会颇深了。如同刚才几位同僚说的，都是些办法。不过属下觉得那位夫人既然让都公爷您现在这么为难，想必光是一般的办法应该不够，或许还需要些非常手段。你详细说说。属下冒犯，不知能否请都公爷您描述下那位要追求的夫人是何种性子？那个小东西啊，有时纯洁善良，有时清纯温婉，有时调皮可爱，有时小鸟依人。那个小东西啊，有时贤良淑德，有时骄不胜衣，有时冰雪聪明，有时邪恶魔人。总之，他非常完美，处处贴合本座心意。众人呵呵，怎么都不说话了？众人的目光全都同情地看向十统领。夫人当真是女中典范呐。现在可以说说你的办法了。都公爷喜爱的这位夫人如此诡异多变，我成婚20多年，自诩对女子了如指掌，竟不知用何种手段。都公爷就是都公爷呀，口味竟然也这般的强悍。宁错看着为他想办法想得额头都冒汗的属下，也不由得体恤了一句：不着急，本座有的是时间。夫人这般的不同凡响，属下觉得一般方法应当都没效。属下的这个建议，或许要都公您受些委屈了。说说。属下这个办法只有4个字，那就是死皮赖脸。详细说说。现在就开始收拾了吗？会不会太早了？不算收拾，不过是盘点下走的时候哪些东西能带。除了钱财跟我的嫁妆，其实也没什么好带的。这里有很多宁都公带来的东西。那个混蛋竟然有带东西来吗？李明山拉起小枝让开位置，然后露出了足足半个屋子闪着奢华光彩的东西。还真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那这些东西你准备怎么处理啊？丢了
丢了，全部都一起丢出去。这会不会不太好啊？再说这么好的东西丢了也太浪费了，那就送人。送给谁啊？应督公那衣服，怕是没几个人敢穿吧？这个骚包，实在不行送回去给他。那恐怕要雇几辆马车了。今天想做什么？回家一趟吧，我的事情也该跟父母先通个气儿，不然哪天贸然回去的话，该吓到他们了。是该如此。萧兔悠哉悠哉地出了誉王府，可刚出门不过几分钟，大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狂奔的马车，马车上并无人驾驶，而这辆马车的方向分明就是朝着萧兔而来。刚出门不过几分钟，大马路上突然出现了一辆狂奔的马车，李明善脚下顿时向前一步，快速地挡在萧兔面前。萧兔看着这疯狂冲来的马车，就这力量，就算能一剑将马斩了，李明善也未必不会毫发无伤。两人冲着狂奔而来的马匹过去，双剑合击同出，随着骏马尖声嘶鸣，马匹当场被砍成了两半。是荣昌郡主？除了他还有谁？他这是疯了吧？是狗急跳墙了，想必昨晚跟誉王闹翻了。属下现在去找他。人敢动手，肯定已经躲好了。那怎么办？对方有第一次，就绝对有第二次。萧兔笑了一下，正要说话，身前疾步走来一人。有没有受伤？我没事。把人给本座找出来。身后一群仿若鬼魅的暗卫同时出现，半跪俯首领命而去。你不用这么麻烦，我自己可以搞定。那本座找到人就直接送你。我是说，我也可以把人找到。本座知道，不过那多麻烦。现在太阳都大了，找人又费功夫，不如找个地方坐一下，等着人带来多方便。这家伙今天怎么感觉有点不太一样？那行吧，不过找个地方坐一下就不必了。我还有事情，就先走了。本座刚好没事儿，陪你一起吧。不用你陪，我今天不出去玩。那你想要去哪儿？我要回家一趟。刚好本座也有些日子没去见过岳父岳母了，就同你一起回去吧。你是不是不知道我要回去干什么？我回去就是要向他们说明你这个混蛋干的好事儿。你是准备跟他们坦白，然后为和离做准备？你高兴什么？我是去揭你老底耶。这样的话，本座就更应该去了。你揭穿我的身份，刚好岳父岳母可以向我问罪。等他们气消之后，本座也可顺势再向你提亲，一举多得。萧兔被这个无耻的家伙有理有据的话给雷倒了，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走吧，趁时间早，再给岳父岳母买点礼品。不去了，你自己去吧。午后，都公府别院，萧兔头上却是顶着一头黑线。他本是不肯来的，就算是不回萧家，不出去玩，他最多是回王府就是了。可是却被某个混蛋以荣昌郡主很快就会有消息为由，缠着他来到了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个混蛋是什么情况，竟然变得跟狗皮膏药似的，粘在你身上撕都撕不下来。萧兔想得认真，回过神来，却是发现一直缠在身边的男人竟是不见了。搞什么？这家伙把我骗到自己地盘不管了。正想着，他突然听见前方似是有响动，他慢慢的抬脚走过去。倒是难为那个肆意妄为的混蛋，竟然还有这份心思。接下来，优美动人的丝竹声乐同时响了起来，然后就瞧见消失的男人重新出现，而且他竟然还换了一身衣服。大骚包！坐下后第一件事儿，被萧兔亲自斟起了酒。昨晚上，石统领曾问过宁错一句话：您跟夫人初见的时候，是靠什么博得夫人喜爱的？宁错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自己对女人最致命的吸引是什么。想当初，他几乎是第一眼就深深的被她的容貌迷住了，所以两人才会有了之后的种种。果真，他只稍稍一试，这女人就已经这样子了。喝酒吗？喝酒吗？你喝。你很热吗？是有点。看来你是真的很热。这才几天，难道我就已经如此饥渴难耐了？小兔，你要冷静啊！你还要跟这个混蛋算账呢！你看看他的样子，他这是明显准备要用美人计对付你。你不能这么没骨气！你堂堂萧大美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能拜倒在区区男色上？冷静，一定要冷静，不能被带到坑里去。不过是帮你擦下汗，怎么又蹦又跳的？宁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主意。不过我告诉你，绝不可能的。这样吗？这个妖孽，今天这是成精了吗？宁错，我都看穿你了，你就别来这一套了。等会儿荣昌郡主消息一来，我立刻就走。既然如此，本座知道了。左右苦等无聊，不如喝一杯。只要你答应不乱来。好啊。萧兔松了口气，重新坐下来，正准备开口，男人忽然轻身朝他压了下来。小兔。
萧兔看着男人的样子，胸口的心跳得骤然快起来。干嘛？干嘛？我好想吻你，可以吗？萧兔闻言，仍还是呆呆地看男人的脸上，所以他完美地错过了拒绝的机会。而随之，男人已经准确无误地捉住了他的红唇。这一刻，萧兔有些想清醒的预兆，可此刻四唇已经紧密地贴合起来，他更没有抓住清醒的机会，反而因为傻傻地张开的唇，导致了城门大开，更方便了男人长驱直入，快速地开始攻城伐地。而这个吻又太过撩人，时而缓慢缠绵，时而温柔。瞪着大眼的萧兔，长睫只是颤了几下，眼睛就浮出迷蒙的雾气。喜欢吗？你这个混蛋！你耍诈！这次本座可是问过你的。放我下来，我还没说原谅你呢。杜公爷，人抓到了！抓到了，速度够快的，快带进来吧。你是东厂的那位督工千岁爷？他怎么会跟东厂的督工搞在一起？而且这二人的这副姿态，这两人的关系不会是……小兔，你可是玉王妃啊！你不会是……玉怀丈，玉怀丈，这就是你跟本郡主反目也要保护的王妃？她竟然跟东厂的督工太监有一腿，跟太监有一腿啊！这真是太可笑了！你这么多年来眼盲心瞎，活该你做活王吧！听见没你？还不放开我！整天就会带坏我的名声。本座就名声不好，其他的你知道都好。喂，笑够了吗？萧兔，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自甘下贱，竟然为了攀附权势，宁愿跟太监做对食。哼，男儿看心不看身，你的意中人誉王倒是正常男子，你还不是一样骂他是活王八？他是活王八，还不是拜你所赐？是哦，那又怎么样？你现在是抱上宁督公的大腿，才能说出这种无耻的话。你既然知道我抱上了大腿，还敢这么跟我说话？你既然知道我抱上了大腿，还敢这么跟我说话？看来当真是不怕死。哼，还真是神鬼怕恶人，我都收拾了他几次了，他也没这么怕过我。躲起来后，还是敢继续害我。他那是有眼无珠，哪里知道本座小兔子的厉害？你一而再的对我下杀手，是不是因为觉得我不会杀你？荣昌郡主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没说话。你猜对了，这次我也不会杀你。就知道会这样。哼，只要他身后的男人不帮忙，只要父亲还是东陵王，这个贱人就绝不敢杀我。萧兔看着他得意的样子，笑意不变的只拍了拍手，瞬间两排阴森冷酷的黑衣蒙面男子就悄无声息的落在了屋子里。你怎么可能调动得了这群人啊？你不是说了吗？我跟他们的督工有一腿呀。就算如此，你也不可能。说着，他忽然停了下来。从始至终，他都忽略了一件事情：他现在身处的这个地方，连抓他过来的这群人，从来就不是萧兔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所以，其实一直是他的命令。你不想自己来？他这明显是更怕你啊！你来，我看戏就好。这个贱人，都是他，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如果给我机会，定要让这个贱人受尽这世间最残忍的酷刑，凄惨无比的死去。你的眼神很不错，本座很好奇你刚才想的是什么。不过本座不会听你说，毕竟本座碰都舍不得碰一下的人，你这样的脏东西是怎么敢的？不用急着求饶命，本座不杀你，毕竟你只是想了想，所以本座决定会将你刚才可能想的那些事一样全都用在你身上。荣昌郡主如遭雷击，极度的恐惧还没爬满眼睛，人就已经被拖着带下去了。哎，你悠着点，现在人还不能死。本座说了不让他死，他就死不了。你生什么气？他想就让他想呗，他想了还能咬我一口不成？你是本座的女人，本座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想也不可以。谁是你的女人了？你能不能整日正常点？就在此刻，宁侧低下头，又开始吻她的红唇了，而且比刚才更动人，更缠绵。小兔子，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喜欢我呀。谁喜欢你了？我才没有。
可本座喜欢你，本座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萧兔听着一连4个喜欢，紧绷着的小脸上慢慢的浮出2团胭脂般的绯色。你不用跟我说好听话，因为即便你这么说，我也不会轻易就原谅你的。是吗？可即便如此，本座也好喜欢。他缓缓地低头，缠绵悱恻地吻了下来。萧兔的小脸红红，2只小手摁在男人胸口，而随着这个吻逐渐的加深，他很快眼睛就蒙上了雾气，然后失神地忘记了这个问题。宁错的呼吸同样不稳，俯身将怀里的人抱起，朝室内走去。你干什么？小兔子，本座已经有好几日都不曾疼过你了。你干什么？小兔子，本座已经有好几日都不曾疼过你了。我还没原谅你呢。不原谅也不耽误的。宁错双眼黑沉，染血的红唇笑了一声，缓缓地向下滑去。怎么停下，小兔？你不知道有些事情一旦开始是停不下来的吗？如此销魂蚀骨的滋味，本座尝过第1次就知道再也停不下来了。所以小兔子，我不是不想停，是我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小兔极力维持的理智在这一瞬间被击溃，他几乎是一下子就被诱惑了，所以男人压下来，他没有躲。当灼热的温度附上来，他软下身体，轻轻颤地合上眉目，做好迎接狂风暴雨的袭来。可就在这一刻，身上疯狂的男人却忽然扑通一声软倒了。萧兔整个人都愣了愣，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这才看见方才叫嚣着停不下的男人，此刻全身僵硬地躺在了那里。萧兔迷迷糊糊的脑袋想了起来，这几日每天出门，他都会往身上抹上药的，就是为了对付色欲熏心的某混蛋。所以这次虽然他不是故意的，可这家伙显然是又中招了。那什么，我就先走了，顺便叫人帮你请个大夫。宁错2只眼睛死死地看着他，头顶冒出了3个血红大字：你敢走？你至于吗？再说我不走留着干嘛？咱们俩躺在床上大眼瞪小眼吗？萧兔是不可能理解，费尽心思眼看就已经提枪上阵了，却愣是硬生生动不了的男人的怨念是有多可怕。那什么，我先走了。说着头也没回的一溜小跑出了房间。门外满带笑意的小乐子正高兴地看着关闭的房门。哎呀，总算是成了哎，也是难为都公爷了。为了能跟夫人和好，这几天晚上愣是一夜都没睡过。好在呀，现在终于是皆大欢喜了。小乐子一口大笑还没笑完，就瞧见穿得诡异的萧兔从屋里走了出来。哎呀，夫人，您怎么突然出来了？那什么，都公爷他没事吧？哎呀，夫人，您怎么突然出来了？那什么，都公爷他没事吧？你进去吧，顺便找个大夫。好嘞。小乐子立刻熟练地进屋去照顾人去了。你今日跟那位宁都公和好了？啊，没有啊。没有你乐什么？我乐了吗？哼，你乐得像只偷了鸡的贼狐狸。那可能是因为我刚才看见了一条吃不到肉骨头的狗子，才恼羞成怒吧。一辆低调深轻的马车，视线隐晦地打量着萧兔离开的背影。可查清楚了，荣昌郡主确定是被宁错的人带走的。东厂的番子惯来肆无忌惮，属下绝不会认错。宁错那个疯子，竟然毫无缘由就缉拿当朝藩王之女，当真是越发的无法无天了。那主子可是要禀报皇上，趁机参他一本。即便参他一本又如何？不过是落得个不痛不痒的训斥，最后也不见得就会放人。那奸佞竟然连皇命都不听吗？不过是阳奉阴违，这种事情他宁都公干的还少吗？这种事情他宁都公干的还少吗？那怎么办？昨夜荣昌郡主可是跟您立下盟约，只要这次您肯出手帮他，他就会帮主子劝服东陵王为主子所用。东陵王30万大军虽好，可宁都公也不是好惹。那主子的意思是不救了？人自然还是要救的，好不容易送上门的好处，只不过就需要些非常手段。其实昨夜荣昌郡主的办法就不错，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事情是因为那位玉王妃而起，那就还是冲此女身上下手最好。玉王妃的那些事情你都调查清楚了，可都是真的？
属下都查清楚了，件件属实。现在京里还有不少达官贵人等着偶遇这位高人大师。如此，还当真是神奇。那确实值得好好筹谋筹谋。这样的人如果掌控在手里，可谓是一大利器。可这位玉王妃明显是宁错的姘头，对方怕不会善罢甘休。那就要看看这位姘头在这位恶鬼头子里的心里有多少分量。你去叫人将两人的关系宣扬出去，先给他们找点麻烦，主子我再趁乱下手。属下明白。注意千万小心谨慎，别露了痕迹。东厂的人可不是吃素的。王妃回来了。王爷今日是有事找我？是有事，不过王妃还没有用晚饭吧？本王叫后厨准备了好酒好菜，我们边吃边聊。可以。你嫁给本王这么久，咱们还是第一次吃饭。其实咱们不算熟，而如今我们的这种关系又如此尴尬，也不适合煽情，不如你直接说找我有何事。本王一直知道萧姑娘是个快人快语之人，那本王就直言不讳了。其实今日我来找你，是想向姑娘真心实意的来赔罪来的。此前本王一直以为姑娘是位攀附权贵、爱慕虚荣之人，所以才会做下种种错事。望姑娘原谅本王心思狭隘，有眼无珠。王爷其实不必道歉，实际上我确实是位攀附权贵、爱慕虚荣的女子。哎，姑娘不必妄自菲薄。我没妄自菲薄，事实上我当时就是瞧着裕王府里有钱有权，老王妃又亲自许诺说只要生下嫡子，整个王府都是我的，我这才高兴的去青楼找你的。你跟我赔罪我可以接受，毕竟至今为止我嫁到王府后也没吃过什么亏，至于你给我的那些困扰，我也在另一个男人身上补全了。咱们啊也算是各玩各的，说起来都不算吃亏。只是事到如今，为了以后不再徒增尴尬，现在和离其实是最好的结果。难道只有和离这一条路可走吗？本王知道先前自己做错了事情，本王是真心想要补偿你。我很好奇，王爷为何想要补偿我？说来可能有些无耻，不过你却是本王名为正娶的王妃，我们拜过天地。王爷这是想要浪子回头吗？说来不怕姑娘笑话，这么多年我自诩聪明，却被两个女人玩弄在股掌之间，如今真是悔之晚矣。本王知道先前是本王对不住你，如今你失了身子，本王也被人所骗，不如我们不计前嫌，重新开始。这个誉王真他妈会想。见他不语，誉王立刻道：本王可以发誓，从今往后一定好好对你。大可不必。本王一片诚意，希望姑娘能再考虑一下。王爷，其实你并不了解我，你现在对我寄予的好感，只不过是匆匆几面下觉得我很有意思。王爷，其实你并不了解我。本王可以慢慢了解你，只要你肯给本王时间，你不必急着拒绝。本王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的。这位誉王怎么回事？怎么说着说着又跑了？不用去管他，好言相劝不听，那就随他去吧。既然他这么想了解我，那就让他好好看一看好了。哎呀，这人啊，都是要为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的。到了解之后，只怕他就不会觉得我可爱，反而会觉得我可怕了。都公府邸，老太医黑着脸看着两人。我不是说过吗？虽然不是毒，可是也要特别注意呀。我注意了，没注意的明明是都公爷好吗？爷他现在怎么样了？这次情况比较严重，说不好要躺个3、4日才能好了。怎么这次这么严重啊？你天天吃这种麻醉物，难道还想着身体越吃越好不成？可都公爷他不是内力深厚，有神功护体吗？神功再厉害，也抵不住每日里这么可劲儿的吃啊！神功再厉害，也抵不住每日里这么可劲儿的吃啊！而且竟然还是一次比一次吃得多。都公爷他最近已经疯的开始喜欢玩自虐了嘛，不然怎么天天迷上吃这个了？怎么不说话呀？都公爷都这样了，你还要对我讳疾避医不成？这个其实都公他不是最近喜欢吃的，而是喜欢吃了一段时间，最近对方生气不让吃了，爷他又非要吃，这才吃出问题而已。谁竟然如此大胆？都公也想吃的东西，他生气又怎么样？要我看，为了防止下次再被下药，还是直接给对方夺过来好了。小乐子闻言嘴抽，这可怎么好夺呀？如果不好说，老夫就不问了。不过你可以将都公爷非要吃的东西告诉我，什么稀罕玩意儿是老夫我没有的，别人不给他吃，我给他吃。小乐子直接被口水呛到了。哎呀，
不用麻烦您老了。不需要老夫就算了。哎呀，不用麻烦您老了。不需要老夫就算了。不过你身为都公爷身边的总管，每日里贴身侍候在身边，下次都公爷想吃的时候，你就拦着他。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好不容易送走了老大夫，小乐子擦了擦满头的汗，他转头却是瞧见床上自家爷竟然正努力的想要起来。爷，您怎么了？想要什么？本座要去找小杜。爷，一句话您说了一盏茶的功夫，咱都这样了，就先别找夫人了吧。小姐，我今日好看吗？小明俺的小芝，目瞪口呆 ing。 怎么样，我很漂亮吧？王妃你这确实很漂亮。哎呀，今天就不要叫我王妃了，要叫我小姐。知书达理，名门闺秀，就是我了。我知道了，时间还早，我先吃个饭，顺便等那个混蛋来。只是顺便，时间也不早了，那混蛋怎么还没来？会不会是因为誉王在府邸，所以才……不可能！别说誉王现在在府里，就算誉王此刻挡在我门口，也拦不住那混蛋偷他老婆。那小姐我……哎呀，看来需要走动走动。那小姐是要去找那位督公吗？怎么可能？我还没原谅他呢。我就是想出去外面院子走走。那我陪小姐去吧。不用，你忙你的，小明陪我就可以了。那好吧，小姐你早去早回。知道了。不是说随便去院子走走消食吗？是随便走走啊，不过院子那么小，根本不够我施展。是吗？当然，你还不信吗？我就去街上随便转转，一会儿就回。街道上热闹依旧，越走他的神情就越不好。你脸好圆啊，是没见到宁督公来找你，生气了？我会生气？我为什么会生气啊？我高兴着呢，那个混蛋不来缠我，我都快开心死了，哈哈哈！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中午时分。不来就不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哼，不来我还省事儿了。他以为他不来，我还会等着他不成？大师今日来是要喝酒，还是要看歌舞，或者是想玩些别的？今日酒、歌舞我全都要了。哎，好嘞，没问题。记得歌舞多找些人来，要长得好看的，男女不论。大师放心，人马上就来。时间再次悄然滑走，屋外天色渐渐的黑下来。赏了一下午舞曲的某人，脸色却是比外面的天还要黑，酒却是一杯接着一杯喝。你喝醉了，咱们回家吧。小明，你都看到了，那个混蛋渣男，他竟然这么对我。渣男，明明就是他骗了我，做了这么过分的事情，我不过才生了几天的气，这个王八蛋就已经不耐烦了，他凭什么？这个王八蛋他凭什么？小明，他死了吗？死了。可他昨天说喜欢我，还说好喜欢好喜欢的，说了好多遍。可他昨天说喜欢我，他当时真是迷人极了，我好喜欢哦。小明，你怎么不说话了？可是他今天就不来了，明明才哄了我3天而已，才3天，这么短的时间我都不生气了，他却不来了，还说喜欢人家，都是骗人的。小明在。这个混蛋，他以为不来事情就完了吗？竟然敢耍我！小明，现在带我过去，我要狠狠地打他一顿，不然难解我心头之恨。你认真的？对，现在就去，快！都公府邸，容貌危险诡艳的男子此刻正坐在其间，额头汗水顺着鬓角落下，邪美妖孽的不像样子。爷，您别抢来，小心真伤了身子。太去！小乐子闻言满是无奈，都怪暗卫们多嘴。太去！小乐子闻言满是无奈，都怪暗卫们多嘴。刚才将夫人去天香楼赏舞的事情给说了，搞得主子爷再也躺不住了，说什么也非要过去。明明现在话都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蹦，这去了又能怎么样啊？就在这时，外面人来报，萧夫人来了。爷，您听见了？夫人她来看您了。看来夫人心里还是放不下您的。更衣。小乐子赶紧笑着上来，帮男人整理起衣物。还是都公爷想的周到，
是该注意一下形象。就算爷现在不能动，不能说话，但是论仪态，那也绝对是天下间最绝代风华的男子。萧兔一路走进大殿，他一进来就瞧见靠在床榻浑身慵懒鬼魅的男子，正唇角带着笑，眉眼深沉地看过来。你还在这里笑？你这个渣男，负心汉！宁错一愣，不过一日不见，他就又成了渣男，还成了负心汉了。啊！你怎么不说话？你现在是连话都不想跟我说了吗？你这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你这个满嘴谎言的骗子！三心二意的混蛋！生了正气的渣男！宁错身体提不起劲儿，功力也运转不起来，差点被当场捶吐出血来。他急急忙忙蹦出了几个字：还你！哎呀，突然说这个干嘛？讨厌！再不说怕是伤上加伤，以后真的生活不能自理了。哎，你不要总说这种让人误会的话。什么喜不喜欢的？虽然我知道我这个人确实样样都完美，很容易就招人喜爱，可你也不能动不动就向我表白啊！再说，你喜欢我哪一点啊？宁错缓缓地张开嘴，感觉速度慢得出奇，顿时皱起了眉来。这个时候说话这么缓慢，非要引发刚才的误会不可。而且明显女人现在是喝醉了，所以宁错直接就不准备说话了，而是用尽全力将身体下俯，有惊无险地吻上了她的红唇。醉意朦胧的萧兔一下子又红了小脸儿，长睫颤了几下，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宁错也闭上了媚眸，吻得认真投入，可是却慢到了极致。萧兔被亲的小嘴娇艳欲滴，美眸嗔怒地看着他。我问你话呢，你亲我干嘛？宁错不说话。干嘛一直盯着我？眼神还这么吓人，像是要将我吃了似的。要不你就直说吧，是不是看着我觉得哪哪都喜欢啊？宁错看着他的眼睛，缓慢地点了下头。哎呀，你这个人啊，真是一点谎话都不会说，你真是迷恋上我了，我这该死的无敌魅力呀！虽然你现在迷恋我到无法自拔，可是你骗我的事情那是事实，错了就是错了，做错了事情就应该接受惩罚。这几天你哄我是应该的，你自己说是不是？宁错竭力地控制着自己点头。哼，你知道错了就应该有认错的态度，你这几天表现的也太……宁错缓缓地按下了眼睛，若是身体能动，他心里还没想完，萧兔已经抬起头，舔着干涸的红唇看着他。你这人平时一定很注重锻炼吧？胸肌一定也练得很好。小手偷偷地溜了进去，然后就是一阵的滑动揉捏。果然你这胸肌一定练得很辛苦吧，不然手感怎么可以这么的好？我就是随便检查一下。他现在的身体但凡能动，但凡他能动。你知道错了就要有个好的认错态度。这几日你虽然表现得差强人意，可看在你的胸肌这么……看在你态度这么端正的份上，这次的事情我就暂且原谅你了。你记得下次引以为戒，今后绝不再犯，知道吗？宁错用力地点了下头。女人说原谅他了，这是重点，因为原谅他就等于两人和好了。和好之后，萧兔就不会拦着他疼他，到时候他就可以想怎么样都可以了。宁错狠狠地闭上眼，用最大的毅力忽视胸口作怪的小手。定住，不急于一时，不急于这一时。既然此事说好了，那我们就说说今天的事情吧。今天还有什么事儿吗？今天你怎么不来找我了？我中了你的药起不来，如何能去找你？不过萧兔这么问是不知道吗？你怎么又不说话了？难道真的是哄了我几日，心中觉得不耐烦就不去了是吗？自责都知道自责了，看来是真的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过下次就算再自责也不可以忘了过来，知道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喜欢上我的？第一次。
哎呀，就会说好听的话。你第一次见我，分明是想杀了我吧？宁错看着他的笑颜，美眸目不转睛。看什么呀？我笑起来就那么好看。你哭更好看。哎呀，你住嘴！讨厌你啊！以前跟饿狼似的，这会儿怎么这么不解风情起来了？这会儿怎么这么不解风情起来了？但凡他现在能动，娇哼了一声，将小脸扭到了一边。1分钟，2分钟，3分钟。瞧见都3分钟了，身边这家伙竟然还没上来。哼，人家都生气了，你没看见吗？人家都说要生气了，你还不快点来哄我吗？宁错的身体正在强烈的抖动着，他在强行驱动身体，却半天都没成功。啊，你不会是还在自责吧？人家都说了不生气了。哎呀，别自责了嘛，我原谅你啦。萧兔看着宁错还是不为所动，接着他一只细白的小手支起香腮，一只小手抚在半开的衣物深沟，雪白的贝齿也轻咬在了美艳的红唇上。宁错看的眼睛都不带眨的，里面可怕的凶光能吓死个人，要不是身体不能动，分分钟就要化身成某人口中的禽兽了。1分钟，2分钟，3分钟，还是没过来。哼！宁错，你这个王八蛋，老娘都脱光了，你竟然都不为所动。你简直禽兽不如，我要跟你分手。宁错当场喷出一口老血，缓缓地转过鬼艳的脸。宁错狠狠地压下了全身的躁动，缓缓地抬起手来。来，干什么呀？突然吐血吓我。吓到你了。本座刚才练功出了问题，身体一直无法动弹，也不能说话，所以并不是真的不为你所动。不信的话，你可以亲自测试一下。原来是这样，那你现在好了吗？差不多了，所有小东西你且等等本座，且等等。你干嘛这么看我？感觉有点吓人。本座只是心里觉得对你有些歉意，毕竟方才你可是费尽心力的邀请本座，可本座刚才却有心无力。不过你不要急，本座很快就好了。感觉瘆得慌，是怎么回事？哎呀，既然你练功受伤了，那就早点休息吧，我感觉也困了，先睡了。说着，他打了个哈欠，趴在男人怀里3秒入睡。宁错的表情几经抽搐，无语。本座就先让你睡好。感觉犹不解恨，低头对着女人小嘴儿狠狠地吻了起来，直亲的睡着的女人难受的呜呜的打他，才恶狠狠地将人放开。屋外明月当空，去叫李仲卿来。爷，您找李老太医来是身体见好了，还是更严重了？是见好了，你没看如今本座都能下床走路了，这都要感谢那个小东西的功劳啊！叫李仲卿来，告诉他无论用什么办法，本座今晚一定要恢复。翌日，这里是宁错的房间，李明善看着他点头。好啊，那个混蛋竟然趁我喝醉了酒就把我强行掳到了这里，这个禽兽竟然还趁我醉酒睡着把我衣服都扒光了，怪不得我身上这么疼，肯定被糟蹋了。哼，这个无耻下流的混蛋，他人在哪儿？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他！宁错，你这个混蛋原来都在这里。行了，你还笑？你这个色狼、色批、色鬼、色魔！不知道本座是哪里又让你这个小东西不满意了？你这是想吃干抹净不认账吗？淫贼，是在说本座？当然是在说你了，禽兽！忍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吧？竟然趁我喝醉了酒，就将我强行掳到了这里，然后趁我熟睡，就疯狂的蹂躏我这朵娇花。我现在身体可都还疼着呢。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自己过来找本座，然后主动睡在了本座的床上？哼，这绝不可能！我怎么会主动来找你？那如果你就是因为喝醉了，才控制不住自己来见本座呢？都说不可能了，就算喝醉了也不可能，本座是说如果。哪有那么多如果？你就别想没事了。事实上，确实是你自己来的，而且你不光见了本座，你还当着本座的面自己脱光了衣服。
挑逗本座要。萧兔闻言，掐着腰仰起头，万分豪放的哈哈大笑起来。只是笑声还没落下，王妃，昨晚确实是你自己来的。你确定？就算是我自己来的，那衣服也绝不可能是我脱的。衣服也是你自己脱的。就算衣服是我脱的，那也只能说明我喝醉了，说不定是太热了，绝不是脱光衣服去挑逗你。你是挑逗过。小明，你到底是哪一头的？再说我挑逗没挑逗，你怎么可能会知道呢？本来是不可能知道的，不过昨晚你因为挑逗没成功，曾大声骂对方是禽兽，说你的脱光了，为何对方还对你无动于衷？因为声音太大，整个院子的人都听到了。一旁的宁错再也忍不住的笑什么你笑？笑什么你笑？我都脱光了，你还无动于衷，你简直不是男人！本座就让你看看，本座是不是男人。哎呀，针还在身上呢。小东西，多少日了？你知道本座忍得有多辛苦吗？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忍了几十年似的。实际上呢，不过才几天。不过才几天？那这不过几天的粮，你先全部吃下去吧。你流氓！本座不光是流氓，还是个淫贼。这话就不必重复了。知道如果是淫贼会怎么做吗？据说那些人可是极下流的一群人，本座今日让你试试好不好？萧兔愣了一下，正要张嘴说话，红唇却是被男人凶猛地堵了个结实。窗外阳光明媚，清晨街道喧闹，此刻不少人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仔细听还能听到誉王府、誉王还有誉王妃这些内容。誉王听完侍卫汇报，脸色就一直无比阴沉难看，不知道是何人，竟然如此卑鄙。萧兔之所以失身，他知道全部都是于凤儿设计。派人去查，本王要知道到底是何人在针对本王的王妃。王爷，您对王妃也太……本王知道你要什么，不过这次王妃本王保定了，我对她说过，会让她看到本王的诚意的。王爷，您虽然一片诚心，不过属下觉得王妃怕不会接受。本王开始给她的印象太差，她会如此也情有可原。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是想说王妃她可能外面真的有人了。你这话什么意思？下面来禀报说王妃她昨夜并未回府，她或许又出去喝酒了，然后宿醉在外面。你去叫人查下王妃昨晚去了何处，让你去查到底是谁哄骗了王妃的事情，可查出结果来了？查不出来，每次查到一点线索，很快就会被对方切得一干二净。有这种能力之人，本身就说明了身份不凡。可是满朝王公贵族，本王实在是想不出是哪位有这样的本事。时间飞速而过，不管外面世界如何熙熙攘攘，华美的宫殿里依旧热情如初。好甜美啊！一天了，无尽贪婪，不知疲倦，整整一天，这个混蛋就没停过。小东西，你休息好了吗？我没，你走开！再一次就好。萧兔心中狠狠地翻起白眼，这话今天说过多少次了？很快再次被贪婪的男人裹挟着坠入了情与欲中。天空越升越落，转眼已是清晨。天都已经亮了，你快起开，不然我就打爆你狗头了。天不过才刚刚亮，不着急的。太阳都出来了，什么刚刚亮？你快点滚！今日本座并无事，不如你个头啊！今日你还敢，我就直接咬死你！再一次就再一次，本座可以保证。你再敢说这一句试试，信不信老娘跟你同归于尽？你再敢说这一句试试，信不信老娘跟你同归于尽？别生气，你一生气身子就……你住嘴！快点滚蛋啊！你这个禽……就如一场盛大的寿宴，大口朵颐，贪得无厌，不知疲倦地享受着美味被自己吞噬入腹的无上快感。天际懒洋洋的太阳缓慢地爬行着，好不容易来到了天空的正中，一道妖孽华丽的人影直接被赶出了房门。男人浑身只穿了一条亵裤，好歹还让穿了条裤子，看来没有真的生本座的气。
小兔子，本座的衣服还在里面，不如……混蛋！本座不能不穿衣服出门，不如你先让本座进去，穿好衣服本座就出来，本座保证。宁错你这个禽兽！你再给我提保证这俩字儿，我就出去打爆你的狗头！哎呀，已经不好用了呀！傻愣着看着本座干什么？还不赶紧给爷去拿衣服，不然本座这个样子被人看见成何体统？还不赶紧给爷去拿衣服，不然本座这个样子被人看见成何体统？爷，您还知道不成体统啊？还知道怕被人看见呢？奴才我的三观都被您给震碎了，您知道吗？可话虽这么想，小乐子却是半点不耽误，赶紧去拿衣服。衣服本座就不拿了，你且休息一会儿，本座叫人做些你最爱吃的菜送来，可好？屋子里的人这次根本就不理他。那你睡吧，本座晚上再过来。爷，赶紧先披上吧。急什么？更衣。哎呦，我的主子爷爷，咱都这时候了，就先别端了，回头再让人给瞧见了。真该庆幸男人先前歪打正着，将满院子的暗卫都驱远了去。又在心里腹诽本座什么？没有，奴才什么都没想。你不说本座也知道，是在吐槽本座被那小东西光着身子撵出房门吧？你又无女人，哪里会懂得这夫妻间的情趣儿？您跟夫人如今还不是夫妻呀？萧兔瞪着两只大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没事吧？萧兔瞪着两只大眼睛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你没事吧？我没事儿，就是感觉很难过。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我心里不舒服，我竟然又被那个禽兽糟蹋了，我好惨！整整2天，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伤害。我感觉我的心已经死了，我再也不会有爱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禽兽？他不是人，他是淫贼，不，他是榨汁机。李明善感觉有什么车开过。我的肾现在已经被榨干了，它空空如也，一滴不剩。我如今就是被玩坏的破布娃娃，我千疮百孔，我满身伤痕。小明，你怎么不说话？我也遭受了伤害，不想说话。我的肾啊！你赶紧歇着吧，宁都公说了，晚上他还来。他敢？你能拦得住？那他来了，我就吊死在门口，吓死他！你现在就这点出息吗？先把声音都给我处理干净，本座不要看见一丝一毫的污言秽语会落在他的耳里。小乐子听得心中一寒，口中慌忙应是，就知道说了都公爷会动怒。这下手的人也不知道是瞎了哪只狗眼，竟在这没事儿找事儿。爷，还有一件事儿。哦，今儿个这么热闹。是，下面人来说，誉王啊，他已经在拜访的路上了。誉王拜访本座？可不是，帖子都递来了。这倒是有意思。本座还没腾出功夫去找他，他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那小东西刚跟本座和好，他的镜子回去就定要和誉王和离的，这个时候不适合多生事端。据下面人来报，誉王这次来应该是发现了夫人跟都公爷有些什么。终于发现了。那爷，您见还是不见呀？本座自然是要见一见。京城街道人来人往，喧嚣热闹。正如主子所料，誉王果然去都公府了。正如主子所料，誉王果然去都公府了。让这二人闹翻，咱们倒也可以坐收渔翁之利。就怕这誉王根本不是那位宁都公的对手啊！跟宁错斗，他自然是不行。不过能将这潭水搅浑，咱们也正好能趁机摸鱼。让你查荣昌郡主被关押的地方，可有消息了吗？有了，人在大内的诏狱里。竟然将一国王侯之女关押在诏狱那种鬼地方，宁错那个疯子真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据调查，人还受了刑。疯子！东陵王还有几日才到？最快也要10日。来不及了，趁着誉王这会儿去都公府，你们组织人手，赶紧将人救出来。殿下，你要劫诏狱？不然呢？眼睁睁看着荣昌郡主被那个无法无天的疯子玩死在牢狱之中吗？本殿我要的是东陵王投靠于我。荣昌郡主死了，谁帮本殿去劝说？而且现在救了荣昌郡主，本殿也算是对东陵王有恩在先，到时事情只会更加顺利。
可赵月那个地方把守森严，咱们的人想要进去必定会露了行迹，到时候宁错的人肯定会发现是殿下你出的手啊。玉王妃的流言一出，你以为宁错那个疯狗还会放过本殿？哼，为了个有夫之妇，他敢跟东陵王直接翻脸，反正他很快就会知道藏是藏不住的。再说了，想要拿下东陵30万大军，不冒点风险是不可能的。殿下说的有道理，属下现在就去办。现在誉王、东陵王再加上本殿下出手，就不信你一个奸宦真的能做到只手遮天。本王请见宁都公。等着。誉王静候了足足有半个时辰。誉王爷，请吧。拜见都公千岁。起吧。宁都公，本王今日冒昧前来，是有一事想要向都公求证。说吧。敢问宁都公，本王的誉王妃此刻可在都公府里？你的誉王妃，她是本座的女人，所以她果然是在此处了。你不是知道了吗？她人在哪里？自然是在本座的床上。她人在哪里？自然是在本座的床上。荒唐，这绝不可能！如何不可能？2天2夜，她片刻都不舍得离开本座。你以为本王会相信你的鬼话吗？哦，是吗？男人懒懒的一抬手，轻扯开衣襟的领口，刹那间露出了苍白的肌肤上满是暧昧的女子抓痕。萧图，他真的跟宁错在一起了，宁愿选择一个太监，都不愿意接受本王。看明白了，就赶紧回去准备和礼。本座可不是每次都这么有耐心，可你在此处说这么多废话。誉王恨得眼睛血红，最后却是什么都没做，转身大步的离开了。哼，废物！誉王是挺废物，爷，您表现的也不咋地，竟然还扯开衣服给人看抓痕，被夫人抓成这样，您是得意炫耀个啥呀？时间不早了，那小东西睡醒了吗？刚醒，应该正在用膳了。宁错眼唇一翘，抬脚就朝后殿走去。你慢点儿，也不怕噎着自己。不会的，我吃东西从来就没被噎住过。那也慢一点儿，你看你这吃的，跟饿了好几年似的。小明，你不懂，我这是消耗太大了，不吃补不回来的。那也不能吃太猛，对肠胃不好。放心好了，我肠胃棒棒的。那也不好看啊。我小主从来不在乎别人看法，惯来都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这才是女人。突然听见远处有脚步声传来，那声音是他最熟悉的。萧兔整个人就是一愣，怎么了？噎住了，水。不是说从来都不会被噎到吗？醒了。宁侧唇角上扬，直接走过去，将他抱进了怀里，坐在了他的椅子上。是不是还不舒服？饭也不吃？没力气，不想吃。没力气？那本座喂你可好？哎，这辈子也没见都公爷侍候过人，萧夫人真可谓开天辟地头一个呀！来啊！怎么这么大一块啊？我怕是吃不下去的。怎么这么大一块啊？我怕是吃不下去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也就你一口的事儿。什么叫就我一口的事儿？你是在说我的嘴巴很大吗？怎么会？你就是吃饭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怎么了？我吃饭的时候嘴就很大，所以很难看，是不是？自然不是，本座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嘴张大点，本座也喜欢的。所以你还是觉得我嘴巴大？这个小，你嘴也小，适合吃这个。看在你这么诚心诚意的份上，你嫌我嘴大的事儿就接过了。这事儿虽然接过，不过这2天你对我的所作所为实在太过分了，我的腰现在还酸疼着呢。要不要本座帮你揉一揉？你休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借着揉腰的机会对身娇体软的我做什么。鉴于我今日腰酸腿疼，我要申请休息几日，这几日你都不准碰我。几日？17、18日的吧。不行，时间太久了。拒绝无效，我身体不适，需要休息。那也太久。你休想，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借着揉腰的机会对身娇体软的我做什么。鉴于我今日腰酸腿疼，我要申请休息几日，这几日你都不准碰我。几日？17、18日的吧。不行，时间太久了。拒绝无效，我身体不适，需要休息。那也太久了。多久啊？身体用过，不要保养的吗？还是你就只顾着自己，一点都不爱惜我？怎么会？本座……
那就这么说好了。宁错放下了筷子，挑眉正想说什么，不让你做饭都不给我吃了吗？果然，我就知道你就只是贪图我的美色，一点都不关心我这个人。2日不能再久了。我终究是错付了真心，以为碰到了对的人，不顾世俗的眼光，不顾外人唾骂，义无反顾的跟你在一起，你却只是贪图我的美色，玩弄我的肉体。再继续，现在就玩弄你肉体。才2天，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歪歪嘴，小气鬼，喝凉水，喝完凉水歪歪嘴，喝完凉水变魔鬼，喝完凉水。萧兔被瞬间放倒，他叭叭叭的小嘴儿被嘴角抽搐的男人恶狠狠地吻住。殿外晚风轻踩着云朵，晚霞渲染了天空。萧兔从奢华大殿出来，脚下像是踩着棉花，整个人双腿发软，头晕眼花，轻飘飘的像个游魂儿。你看着点路，大门在你后边。看到了吧，小明，现在这都公府，你们王妃我想进就进，想出就出。别看现在天都要黑了，我说今晚不留宿，那是扭头就走。宁错那个混蛋，他敢说什么吗？小明，是宁都公什么都没说。他敢说吗？是他不敢。你都要哭了，他哪里敢？是吧？看到我刚才的表现没？这就叫做轻松拿捏。是轻松拿捏，所以你还是先把路走稳了再嘚瑟吧。说起来，那个混蛋的法式深吻还是我教的，他竟然反过来用在我身上，差点没把我亲断气儿了。那他如果不用在你身上，还用在谁身上？说的也是哦，他用在别人身上，那我还不直接打爆他狗头？所以这么看，这也是好事。李明善无语，两人搀扶着走出大门，就看见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你怎么了？是不是被人下药了？身不由己才会被掳来这里？哎呀，我没被下药，我是被亲缺氧了。所以你跟宁错果然是那种关系？是那种关系啊。可他是个太监啊。这个省日里装什么不好，装个太监。小兔，他是个太监，不能人道，你跟着他不会有幸福可言的。你还没回答我，你怎么在这里啊？本王午后去见过宁错，所以宁错知道你在这里等我？他自然知道。这个混蛋，心里怕是巴不得我出来就跟誉王大闹一场，然后干净利索的赶紧和离。小兔，本王还是那句话，宁错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宁错他给不了你想要的幸福。本王已经知道是此人先前假冒我，卑鄙无耻的欺骗了你。如果你现在愿意回头，本王可以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我们现在立刻离开此处，今后本王定会竭尽所能的对你好。王爷，我早就说过，咱们交情并不深，你其实不必如此。跟交情没关系，自从本王知道自己曾经喜欢的女子是什么样子，才觉得王妃你这样的才是好姑娘。而且本王自己也清楚，如果这次错过你，将来本王肯定会后悔。王爷，我的回答是，你不必现在拒绝，本王先带你去个地方。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带你来认识下那位宁都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意思？此处名为朱雀街，曾经是帝都皇城最为繁华似锦的一条街。这两边的街道中，曾住着无数的朝廷高官权贵。你是想来告诉我，这些个高官权贵全都因为宁错消失了？准确来说，应该是赶尽杀绝，一灭三族。你可知道都是因为何事？我对这些病，只是因为这些人都得罪过他，有的是因为反对他独揽大权，上书参奏；有的是看不惯他恶行，仗义之言。只是因为这些人都得罪过他，甚至有的只是因为一句话就惨遭灭族之祸。就这样一家接着一家，这些年他竟活活的杀光一条街的所住官员。其实小兔，本王说这些并不是挑拨你跟他的关系，只是想让你看清楚宁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本性残忍，手段狠绝，血腥冷酷，是个不择手段极其阴暗恐怖的幻臣。这京城一街不过是这几年他残酷暴行下一个小小的缩影，期间只会有更多见不得光的阴暗之事。这些年他一步步坐上大招的都公千岁，那是踩着无数人的鲜血尸骨爬上来的。至今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在朝堂上把持朝政，玩弄权术，罗织罪名，铲除异己，私底下培植势力，豢养军队，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小兔，你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就是个残忍嗜杀，满手血腥，心思阴沉，恐怖可怕的叫人毛骨悚然之人呐！王爷，其实你……话又没说完，马车外忽然传来异样
响声，一群衣着华丽的女人正凑在一起，对着他们的马车指指点点。萧兔听不见他们说什么，却是能够看见他们头上正断断续续地冒出了不少的字。那不玉王妃吗？真是不要脸，荡妇，简直是败坏妇德。勋贵之家出来的，不要脸。皇亲贵胄娶了这荡妇为妻，要我说就该进猪笼。玉王也看了过去，他是习武之人，显然是能够听清的。岂有此理！来人，把那群女人……他话还没说完，这群妇人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片黑色披风，满身肃杀冷酷，正是东厂的番子。对方冲过去，挨个的捂住这群女人的嘴，就拖去了阴暗的角落处，然后就是一声声的惨叫跟血腥。王爷，你刚才说了宁错那么多，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那就是我萧兔本身也不是什么好人。对于宁错此人，我就一句话，那就是可不可怕我不管，我就喜欢这一款。玉王整个人都愣住了，他看着萧兔目瞪口呆，久久都没能说出话来。就在二人停住的马车不远，一座无人的八角高楼屋檐上，恭喜主子爷呀！夫人虽然平时不显，可是关键时候却是一心向着爷的。恭喜主子爷呀！夫人虽然平时不显，可是关键时候却是一心向着爷的。誉王那无耻小人，以为说爷您几句坏话就能离间您跟夫人的关系了，那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结果怎么着？夫人他就直接说了，主子您不管什么样他都喜欢。哎呦，这直白的，奴才我都不好意思说了。平日里本座想听他说一句，就是不肯，小嘴多硬，今日却在别人面前说这些，都是那誉王太过卑鄙，说了都公爷您那么多坏话，夫人真是一句毒死了他，省得这卑鄙小人还不肯死心。本座今日心情好，也算这个杂碎运气够好。主子爷，您就是太心慈手软了，这才让某些小人在背地里如此诋毁。别拍马屁了，赵玉情况怎么样了？多亏了都公爷您神机妙算，这些人果然是冲着荣昌郡主来的。这东陵王的30万大军当真是诱人了，这东陵王的30万大军当真是诱人了，他人都还没到呢，就已经有狗垂涎欲滴的坐不住了。也是他们瞎了狗眼，竟妄想从夫人这边下手，真是老虎嘴里拔牙，自己找死。从别的地方出手，主子或许没那么在意，结果飞不长眼，直接动到主子的心头肉上。也不知道是哪个蠢货想的这么个馊主意。人呢？都在诏狱里呢，一共200来人，除了死的无一人漏网。审了吗？正审着呢，不过都是些硬骨头，其中有一个熬不住酷刑，说要见您保下命才肯说出幕后之人。见本座，那就去看看吧。你是说你喜欢宁错？王爷，我想我的话已经很明白了，其实早早和离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什么意思，王爷心里应该很清楚，你自己都说宁错是个不择手段之人，就应该清楚你这么拖着我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你以为本王会怕他吗？我相信王爷不怕他，相信王爷不怕他，不过怕与不怕只是你的态度，他并不能改变情况或者结果。想必这些年王爷就算没有我时，也同宁错此人暗自较量过，从对方如今如日中天的势力中来看，想必王爷自己也明白，你从各方面都不是对方的对手，这一点你心里应该是比我清楚的。本王在你心中难道就这么无用吗？哎呀，我这是客观分析，也算是好言相劝。你这么说不过是想我放你走，好跟宁都公双飞罢了。王爷这么说就没意思了，不过你这么说其实也对，我今日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跟王爷说清楚，一直以来可能是我的态度都不够明确，话也说得不够清楚，所以才让王爷心中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那我现在就把话说得更简单直白一点好了。第一，我不喜欢王爷，一直以来就不曾喜欢过，就算没有宁错此人，我也不会喜欢王爷。第二，我要和离，就算王爷不同意，就算王爷再不甘，我也是要和离，具体原因请参照第1条。如果本王无论如何就是不同意呢？
哦，王爷的意思是想跟我翻脸吗？本王并没有那个意思。王爷不愿意和离，那就是这个意思。要知道，被自己不喜欢的人一直纠缠着，那也是很烦的。希望王爷不要再让我困扰，那么我就等王爷的好消息了。誉王眼睁睁地看着他毫不留情地离开。王爷，您没事吧？也许只有宁错死了，本王才会有机会。王爷，回府。是。你这事都说清楚了？唉，自然是说清楚了，听不听那就不一定了。这么说，看来誉王怕是还不肯罢休，你准备怎么办？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就算他是真的喜欢我，那我这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之后那看他怎么做吧。看来你对他的耐心已经告竭了。本来跟他就不熟，我没因为玉老王妃的事情迁怒他，已经是大人大量了，不能只是因为他喜欢我就得寸进尺，这对那个混蛋不公平。说起来啊，都怪我这该死的魅力，总是容易让男人迷失方向，失去理智。宁都公怕是早就想弄死此人了。萧兔眯眼笑笑，正要说话，李明善头上骤然浮现出猩红的必死杀结，萧兔脸色顿时一变。小妍回来！后见都公爷，起来吧。一群没眼色的，还不将人带过来？狱卒们赶紧将一个血滋呼啦的男子给带了过来。本座已经到了，你可以说了。你最好不是在浪费本座的时间。我只有一个要求，你没资格跟本座讲条件。我是六皇子的人，只有这些。六皇子这次行动是因为荣昌郡主答应他，只要他愿意出手帮他对付誉王妃，就愿意说服东陵王投靠他。我还知道很多六皇子的秘密，他的势力都有哪些，包括朝堂上谁是他的人，还有他做过很多隐秘的事儿。宁错缓缓地吹了一口热茶，小乐子此刻已了然主子的意思，带下去包扎一下，然后让他把知道的都说清楚了，跟属下猜的大差不差。果然是有皇子掺和进来了。这位盛宠多年的高贵妃腰子，看来也有心想争一争那个位置了。只是二皇子一直是皇储的热门人选，与六皇子又是亲兄弟，现在照情况来看，这兄弟俩也不是一路的。既想争，那就帮他一把。属下明白。再帮本座送他一份大礼。大昭皇宫内，此刻六皇子脸色极度难看，已经这个时辰了，派出去的人却是一个都没回来。他心里已经有预感，自己这次行动怕是失败了。殿下，怎么样？事情成了吗？人一个都没回，看来是全出事了。本来以为可以打宁错个措手不及，没想到派了这么多人还是没成。那大内诏狱防守就那般严密不成？属下会去查探清楚。还有何事？是下边有人给殿下送礼来了，你自己看着处理就是了。属下见那箱子很大，抬起来也非常吃力，下面人查验完说是份重礼。既然如此，那就抬进来吧。殿外四个大汉抬着一个巨大的红木箱子走了进来，六殿下亲自上前取下锁扣，掀开的瞬间，他惨叫了一声。红木箱子里满满一箱子人头搭建的金棺，是他们。这些尸体头颅正是六殿下派去诏狱的那200来人。是宁错，他知道是本殿下了。是宁错，他知道是本殿下了。可怎么会这么快？应该是有人被活捉，背叛了本殿。看来那宁都公早有准备，诏狱就是个陷阱啊！六殿下早就听闻这位宁都公不好惹，早知道。住口！大内诏狱，小乐子拿着供状恭敬地递到宁错面前。这些人倒是有些意思，既然是别人派去潜伏在六皇子身边的探子，跟在六皇子身边多年，竟然悄悄挖出对方这么多秘密，是不少，拿下去看着办了吧。爷是准备回府呀，还是？多此一问。夫人这会儿子估计已经忙完了，誉王若是能够识相，说不定这会儿夫人的和离书都到手了。都公爷，下面人来传说荣昌郡主想见你。不要命了，都公爷是什么阿猫阿狗想见就见的吗？属下知道，不过荣昌郡主说事关萧夫人生死。萧兔的生死，荣昌郡主是这么说的，而且他信誓旦旦地说，若是都公不见他，肯定会后悔的。带路。不过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就能引得这人亲自踏足这种肮脏的地方。小兔那个贱人到底是凭什么？想必都公已经知道六皇子是我的盟友了，不过我那天并不是只拉拢了他一个人，我还找了另外的人对付小兔，那个人就是
荣昌郡主仅有的一只眼睛瞬间瞪大，口中涌出大口的鲜血。他愣愣地低头看向胸口，那里正插着一根剧毒长针。荣昌郡主带着无尽的不甘倒在了地上，他死得无比突然。众人警惕地看过去，就见不远处的牢狱中有个人发射完暗器，然后直接咬舌自尽了。督公话才出口，就发现眼前哪里还有自己主子的身影。夜色浓郁，月色冰凉，萧兔对着李明善一声大叫。李明善陡然听见声音，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跟黑衣人突一交手，就发现对方的武功不在他之下，他甚至分不开心回应萧兔。萧兔脸色瞬间一寒，瞎子跟亚能同时出现，而萧兔还在厉声大叫：来人，全都给我出来！声音落下，数十位穿着东厂制服的黑衣暗卫们同时落在了萧兔的身前，虽是不解，可是却行动迅速的将他围在了中间。几乎就在同一刻，黑夜中荒芜的民宅里，一声声尖锐的破空声袭来，铺天盖地的箭雨密集的数量遮天蔽月，箭头上还沾着油绿色的光，一看就是精心涂抹了剧毒。众人的脸上几乎同时一变，瞬间回拢到萧兔身边，将他围得密不透风，每一个都撑起一片刀剑屏障。该死！刚刚就差一点，此女就被万箭穿心而死。此女的反应也太快了，我们这边人才刚跟她手下侍卫交上手，她那边就知道有人要杀她了，不光叫出了自己的暗卫，就连念毒功的人也全都叫了出来。此女本是诡异，本以为吸引对方的注意，顺便引开对方的护卫，再利用弓箭突然袭击，定是万无一失。可却还是被对方先一步察觉到了异常，真是该死！主子息怒，虽然必杀一击被对方化解，确实可惜，可此刻暗杀也不过是刚刚开始，他能逃过这一次，也定逃不过下一次。长街上箭雨还没停下，随着时间拉长，众人已经个个鲜血淋漓。而此刻萧兔神情越发的冰冷，眉眼如冰，冷冷地射向夜色的某一处。暗处的人见此，顿时心中一跳，怎么回事？他难道能发现我在这里不成？这怎么可能？此处离对方少说有几百米远，他怎么会发现？定然是巧合。可他总觉得被那个女人发现了似的。大家的状况越来越不好，箭如果再如此射下去，今天必然全都要死在这里，必须要想个办法。夫人，10个呼吸之后，我们众人掩护夫人离开。必须要想个办法。夫人，10个呼吸之后，我们众人掩护夫人离开。可就这一个小小的分神，密集的箭雨中，一条漏网之鱼朝他胸口而来。萧兔想都没想，出手拉了他一下，瞎子避开了利箭，可箭头却是射向了萧兔抬起的胳膊。不要分神！长箭射穿了皮肉而过，还好没有伤到筋骨，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箭上有毒，还是剧毒，这需要马上处理。刀给我！暗卫头领一愣，跟着从腰间递了一把匕首过去。萧兔接过，手起刀落，将胳膊上染毒的那块皮肉给削了下去，鲜血顺着胳膊汩汩落下，将地面染红了一大片。一会儿你听我命令行事。是，有刺客！李明善此刻不发一言，拼尽全力就是猛攻。青衣侍女武功也不弱的，可是却被对方不要命的打法打得节节败退，眼看着就差一步要退到马车，杀到自己主子面前。他急忙的连声叫道：来人，快来人！他这一叫，长街上射箭的人纷纷的停滞了一下。正在这一刻，小兔厉声就道：走！一群人抓住这片刻的喘息，运起轻功，迅速的朝夜色下冲去。混账！谁让你们停下的？给我继续射！骂完之后，他顿时捂住了嘴。马车外听见他声音的李明善冷冷的看了马车一眼后，也瞬间冲向了夜色。贱婢，谁让你擅自叫人的？可李明善，住嘴！若是今晚因此放跑了萧兔，你死不足惜。必死该死！他果然是发现了我在这里，不然不会故意让李明善过来刺杀，好借机会逃生。如今我的声音也被人听了去，说不定就会因此而暴露。今夜萧兔身边的所有人都必须死，全都必须死！叫所有人全部出动，把府里高手、咱们手里的兵马全都给我调出来！今日要是给我放跑一个，全都给我提头来见！一会儿我们分开走。夫人不必在意我等，我们的命本来就是用来保护夫人的。我们一起行动，目标太大，是甩不开身后追杀之人的，而且很容易被对方锁定包围。到那个时候，谁也跑不了。属下可以分批留下，阻击敌人。对方人太多了，而且看情况还会越来越多。你们留下几个，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属下们可以一次全部留下，到时候你们全死，我只会死得更快。好了，别再打断我，听我把话说完。一会儿你们……夜色越发的浓郁低沉，有人传来讯息说萧兔一行人突然兵分4路跑了，而他们并不确定萧兔到底往哪个方向跑了。一群废物，连个人都分不清吗？
本来一路之上，所有人都拼死保护的围着对方，可是突然间对方就不见了。等再清楚时，已经有4个形似萧兔的女子出现，有的穿着对方的衣服，有的是一样的头饰，有的是露出受伤的胳膊。如此，还没等我们仔细分辨清，这4人就一边一个方向跑了。这个狡猾的贱人，兵分4路去追，今晚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他身边的人接到命令，此刻已经四散而去。就在这一刻，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阵巨大的隆隆声。是他来了，怎么会这么快？主子，咱们必须马上走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来得这么快？怎么会？主子您冷静点，宁都公已经来了，咱们再不走可就来不及了。再说您派去的人已经去追杀，说不定此刻萧兔已经死了。你确定他死了？主子派去如此多的人，他们已经全都杀过去了。宁都公此刻就算到了，那也不见得来得及。说的不错，来不及，一定来不及的。对，一定是这样的。所以主子，咱们现在必须走了。走。此处没有尸体，说明人还活着。现在让所有人都去找，本座要今晚京城所有此刻身带武器之人，一个不留。几个统领对视了一眼，声音冷酷。放信号。漆黑的夜空之中，一朵硕大的血色莲花绽放开来。同一刻，分布在街道各处中，无数正在追杀的人看到头顶绽放的血莲，都明白这是事情已经败露了。主子，咱们的人千万恐怕宁死了。找到了，碰见了夫人的手下，所以做要的是萧夫人。这个时候了，还搞不清楚状况，想死不成？还不滚下去，赶紧去找！男人眼睛竟然隐有猩红之色。爷，您可千万息怒啊！夫人她可是还等着您去救呢。另一队人马快速地赶了过来，正是宁错派去保护萧兔的那群人。这群人中间还带着萧夫人的那3个手下，可是所有人都在，独独就萧夫人一个不见了。主子他是主动提出分头走的，而且是在兵分4路之后。爷，你想，凭借夫人的聪明才智，这群人这么重的伤都脱困而出了，夫人不可能没脱困。京城这么大，夫人随便找户人家一躲，她是不会躲到别人家里的。宁错忽然愣了一下，随即想到了什么，快速翻身上马，消失在了夜色下。寂静的街道上，一个身形看起来佝偻驼背的瘦小男子，正擦着额头的汗水，辛苦地拉着一辆恶臭的泔水车。同一时间，长街夜下的冷风中，一道铮铮马蹄声响起，四目相对，两人的视线就再没有离开过彼此。你这个混蛋，现在才找到我，是本座的错。本来就是你的错，需要你的时候找不到，不需要你的时候跟个狗皮膏药一样，死都死不下来。是本座的失误，本座向你道歉。萧兔摸着下巴，上下的打量男人。还是那个妖孽惑人的样子，也没看出哪不对。哼，看在你这么诚恳道歉的份上，我就原谅你这次好了。宁错闻言看着他笑了，长指抬起他的下巴，动情又温柔的俯身吻向了他的小嘴儿。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本座当然是亲你了。不要，我现在这个样子丑死了。你什么样子本座没见过？那不一样，我以前虽然喜欢变身，可每个都是绝世美人，如今我这算什么？丑就不说了，还是嘴歪眼斜浑身臭气的男子，我怎么可能？说到这里的时候，男人骤然伸手圈他入怀，他的小歪嘴儿瞬间就被男人强势的吻了个结实。你去叫人打探，查清楚萧兔他到底死了没？本宫的人今晚既然都死光了，那萧兔此人今晚也必须要死。只要他死了，那这一切就都值得。可现在外面到处东厂的人，他们正在杀人，不必管他们，派些人小心打探就是。属下的意思是，东厂现在见人就杀，就算打探得到消息，也不可能活着送回来的。你这是害怕了？属下不敢，属下只是怕派人出去，死还是小事，可万一被抓，会暴露了您的身份。都到了这个时候，本宫还能瞒得住吗？可总归是没人能指证您的。可若是咱们府上的人被抓，那就是铁的证据。宁错连问都没问，就如此不管不顾的杀人，也算是帮本宫灭口了。若是这些人都死，是不是就能？太想当然了。宁错是什么人？就算不提宁错，小兔那女人的手下可是亲耳听到本宫的声音。为今之计，他不应该在这里想着看萧兔死没死，毕竟这件事儿明天自然会见分晓。现在真正该想的是他暴露后会有什么后果。
你就不能放我下来？这么多人都看着呢。那就让他们看着。不害臊。说是这么说，可是人却是浑身都惬意极了。伤得怎么样？洋洋就没事了。本姑娘从小到大还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不知道是哪个跟我是什么仇，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就是为了要杀我。不用费力去想，本座一会儿就给你答案。属下听主子令行刺对方的时候，听见过对方的声音，是个女的。女的？属下听得很清楚，是个女的。女的？如果是女的话，我倒是想起来一个人。是谁？长成这个样子，也难怪有女人会这么想我死了，还真是蓝颜祸水啊！先告诉本座是谁？是你的爱慕者，大长公主。你怎么一点不惊讶啊？本座很惊讶。你这装的也太不专业了吧！说回这位大长公主，我跟她不过就见过一面，甚至连话也没说上一句，就这，对方今夜就能用这般手段来对付我，可见此女也是个果断狠辣的主。这女人见过我之后，应当是查过我，可能看出我还有些本事，所以今晚的刺杀才会这么大的阵仗，没有半点犹豫，出手就是全力，不杀我誓不罢休啊！看看你这个混蛋给我找的麻烦。是本座的错，本座。这次可都是你的锅。不过倒是给我找了个这么有意思的人，最近刚好没什么事做，让我猝不及防吃了这么大个亏。让我想想该怎么好好回报这位公主殿下呢？你帮我想想。都可以。你真没新意，还是我自己想好了。忍不住又想要无言了。主子爷的萧夫人您但凡多注意一点儿，就会发现眼前这个男人明显是在哄你嘛。萧夫人眼前这个男人明显是在哄你嘛。还等你想着该怎么去回报长公主呢，你就没发现你说出幕后主使是谁后，身后跟着那群杀人不眨眼的东厂番子们早就不见了一大半了吗？宁都公当真是为了那个肮脏的有夫之妇，如此这般的疯狂不计后果。本宫可是一朝的大长公主啊，真是疯子，竟然为了那样一个女人，连本宫都敢杀。公主殿下，咱们进宫吧，这里还是太危险了。你说的对，这里还是太危险，咱们赶紧走。母后，哎呀，这是怎么了？怎么搞成这个样子？是出了何事了？这深更半夜的，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竟将公主吓成这个样子？是公主府起火了，下去吧。说完，看向周围的宫女嬷嬷，你们也全都下去。别哭了，跟母后说说，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母后，宁做他想杀我。宁都公。他刚才杀了儿臣所有人，还烧了儿臣的公主府，更想杀了儿臣。所幸儿臣跑得够快，不然现在就见不到母后了。什么？宁错虽然是宦官，可是自从封王就一直在前朝活动。你一个公主，同他八竿子打不着，怎么会跟他结下仇？还让对方甘愿冒这么大风险，非要杀你这个当朝公主？都这个时候了，是什么事情让你跟我这个当娘的也不好说？是我喜欢他。你说什么？你喜欢宁都公？是我喜欢他，可他可是个太监。这个女儿知道。你这个孽障啊！母后，现在不是计较这个的时候，这次你一定要救救我。既然你喜欢他，那他为何又要杀你？反正都说了，我就全部告诉母后了。儿臣喜欢宁错，所以发现一个不知道廉耻的有妇之妇勾引了他，就让人去埋伏暗杀那个女的。我曾想被宁错给发现了，他直接杀光了儿臣的人，现在还要杀了儿臣。最近你就不要出宫了，此事本宫会帮你处理。多谢母后。这件事处理起来怕是并不容易。华丽的宫殿，精美的宫灯，萧兔被男人放在床上，抵住还想帮他脱衣服的妖孽。这个我自己来。反正都要洗，不如……不要，我今天连番的折腾，可是累死了。再说你可是答应过我要休息2日的，所以不准你骚扰我。受了伤怎么不告诉本座？哼，都说不让你进来了，你又进来偷看我洗澡。别转移话题。我这不是怕你生气吗？为了怕我生气，所以就将这么重的伤忍到现在。那也不能怪我，谁让你刚才那么吓人，跟个杀人狂魔似的。我这不是怕再刺激到你吗？小兔，你凶我。
本座没有。你有，你竟然叫了我的全名，你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叫过我，你以前都叫人家心肝、宝贝儿、小兔兔的。咦，太肉麻了。宁错，你变了，不喜欢我了，不疼我了，你凶我，我好伤心，好难过。你凶我，我好伤心，好难过。我再也不是你心中最重要的。屁股上被用力的拍了一巴掌，萧兔瞬间老实，趴在了宁错怀里，红唇缓缓的露出了笑意。好了，别生气了，我又不是什么娇娇女，比起他们几个，我这已经算是很好了。他们本就是为了保护你，既然他们是为了保护我，那我也不能让他们轻易就送命。可他们让你受了伤，死不足惜。哼，就知道你会这样。先听我说完，我并没什么妇人之仁的心思，也没什么生死关头谁都不能死的圣母心态，只是觉得既然他们肯舍命为我，我自不会看着他们白白为我而死，这又不是到了必死的绝路上。还有一个就是我是玄修，修的是功德，人因我而死，可是会影响我的修行的，所以我不许你因为这件事再生气了，你听见没有？快说话。好。宁错拿出了伤药，小心地为萧兔包扎好了伤口。别生气了，阿错，你吓到我了。小怪，你叫本座什么？小怪，你叫本座什么？阿错啊。本座很喜欢。小怪，再叫我。阿错。对，就是这样，继续叫，本座喜欢你。阿错。小乐子眉眼带笑的扫向了门口跪着的一群人。这群死气沉沉、面若死灰、神情暗淡的家伙，得了，诸位，这个点儿主子还没命令下来，看来今夜的事情已经是结了。也是你们几个家伙幸运，这次算是大难不死，逃过了一劫。咱们东厂的规矩，你们心里最是清楚。任务失败，死罪难逃。更何况你等的任务还是保护夫人，主子让你们13人去保护未来的女主子，那是对你等的信任。可你们呢？昨日任务失败不说，连着夫人还受了伤。最后更是要夫人冒了大险，你等才能一个不落的活下来。照着咱们都公爷的性子，你们这次绝对是十死无生，不过好在你们命够好，夫人她昨晚肯定是替你们求情了，不然都公爷发现夫人受伤，怎么可能到现在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啊，咱家才说你们这群家伙幸运了呀。所以乐总管的意思是我们没事了？那可不是。行了，就别都跪在这儿了，赶紧回去疗伤吧。乐总管，属下有一事相求。还是你小子懂事儿，是不是想见夫人？救命之恩，理当重谢。这事儿啊，咱家应了。只要夫人一有空，我会叫人知会你们一声。多谢乐总管。去吧去吧。一转眼已是天光大亮。哎呦，尊贵威严的都公爷，今儿穿个衣服的功夫，不自主地笑了3次啊！傻了不成？奴才该死，只是乍然见到主子今日格外的丰神俊朗，姿容绝世，这才看得呆住了。宫里来消息了？是，皇上已经派人来催了3遍了，要主子您即刻进宫。还有一件事儿。说。昨夜长公主提前1步跑了，所以跑了？跑去哪儿了？跑去了慈宁宫。皇太后？是，而且下面报来的消息，长公主去了之后，今日一大早，太后娘娘就去见了皇上，据说发了好大的火气，还不由分说的要皇上派人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长公主这个姐姐。倒真是母子情深。都公爷放心，咱们东厂盯上的人跑到天涯海角都没用，就算他躲进了宫里，躲到太后身边，那也照样是要死的。不必了，本座亲自动手吧。都公爷要亲自动手？哎呀，这可真是。爷，您可是多年没亲自出过手了。怎么？没，属下是想说，夫人一觉起来，说不定就能收到主子您的这份惊喜了。先别告诉他，不然那小东西该发脾气了。属下都明白。走吧，进宫。
爱卿来了，快赐座。参见皇上。爱卿太多礼了，朕早说过，你在朕的面前不必多礼，礼不可废。爱卿就是这么见外。行了，快入座吧。诸位今日到得挺齐啊。宁都公，这是在威胁众臣吗？左相此话从何说起？本座只是见诸位官员今日朝会人来的奇邪，随口说了一句。左相，这是怎么了？朕可是坐在这里，宁爱卿他方才确实只是感慨了句，并无威胁任何人的意思呀。皇上是不是该说说宁都公昨晚宵禁后大开杀戒之事？是啊，皇上，尽管是宵禁之后，可是当街杀人，还杀了上百人之多，必须要宁都公给个说法。臣附议。臣也附议。哎呀，诸位爱卿，或许此事是有什么误会，想必都公昨晚应是缉拿盗贼或者是逃犯，这都不一定啊。皇上就是为了怕众人不了解真相，才既误会了都公爷，才更应该将事情说清楚。左相多虑了，东厂办事儿从不在意别人的猜忌误会，东厂为皇上办事儿从不需要对任何人解释。都公的意思，这是皇上的命令，这话鬼才会信。本座奉皇上之命，代军行使朝政大权，统摄内务政事，掌管东厂6部朝堂。本座的意思自然就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觉得宁错说的有理呀，毕竟是他亲自下的旨意，朝堂诸事由宁错全权处理。反正这些琐事，这些大臣们可甭想往朕的身上推。事关上百条人命，都公以为假托皇命就想隐瞒过去。东厂办事儿，皇权特许先斩后奏，确实可以为所欲为。东厂办事儿，皇权特许先斩后奏，确实可以为所欲为。皇上面前还由不得宁都公如此放肆。本座代天巡目，为君分忧，再放肆些又如何？宁贼，你大胆！太傅大人，辱骂本座，罪名可是不小哦。哎呀，徐太傅，你这也太口不择言了，还不快点向都公赔罪？是老臣一时失言，都公莫要怪罪。谅你也是无心之过，而且大人大量，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既然皇上开口，本座自然领命的。哎呀，还是爱卿大度识大体。今日的事情就……皇上，昨夜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全城皆知。若是不给个说法，这满京城百姓心中惶恐啊！皇上，既然诸位大人定要问本座要个说法，那本座就破例一次，给他们个说法好。昨夜的事情，实际是东厂出动抓捕夜间盗窃的逃犯。是什么样的逃犯？有上百来的人，人自然不可能是凭空冒出，所以本座之后还会详查。至于偷了什么，为什么本座又将人杀光，还是请皇上自己看吧。是什么？竟然敢盗窃军械营地的兵器？这些人想干什么呀？这是兵器？不，绝不可能。太后明明说了，宁错杀的是长公主的人，原因也不过是因为宁错跟长公主的私怨。皇上，此事事关重大，本座本不欲声张。爱卿不必说了，朕都清楚，此事交给宁爱卿彻查啊！朕要知道是谁他妈有这么大胆子，想要图谋不轨，犯上作乱。微臣遵旨。宁贼，当真是好恶毒的手段。诸位，军械一案事关重大，皇上既然要本座彻查，本座自然不敢懈怠。宁都公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里可是皇宫金銮殿，你要是敢乱来，立刻就会惊动皇上。诸位不必慌张，是本座表达错了意思。都公有什么话就快点说，若是没有，今日我等就先行告退了。诸位别急嘛。来人，本座奉命彻查昨夜的军械案，而诸位今日朝堂之上开口多方逼迫本座说出昨夜案件详情，所以本座有理由怀疑诸位之中有人与昨夜一案有关。宁都公，你只是怀疑并没实质证据，就敢直接对这么多朝廷命官下杀手？左相大人怎么会这么想？本座只是让人进来进行排查而已，污蔑本都公可也是重罪哦。
诸位，案情重大，东厂接受举报，凡是举报一人者，立刻释放回家。这话让左相等人的脸色大变，好不容易抱团的一众官员们纷纷变色。华丽的宫殿外，太阳依旧温暖明媚。爷，事情料理完了，人找着了？找着了，只等爷过去呢。那就走吧。看来想要打压宁错的气焰是做不到了。听闻今日百官竟然都被禁锢在了金銮殿，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筹谋的事情没成。来人，去请宁都公。喳，太后，下面监视的人来报说，宁都公好像朝慈宁宫这边来了。你是说宁错他自己来了，可是来找本宫的？好像吧，这个属下不肯定。废物，不知道消息打探清楚再来报吗？是，属下再去看清楚些。哀家刚说要请他，他就往这边过来了，莫非是想做些什么？长公主现在在何处？回太后，长公主听了您的话，一步也没离开过宫门，人此刻就在后殿之中，咱们的人都看着呢。皇上派来保护的人呢，也守着公主呢。那就好。太后娘娘这是害怕那位宁都公前来是为了对公主不利？倒也不是害怕，只是突然听说此人靠近这边，哀家心中有些不安罢了。娘娘这是关心则乱，他一个臣子是疯了不成？还敢在您这里闹事儿？今日早朝，哀家让人联络众臣对付此人，现在却反被此人全部扣在了金銮殿里。他动辄就敢对百官下手，可见宁错此人极其胆大妄为，还极难对付。皇上他养虎为患，倒要我的子怡来担风险。哎呀，毕竟不是亲生的。娘娘慎言。慎不慎言的现在都无所谓了，毕竟皇上连朝政都交到他人手里，江山都不要了，就忙着他的成仙大业，哪里还会注意我这个不是亲娘的太后？今日这事儿是指望不上皇上了，哀家的子怡，哀家自己来护。去吧，也别打探了，直接请宁都公来吧，态度客气点儿。刚送来的消息，太后请您慈宁宫一叙。他请本座过去。是啊，说有重要的事情跟都公爷您谈。哦，那就一叙吧。都公宁错，没曾想竟然长得这般姿容祸世，像个妖孽，怪不得子怡会不嫌弃此人是个太监。宁都公，哀家今日请你来的原因，想必你心里应该也清楚。那么哀家也就不跟宁都公拐弯抹角了。昨夜的事情，长公主她有错在先，哀家可以替她亲自跟宁都公赔礼道歉。我此生就长公主一个女儿，她既然做错了事，哀家定会替她一力承担。宁都公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就是。太后不如先说说您的诚意。桂嬷嬷，把东西拿给宁都公。这是一份旨意，由皇太后亲拟，赐予王府王妃萧兔跟誉王和离的懿旨。这是哀家的第一份大礼，只要宁都公愿意冰释前嫌，哀家立刻就将这份旨意送去誉王府。之后哀家还会再下一道旨，赐婚都公跟萧姑娘，让你们二人有情人终成眷属。宁错目光不着痕迹地看向了身边的小乐子，小乐子也不动声色地朝他点了下头。太后娘娘想得很是妥帖，太后娘娘想得很是妥帖。宁都公别急，哀家还有大礼相送。前厅内似乎相谈甚欢，而后殿之中，长公主却是气疯了，脸色扭曲的正在摔东西。你说母后真的要给宁都公跟那个荡妇赐婚？公主恕罪，奴婢对此事并不清楚。废物东西，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不去死？长公主想知道太后跟都公那边的情况，奴婢现在就过去打听。打听什么打听？打听母后要把那个荡妇嫁给本公主想嫁的人是吗？你也想看本公主的笑话？不是的，公主殿下。贱人，都是贱人！叫你看本公主的笑话！一个肮脏的有妇之妇，竟然敢跟本公主抢男人！等这次的事情过去，本公主定要将你千刀万剐，以泄我心头之恨！长公主疯了似的抽死了宫女，而长公主这次的视线却是落在了不远处的侍卫身上。你们都是皇兄派给我的人，应该都是武功高手吧？既然如此，你们现在就去帮我杀了那个荡妇。宁错既然在这里，那个贱人就没人保护。你们现在就去。
长公主越说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忽然诡异安静下来，而她吩咐的众多侍卫刚才还害怕神色，忽然就变得眼神焕然，表情呆滞，像是失了魂似的。来人啊！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跟母后在前庭商议赐婚吗？长公主觉得本座为什么会在这里？你是来杀我的？长公主还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就为了一个有夫之妇，你竟然就做到如此地步？可你知不知道，我也是喜欢你的呀，宁错。这么多年，本公主一直默默忍耐的深爱着你，我从来不求回报，从来不敢奢望你看我一眼。我洗你喜欢穿的华服，爱你爱的宝石珠翠，我穿跟你一样的衣服，连这性格都在模仿着你。我冰冷孤傲，目下无尘，我是真的很爱你。你爱本座？是，宁左，我爱你，我的心中只有你，这么多年我的心一直都属于你。深情的告白戛然而止，长公主缓缓低头看向了自己的胸膛，一只苍白修长、优美至极的手正慢慢地从自己胸膛掏出了一个还带着跳动的血红色的东西。你的心里有本座吗？可为何它上面什么都没有啊？宁错静静地看着长公主死去的过程，压抑了整个晚上骨子里的血腥和暴虐，此刻才算是真正的暴露无遗。看着自己手上的血，衣袖上、胸襟上竟然都有。本座搞成这个样子，不知道那小兔子见了会不会嫌弃？夫人她不会嫌弃您的。蠢货，本座是要帕子，你怎么知道她不会？她最爱的就是本座这一身的风华入骨。不过本座这个样子是不能让她见到的，可知道为何？属下不知。你自然是不知，你又没夫人。暗卫头领无语，这咋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呢？前面如何了？还谈着。叫回吧。是，督公，此处您想怎么处理？这般肮脏的东西自然是一点不留。是。众人快速的处理善后，一把大火点燃了宫殿。慈宁宫大殿，太后带着喜悦地送走宁错。本以为今日会是场恶战，没想到宁督公此人如此好说话，倒是省了哀家很多麻烦了。还不是太后您智谋无双，一下就找准了此人的软肋，他想不答应都难。哀家也是看出那个什么叫萧兔的，很得这位督公爷的喜爱，不然昨夜也万不会做出那等目无尊卑之事。也幸好用此事拿捏住了此人，不然哀家怕不是还要在这个女人身上下功夫了。太后娘娘，不好了，公主那里失火了！不好了，公主那里失火了！什么？怎么会？公主她是知道太后娘娘要给宁督公赐婚，所以才气疯了，到处砸东西，最后还是点了一把火，说您。说什么？说您竟然要将她心爱的男人娶别人，根本一点都不在乎他，所以他要让您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哎呀，简直胡说八道！是真的，后殿的宫女太监刚才都看见了，现在人还……子怡呀，你有什么话出来说，你先出来，母后什么事情都答应你，你快点先出来呀！可就在这时，整个宫殿突然崩塌，太后眼前一黑，晕死了过去。小乐子拿着到手的2道旨意，脸上笑得可谓是满面春风。他一旁跟着的妖孽的男人，此刻正缓缓地揭开了脸上的人皮面具，露出了一张平平无奇的脸。今日这事儿办得不错，一会儿见督公爷，本总管一定会为你请功的。为督公办事儿是属下的职责，不敢居功。本总管说的请功可不需要我开口，而是督公爷一会儿看见我手里的东西，定然会主动赏你的。只要主子爷高兴。那可不高兴，你还不知道。算了，就不跟你细说了，你就等着领大功吧。什么时候这般没规矩？主子爷恕罪，奴才就是高兴。
你高兴什么？你也找到夫人了？奴才哪里有爷您这般的本事？不过随意一找就找到夫人这般绝配的女子。带来了？哎，带来了。不错。恭喜主子心想事成，得偿所愿，大喜。这可不算本座故意使坏，设计二人合离吧？自然不算，这是太后娘娘的主意，上面还盖着太后娘娘的印章呢，跟主子爷您一点的关系都没有。没有？没有。很好。他抬起手，将2道旨意递过去。拿下去发了吧。喜从天降，本座也无可奈何。要赶紧告诉那小东西，这一切可跟本座无关。可是睡醒了？是醒了，魂儿还在睡。别睡太多，晚上该睡不着了。我晚上什么时候睡着过？今晚本座就不碰你了。哼。别睡了，有正事跟你说。哎呀，你能有什么正事儿？本座可以帮你提提神儿。哎呀，好了，我醒了，你有什么事情直说就是了。是好事儿，不过本座先声明啊，跟本座毫无关系。一听你这么说，就感觉没好事。说吧，又出去干什么天打雷劈的坏事了？你将本座也想得太坏了。此事当真跟本座无关，是太后下的旨意，要你跟誉王和离。太后，你去找那位长公主了？怎么会？不必不承认，一身的血腥味，以为我闻不到吗？人是不是已经杀了？杀了。唉，都说要你别动，我吃这么大的亏，你不让我亲自报仇？本座一时没忍住，你知道的。旨意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是太后为了求本座放过长公主，特意许下的好处。不光有一道和离的旨意，还有一道赐婚的。赐婚？是啊，赐婚你与本座。所以你是答应了太后的条件，可还是杀了长公主，然后还堂而皇之的拿走了2道旨意。别转移话题，小东西。本座说了，赐婚的旨意已经下了。小东西，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我要你告诉本座，你要嫁给本座。这件事情太突然了，我的想法是，本座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哎呀，我的意思是，话刚冒个头，红唇再次被吻住。萧兔狠狠地翻了个白眼。不是你要我回答的吗？这才刚张嘴就被堵住了，这还要我怎么说？什么毛病啊？小兔子，你心里应该很清楚，你是逃不掉的，所以你快点说吧。你倒是给我机会说啊！你的答案要得太急，我想的是，你这个混蛋没完了是吧？你到底要我说还是不让我说啊？刚说到关键地方，见男人又扑过来。本座自然是要听你说的，本座自然是要听你说的。这个家伙一天到晚鬼里鬼气的。哎，行了，我的意思呢是这次赐婚，我想……小兔忽然明白过来，为什么这家伙一边问他索要答案，一边却又要狠狠地吻着他不让他说话。原因恐怕是因为怕听见他拒绝的话。怪不得一副凶狠的样子，还说什么跑不掉。不过这害怕被拒的样子也很可爱就是了。我想好了，宁错，我要嫁给你。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了。本座会。这次换上了萧兔堵住了他的唇，萧兔轻轻地合上了带笑的美眸，与这妖孽般邪虐可怕的男人极度缠绵。大殿外，小乐子正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地听墙角。杜公爷还有萧夫人谁都没发脾气，看来进展很顺利，这婚事儿是成了呀。成了，准备准备，可以宣旨了。太后懿旨到。杜公爷，太后的旨意到了。杜公爷，太后的旨意到了。听见没？你的懿旨到了。都进来吧。杜公爷说进去，不装了吗？主子也让咱们进去。乐总管您看。没事儿，咱们直接进去就行了。恭喜都公爷，恭喜萧夫人，鸳鸯闭合，两情相悦，盟结良缘，天长地久。好家伙，这话说的谁听了不高兴啊？这小太监反应可是够快的呀。有前途。赏，整个府邸的人全都赏。奴才替满府众人谢都公爷。那我也赏一份吧，跟你们家主子爷一样。多谢都公夫人，多谢都公夫人。
咱们的婚礼是什么流程啊？是赐婚圣旨下达后，接着下发礼部，然后选取吉日，接着是送彩礼、订婚期之类的？不是，不是。本座已经让人直接昭告天下，10日后成婚。你至于吗？你说呢？怎么了？帮你收拾烂摊子去，帮你收拾烂摊子去。本座的烂摊子？你以为呢？你不觉得咱们的大婚，你忘了件事儿吗？你同本座的婚事其实早早就开始安排，此刻样样都已经准备妥当，你可以放心，本座保证绝对让你这小东西满意至极。是吗？那我父母呢？岳父岳母确实要通知一下。哼，你还真的只是通知一下。你去哪儿？当然是回家一趟，我又是合礼又是再婚的，我爹娘还全然不知呢。你不会真以为通知一下就完事儿了吧？你身上还有伤。哎，一点小伤，已经没事了。不行，你别动，本座叫人去接岳父岳母过来就是。得了吧你，接到都公府，再把我爹娘吓出个好歹。哎呀，我已经没事了，伤口也已经愈合了。你是说伤口愈合了？怎么不信啊？不信给你看看。当真愈合了？什么原因？都说我是玄修之人了，我可是有功德傍身的，小小伤口对我无碍，不然你以为你这个淫魔整日这般折腾我，我为什么还能如此精力旺盛，活蹦乱跳？我可是有功德傍身的。所以其实本座每夜疼你到通宵达旦，也对你毫无影响。我跟你说这么多，你就只想到这个吗？别生气，其实本座心中一直有个7天7夜的想法。呵呵，7天7夜，你也不怕把自己弄秃噜皮了？本座很强，你说的功德甚是神奇，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这个需要自己领悟，毕竟我算是我们整个门派近1000年来唯一修成此术之人，我现在功德还太少，不太清楚都能干些什么。你说的术是专修眼睛的？此术名为洞照，据说是门神术，能探人过去窥人未来，确实是门神术。不过此术虽然厉害，可对你的保护作用却太弱。怎么，你想教我武功吗？别人强不如自己强，你如果想学，本座带你去武库看看，喜欢哪个就练哪个。我可以吗？我是说，我现在这副身体已经是成年人了，不是说学武最好要从小时候开始才能学有所成吗？不是说学武最好要从小时候开始才能学有所成吗？顶尖高手肯定是不行的，具体能到哪一步要看你的状况。不过不必担心，本座会帮你熬制最好的筋骨药材，把上限无限拉到最高。真的，我要学。其实我一直都有些武功底子的。哦，不瞒你说，小时候我也是学过武功的，而且从小就身手灵活，身姿轻盈。我耍2招你看看哈。好，本座看看你的底子如何。小兔点头，摆开架势，开始无比灵活地打了一套螳螂拳。这个是最能突出他身形灵巧，尽显他的优势。小兔没等来夸赞，顿时更加卖力了，左右跳得好不欢快，啪的一拳，拧错左眼，迅速青黑。哎呀，眼都青了，你怎么没躲开啊？平时不是很厉害的吗？本座只是看你看得太入迷了。哎呀，讨厌！我拳可是打完了，你觉得我练得如何？本座觉得甚好。是吧？我都说我有底子了，你呀，不要总是迷恋我的美色，要多看看我的内在。现在了解我了吧？是不是大吃一惊？本座只是惊为天人。哎呀，讨厌了！既然你这么喜欢，那我再耍一个我的绝招，你看看吧。本座觉得刚才被你击中的眼睛有点疼，今日就暂且先不看了。不是被击中的眼睛疼吗？你怎么2只眼睛都捂住了？因为2只眼睛神经相连。誉王府传旨的太监念完旨意后，誉王的2只眼睛冷得能冻死人。本王想知道，太后娘娘久居深宫，从来不管诸事，为何会突然下这种旨意？这个咱家咋会知道？无缘无故，太后怎么会要王妃与本王和离？可是因为最近经理的流言，本王可以亲自面见太后解释清楚。流言之事纯属一派胡言。咱家说了，当真不知。咱家这次来就只是来传达旨意，如果王爷对懿旨有任何异议，可以亲自进宫面见太后。王爷，这人确实是太后宫里的，可是替谁办事儿却是不好说的。你的意思本王知道，
无论宁都公在其中使了什么手段，可眼前这道旨意却实实在在是真。那王爷要去太后宫中一趟吗？只怕去了也没什么用。若是太后当真顾念我这个皇室宗亲一星半点，就不会一点风声都不漏，直接下旨强硬的让本王和离了。王爷不好了，外面出事了！别吼了，没看见王爷正在想事情，有什么事情待会儿再说。王爷恕罪，不过此事关乎王爷王妃，奴才这才一时没了规矩。到底何事？是太后突然下了一道昭告天下的懿旨，外面都传开了，说是下旨强逼本王和离，竟还用得着昭告天下，简直是岂有此理！和离的旨意不是啊，是赐婚的旨意。赐婚？给谁赐婚？是给王妃，还有宁都公。宁贼，简直是欺人太甚！本王跟你势不两立。傍晚的皇城街道喧闹而嘈杂，一座偌大华丽的銮驾缓缓地行驶而来，其后面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大红车队。有没人知道什么情况啊？有没人知道什么情况啊？怎么看着像是下聘啊？这是下聘吗？我的天哪，从街前排到街尾了。今日皇宫里来的旨意，那位宁都公要成婚了。就刚才那会儿，满城贴的布告，直接昭告天下了。不知道娶的是谁家女儿？听说呀，是前任的裕王妃。奢华的銮驾中，萧兔正趴在男人怀里，举着个粉盒，对着男人的黑眼圈仔细地描画着。我说我自己一个回去，你非要跟我一起，顶着个熊猫眼，也不怕别人笑话你。这不是有你这小东西主动献艺吗？再说，就算本座不遮，也无人敢笑。萧兔美眸横了他一眼，看着被修复的毫无瑕疵的脸，笑着低头亲了一口。搞定了，不过不能碰水，而且也不能持久。这次去你家，你就没要求本座换衣？哎呀，换不换已经不重要了。哦，怎么不重要？你不是怕本座吓到你父母吗？你凶名赫赫，恶名远扬，换身衣服顶什么用？反正都这样了，直接就这么着吧。你现在倒是想开了。哼，你把大婚旨意弄得天下皆知，我除了想开还有别的办法吗？其实你若能像上次那般跟本座许诺下一些好处，本座其实很乐意陪你演戏。切，你想的倒是挺美，一年中回门日子，加上诸多节日，还有祝寿零零总总，又回去多少次？我要许你多少好处？不然不行，本座还没说呢。哎，不用说了，看你笑得一脸不怀好意，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那本座不说了，直接做好了。哎呀，快到家了，你别闹，不然你妆花了，我可不帮你补的。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这么难听的留言，说咱们家小兔嫁去裕王府后，就一直不安于室，跟外面的男人勾勾搭搭，整夜的不回家，不知道是出去干什么，搞得裕王都要休了他了。简直胡说八道！我们家小兔跟王爷夫妻恩爱，情投意合，感情不知道有多好。到底是哪个傻千刀的，这么造谣重伤，败坏我女儿的名声？找到此人，本夫人定要打断他的狗腿！找到此人，本夫人定要打断他的狗腿！小姐姐先莫要生气，都是外面的人在以讹传讹。不过现在外面流言说得这么凶，姐姐要不先将小兔叫回来问上一问？我们家小兔行得端，坐得正，又没做错事情，不必去问。我之所以要你叫小兔回来问清楚，其实是因为外面的流言比我刚才说的更加难以入耳。这群王八蛋，他们还说我们家小兔什么了？唉，说得很是难听。能罩住幕后卑鄙之人，本夫人定要他付出10倍代价。夫人放心，我现在就让人去查。咱们家虽然不如祖上显赫，可也不是好欺负的。敢动我的宝贝闺女，当我萧达是吃素的不成？方夫人又要开口，却见萧老爷竟然匆匆地跑了回来。夫人，小兔跟王爷一起回来了。可是到你家了，你还不肯放开本座吗？刚才是谁说着不要乱来，现在又是谁缠得本座这般急？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哎，快点起来，我爹娘应该过来了，等会儿再让他们发现。哎，快点起来，我爹娘应该过来了，等会儿再让他们发现。发现就发现吧，让他们都看看你这小东西是多么片刻都离不开本座。哎，这么长点儿你，今天还有正事呢。本座知道给你这小东西下聘嘛，赶紧让本座将你娶回去。
去，省得上个床都名不正言不顺。那也没见你手上，主要确实是很刺激。哎呀，去你的！一会儿下车，你什么话都别说，一切交给我处理，知道吗？一会儿当真不许本座伪装。自然，不过你要注意看我的眼色行事。爹，你呀，小兔啊，这女婿他没事儿吧？他没事儿，我叫他过来。他今日可是有事情特意来找你们的。特意找我们？爹娘，我为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宁都公。宁都公？咱们还是进屋说吧。你先一边去。萧兔勾勾红唇，直接将这家伙推进了里间后，才走向了还在神游太虚的父母。小兔啊，这位宁都公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啊，你这突然来这么一出，你爹我的心脏都快吓得骤停了。爹娘不必怕他，他这次来其实是向你们对我下聘的。下聘？可你跟他不是……爹娘，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跟誉王已经和离了。和离？是太后下的懿旨，我同誉王和离，然后又给我跟宁都公赐了婚，所以宁错他今日才来下聘的。你等会儿，闺女，你是说你同誉王和离，然后又被赐婚宁都公？是啊。那这宁都公跟誉王是俩人吧？是啊。可你上次带来的誉王跟这次带来的宁都公，他们俩明显是一个人呐。或许是长得比较像吧。你看你爹娘像是到了老眼昏花的地步了吗？这件事情其实说来话长，那就长话短说啊。对，你赶紧说清楚。你爹我这老心脏还挺得住。那我就长话短说了。其实是女儿婚后找错了人，一直以为外面那个是我男人，所以你跟那位真正的誉王是什么情况啊？哎，我跟他不熟，前几日才见的面，且我会认错人，跟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女儿才决心和离的。看来女儿嫁去誉王府后，其中还有更多的事儿啊。小兔既然决心和离，现在一旨以下，要不然你把出嫁后的事情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萧兔也没隐瞒，一口气不带喘的将事情的原委讲了一遍。我就知道不是咱们宝贝闺女的问题，那个什么狗屁誉王府当真是恶毒无耻至极。是啊，当初婚事本就透着蹊跷，现在看来竟然是这样。去母留子，这誉王府还是皇亲国戚呢，简直是猪狗不如。这丑女儿自己已经报了，誉老王妃跟她那俩闺女这辈子都甭想再下床，所以爹娘不必再为这种人动怒。恶有恶报，你做得好，不愧是娘的好女儿。那是子孝母嘛。萧母露出笑意，朝丈夫轻轻地看了一眼，萧老爷对她点了一下头，壮着胆子走进了内室。宁都公啊，小女已将事情原委说清，多有失礼，抱歉。岳父客气，事情解释清楚是好事。是，都公请。爹娘，今日宁错他是来下聘的，聘礼现在还堵在家门口，你们吩咐人搬进来吧。好，这就叫人去办。今日是个好日子，宁都公亲自上门，那咱们就好好喝上一杯。应当。那好，我这就叫人准备好酒好菜。屋内这下只剩下萧母，她不由得看着女儿。要不娘也……哎呀，娘，你不必太拘谨了。女儿同宁错现在即将成婚，那他就是你女婿，你不用想太多，就像上次来时那样就行。女婿多日不见，近日可好？本座甚好，岳母可好？我也好，就是时常担心小兔，他从小就是个骄纵的性子，他若是发脾气使性子，还望女婿多多体谅些。岳母客气，他什么样本座都喜欢。娘，我的事情你还不放心吗？我上次都跟你说了，他被我迷得五迷三道的，非我不可。不然也不会跟誉王闹翻，请下懿旨非要娶我。跟誉王府闹翻了？可不是，为了女儿，他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女儿也就是看他可怜才嫁给他的，不然他这般声名狼藉，女儿怎么会嫁给他？闺女，你也不能这么说，女婿虽然外面的名声不太好，可他萧夫人本是要夸上两句的，可想了一圈也没从关于宁都公的这些流言中找到半句的好话。可女婿他长得好啊。不愧是我亲娘，咱们娘俩英雄所见略同啊。
本座就知道夫人只是爱慕我的容貌，而不是我这个人。怎么会？你无论内外我都爱的。你猜本座信不信？我猜你信的，是不是阿策？别勾我，不然。那你信不信我？信。萧兔一脸得逞的笑，萧夫人在一旁早早的就移开了视线，不去看黏糊的女儿跟女婿了。这俩人肉麻的他都不好意思坐在这儿了。娘，刚才我来的时候见到咱们家来了位客人。你说的是你方姑姑吧？方姑姑？是啊，她是母亲的远房亲戚，也是母亲从小一起长大的闺中密友。你小时候见过，不过她出嫁后就随着丈夫外放去了外面，是近日才刚刚回京的，所以你不记得了。哦，原来是这样。你怎么问起她呀？这不是今日突然见的，有些好奇嘛。母亲也是好些年不见她了，听你方姑姑说，这些年她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嫁的丈夫感情也不好，听说家里庶子庶女一大堆，日子很是难过。萧兔听完只笑笑，这是自己的日子难过，所以就看中别人的好日子了吧？你方姑姑听说你嫁进了誉王府，还说呀要你帮忙什么事儿来着？哦，有说什么事情吗？这个他倒是没说，看起来好像还挺为难的。等你见到他就问问，要是能帮就帮忙解决了吧。娘放心，一定帮他解决的干净的。娘只说能帮再帮，要是需要麻烦到女婿这边的，就不用开口了。明白。一顿饭吃得很是融洽，当夜色降临，萧兔跟宁错才起身离开。你今日表现不错嘛，不光哄好了我父母，连这10日后就成婚的事情也都一并给谈妥了。一切多亏夫人帮衬。今日从我家出去的那个女人，你可瞧见了？你见到她时就很不悦的那个。唉，我这也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命苦啊。看出什么了？我从他身上看到3句话：挑拨是非，心怀鬼胎，还有个东陵奸细。是东陵王的人？可不就是他，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快就找来了。看来东陵王已经知道荣昌郡主之死了。唉，去那位什么方夫人处吧，我倒是想看看他们接下来是准备怎么对付我。夜色渐重，明月高悬，一座四方小院儿。娘子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没在你那位好姐姐家里用晚膳呢？为夫现在可就指着娘子飞黄腾达了。将军，你实话告诉我，王爷派给你任务时，可曾跟你说过萧家的女儿萧兔跟当朝宁都公有私？没有啊。那可就坏了。怎么了？可是出什么事儿了？今日我去萧家，竟见到了当朝的宁都公，他跟萧兔看着关系十分亲密。后来我打听到，今日太后下的旨意，萧兔同誉王和离，又同日被赐婚给了宁都公。怎么会这样？我怎么会知道啊？你不是说是东陵王请你做事儿的吗？难道这么重要的消息他没跟你说吗？王爷是没与我细说，可能王爷也不知道吧，毕竟赐婚的旨意不是今日刚下来吗？宁都公要娶萧氏女了，那萧兔身边定然会有很多高手保护，咱们怎么还下得了手啊？对方要嫁宁都公，现在是妥妥的都公夫人，是千岁王妃，我们怎么敢去动她？萧氏女是誉王妃还好说，咱们做的隐秘些，总会让人察觉不出。可如今她却要嫁给宁都公，听说此人在京城只手遮天，而且为人极其残暴狠绝，整个朝堂百官退避，无人敢惹。咱们怎么惹得起这种人物啊？那现在怎么办啊？为今之计只能作罢。咱们可是拿了钱的，咱们不做，东陵王不会善罢甘休的。宁都公其人虽然可怕，可富贵险中求。如今萧家若是不死，死的就是我们夫妻呀。我知道了，可这事儿急不来，咱们还是先上报吧。是该如此，那我现在就去了。你过去后将情况说得严重些，就跟他们说要弄死萧兔这一家是做不到了，我顶多能将人骗到他们手里，叫他们自己动手吧。还是夫人想的周到啊，人让他们去杀，不关咱们的事儿。我现在就去。那你快去快回，我在家里等你的消息。皎洁的月色下，青砖绿瓦的屋顶上，两道身影相携，无声地站在此处。哼，这两人知道的消息看来不多，目的也没什么意外。不过能这么快找到这两人，安排到我家，东陵王看来是费了不小的心思了。东陵王知道你是本座的女人，自然也知你身边有人保护，找这两人混进你家，反倒是更容易得手。
确实是个好办法，倒是难为他了。走吧，去看看这位去哪里报信。张渠沿着夜色一路小跑，走到了一家妓院，四下里看了几眼，快步的就溜了进去。哼，你们这些人怎么都喜欢开妓院？这种地方上至达官贵人，下至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方便收集情报。还有一个原因吧？哦，什么？可以自己玩啊。本座迄今为止可只玩过你一个。哼，你玩谁啊？明明就是我玩你。也对，本座至今确实也只被你那么玩。哎呀，人走了，快去看看。不是说了不许你主动来此吗？是出事了。张渠有些害怕，结结巴巴的将事情说了一遍。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你先回去吧。至于接下来怎么行动，我们随时联络。张渠缩着头，快步的离开。计划有变，都通知下去吧。是。一群人快速的趁着夜色行动起来。哼，看来人数还不少。放心，一个都逃不掉。放心，一个都逃不掉。说起来，这位东陵王现在是什么情况？如你所见，荣昌郡主出事后，对方就立刻返回了东陵。应该不光知道此事与你有关，还知道了你这小东西同本座的关系。看来对方也不是傻子，这是不准备进清述职了。东陵王做了20多年的异姓王，在东陵根基深厚，又手握重兵。他若是想报仇，有的是办法，根本不必孤身上京，来到本座的地盘，任我摆布。切，他是有办法，这不是就派人到我家了吗？本座派人除了他们，不过是个小卒，杀了还会有。对方既然认准了我，就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早前我留着荣昌郡主，就是担心后续会有麻烦，如今还是出了纰漏。现在敌暗我明，我岂不是只能坐等着吃亏？而且对方一出手，就直接对准我的家人，手段着实卑劣，此人我不会留。你这般样子倒是少见得几，本座甚爱。你其实不必生气，东陵王势力虽大，可是本座也不是不能杀。对方远在自己老窝，你动手，那要闹出多大的动静？再有，对方手握重兵，一次不成，说不定立刻就反，那我岂不是成了引起战乱的红颜祸水了？区区祸水，怎么配得上你这小东西？你可是本座的新尖尖儿，你要是愿意，本座为你覆灭整个大赵，都在所不惜。哎呀，整日里没个正形。那你说怎么办？本座都听你这小东西的。对方远在千里，确实难办，先让我好好想想吧。不过这之前，你先帮我找人探探他的底，要是能悄悄解决掉，咱们也省得麻烦了。对方知道你我关系，不可能没有防备。若是势不可为，就不要叫你的人冒险。想要成事儿，哪里有不死人的？哼，我萧兔成事就不需要死人。这么喜欢吻我吗？不是喜欢，是本座甚爱，爱极了。爱极了，是有多爱？宁错的眼睛暗了下去，想要起来，却是被萧兔一把摁住。督公大人想到什么了？督公大人想到什么了？眼睛都看直了。你知道本座在想什么？督公大人没说，人家怎么会知道呢？小东西，别逗本座。那就只许宁督公逗我吗？方才好似还听某人说，就被我那般玩过一次，语气甚是可惜哦。我这不是来满足你了吗？红唇在他的耳边吐气如兰，小手极为暧昧的缓缓地沿着他腰带扣子挑了开。小兔别急嘛，宁督公，今天保证比上次还让你觉得满意哦。誉王府邸，知道人在何处吗？查不到，不过两人没回都公府，应当什么？应当是去了萧府下聘后，就带着萧王妃出去游玩了吧？你确定宁错下聘的时候，萧府那边当真半点动静没有？就这么简单接受了萧兔改嫁之事？王爷，当时萧家里外都是宁贼手下的人把守，咱们的人只在外面远远盯着，确实没察觉到府中有什么异动。不过事后咱们的人跟萧府下人打听过，屋内确实没有任何吵闹或者争执之类的事情发生，而且听说萧老爷还准备了好酒好菜招待了那宁贼。好酒好菜，好好招待。萧家夫妇是昏了头吗？宁错一个阉人之身，他们竟然肯同意婚事，
这是要看着自己女儿断子绝孙吗？王爷，宁贼下聘时，王妃她既然同宁贼一同回萧家，那肯定是在父母面前替对方说好话去了。萧父萧母又是出了名的爱女如命，若不是王妃在中间周旋，属下想萧家夫妇也不会轻易答应婚事的。所以属下觉得王妃她这般做，肯定是心中极其中意那宁。住口！王爷息怒，是属下乱言。本王知道你的意思，觉得本王不该再对萧兔抱有幻想。可是萧氏，她本是本王的王妃，却硬生生被人抢去，本王如何咽得下这口气？这么多年以来，誉王府就一直被宁贼打压，本王也是处处被此贼针对，这些本王都忍了。可是现如今，他却将本王的王妃硬生生夺走。试问世间几个男儿能受得了如此屈辱？所以本王不报此仇，誓不为人。是属下想差了，王爷尽管吩咐，属下愿为王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属下愿为王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今夜但凡谁能杀了宁贼，本王愿赏金万两，加官进爵。谢王爷。哎呀，宁都哥，你这次好像很快啊！你若是再主动些，本座还可以更快。去你的！哎，天色不早了，人应该也抓得差不多了吧？你不是说本座快吗？或许人还没抓完。你还说很光荣啊？是有点没面子。你知道就好了，快走啦！禀报督公，今夜一共抓获了东陵王手下80多人，加上死掉的，一共103个。这东陵王潜伏在京城的人可不少啊。不算多，不过你一晚上抓到这么多，东陵王知道，怕是要气得跳脚了。毕竟嘛，哪个势力的潜伏人员不是一个一个定进来的？小东西倒好，直接就找到了对方的老窝，连着下面10几个分部，一口气也全部都给拔了个干净。东陵王那老小子，要是知道他准备对萧兔实行毒计的人，还没开始就被抓了个干净，不跳脚才怪。人可能还有遗漏，等明日我再找找。宁错正要说话，却见暗卫忽然朝他看了一眼，手上点动了一串暗号。宁错只淡淡的扫了一眼，邪美妖孽的脸上没有半点波澜。而暗卫见主子也已看到，懂事的恭敬的退了下去。人也抓完了，咱们也回吧。明早我还要早起，继续抓坏蛋呢。眼瞅着柔美的月色下，两人快要走到街道尽头，一路蹦蹦跳跳的小兔忽然看见路边的几个行人，他收敛起了笑意，直接停下了脚步。萧兔的视线逐个的扫过这几个人，又抬头看向了周围的民宅，一旁的树木，还有几个摆摊的小贩。他的目光清冷而锐利，充满了让人心悸的穿透力。凡是被他视线扫过之人，全都神色一变，浑身紧绷，一眼就发现他们这次暗杀的所有人，这让他们怎么可能不紧张不安呢？誉王的人，你带他们埋伏在这里来杀宁错啊？一众的杀手全都无语，竟然都派人暗杀来了，看来我上次的忠告算是白说了。众人没人敢说话，更准确的来说，他们都有些被吓到了。人呐，今天你们是别想杀了，倒是可以回去帮我带句话，替我告诉誉王，我跟宁错的婚事是我亲口应允，我既决定要嫁，那此事就不会更改，我也不会让他更改。还有，回去直接告诉誉王，这是我给他的最后一次警告。我既决定要嫁宁错，那他就该知道，此人就是我萧兔的男人。他下次若是还有胆子碰我的人，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众人互相看看，退意已经写在了脸上。多谢夫人救命之恩。哼，你少来说，是不是早知道他们来暗杀？不算早，也就刚刚。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本座若是说了，怎么能见到夫人如此威武霸气的一面？切，你少给我灌迷魂汤！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就是想让誉王看清楚我是如何护着你的。顺便要是能让我们两人彻底翻脸，你就更高兴了，是吧？怎么，本座刚才可是全程什么话都没说，一切都是看你这小东西看见危险就立刻保护起本座。本座也是刚知道你也爱惨了本座。你还能更无耻点吗？如果你需要，本座还能下流点。你承不承认也无所谓了，反正我本来也不想再跟誉王府扯上关系了。你本来跟那个杂碎就没有丝毫关系。该走了，可我不想动哦。背背还是抱抱？老公真好。老公是何意？就是我男人的意思。此意不错，本座约你以后用本座是你男人自居。臭美，
每次见洗澡要用这么大的池子，本姑娘就觉得甚是奢靡无度啊！这万恶的资本家啊！本座让你先跑。今日甚是疲乏，我想好好的泡个澡，无事别靠近本姑娘。不是说很累吗？本座看你精力很旺盛。这都是表面，其实我现在特别累，我需要休息一下，你千万别打扰我。宁错却是邪笑着，直接摁住他扑了过来。夜色渐重，两人在水里好一番的玩闹，才懒洋洋的回到了大床上。萧兔盯着美丽的月亮看了好久。月亮好圆啊，我好想吃大饼。想吃就吃。我好想吃大饼。想吃就吃。都上床了，还是明天吃吧。馋成这样，还是吃了吧，不然本座会觉得好似整日饿着你似的。那好吧，我就随便尝尝。萧兔弯唇笑起，朝腋下一处挥手道：兄弟，帮个忙，帮我去厨房拿点饼，10个甜的，10个鲜香的。树上暗卫闻言愣了一下，确定的看了看对方叫的是自己，慌忙的从上面跳了下来，朝厨房而去。他隐藏的这么隐秘，你也能看见？是啊，只要在我目力所及之地，他藏在哪里我都能看见。如何个看法？不太好形容，就是我的眼睛中，我第一眼看见的不是你们这个人，而是你们头顶上一行字。字？对啊，包括但不限于名字、身份信息这些。所以这些人无论躲在哪里，字都会很清晰的出现在我眼睛里。竟然如此，人藏不住不说，那岂不是很多人只要被你看见，真实身份也藏不住？不止哦，不止哦。正好端着大饼的安卫走近，萧兔的视线下，他的信息瞬间一览无遗，姓名按36，身份东厂影卫，能力暗杀、追踪、易容等等。心里读取：第一条，王妃她怎么看到我的？第二条，我这也算是都宫夫人面前露脸了。第三条，我不光拿了大饼，还拿了包子。看到什么了？我刚才想着信息太乱，想着简化一下就好了，结果真的成了。本来就是你的能力，你有空多研究研究，说不定还有别的用处。萧兔点着头，然后美眸坏坏的一笑，瞬间将目光定在了宁错头上。姓名宁错，身份大昭王朝9000岁，东厂都宫司礼监假太监。萧兔看着假太监，忍不住一阵笑。能力杀人、乱码、精神，全部都是问号。萧兔愣住了，能力杀人后面那一串乱码什么鬼？精神这一行给出了5个问号，几个意思？解读无能啊亲。萧兔记得上一次解读宁错，动诏术回馈的全是危险标志，如今二人关系这么密切，按理宁错对他来说倒是不危险了，可给出的信息回馈还是语焉不详。宁错对他来说倒是不危险了，可给出的信息回馈还是语焉不详。萧兔想着一顿，不，或许也不是语焉不详，也可能是这家伙的精神状态本身就不正常。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我读不出你的信息。不着急，慢慢来。萧兔呜了一声，也不在意，拿起了一个大饼啃了起来。颜值下饭，香。徐明，你怎么样？王爷，暗杀失败了。说说今夜事情经过，还有这么多人，怎么就回来你一个？王爷，其实今夜暗杀还没开始就失败了。到底怎么回事？今夜我带人出去寻找宁贼的下落，准备伺机出手杀了对方。开始过程一直非常顺利，几乎是属下出去不久，就有手下来报找到了人，属下立刻就召集众人，选了对方必经之路上埋伏。本来按照王爷您的指示，我是打算装着普通百姓近身刺杀，却没想到当时刚靠近对方10米外，就突然被王妃给发现了。你是说萧兔发现了你们？是，属下到现在都觉得难以置信，不明白王妃她是如何一眼就瞧破了我等的伪装，还发现了四周所有兄弟的隐藏之处。这个事情或许本王知道一些。王爷是说，你知道王妃为什么能……这个先不提，你说萧兔发现你们了，所以他提醒了宁错的人。王妃她并没提醒对方。当真？虽然王妃没有提醒宁贼，可是她却点出了属下身份，而且她还要属下给王爷你带句话。她说什么？她让属下替她警告你，说你要是再动她的男人，就对您不客气。她真这么说？
是，这是王妃亲口所言。她还说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最后一次警告本王？难道他不知道本王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他吗？本王知道先前亏欠他良多，只想尽力去弥补，可他呢，却半点机会都不肯给本王，如今却还要为了一个奸佞贼子又跟本王作对。所以既然如此，我们的人又怎么会只剩你一个？王妃让我们离开之后，本来属下也以为计划失败，最起码咱们人还在。可是哪里想到，刚刚离开王妃没多久，属下们就遭到东厂之人的劫杀，兄弟们全都被杀了，只剩下属下一人。他心里很清楚，他之所以能还活着，并不是他侥幸逃了出来，而是对方压根儿就没想杀了他，因为萧王妃那边说了需要他传话，不然他现在也跟兄弟们一样，已经成了一具尸体了。这就是宁错这个奸贼，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当着萧拓的面故作大方的放你们离开，转头就派人将你们斩草除根，表面上装的再好也掩盖不了其恶毒残忍的本性。萧拓还真以为他是个什么好东西，这就是个残忍狡诈冷血恶鬼。王爷，宁贼势力之大，想要杀他绝非易事，而萧拓此女态度坚决，他这次既警告王爷，就说明他已经跟王爷翻脸。属下觉得他警告本王不要动宁贼，本王就不会动那个奸贼了。本王会先杀掉宁错，让他后悔今日的决定。王爷不可再冲动啊！放心，本王现在很冷静。既然今夜暗杀不成，那就另想办法。本王自今日起不惜一切代价，定要那个奸贼不得好死。大家都起这么早的吗？太阳竟然都晒屁股了，那是该起来促进一下光合作用了。哎，宁错呢？宁都宫好像进宫了，那岂不是今天可以痛快的玩了？快，趁那个臭坛子不在，帮我梳洗打扮，咱们赶紧出门。几天没出来，看得出大家都很想我。萧兔扫过众人头顶信息，大家状态都很好。我的事情，想必诸位这几天应该也都听说了吧？好，今日高兴，咱们不醉不归。主子，这里还有孩子，不如还是改日再喝。是哦，把这小家伙忘了。哎，这样，夏儿，你给小雨准备份奶，咱们喝酒，他喝奶。我都听姐姐的。菜过5味，酒过3巡，桌前正喝得高兴的几人，看着举着酒壶突然蹦到桌上的萧兔，面露问号。又要开始了。今天心情好，看笑话你面色。粉面桃花，春色盎然，最近是过得不错啊。大师说的不错，我跟他最近确实过得很好。看你眉眼就知道生活很幸福啊。不过我也不羡慕你，因为最近我过得那也不差。看得出来，督工大人对你很不错。我家那个是极品，亏得我下手够快。大师你是有先见之明的，我这叫慧眼如炬，你就应该向我学习。你看我跟宁错那个混蛋第一次见，我就直接把他烧了。还是大师够厉害。所以说啊，男人你就不能对他太客气了。你看我们家那个现在多听我话，他晚上说7次，我就是不同意，每天就给5次，轻轻松松就打发掉了。徐承欢和众人无语，此起彼伏的咳嗽声更加的剧烈了。那个萧姑娘，宁都宫那人听说那个混蛋很坏是吧？外面那都是胡扯，我的男人最好了，有钱还有颜，最主要的是他长得那么好就算了，活儿也超好，1夜7次不在话下。你都不知道他好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看来本座来的正是时候，你说是不是，小东西？拜见宁都宫。您怎么来了？本座若是不来，你明日清醒之后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怕是丢人丢的门都不想出了。啊，我才不会丢人，我脸皮厚着呢。哦，是吗？我这就刚出来，你就又找过来了，真是一刻也离不开人家，你也太粘人了。阿错，你来的正好，刚才我正在跟他们夸你呢。本座都听见了，小兔子，你对本座如此满意，本座十分高兴。我也高兴，我还有很多话没夸完呢。那就回去一句一句全都夸给本座一个人听。那好吧。宁错直接将人抱起，从窗口飞身而出。
太阳温暖，春风宜人。小兔从被窝里出来，人还有些迷迷糊糊呢。早安，小明。早安，小明。哎呀，太阳都晒屁股了，是该起床进行一下光合作用了。这话怎么总感觉我好像说过似的？哎，小明，宁错呢？是不是人不在，进宫去了？是，我就说怎么感觉这么眼熟，原来是跟我昨天做的梦一样。小明，你说巧不巧？我昨晚做了个梦，就是梦见先被你叫起床，再看外面太阳好大，然后宁错不在，我立刻带你跑去天香楼跟大家小聚，咱们玩的可高兴了。就是结局不太好，我在梦里喝醉之后说了好多宁错的羞话，还刚好被赶来的那个混蛋给听了个正着，然后就被那个色魔哄到了床上，之后非让我将夸他的那些话通通试验了一遍。梦里我可是被翻来覆去了36世，羞耻死人了。哼，还好是做梦。李明善无语。哎呀，怎么感觉筋骨这么软，弄得好像真做了36。李明善日常无语中。哎，小明，你今天比以往看着更沉默啊。属下觉得沉默是金。你这就是太闷了，刚好宁错那个醋坛子今天不在，咱们赶紧出去好好玩他一天。萧兔正兴味地开着自己新升级的洞兆术，观察着人生百态。谢玉龙跟李明善走在他身后，正在打着眉眼官司。昨日的事情你一会儿别提。怎么了？主子喝断片了。断了多少？昨天一天都直接断没了。大师就是大师啊，果然非同凡响。你少拍马屁。我问你，我昨天不是让你给主子酒里兑的是水吗？是兑的水啊，我还是按55兑的，没想到大师这都能喝醉。所以其实是因为喝了假酒。喝了假酒的萧兔此刻还一无所觉，一群人忽然将他们给围住。你们3个站起来，你就是那个灵庙大师吧？哎，不是。什么不是啊？我早就找了你算过命的人，让人画了你的画像，你怎么可能不是？知道你还问？你可知道我是谁？你可知道我是谁？我不想知道。胖男人的脸由黑转青，气得小眼直瞪着女人。老爷，我不跟你个乡野之人一般计较。听外面人传说你算命只收几个铜板，当真是寒碜。看你这么穷，老爷我今日给你10倍，你给老爷我好好算上一卦。给钱吧。拿去，赶紧的。你应该是想求财。你还真有些本事，不错，你快说说我的财运在何处？刚好你今日命里要遇一贵人。说着，他目光看向了周遭，然后停在路边的一间酒楼上的一处。就是那处。就是那里，真的假的？我的本事你应该是听过的，信不信就由你了。我就这么直接进去，真的能碰见让我发财的贵人？自然不是，你还要念一句诗，这诗是对方的挚爱，你若念出来，必定会打动对方，见你一面。真的？那你快说。听好了，诗就是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个我熟，下一句是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错，是借问美女何处有，牧童遥指3里屯儿。啊什么？还不赶紧去？好，那你在此处等我，若事儿成，我再给你10两；若是事儿不成，老爷我要你好看。大师，楼上不会真有此人的贵人吧？自然没有。我就知道是这样，此人当真是有眼无珠，根本就不知道大师您的本事，竟然敢在这里嚣张放肆。哎，大师，刚才您不让我跟明善姑娘教训她，却是给对方一首诗，还让对方上了那2楼，不知是何意？教训他干嘛？人家可是给钱了。再说打人还手疼呢。我这个人啊，最好说话了。他既然破坏了我听八卦，那就让他自己赔一个给我就是了。那好戏开始了。话一落下，只见刚上去的那个嚣张的胖男人竟被人给一脚踹了出来。好戏开始了。屋子里跟着又走出了2个高大的男子，摁着胖男人就狂揍起来。刚还张狂无比的胖子瞬间被打得鬼哭狼嚎。这群人真是碰上硬茬子了。屋里谁啊？一位知乎者也的老学究，正在里面品诗饮茶呢。
哦，所以大师才让那胖子带着那样一首诗过去念，对方听他这么侮辱圣贤，可不是要揍他了。这家伙一身肥肉，打起来都带反弹的，也不知吃了多少好东西。坑蒙拐骗，为富不仁，满脸晦气，吃多少最后也会原封不动吐出来。就知道这家伙不是什么好东西。你就别在这里义愤填膺了，咱们可该撤了，一会儿那打人的老学究该来了。跟着突然扭头就跑了。是哪个混账改的诗？简直是岂有此理！这时他身后缓步地走来一人，若是萧兔此刻转头，定会发现此人的样貌是他非常熟悉之人。其实不过是几个孩子的玩笑话，你就别跟他们一般计较了。哼，就是孩子才应该好好教育才是。比起教育，我倒是挺好奇，利用咱们教训这群人的这个有趣的女子到底是何人啊？你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道儿，咱们这次来京可是有正事儿的。徐氏默契，刘云明白。现在你准备怎么做？是直让咱们的人？不必那么麻烦，咱们直接进攻。直接进攻？不先跟督主打声招呼吗？哎呀，不必打什么招呼了，他突然要成婚，不是跟咱们也没打招呼了吗？不可无礼！我是真的好奇极了，到底是何等女子，竟然能让咱们宁大都公起了成婚的念头？想想都叫人难以置信呐。徐氏，你信吗？老夫信不信不重要，等到面见督主，一切都自会知晓。徐氏，你这不是很明显吗？不信就是不信，这有什么呢？我也不相信啊！哎，你想想，要成婚的是谁啊？是宁错，哎，那是宁错，哎，那个变态他会成婚？刘云，哎呦，抱歉，口误啊，我一定注意。哼，不用那么多废话，直接进攻吧。同意进攻了，我还以为你不同意。看来徐氏心中其实也很着急的嘛。大昭皇宫，诸位，今日还有何要事，一并奏来吧。一众官员闻言，额头直冒汗，有要事的可都被你一连拖下去2个了，谁还敢上奏啊？怎么无人说话？是本座方才吓到诸位了。微臣不敢。诸位不必惶恐，你们只需明白，本座用你们是来解决麻烦，而不是制造麻烦，自可安枕无忧。微臣谨记。如此以后拖沓政务，妨碍国事，虚耗薪俸，也不必送到本座面前，抓住一个杀一个。行了，都退下。看着一群腿打哆嗦离开的官员，尊贵无比的高位上有一声轻嗤：一群废物。都公爷何必跟这群蠢物生气？本座倒是想不生气，可满朝大小事务何其多，屁大点事儿都要本座处理，本座何时有个休息的时候陪夫人啊？小乐子一噎，忍住，我忍，下节再图。您这不是刚休息完吗？可是陪着夫人玩好几日了，您自己忘记了？小乐子心中这么想，脸上却是陪着笑道：都公爷您身居高位，代天牧民，天下大大小小的事儿您不发话，下面谁敢动啊？言之有理，所以本座为何要代天牧民？小乐子竟是不知怎么接话了，宁侧妖孽的脸上有些不爽，特别是看着桌子上堆积成山的奏折，更是懒得多看一眼。皇上呢？皇上还在同道长一同参悟欢喜大道呢。他倒是会玩，本座也想欢喜。要不叫夫人晚上也准备准备？胆子越发肥了，竟敢打趣本座了。哎呦，奴才不敢，就是逗个趣儿，只求洪主子爷高兴。说起那小东西，可是又跑出去玩了。夫人自然是闲不住的性子，一起床就走了。听下面人说，今日在大街上，夫人行侠仗义。这个小没良心的，自己玩的倒是开心，半点想不起本座了。这个小没良心的，自己玩的倒是开心，半点想不起本座了。属下觉得是，夫人定是觉得主子爷您在忙，这才不想过来给您添麻烦的。你不用捡好听话说，本座还不知道那小东西。你信不信，本座若是今日忙不完，晚上赶不回去，他怕是能将本座抛到九霄云外去。小乐子想笑，却是不敢真笑出来。见男人开始忙，妥帖的将茶盏递上，然后弯腰后退2步，轻声的退出了大殿。哟，乐公公，好久不见呢，忙着呢。哎呦，宁公子，您怎么来了？哎，还有徐师也来了。二位当真是好久不见了。公子可好？嘿，您看您这还是一如既往的姿容绝世，风流无双啊。
还有徐师，多年不见，您老的身体可是清健如初啊。乐公公多年不见，还是这么的能言善道，当真是叫人怀念呐。老夫安好，公公可好啊？好，我一切安好，就是久不见老友，甚是想念呀。两位今日到来，实在是叫我欣喜。晚些时候，咱们好好聚上一聚。两位来的突然，也没事先递个消息过来，可是那边出了什么大事儿？公公不必多想，那边无事。我俩这次前来呢，主要是突然听闻督主大婚，喜不自胜，前来恭贺而已。哦，二位是想亲自确认消息真假？哎呀，公公还是惯来心思敏锐啊，我俩前来正是此意。哎，你现在赶紧同我们说说，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督主真的要成婚了？他精神近来如何？大夫怎么说？哎呀！话没说完，一旁的徐师就掏出了一个戒尺，直接给了他一下。别打！整日里胡说八道，编排主子，可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了！再敢造次乱言，小心我手中的尺子！我们确实是因为督主大婚而来，乐公公见谅。主要是那边得到消息后，大家都很意外，所以特意让我二人过来看看。主子爷大婚是真，不管如此，督公他这次在门外嘀嘀咕咕做什么？滚进来说！在门外嘀嘀咕咕做什么？滚进来说！哎呦，这是听见了，咱们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没听见督主的话呀，赶紧进去。好嘞，属下徐庶，属下刘云，参见督主。起来吧，徐师一路辛苦，可用过午饭了。谢督主厚爱，老夫已经吃过了。属下无遵命令，私自上京，还请主子责罚。本座知你此番前来用意，这次本座的婚事突兀，你们心存疑虑也属正常，恕你等无罪。多谢督主。赐座。谢督主。徐庶满怀感动地坐下，宁流云呢，瞪着个眼睛盯着宁错，不停地暗示还有自己呢。可惜高位上的男人就好似没有看见他一般。这心比针尖小的男人定是故意的。属下多嘴，督主您这次大婚消息传来急促，主子您事先也没通知我等，可是出了什么意外的状况？徐师多虑了，并无什么意外状况。婚事是本座定下，婚礼其实早已筹备，不过是婚期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才没有去消息给你。徐师多虑了，并无什么意外状况。婚事是本座定下，婚礼其实早已筹备，不过是婚期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才没有去消息给你。所以督主您是真的要成婚了？怎么，本座不能成婚啊？不，属下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太吃惊了而已。徐师不必紧张，本座知你们所想，觉得本座这种人怎么可能会结婚成家？属下只是担心本座都明白。不过你现在也看见了，本座现在很正常，没有病，没发疯，所以你们可以放心。是，属下明白了。是个啥呀？他成婚本身就最不正常，还叫人放心，这可怎么个放心呢？宁流云声音虽小，可屋内谁听不见？就连徐庶这老头都听得一清二楚。还不闭嘴！督主，这位未来夫人是哪家闺秀啊？不知属下有没有荣幸先提前知道下这位未来女主子？你倒是积极，没注意到赐婚懿旨吗？哎呀，竟还发了懿旨！我们今日到京，直接就进宫了，根本没注意沿途消息。哎呀，这可真是失策了。不过主子你在这里，就直接告诉我们好了。你既不知，那本座就算说了，你也不会认识。那可不一定哦。你们的女主子，本座的妻子是京城萧氏嫡女萧兔。萧氏嫡女，我想想啊，京城中但凡有名有姓的闺秀们，我都仔细研究过一遍的。萧氏、萧兔，这名字这么好玩，我看过定会记得。等一下，萧兔，这位好像是成过婚的姑娘。哎，是了，我想起来，萧兔是裕王府的王妃。操！所以你娶的是有夫之妇。哎，你可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太惊讶了而已。不知属下今日可有幸见一见夫人？你这么急着想见她？我想啊，我能不想吗？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竟然有这样的本事，竟是二嫁给宁错，这可是宁错啊，变态呀！宁流云心中叫成了土拨鼠，可是脸上却是笑眯眯的。自然，
有幸拜见督主夫人，那是属下的荣幸。如此，那就今晚吧。夜间他就回府了。如此，那就今晚吧。夜间他就回府了。听督主的意思，你不准备叫他来，而是咱们一起等他回。自然。我的意思是，你也要一起等。不然呢？我去，宁错，你来真的呀？本座自然来真的，不然如何会成婚？哎，徐氏，你听见了吗？这妖孽说他是来真的呀！两位老友，这才哪儿到哪儿啊？这今后啊，有的是你们大开眼界的时候。我倒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竟然能将你迷昏了头。昏了头？差不多吧。本座不是说等到了晚上就能见到？这种事我怎么能等？这可是你这个可是未来的督主夫人。为表达我的敬意，我现在就要马不停蹄的去拜见她。宁错懒得理他。徐师长途跋涉，若是无事，就先下去休息吧。属下遵命。还不走？一会儿惹烦了主子，看谁救你。宁流云不甘心的走了，不过路过小乐子时，眼睛使劲的给他打眼色。小乐子往高位上看了一眼，见宁错拿起了折子，他也悄悄的退了下去。哎呀，乐公公，咱俩可是老交情了，不知道我吗？我这真的是太急了。你着什么急呀？又不是你成婚。哎呀，我成婚我至于能急成这样？现在是咱们主子他要结婚啊，你想想都不觉得恐怖吗？哎呀，说的是啊，主子这次说要成婚，我竟然没感觉有啥不对。可能最近这些日子刺激有些多，我竟都这么淡定了。不是，乐公公，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都经历了什么呀？往事不堪回首，我不想回忆。唉，我就知道是这样。哎，那位萧夫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萧夫人呐，是个很特别的女子，你千万不可用平常眼光去看待她。小看我了不是？能把里面那位迷成这样，我会不知道她特别？我要问的是，她到底如何个特别法？哎呦，这个恐怕没人比我更清楚了。我可是眼睁睁看着萧夫人跟都公爷这俩人勾搭呢，相约在一起的。夫人的手段我最清楚不过的，夫人的手段我最清楚不过的。哎，那你快跟我说说，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萧夫人呐，她是一个正竖起耳朵的宁流云无语。不是，你什么情况？我突然发现我形容不出夫人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宁流云无语，一脸你拿我开涮的表情。不是，我是认真的。那怎么可能还有形容不出的人啊？连现在大殿里坐着的咱们那位喜怒无常的主子都能有词形容，这位萧夫人她是多善变复杂呀，竟然还形容不出来。哎，对，善变这个词儿或许跟夫人最贴切。善变有多善变？一会儿一个脸？不是一会儿一个人。哎呀，算了，我也不问你了，我还是自己亲自来吧。你要去找夫人？不然呢？他人在哪里你知道的吧？我现在就去会会他。那好吧。好什么好？徐师，你怎么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只是你们二人聊得太投入了，没看见老夫而已。所以你都听见了？自然是一清二楚。这样嘛，徐师，你不会跟督主告状的吧？看情况吧。徐师啊，什么啊？老夫一会儿不注意，你就拉着乐公公开始八卦主上了。以前你们俩就是整日里只要凑到一起，嘴巴就没闲着过，说别人也就罢了，现在连主子爷的事儿也敢私下里议论，督主他何等威严呐！整日被你们偷偷摸摸的吐槽，主子他有那么多八卦给你聊吗？你们如此看着老夫做什么？徐师难道就不好奇未来的都公夫人是何许人也？是啊，徐师，我们议论都公爷其实就是因为担心，你都不知道都公爷跟夫人情事有多曲折离奇。夫人她大婚之日就将都公爷错认成了夫君，你知道都公爷当时是怎么做的吗？怎么做的？小乐子露出了笑意，为了将某人拉下坑，立刻叭叭叭地讲述起来。徐庶好几次都想义正言辞地打断，可奈何督主的事情太过惊心动魄了，他一不小心就听入迷了。督主，一直枯坐也无趣味，不如咱们聊聊。聊什么？属下们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督主您要迎娶进门的这位萧夫人了。她可是我等未来的主母，是都公夫人，千岁王妃。督主不如同属下聊聊这位夫人啊。你想聊那小东西？
正是，属下想着呀，督主您的眼光奇高，您的意中人定然也不会同别的闺阁女子一般。就比如此刻，眼瞅着天黑夜冷，更深露重，夫君正在家中久等，可夫人却在外面疯玩。督主大人，您现在就没什么想说的吗？本座应该有什么想说？就比如说被媳妇抛弃，独自在家，督公爷，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呀？这家伙明显看好戏，看到自家主子头上了，还敢出言调侃，这是太久没见督主，忘了以前那些教训了吧？本座的心情现在很不爽。我就知道你不爽，一晚上的不说话就知道喝闷酒，你可是这当今的千岁呀，娶个媳妇儿却明显不拿你当回事儿。督公爷您一世的豪横，没想到竟会落到如此地步。你知道本座不爽的时候，看见开心的人会怎么样吗？属下不想知道。可宁错却已然抬手，是叫我啊！徐庶不想搭理他，这嘴欠的家伙纯属于自己找揍。小明啊，你这个家伙怎么不提醒我时间呢？出来本就已经很晚了，出来后我又看你笑得那么开心，就没有打扰你。所以你是看我笑得太开心，就想让我试试什么叫乐极生悲？属下哪里敢啊！这下可惨了，这么晚回来，家里那个醋盒不知道决堤没？夫人您可回来了，督公爷等你回来用饭，都等到现在了。那个小心眼的家伙肯定是生气了，不行，要想个法子。这样，小明，你帮我去厨房找2颗葱来。找葱干什么？嘿嘿，还能干嘛？哄男人呗。用大葱哄男人，还是宁督公？嘿，这个你就不用管了，杀人我自有妙计。华美的大殿里，宁流云鼻青脸肿地坐着。都说打人不打脸，你怎么专门往脸上揍啊？因为本座不爽。你媳妇惹你不爽，你打我干什么？夫君，我回来了。宁流云瞪大眼睛看着门外，然后就看见门口露出了一根葱。宁流云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揉了揉眼睛，再次探头看过去，门外大葱却从1根陡然变成了2根，而且万分荡漾的在门外扭动了起来。突然一声嘹亮的唢呐哇的一声叫了起来，正瞪着眼看着2个扭动大葱的宁流云，差点被这陡然一声吓出个好歹来。双手拿着2颗大葱的女人踩着动感的音乐从门外蹦了进来，一边甩动着身体，还一边热情至极的心在跳是爱心如烈火，你在笑疯狂的人是我，爱如火会温暖我心窝，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我看见爱的火焰闪烁。高位上最是处变不惊的宁错一口酒咽到了气管里，哎呀妈呀，人被呛得咳了起来。小土正来劲儿呢，陡然发现殿内还有其他人。我去！大葱从空中划出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随即落在了宁流云的头上。那什么，松月停下吧。小土秉承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就追不上我的原则。现在是什么情况？本座也想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怪不得你以前什么女人都入不了你的眼，原来你喜欢的是这款。虽说从小到大呢，我就知道督主您心思莫测，喜好不定，却如何没想到主子您这口味竟然这么超凡脱俗，发人深省。请允许属下说一句心里话，督主，我刘云这辈子就佩服过您一个人，时至现在这一刻，我更是对您佩服到五体投地。我只能说，您不愧是我刘云的主子，您口味简直就是所有男人中的楷模。您是英雄，您是创新者，您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怎么觉得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啊？他是在夸你吗？宁错捏了一下眉心，狭长的眸子扫了宁流云一眼。你可以闭嘴了。可属下还有很多敬仰的话想跟督主说。你确定？这人是谁啊？无关紧要的人，不必理会他。你今日同我说话，竟然都没对我邪魅一笑，果然是嫌我回来晚，生气了。要不我再给你跳一个？大可不必。是不是被我热情的表白给整害羞了？哎呀，放心，现在这里有人，等我回去啊，独自跳给你看。如此舞曲，应当珍藏。不要这种的，我会跳的多了，用不着藏着。难道你不喜欢？本座甚喜。
我就知道你喜欢，这身可是特意为你定做的，本来想以后给你看的，但是今日我晚回就提前用上了，怎么样，惊不惊喜啊？本座惊喜。徐氏，你可听见了吗？督主他说他喜欢。徐氏，你可听见了吗？督主他说他喜欢。是我太小看督主了，以前只以为咱们主子心里不正常，却没想到他的口味也这么不正常。你就闭嘴吧。哎呀，真是造孽！早知道我就应该留在督主身边，如果我时时劝慰着他，他也不至于走上这条不归路。都叫你不要再说了。我怎么能不说啊？徐氏你也看见了，督主他竟然喜欢这款的女子，他还深深的迷恋着人家。你抬头看看他看着那女人的眼神多么温柔动容啊！徐庶，他不想说话，他也不想看。我是真没想到，也就几年没见到而已，宁错他就直接这么变态了。变态？谁变态了？萧兔戳了戳宁错。你这手下人没事吧？别理他，他有病。咱俩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有病。萧兔还是第一次见宁错手底下还有这么一款的。看你特意摆宴在这里等我，应该是想让我认识下这二位，不介绍一下吗？看你特意摆宴在这里等我，应该是想让我认识下这二位，不介绍一下吗？属下徐庶，属下宁流云，参见督主夫人。二位客气，夫君既然特意将你们介绍于我，想来两位也不是一般人，不如将身份都一同与我说说。虽然吧还不了解此女到底有何不凡，可是却不敢再如方才那般轻慢。属下徐庶是天德书院的院长。属下宁流云是镇南王世子。一个天下第一书院的院长，一个是镇南王世子，你手下倒是个个身份不俗。现在也是你的手下。切，我才不需要。小东西，你可是马上就要嫁给本座了，咱们夫妻一体，本座的自然也是你的。我就想每天吃喝玩乐，无所事事，对你那些野心跟欲望可没兴趣。你看出来了？我什么也没看出来，而且也并不想知道。咱们先说好啊，不管你暗地里想干什么坏事，不准你骚扰到我，不准你嫌弃本座。我哪里有？你可别忘了，我刚才可是对你才热情告白来着。二位多礼，快坐吧。多谢夫人。你姓宁，莫非跟我家夫君是亲戚？不敢，一切都是巧合罢了。长得跟宁错起码有5分像，竟然还睁着眼睛说是巧合，骗傻子的吧？这家伙不老实啊！萧兔正想着要不要读一读此人的心，那边宁流云就弯着唇笑眯眯的道：属下初见夫人就觉得甚是有缘，不知流经的这几日能不能有荣幸陪同夫人一起吃喝玩乐呀？你想去我自然不会拦着，反正我近日也很闲，就陪你好好玩玩吧。宁流云目光闪动，这话说的倒是有些一语双关了，莫非是看出了自己的目的了？不知道为什么被对方这么笑着答应，他总是有种自己才是被算计的那一个。想什么坏主意呢？谁想坏主意了？我可是人称心善慈悲的小仙子，你可不要随便污蔑我。那本座心善慈悲的小仙子，明日别把人给我玩坏了，本座还有事儿让他做。既然你这么说，那好吧。不过关键是他不给我捣乱哦。这个简单，你现在是他们的女主人，刚好趁机会好好管教管教他不就行了？你说立威是吧？这个我熟。那就去做吧。那我可就对你的人不客气了。随意。此刻宁流云万分确定以及肯定，世界上再没有比这两个人更般配的夫妻了。萧兔发现宁流云的态度变了，头上竟然飘着无数觉得他和宁错绝配的词汇，诧异地对宁错道：不过我小试牛刀，效果竟然就这么好啊！饿不饿？确实饿了，跑了一天，我想吃好吃的了。接下来萧兔就顾不上别人了，看着全是自己喜欢的菜色，胃口大开，埋头开吃。徐庶一直默默观察，见大家都不说话了，他才道：督主，属下有事要禀。督主，属下有事要禀。宁流云闻言神色也正经起来，本来两人进京就不全是为了看看未来督公夫人，那边一大摊子的事儿，现在督公又要成婚，很多事情怕是要重新计划了。说吧。于是三人就开始说起了公务。萧兔一口气扫光了满桌子的菜，才舒服地停下了筷子。可吃饱了？
我吃饱了。可还想喝点什么吗？哎呀，不用了，我先回去了。去吧，本座很快就回。哎，不着急，我先回去洗个澡，你可以慢慢聊。要不本座同……不要，我要自己一个人洗。看不出来，我们的督主大人竟还是如此缠绵温柔之人啊！如何？你嫉妒啊？我嫉妒你？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流云公子的大名？我红颜知己遍布天下，多少女子败在我的风流之下，我会嫉妒你？那又如何？女子再多，又岂能跟夫人相比？本座现如今已是有妻室之人，自然跟你这等孤家寡人不同。不如你过来亲自抹上一抹。好啊好啊，过来一起洗。来了来了。你的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过来，小东西。你可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阿策，你喜不喜欢啊？很好看，你过来。夜色正浓，裕王府的大堂，方夫人跟丈夫正跪在地上，神色不安地看着上手之人。你们说自己是东陵王的人？正是。既然是东陵王之人，来找本王做什么？裕王同王爷也算是旧相识了，荣昌郡主甚至差一点就能……别在本王面前提及此人，有什么话就直接说，本王没那个耐性听你讲这些废话。裕王爷的王妃被宁贼所夺，我们主子深知王爷心中的恨意，所以想跟王爷合作。跟本王合作？他当本王不知，他的目的就是要杀本王的王妃。我们主子自知裕王知道此事，不过不管是您要重新追回王妃，或者是王爷想要杀掉王妃，这前提都绕不开一个人。裕王爷这么多年，想必深知那位宁都公的手段，你现在想从他手里抢人，这无疑是异想天开。裕王的脸色骤然阴冷，眼中掠过杀意的射向了方夫人。王爷息怒，小夫人虽然说话直白，可您心里应该比我更清楚，小夫人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即便如此，可这话也不是能从你一个市井妇人口中说出的。是小夫人出言不逊，冒犯了王爷，还请王爷恕罪。继续说。我们家主子说了，单凭裕王或者是单凭我们家主子自己，怕都不是宁贼的对手，所以两位如不联手，所谋必将落空。我们家王爷的意思是，只先联手除掉宁贼，他与王爷之后，那就各凭本事了。此事本王知道了，你先回去吧。娘子，你怎么就走了呀？那裕王他可是还没说答应不答应啊。你敢去问他答不答应吗？这裕王也太不好说话了，你不过是实话实说。刚才我是故意激怒对方的。啊？你故意的？不然呢？如果刚才不说到对方的痛处，怎么能让此人赶快做下决定？你可别忘了，这次咱们俩的小命可都在此人身上记着。若是对方答应，咱们针对萧兔的计划就能继续实行；若是对方不答应，那咱俩这步棋就算是废了。对于没用的人，你觉得东陵王还能留咱们吗？竟然是这样，还是娘子你足智多谋啊！什么足智多谋啊！现在小命都快没了，再不赶紧想想办法，咱们两个谁也活不成。那东陵王那里……东陵王这次折了这么多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毕竟跟咱们联系的人虽然莫名其妙就被发现了，不过东陵王势大，肯定不会就咱们这一拨人。至于裕王这边，恐怕也要不了几日。毕竟那萧氏再过几天就要嫁给宁都公了，我就不信他真的能忍得住。王爷，刚才那对夫妻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毕竟宁贼势大，王爷不妨考虑考虑。此法虽好，可东陵王要杀萧兔，本王与他合作，恐怕会给他带去危险。可王爷，再过几日就是宁贼与王妃大婚的日子了，您再想出手，可就名不正言不顺了。本王自然知道，此事暂且不提，明日进宫的事情安排的如何了？王爷放心，花了重金打通的关系都已经办好了。如此就好。夫人她做了个跑得很快的小玩意儿，正在外面玩着呢。至于流云公子，他也想玩，不过夫人没让。哦，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小东西这般开心？本座……说着，视线扫到自己满桌子的奏折，口中的话顿时一停。为何本座看这折子越批好似越多了？主子爷，您这2日批的是前些日的，这几日的正在逐个往这边搬呢，所以……照你的意思是，本座这折子
以后是批不完了吗？这每日有每日的份儿，所以也罢，让他玩吧。爷，下面有一事禀报。说，刚才下面来报说誉王那边准备今日进宫。哦，入宫准备做什么？说是要面圣。面圣？要不派人拦着？拦着他做什么？他既然要面圣，让他见就是了。小乐子闻言顿了一下，有些不解其意。他正想着呢，门外传来了笑声。不一会儿，一个踩着个小木板，笑得美艳又张扬的女子，风风火火的就冲了进来。你这也跑得太快了，怎么也不等等我呀？我又没让你追。夫人做出这般有趣的东西，可不能一个人独享哦。拿去玩吧，不过先说好，一会儿就要还给我。没问题。搓着手提起滑板就跑了。哎，你的这位属下倒是有意思，昨日还想着试探我一二，看我如何配得上你，今日就为一个小玩意儿殷勤的到处追着我。他本来就没脸没皮，不用搭理他。眼看着都50了，你忙了吗？可是饿了。刚才跑了一圈，确实有些饿了，陪我用饭吧。好，想吃什么？吃火锅吧，倒是很久没吃了。宁错挑了下眸，朝小乐子看过去。夫人，这火锅是何物呀？恕奴才孤陋寡闻了。啊，你们这里不会还没有这东西吧？去做就是了。辣椒就是番椒、海椒，这些你可知道？哎呦，夫人恕罪，这些属下都没听过，不如奴才去膳房问问。你派人去多宝斋找我手下一个叫姬富贵的，他先前是个海商，那里应该有。之后又将火锅怎么做交代了一遍。请督公和夫人稍等，奴才去就来。你说的这个火锅这么美味，让你这么惦记着。这家伙不知道这东西，肯定也不知道辣椒的厉害。是啊，一会儿做出来，保管让你惊艳。哦，那本座可要尝尝。好，那你可要多吃点儿。宁侧低头亲了亲抱在怀里的人，抬手又认命的拿起了折子。萧兔靠在男人胸口，随意的看了几眼。除了这份折子，还有一些叙述各地水患、干旱，甚至流民暴乱的。这些他倒是觉得还有些意思，随口也能够说上两句。宁错听他随意几句就直指要害，妖美的眼睛有异彩。本座觉得你说的不错，不如写下来，救更多的人。萧兔也没多想，反正他闲着没事儿，接过折子提点了几句，然后他就这么一个接着一个接过男人递来的折子，如此提点了一份又一份，速度极快的扫空着满桌子的堆积。而紫金御案前忙了好一阵的萧兔似乎才感觉到不对劲儿，他看着手里的笔，再看看被满桌子批好的奏折，哼，你是故意的吧？哼，你是故意的吧？怎么会？本座是真心觉得你的提议很好，能救更多的人。你少来，你就是自己忙不过来，才来哄我帮你批折子。怎么会？夫人误会我了。小乐子终于回来了，听他说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摆在花园风景最好的凉亭中。萧兔直接拉着宁错就朝外面跑去。来吧，快来尝尝。宁错低头看着碗中特意被放了加倍红彤彤的东西，忽然有些不太想尝尝了。可萧兔此刻就站在他的身边，亲自为他涮了一片肉，蘸了调料放在了他的嘴边。夫姐，张嘴哦！男人嘴巴只蠕动了一下，整个人就顿在那里了。哼，小样，还敢忽悠我，治不了你呢。怎么样啊，夫姐，好不好吃啊？好吃。说完，宁错猛地转头，媚眸锐利地看向小乐子。水。主子爷说什么？蠢货，水。宁错一把抢过，一口气喝了个干净。萧兔在一旁一边笑看着男人的样子，一边悠哉悠哉的也涮了羊肉放进嘴里。好了，辣椒放太多了不过好在我可以承受。想着又涮了一块吃下，又是一阵抽泣的嘶哈声。且他不光自己吃，还不忘热情地往身边男人口中送。宁错看着送到嘴边的东西，硬是再次张开嘴吃了下去。随着萧兔一口口的投喂，男人嘴唇不光是红，竟然还肿了一圈。萧兔一个没忍住，喷笑出声。我不笑你，你吃。等他彻底心满意足地吃完这顿饭，对面的男人已经嘴唇红肿，满头大汗，唬人的脸都愣是被辣成了红色。宁错骤然抬手将人拉进怀里，捏住他的下巴，狠狠地吻住他同样娇艳欲滴的小嘴儿。你这嘴巴里面怎么那么辣？整顿火锅加起来都没你嘴巴辣。是吗？
为什么本座不去呢？你嘴巴都辣肿了还嘴硬，信不信下次让你吃变态辣？信不信下次让你吃变态辣？变态辣，这名字取得不错，是适合变态吃的吗？是啊，刚好适合你这种整日不干好事的坏蛋。多辣本座都可以吃，只要夫人觉得解气就行。算你识时务，这次啊就饶过你了。多谢夫人手下留情。吃完热辣的东西，一会儿叫人煮点下火茶，你记得要喝点。夫人竟然这么爱护本座，你少肉麻了。唉，我想睡会儿。睡吧，本座陪你一起。午后，大昭皇宫，誉王已经在大殿外站了很久了。誉王爷，皇上他此刻正忙，真的没空见您。您看外面太阳这么大，不然您改日再来吧。高公公，本王今日入宫面圣，本来就是安排好的。你实话告诉本王，是不是宁都公从中作梗？奴才只是个传信儿的，对此事什么也不知道啊。誉王见他说个话都这么小心翼翼，心中就更加确定是宁错那贼子在阻他。王爷，你听奴才好言相劝，今日还是快些回去吧，皇上那里是真的没空见您。本王不走，你去帮我回禀皇上，就说本王今日若是见不到他，就绝不出宫。这怎么成啊？王爷您身份金贵，又早就进宫，等到现在，可是滴水未进，这身子怎么受得了啊？不必管本王，就这么跟皇上说。可皇上的性子您是知道的，您这又是何苦呢？今日见不着，明日来就是啊。公公不必多言，你就说本王有10万火急之事要禀报，看在本王父王的面子上，请皇上务必见本王一面。那好吧，我将王爷的话原样转述，至于皇上见不见您，那就不是奴才能保证的了。宁错，你个奸臣贼子，本王早晚必除之。片刻后，高公公就手脚匆匆地赶了回来。王爷，奴才已将您的话禀报过了，皇上那边说了还是不见，让你改日再来。你当真将本王的话亲口转述给了皇上？这是自然。你说谎，此处离皇上寝殿之远，你一来一回怎么可能这么快？这奴才还请公公实言相告。其实奴才并没见到皇上，宫中的一切早就被宁都公把持，下面谁想见皇上都需要都公爷首肯才行，所以放肆！宁错这是要造反不成？告诉本王他人在何处？应当是在太极殿的，不过王爷您……太极殿威严奢华的大殿坐落在皇宫最显眼之处，可这座堂皇奢侈的殿宇之内，此刻却是传来一声让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你这祸乱朝纲、暴虐无道的奸宦，想让我背叛王爷，简直是痴人说梦。我今日就算是死，也不会说出半点关于东陵之事。本座很欣赏你此刻的忠诚，不过这种话本座也听得太多，听得耳朵都要腻了。话音落下，2把尖刀同时刺穿男人的膝盖。现在你可以重新回答本座的问题了。奸贼，不用白费心机，有什么手段尽管来就是。既然身份暴露，老子就没想过活着回去。不过我一个小小内侍，竟能让当朝都公亲自来审，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呢。定是与那位未来的都公夫人有关吧？你这没有人性的奸贼，竟为一个不贞不洁的2嫁贱妇这般紧张。你猜对了，这么轻易就看出本座的意图，你的眼光确实不错。然后男子就发出了非人般的惨叫声。那人走上前，将2个血淋淋的眼珠子递到了男人面前。这哪里够啊，这哪里够啊！我们的这位常内侍不光眼光独到，而且还很是能说会道，是个人才。你们这群奴才可不要瞧不起人了。我若没了舌头，你还想要什么考功？你还想……最后的话被强行掰开嘴巴的动作打断，这次连惨叫都没了。常内侍说的也对，没了舌头他如何招供？
所以你对本座已经无用了。本座倒是已经很久不制人皮灯笼了。虽说男子的皮肤不如女子细腻，不过本座手底下的人守一会儿也还过得去，就赏场内事吧。王爷止步，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本王就是来找宁督公的。属下说了，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本王在此，你速速进去回禀，告诉宁错，本王要见他。属下说了，督公在此处处理政务，无诏不可进入。少给本王废话！你既不去禀报，本王亲自进去见他就是；你既不去禀报，本王亲自进去见他就是。侍卫脸色一寒，正要说话，却是接到了一旁人的暗示，便不再动作，任由誉王硬闯了进去。宁错，你竟然因着他帮本王觐见皇上，就施以如此重刑，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王法？宁错！侄儿不必三番两次如此热情地呼唤本督公名字，本督公听得到。宁督公，不知此人身犯何罪，竟让督公爷处以重刑？侄儿这是在质问本座。本王不敢，只是不敢就闭上嘴。本座做事不需向任何人交代。就算宁督公身居高位，可是长内侍毕竟是皇上身边的人，你若是无凭无据就将人抓来酷刑以待，就不怕皇上知道了向你问责吗？那就是本座的事了，不劳烦侄儿你费心。我看是宁督公说不出罪证吧。今日既然让本王凑巧看见，宁督公若是说不出个所以然，那现在就有请督公跟本王一同去皇上面前对质。你倒是句句不离皇上，看来今日进宫，侄儿是无论如何也要见上皇上一面了。本王身为大昭的王爷，皇上的子侄，自然心系圣上。所谓识君之路，为君分忧，更何况这天下本就是我御家的。我见皇上乃是天经地义，有些人用尽卑鄙手段阻拦，那也不过是一时之为。等到圣上知晓此事，定不会饶了那些从中作梗的奸佞小人。奸佞小人？这个奸佞小人，侄儿是在说本座吗？誉王侄儿，本座在问你话呢。但凡此刻他说出一句错话，那等着他的就是无边的恐怖。自然不是。原来不是呀，本座还以为侄儿长大了，这胆子也大了。如今看来，当真还是让本座大失所望。宁督公，方才本王说惩治长内侍的证据，不知督公能否让本王一观？证据没有，你还是直接找圣上状告本座。证据没有，你还是直接找圣上状告本座吧。送客。宁督公，你这是何意？莫非还是想杀了本王吗？既然没胆子杀本座，就赶紧滚吧。就算本王现在想杀宁贼，可此刻没带一兵一卒，孤身来到此贼的地盘，本王拿什么杀这奸贼？不能冲动，不然落了此人把柄，还是要从长计议。门口刚好有人进来，而此人正是刚才给誉王传话的那位高公公。王爷救命！誉王爷救命啊！窝囊的废物，就这样灰溜溜走了，扫尽本座的兴致。这种软骨头，知道自己再不走，只会死得很难看。就这种东西，也配同本座抢那只小兔子？杜公爷不必为这种货色动怒，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跳梁小丑罢了。他是不知死活，等本座料理完东陵，再慢慢的炮制他。督公饶命，我什么都说。奴才跟长内侍是早些年东陵王安插在宫里的探子，本来只是为了监视宫中动向，可自从荣昌郡主死后，东陵王就传信给奴才们，说要奴才们做好准备，待到督公爷您那位萧夫人进宫时，借机铲除了他。可奴才胆小，得到命令后一直战战兢兢，从没想过要下手的。只是奴才是个小人物，完全身不由己，一切命令都是听长内侍调遣，是他说要杀萧夫人的，同奴才没有关系啊！请督公大人明鉴。还有，就是近日东陵王又传信我们，让我们想办法接触誉王，趁机挑拨誉王对督公您的仇恨，好让他尽快跟我们家王爷合作。对，奴才听到长内侍他们说，东陵王现在在极力拉拢誉王，想让他出力一块对付
负都公你，还说只要都公你死了，萧夫人就是无根浮萍，到时候他再同誉王一较高下。还有今日之事，是场内事，他见誉王没痛快答应，就准备设局推他一把，借用都公您的名头，故意阻拦誉王觐见圣上，然后引誉王前来跟都公您翻脸的。这都是场内事安排的，跟奴才无关，请都公爷饶命，都公饶命啊！倒是跟都公爷您所料不差，还是冲着夫人来的。老匹夫，若不是本座大婚在即，非亲自陪他玩玩不可。好在宫里安插的钉子已经挖出了口子，将人带下去，让他把同伙都交代了。夜色降临，夫人，您回来了。回来了，你们家爷呢？都公爷正在殿内等您呢。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不久，早你半个时辰。好香。怎么了？灯也不点，难道就只是为了突然抱着我闻上几口？是，本座今日想你良久了。宁错手缠着他的细腰，眼神极为邪气四溢，搂着他的手也不老实，开始上下的游动起来。小兔子，今天好乖啊。不过一个下午没见，你又干什么去了？本座什么都没做，就是太想你了而已。我在街上买了个小东西，你要不要先看看？不必看了，你买什么本座都喜欢。你这话说的一点诚意都没有。还有，你的眼睛在看哪里啊？小东西，本座有些饿了。饿了，好的，没问题。大兄弟，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多碗猪肉炖大粉条子。小东西，我买了礼物给你的，你确定不想看看？看，去床上好好看看。当当当当，看看喜不喜欢？萧兔当着男人的面拿出了带着金色的汤人炫耀了起来。那这个男的就是你，这个女的是我，怎么样？这可是我亲自设计的，好看吧？好看，不过为何两人没穿衣服？这样才可爱啊！原来不穿衣服是可爱，那我们也脱了吧？哎呀，去你的！汤人！宁错笑意更深地咬住了他的红唇，抬手将汤人送去桌上，两人笑着滚成了一团。王爷息怒，气大伤身，请千万保重身体啊！如何？王爷放心，已经联系上了东陵那边的人了，他们很乐意跟王爷合作，还说愿意配合王爷您的计划。好，本王要宁贼的项上人头。翌日一大早，宁流云就顶着美好的伤脸，气势汹汹地闯进了大殿。什么情况？我记得昨天他从我这里逃走，脸没这么严重啊。谁知道，或许是遭了报应也不一定。我的伤还不是拜你们所赐。左右眼睛很对称啊！喂，你们两个是看不见我吗？老公，他的眼睛好好笑，特别是生气的样子。夫人喜欢，本座就让人帮你画下来，没事时可以拿出来取乐一番。好啊好啊！你们俩当真是绝配，我祝你们天长地久，百年好合。你这么早过来，就是来跟本座抢饭吃的。小乐子刚才说你要我今日就出发赶赴东陵，有何问题？有何问题？你还问我有何问题？我千里迢迢来到京城，气儿都还没喘上一口呢，你就又把我赶去东陵了，你还是不是人啊？本座昨日不是让你歇了一日吗？就给这一日，你这也太抠门了吧！一日已经不错，今日你就启程。这怎么成？你马上大婚了，我怎么能这个时候走？本座马上大婚，又不是你大婚，有何走不得？不要，再怎么说我也要参加你大婚再走。你确定？你想干嘛？我告诉你啊，宁错，你这是威胁、恐吓、胁迫。我宁流云说不去就不去，我宁折不弯，我誓死不屈。我宁错，你够狠！等我料理完东陵，再回来给你算账。你给我等着，我还会回来的。怎么这个时候派他过那边？那老匹夫今日太闲了，本座帮他找点事儿做。说的也是，再过几日就是我们大婚了。我若是东陵王，也定会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送杀女仇人一份大礼。夫人所言极是，所以本座先送他一份大礼。你是说宁流云啊？你别瞧着宁流云看着不靠谱，这家伙手段还是有，送去东陵王处正合适。哦，没看出来宁流云竟然还有这本事，没看出来宁流云竟然还有这本事。他算是本座手下阴谋诡计的好手了，表面装的风流公子，实际上下手黑着呢。所以夫人，你就等着看好戏吧。哼，
京城距离东陵路途遥远，这场好戏怕是要久等了。这期间东陵王恐怕也不会闲着。放心，翻不起浪来。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不如我也送还份大礼给他吧。哦，夫人有什么妙计？等我办成了再告诉你。哎呀，我吃饱了，先去玩了。下面传信儿来说，誉王联络了一批人，怕是想要对夫人出手。说是誉王眼看奈何不了都公爷您，所以就找了一批官员，准备对夫人下手，想先辱了夫人的名声，再借机坏掉都公与夫人的婚事儿。本座本想着等大婚之后再弄死他，没想到他却这么迫不及待的找死，那本座就成全他好了。那誉王联系的那些人，让本座看看都有谁，如此这般志同道合，自然该一起上路。朱爱卿，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冲冲的换朕过来呀？皇上，臣有本参奏。爱卿有事就说。臣要参奏宁都公的未婚妻3条大罪。徐卿所言的3条大罪，不会是针对宁爱卿的吧？皇上明鉴，此事与宁都公无关，臣参的只是宁都公未婚妻萧氏之罪。哦，到底何事啊？端阳公主和离正是受了萧氏女挑拨，不光如此，除了公主之外，此女竟然还在大街之上硬是让一户好好的夫妻和离，害得对方全家妻离子散，丈夫公婆瘫痪在家，用心实在是可恨。竟有此事？宁爱卿这位未婚妻竟然如此的恨毒跋扈啊！这样的品行哪里配得上宁爱卿其人呢？宁都公到！爱卿来了，快赐座。方才本座听着殿内挺热闹，怎么这会儿没声了？爱卿匆匆赶来，看来已经知道方才众官员弹劾萧氏之事了。事关臣之妻，臣自然要亲自来听听。说的也是，正好你来了朕也同你说说爱卿同这萧氏女的婚事儿，今日就到此作罢吧。婚事作罢？宁爱卿，萧氏女虽说是母后亲自下遗旨赐给你的夫人，不过到底是身份低了些而且此女人品不堪，搬弄是非，心思狠毒，朕觉得她实在是配不上爱卿当然，朕撤了你这门婚事会亲自再给你找一个合意之人。以爱卿的身份样貌，这王公亲贵的女子，朕随意你挑，如何呀？皇上说了这么多，句句指责臣妇德行人品，言语间都有排斥。恕臣来晚一步，还不知诸位大臣都参了臣妻何罪，竟让皇上对臣之妇如此的厌恶。爱卿还不知道？臣知道，想来跟皇上并不相同，不然臣妇此等大功之人，怎会惹得皇上如此厌恶？臣妇心地善良，为人和善。那日上街游玩，碰见一恶棍正怒打其妻，臣妇上前询问，才知那恶棍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他将家里钱财输得尽光，竟要将儿子抵卖出去。其妻在街上苦苦哀求，却遭受此人一顿毒打。臣妇于心不忍，给钱买下那妇人跟孩子，这才换得对方一纸合理。事情竟然还有这般隐情？皇上，臣有证词、证物、证人，皇上可一一验证。皇上，宁都公的话不可信不信宁爱卿，难道信你吗？怎么样，诸位？本座学你们这一出胡说八道、插圈弄套、阴谋灾害，学得还不错吧？经过上次的事情，本座以为诸位最起码能老实一段时间，哪里想到是本座低估了诸位忠臣惩奸除恶的勇气了。诸位今日送给本座的这份大礼，本座已经收到了。作为回礼，本座已为各位大人准备好了各种忠臣的死法，定让诸位名满天下，举世闻名。本座忘了，不光是诸位，你们的家眷想必也不忍诸位大人孤身上路，就如诸位对本座夫人般，本座也会送诸位的家眷一起下去陪你们。命错，祸不及妻儿。原来徐御史知道这句话。本官今日所奏，就算不是全部事实，你敢说
他就没有丝毫错处。凭什么宁都公就以此认为我等是故意陷害了他？你问本座凭什么？那本座告诉你，他之所以能欺压平民、殴打命妇、挑唆公主，如此为所欲为却不用受到半点惩罚，那是因为他男人是这当今天下权势滔天、大权在握的宁都公。他男人是这当今天下权势滔天、大权在握的宁都公。莫说他今日只是小打小闹，就算他将这田捅个窟窿，座也兜得住。大殿内却是一片死寂，所有人瑟瑟发抖，却没有人敢上前去救人。怎么样，夫人？匠人们照着您的要求，把这击破类的小东西都做好了。看着还行，等我试做一下，看看效果先。夫人这是准备做什么？看着像是暗器般的东西。眼光不错嘛，算是暗器一类。奴才还没见过这么怪的暗器，看着好多的洞啊，像蜂窝似的。就是看着好小啊。明儿叫人来封，可不像蜂窝嘛。叫你办的事儿办得如何了？嘿，夫人放心，人呐已经在乱葬岗拉回来了。就是荣昌郡主死这么久了，人都臭了。找人好好休息，我有用。夫人放心，这个交给奴才。埋在我家那个什么方夫人，你家爷将人杀了吗？没呢，都公爷知道你有用，一直都留着呢。都公爷知道你有用，一直都留着呢。这两夫妻不是什么好东西，前几日呢还偷偷跑到了裕王府里，帮着东陵王劝裕王合作对付都公爷呢。看来你们家爷最近有不少事儿瞒着我啊。小乐子呵呵的陪笑，却没有再说下去。萧兔本来也不在意，誉王自取死路，随他去就是了。让他悠着点儿，把人刷干净了，东陵王怕是要狗急跳墙了。夫人放心，您对主子的关心，奴才一定转告给都公爷。不过也不用等太久，等我送东陵王这份大礼到了，也就差不多了。这话都公爷肯定爱听。你怎么来了？哎，大师，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我刚才路过驸马家，竟然看见徐太傅府上此刻正在抄家呢。抄家？是啊，全家男丁斩立决。是你家爷的手笔吧？夫人聪明睿智，心思敏锐，慧眼如炬呀。哎呀，说说吧。这件事儿其实是……哎，想清楚了再跟我说。夫人恕罪，奴才不是有意想隐瞒，主要是都公爷他……别管他，说就是了。那都公爷要是怪罪下来，夫人你可一定要保我呀。他还怪罪你，我还没找他麻烦呢，出了事儿也不告诉我，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他。夫人别恼，这事儿不怪都公爷，主要是有些小人真是有够无耻的，竟然纠合一些官员，用夫人善心做的几件事儿，直接诬告到了皇上那儿。都公爷不告诉你，主要是怕您生气。我有什么好生气的？我对这些状告我的官员很有兴趣。说说都有谁啊？都公应该都帮您处理了，只是有一个罪魁祸首。该不会是誉王吧？这夫人都猜到了？我还不知道你们家主子那一肚子坏水，定是一步步激得誉王狗急跳墙，好让我好好看看对方的丑态，然后再当着我的面逼不得已的杀了我这位前夫，是吧？哎呦，天地良心啊！小乐子可是什么都没说，夫人这么轻易就全猜到了。若是都公知道了，都公爷也就是稍稍刺激了誉王一下，哪里想到他人无能，对付不了都公，转而竟然会选择对夫人您动手，此人实在是太过卑鄙无耻，阴险下流。好了，你不必再次伺候，忙你的去吧。宁错这混蛋，出了事儿竟瞒着我，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啊。誉王听完手下禀报，整个人的神色难看到了极点。宁贼他没发现此事与本王有关吧？王爷安心，咱们的人小心着呢。那王爷，咱们接下来怎么办？你去帮本王联系东陵王的人吧。你今日倒是殷勤，竟然站在府门等着本座。奴才这不是殷勤，是奴才今日想早早来跟您报个信儿来，省得您等会儿回去见到夫人半点准备都没有，就被夫人直接给收拾了。你的意思是，那小东西正在里面等着收拾本座？哎，正是。今日的事情呀，夫人已经知道了，应当是对您隐瞒下此事很有意见，说您回来要收拾您来着，要不爷您先躲躲。如此，
本座就更应该进去看看了。这不是我们的宁大督公吗？回来了。是，本座回来了。那宁督公有没什么想对我说的？想说的，本座想让这腿现在缠在本座腰上。你再不老实，他也不会缠在你腰上，而是会把你一脚踢出去。给我回答问题。夫人尽管问，本座必定知无不言。那就请督公爷好好说说，背地里都瞒着我干了什么吧。本座怎么会瞒着夫人？近来天气热了，本姑娘觉得两个人睡在一起很不舒服，不如宁督公就……本座不会有事瞒着夫人，说是瞒着，也只是本座想为夫人分忧。那宁督公还不赶紧将为本夫人分忧的好事都仔细说说吧。小乐子说你都已经知道了。小乐子说你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宁督公明知我已经知道，却还不想承认的拿话来哄我。夫人，不准叫我夫人，叫我女王大人。好，我的女王。别以为这样我就原谅你了，骗了本女王可是要受到惩罚的。那就请女王惩罚本座吧。这可是你说的。说着，狱卒勾起了男人的手，直接将人拽了过来，翻身将他压在了身下。让我想想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我的女王，想怎么样都可以。放心，不会便宜你的。督公大人，你准备好了吗？我可要开始了。舌尖从红唇探出，表情魔魅而妖艳恶劣。他就只用红唇给了他几下，将他直接丢在了那儿，任他一下从天堂掉在了地狱里。宁错鬼美妖孽的脸上难受的难以控制。怎么这么看着我？不是你说什么惩罚都可以吗？是本座说的，是本座说的。不过这样不行。可不是你说的，我是你的女王大人，什么都听我的吗？除了这件事儿。哦，是吗？可你说的不算啊。本座错了。错哪儿了？你说错哪儿了就错哪儿。算你聪明，今天就放过你了。不必放过本座，是本座做错了事。你想干嘛？本座可以让你更解气。本座刚才就觉得你还缺点东西，我的女王大人。去你的！那小东西你继续玩，这次本座不许你再停下来。本女王满足你哦。夜米粒，月娇羞，花海在风中摇曳起舞，花香越发的浓郁，勾人心魂。一日天光大亮，哎呀，昨夜玩得太疯了，他的腰感觉都要报销了。难受的话，本座抱你回去。我以后再也不要主动了，感觉腰好似都扭到了。我以后再也不要主动了，感觉腰好似都扭到了。你的腰是挺会扭的。你还说我的腰都快断了。本座帮你揉揉。明明昨晚我才是惩罚者，为什么我还要辛苦一晚上？是没道理啊。那今晚你休息，换本座辛苦，本座精神好。说的也是，那换你来吧。小东西。哎呀，什么小东西？要叫我女王大人？小傻子。我听见了，你骂我，小心我今晚上……傲娇的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亲的怕痒的直接笑了起来。好不容易等着两人忙完，上了饭桌，小乐子才赶忙的走进来。督公爷，何事？宫里传来了消息，皇上问督公您何时进宫呢？替本座转告皇上，本座准备辞去摄政一事，理由是本座要大婚了，很忙。小乐子闻言一愣，悄悄地看了眼萧兔，然后笑着躬身退下。你刚才的话显然不是真的，干嘛要他这么说？你刚才的话显然不是真的，干嘛要他这么说？你等着看就是了。神神秘秘的。哎呀，你是不是该带我入宫了？想去？马上就要大婚了，你准备要拖到几时？我可不是你身上的菟丝花，用不着你帮我扫清所有障碍。咱们可说好了，昨天的事儿下不为例。好，下不为例。这才对嘛！明明这么好玩的事儿，你竟然都不告诉我，害我平白少了这么多的乐子。需要本座跟你说说宫里的情况？哎呀，不用，自己发现的才更有意思。哎，说起来，我也有件事跟你说。什么事？我给东陵王准备了大礼，你帮我给宁流云递个信儿，让他帮我看顾这些。好。还有一件事，我有些拿不准。说来听听。
就是最近我感觉我身体有些不太对劲儿。可是身体不舒服，去宣太医来。不是不舒服，准确来说是太舒服了。我最近发现自己不光身体越来越好，而且力气似乎也越来越大。最近我走起路来都感觉虎虎生风，我身体有些不太对劲儿。你是觉得这跟你的瞳术有关？不错，就跟我伤口加速愈合一样。我最近外出积攒功德，那种能力好像更强了，所以身体才会有这些变化。你这个能力有些意思，只要做好事就能反馈好处在身上。是啊，就是一直搞不懂这个能力到底是什么情况，只能模模糊糊的靠身体感觉。先让太医看看。见过都公爷，见过萧夫人。帮夫人诊脉。太医诊着诊着，心中忽然狠狠地漏跳了一下，不过他的面色却是毫无变化。禀报都公，夫人的脉象健康的简直不像是正常人呐。具体说说。如属下没看错，夫人身体生命力极其旺盛，已经达到寒病不侵的地步，或者准确来说，以夫人现在的身体状况，一般的毒物都对其无用。臣行医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如此奇特的体质。倒是跟我料想中差不多。此事保密，下去吧。是，属下告退。照我这样的身体提升速度，不知道以后会不会进化出什么神奇能力。无需等到以后，去将大牢中犯了重罪的囚犯带过来。抓这么多人过来，到底想干嘛？现在可以说了吧？杀一个不留。住手！什么情况？你想救他们？是要救。好，送回去吧。绣衣卫领命上前，将数百犯人全部送走。你是想让我救他们？既然做好事能让你得到好处，那一次救下数百人性命，算不算天大的好事？你这也太会钻空子了，我下次不许这么做了。本座就是试试，感觉下看看身体有没有变化。小土直接用意念开了洞照术，然后他就看见了数不清的金色光点如雨水一般朝他蜂拥而来。他竟然看见了救人的功德，随着金光扑进了他的身体里，他的眼睛世界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是视野被一寸寸的拉长，从以前只能看见身前左右，变成了周边365度全能照见。这还真出神奇能力了哎！正准备分享好消息，却骤然发现自己看向男人的头上方，竟然出现了一幅画面，是真画面，上面正清晰无比地上演着昨天晚上他跟男人疯狂缠绵的画面。关了。这么想着，画面骤然消失。如何？果然升级了，我现在眼睛前后左右什么方位都能看得到。果然神奇。不光如此，我以前只能窥到人心底几句话，现在我直接能看小店，能看到别的八卦了。这样。是啊，以后就算不是将死之人，我也能窥见对方做过的一些事儿。所以你刚才是看见了本座。是了，脸还红了，看见什么了？就昨天晚上我们的画面。的画面是指？哎呀，你少明知故问。主要是本座想知道是哪个时刻，也好逗你回忆回忆。哎呀，你别闹，我还要去多看几个人，试验一下新能力。还是继续看本座吧。别闹。何事？主子爷，皇上刚下了旨意，册封女主子她为一品镇国夫人。如果不是这上面写着我的名儿，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是这般完美的女子。这些话根本还及不上夫人万一。这就是你让小乐子传那些话的用意，让皇上给我册封。他们昨日如此冤枉夫人，皇上自然要做出个补偿。他封你个一品夫人，自是理所应当。其实你不必这么麻烦，我嫁给你已经是都公夫人，还是千岁王妃，这2个名头已经够用了。这哪里够？这3个名头听着是不差了，可总归不是最好。这家伙野心真是毫不掩饰。昭告朝野内外，明日本座要携夫人宴请文武百官及家眷，共赏御花园春节。你这邀请可真是半点也不走心。现在都快是春末了，你却来一句赏春景。本座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本座只要想，他们就要来亲自迎接本座的夫人。本座只要想，他们就要来亲自迎接本座的夫人。大昭皇宫，一身华美宫装的高贵妃闻听明日要在宫里举办春日宴，眉头就不喜地皱了起来。宁都宫这也太过分了，这堂皇宫是他们家的，
竟然要百官还有家眷一起迎他夫人，简直是太猖狂了！住嘴！你是嫌本宫宫里太清闲了吗？竟然在此处乱嚼舌根，舌头是不想要了吗？奴婢这也是替贵妃您生气啊！宁都宫为了他这个还没有进门的二嫁妇，今日竟胁迫皇上下旨册封其一品，这可是镇国一品夫人呢，都抵得过王爵了。此女进宫，还不知道怎么嚣张呢。她如何嚣张，也跟本宫无关。宁都宫在前朝大权独揽，连这皇上都要避让3分，说要封一品就封一品，本宫有什么办法？反正这位萧夫人耍再大威风，那也只在外面那些臣妇面前，又耍不进这后宫之中。只要她不惹本宫，本宫也懒得去管她。正说着话呢，门外侍女来禀，六皇子到了。怎么走得这么急？看看热的。翠柳，赶紧拿面巾擦擦。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还不好跟母妃说？母妃，宁都宫明日要带那个萧夫人进宫，您知道吧？知道。你怎么问起这个？是儿子跟那位萧夫人有仇。你怎么会跟他有仇？是儿臣前段时间散布过他一些不好的流言。你给我把事情说清楚。起因是因荣昌郡主他找到儿臣说要对付当时还是玉王妃的萧氏，儿臣想着刚好可以趁机拉拢他父王的势力，为二哥所用，所以就散播了对方跟外男有染的流言。哪里想到跟此女有一腿的竟是宁都宫，所以就……六皇子这话说的是半真半假，将自己想要收服东陵王的想法说成了是想要替二皇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糊涂事儿？东陵王盘踞东陵多年，野心勃勃，怎么可能会因为你帮了他女儿一点小忙就投靠你二哥？你真是太异想天开了。还有那宁都宫，现在前朝被此人一手把持，连这诸多皇子都避其锋芒，你父皇更对其宠信至极。你不想着怎么拉拢此人就算了，竟然还要去得罪他！哎呀，母妃冤枉呀！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这萧氏的奸夫是宁都宫，再说了，他一个太监儿臣怎么会想到？行了，不必多说了，此事本宫知道了。宁都宫此人睚眦必报，儿子得罪了他夫人，他定然不会放过我的。放心，此事本宫帮你处理，你就不用操心了。那儿子多谢母妃。天色不早了，你早些回去吧。贵妃娘娘这是怎么了？莫非六皇子的事儿很难办吗？不是小六这次的事情倒是提醒了本宫，宁都宫娶这位萧氏，或许对我们是件好事儿。是好事儿？不错，本宫起先只想着萧氏这个二嫁妇顶着这么大的名头招摇，实在是让本宫生厌，却忽略了宁都宫既然这么宠爱此女，若是本宫将其拉拢到身边为本宫所用，那岂不是间接就拿捏住了宁都宫吗？贵妃的意思是想要收买此女，可如今她顶着一品镇国夫人的名头，身后又站着宁都宫，身份何其荣耀，怎么肯为贵妃您效力啊？这你就说错了，这位萧氏是什么出身？家里不过是个破落户，她能嫁给誉王，也不知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可她成婚不过数月，就踹了誉王转嫁给宁都宫。你以为她图的是什么？不过是图宁都宫更有权有势罢了。这种趋炎附势的小人，只要给够利益，想收服她再简单不过。可六皇子不是得罪了此女？这都是小事儿，本宫正好借着此事接近，到时本宫给够他面子，再许以重利，或者做个局抓他个把柄，拿下此人，定对本宫有大用。你亲自去准备，明日本宫就要见到此人。奴婢这就去。怎么样，母妃可说了要帮我怎么解决此事？贵妃娘娘的意思是说，要借您的事儿拉拢这个萧氏。什么？母妃不帮我对付他，竟然还想拉拢他？说是萧氏可以雪力收服，对我们会有大用的。这怎么行啊？我已与对方结下大仇，对方如果被母亲收服，定然会将本皇子的野心说出来。不行，绝对不行！那怎么办啊？翠柳，这事儿需要你帮我。我现在或许只能靠你了。你也知道，母妃她一直就不看重我，说是她知道我有心跟二哥争夺皇位，定然会对我失望透顶的。好，我帮你，你想我怎么做？明日母妃见了萧氏，你就趁机除了他。萧兔忙着试验自己的新能力，对着满院子的人看了一个又一个，而大家也都新奇地围在他身边。我们家小芝还真是个乖孩子，平日里除了女工就是女工，我的衣服可都靠你了，绣的鸳鸯很不错嘛。夫人真是厉害，我最近正在帮您绣一个大婚贺礼，这你都看出来了。哎，看我看见了什么？你这家伙很不老实啊！昨天晚上竟然偷喝了你们家都公爷的酒。奴才乃是先帮主子尝尝，若是劣质的东西，绝对不能入主子的口。小明，我都没看出来，昨天你竟背着我出门去偷偷买了不少画本子，让我看看都是些什么书。
哇！春闺梦里人，偷香窃玉不为偷，勇猛将军俏寡妇，春香弄影。李明胜终于逮住他，赶紧把他的嘴捂上，可萧兔却是已经笑翻了。今日你给夫人诊脉时发现了什么异常？今日你给夫人诊脉时发现了什么异常？督公当真是观察入微，老朽确实察觉了点问题。说。是属下察觉，夫人她的身体或许无法生育。对身体可有影响？没有影响。夫人的身体正如今日属下所言，出奇的健康，也就是太过健康了。体内生命力自成循环，不光隔绝一切伤害，而且隔绝一切外物入侵，所以夫人她才无法受孕。下去吧。督主，或许微臣可以想想办法，或许不必。可您怎么能没孩子？不然找女子代孕。知道本座的规矩，还明知故犯。看来是那小东西来了之后，本座确实变化了不少，一个两个的都学会帮本座拿主意了。属下知道是属下多嘴，可您不能没有孩子。为何不能？在世人眼里，本座本就是太监。管好你的嘴，以后不许出现在他面前。我刚才测试过了，能力太绝了，有了它，我以后帮人算命简直能赚翻了。怎么对钱财这么着迷？本座记得你手里有几十万两了吧？这你就不懂了吧？是金子总会花光的，所以我要多存钱。存来干嘛？存来看着啊！你不觉得屋子摆满金子，那感觉看着特别迷人吗？不如本座帮你打造一座金子做的屋子如何？想金屋藏娇啊？是啊，所以小东西你要不要？我要！老公你最好了，人家最喜欢你了，给我盖大点啊！你这是干嘛？你喜欢本座，本座也喜欢你，我们如此心意相通，此刻场景又这般美好，已经到了情到浓时情不自禁的时候了。所以你要干嘛？所谓情不自禁，你能直接点回答问题吗？想干你。现在青天白日的，你有点节操行不行？再说了，昨天晚上不是折腾了一晚上吗？你怎么这么快又想了？宁侧一手直接扯开了衣襟，露出了苍白性感的肌理。肌肤比顶级的美玉还要好，还有这滚动的性感喉结，这凌厉的肌肤线条。不行，不能被美色迷惑了。现在可是正在义正言辞责问这家伙。我跟你说话呢，你脱什么衣服？我警告你哈，虽然你送了金屋给我，可现在是大白天的，你别扑啊！你这个什么？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有？喂，宁错，你这个大混蛋，整天没日没夜的做，你是大雕成精了吗你所言的大雕，是本座以为的那个意思啊？什么你以为的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你这个人就是满脑子黄色肥料，我建议你应该洗下脑子。看来是了。不是，要不你亲自检查下他，看是不是真的成精了。色狼流氓！宁错大笑，两人笑得直接就滚成了一团，笑闹声直接传至门外。到了门口的小乐子赶紧停下脚步，都回去吧，爷跟夫人玩得正开心呢，御膳估计是要晚一会儿用了。我家督公爷最近是越发不正经了，这天还没黑呢，就上床逗弄媳妇儿去了。他忍着肉麻站在门口等着，只等到里面笑声终于消失，他这才忙咳嗽了一声。有人来了，叫进来吧。急什么？让他等着就是了。应该是来找我的，快叫进来。进来吧。主子夫人，您交代的事儿都已经办妥了，您看东陵王的厚礼我准备好了，要不要陪我去看看？夫人相邀，本座自当作陪。一座四方宅院中，方夫人此刻正是满面愁绪。誉王终于答应跟东陵王的人合作了。夫人，你猜我这趟出去发现了什么？你能发现什么？我们夫妻二人眼看着就要死到临头了，你竟然还有心情出去鬼混？嘿呀，夫人，我找到荣昌郡主的尸体了。你说的是真的？是，人我已经亲自去看过了，正是荣昌郡主。太好了，找到了荣昌郡主的尸体，这下我们就有救了。太好了，找到了荣昌郡主的尸体，这下我们就有救了。夫人先别激动，咱们现在首要赶紧把人带回来。对，
你是怎么发现荣昌郡主的尸体的？都是巧合，我不是认识很多下九流吗？昨天喝花喝酒的时候，我有个捞偏门的朋友，突然莫名其妙的发了笔横财，大家好奇一问，这才知道这家伙月前在乱葬岗捡了具尸体。那小子说那女尸长得是如花似玉，美若天仙，然后被他卖给了一副富户人家配阴婚，这才赚了一大笔钱。我本着好奇一问，才发现这女尸身份竟是被那宁都公杀害后随意丢弃在乱葬岗的荣昌郡主尸体。我立刻就问了那小子将人卖给谁了，然后又亲自去确认了一番。方夫人听完直呼运气，然后夫妻俩急冲冲地出了门，又花重金从准备配阴婚的人手里将人给买了回来。尸体已经做过美化防腐，倒是省了我们的事儿了。不错，现在咱们就收拾东西，然后直接带着棺材回东陵。哎呀，夫人说的是，咱们找回郡主尸体，那就是大功一件。东陵王这下不光不会杀我们，恐怕还会重金赏赐。两夫妻高兴地收拾好家当后，雇了一批人做丧葬队伍，就速度飞快地出了京城。城墙的高处，萧兔看着远去的队伍，美艳的红唇悠悠地勾起。夫人妙计，本座佩服。算不上妙计，不过是取了个巧。若是东陵王不在府中，没有第一时间去见荣昌郡主的尸体，此计不一定能成。他正怕本座暗杀，恐怕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那我就只能祝他好运了。小东西当然死了，本座重重赏。那我就先谢过都公爷了。翌日，京城一大早，个个上了品阶的高官府邸，此刻都早早的忙碌了起来。今日宫内要举办春日宴，宁都公亲自发了话了，要求五品之上的官员尽数参与。哎，宁策，快帮我看看今日进宫这5件，我穿哪一件好看？今日进宫这5件，我穿哪一件好看？穿哪一件都好看。不行，你必须选一件。不如夫人一件一件试给本座看看，本座才好决定。那好吧，怎么样？这套好不好？好看。灿若朝阳，艳若桃李，灼灼其华，倾国倾城。哎，有这么好吗？有，夫人的美惊绝古今。那我是不是特别好？你是本座至今见过最完美的女子，天下间没一人可与之相比。你简直太完美了，完美的本座都不敢相信你是属于本座的。真的吗？本座从不说假话。哎呀，讨厌！虽然我有美貌绝世，可你也不能这般痴迷啊！让别人知道了，会说你沉迷女色的。随他们去说，本座对你实乃情难自禁。宁错艳唇含情的笑看着他，直到看不见了才收回视线，然后就发现身边的小乐子正目瞪口呆的看着他。好看吗？爷恕罪，奴才只是被您震惊到了。大惊小怪。莫非这就是多公常说的他为什么有夫人，而我们却没有的根本原因？大昭皇宫，此刻不少官员已经协同家眷到来。这个萧氏当真是害人无数，上一次宁都公杀了好几个官员，也是因为此人。听说驸马父子已经被判死罪了，其余家眷全部流放3000里。我也听说了，此事牵连了御史台林大人，也不知道宁都公会准备怎么对付他。我听我夫君说，不止他一个。那一日，所有上殿告状的官员，人人有份，谁也跑不了。这么多官员的生死，竟然只因一个女人，当真是红颜祸水。瞧什么呢？瞧我这还素未谋面就已经结下的仇家啊！哦，有多少？哎呀，满地都是！你可真是够招人恨的。不怕，再狠，他们也要给本座憋着。坏蛋！行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去找这些人好好玩一玩。行了，你去忙你的吧，我去找这些人好好玩一玩，省得大家都给你憋坏了。大殿之中，席宴之上，此刻气氛分外的焦灼。他手下人跟左派一向，此刻都快互瞪成了乌眼鸡。萧拓一眼就瞧见殿内众人的模样，立刻就笑了。哇，这么好玩的地方，你居然现在才带我来啊！宁错瞧着他瞬间放光的眼睛，不由得也将目光扫向了大殿内左相一派。这宁贼的新夫人要干什么？怎么看着我们笑得这么高兴？是啊是啊，我等的汗毛都被对方笑竖起来了。武将一派，什么情况？诸位谁跟这位郑国夫人有亲戚的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集体摇头。
督公一派。哎呀，督公夫人不愧是主子爷的挚爱，看咱们的目光真是和善又可亲啊！对对对，夫人人美心善，对我等竟这般慈眉善目，这是我等的福气呀！大家要不要再磕几个头，以表忠心呢？宁错瞧着殿内一众人，表情又没忍住，他执着酒杯，笑瞥着身边的人儿。好了，小东西，你口水都流下来了，先别眼热吃瓜了。今日是专门为你准备的宴席，说句话吧。大哥们好，你们都坐都坐，咱们不着急啊，一个个吃啊。诸位落座吧，宴席上随意。宁错扭头看向了萧兔，这个是你的宴席。我的宴席，那岂不是说随我怎么玩？好，随你玩。那就先从你的人开始吧。好。哎呦，我的主子爷哟，你听听自己答应的什么呀？督公爷，最近可是有些色令智昏的苗头哦。离宫烽火暮云浮，甲马森森俱列侯。拼得江山博一笑，愿为夫人裙下尘。乱改，看在你这么会说话的份上，就不看你手下笑话了。你给我介绍一下咱们的人吧，我帮你把把关。哎，夫人，让奴才来。小乐子笑着示意萧兔看左边宴席上的第一人，王征王大人，正一品殿阁大学士，是督公爷很得力的手下。平日里不光能帮督公处理朝堂内务，还时不时的出谋划策，堪称智囊啊。此人品行上佳，内有乾坤，是术务上的好手。怎么，此人有问题？问题没有，而且此人对你忠诚度非常高。那你怎么还这副表情？我刚看到这老头家里禁酒，他昨天晚上趁着夫人睡着，偷偷爬墙出去喝酒，刚好被他夫人在墙头上抓了个现行，两人现场互扯着头发打了一架，他被他夫人当场打成内伤，巨可不止。今日吃了好些药，才好不容易从床上爬起来参加宴席。这可真没看出来。王老大人这也是夫妻恩爱，人老心不老啊。王老大人这也是夫妻恩爱，人老心不老啊。不过督公爷手下人才济济，夫人您看王老大人下手处的那位大人，这位是户部尚书薛斐。别看他是个文弱书生，可是却才华横溢，能力卓著，人不过30就被督公爷破格提拔到户部尚书之位。1年前他刚上任，就帮户部一口气追回了10几个死皮赖脸拖欠国库10几万两银子的皇亲跟官员的烂账呢。此人不错，算得上年轻有为。这位薛大人当初催债是不是花了不足1月，就让欠债的那群人心甘情愿地将欠款还清？看出来了，能让这些老赖主动还账，此人能力不俗。自然不俗。他见那些皇亲跟官员不肯还账，就开始到处勾搭这些人的老婆，如此花了不足半月时间，硬是靠着天天喝壮阳药，一口气睡了这群人的13个深闺怨妇大老婆，硬是靠着天天喝壮阳药，一口气睡了这群人的13个深闺怨妇大老婆，外加11个得宠的风骚小妾，成功让这些女人狂吹耳边风，让这些官员心甘情愿主动把账还了。还好这人不准备成亲，家里没老婆，不然就算天天喝壮阳药，这也顶不住啊！那什么，薛大人这也算是辛苦了，都是为了朝廷啊。夫人，你快看薛大人旁边这位大人了不得呀，他可从小就是位神童啊。陈子渊陈大人当年6岁能诗文，10岁中举。此人不光文采斐然，心思灵慧，胸有沟壑，更是聪明绝顶。这些年朝堂内外给他取了外号，叫他赛诸葛。这位内阁正2品侍郎陈子渊陈大人，也是宁督公十分看重之人了。此人是本座内定的下一任首辅。首辅啊，比前面几位分量都还要重。不过此人倒也担得起督公爷倚重，人是不错的人，就是喜欢吃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应该是异食癖。乱吃东西不要紧啊，
这不要紧，都是小问题。只不过是乱吃些东西而已嘛，总好过前面那2个吧。连着宁错都莫名的松了一口气。正当他重新露出邪魅表情时，就瞧见这位极其倚重、智慧超群、人称赛诸葛的陈大人突然隐秘又快速的从身边暨大学士衣摆上揪下来一个从御花园回来时不小心带回的一小节树枝的枝叶，快速的塞进了嘴里吃了。他手速好快啊！宁错此刻的表情有些石化，显然被自己信赖倚重的手下们吓得不轻。督公爷，您挺住，还有李峰李大人呢。李峰？对，李峰？对，您忘了李峰大人的为人了吗？他可是再冷酷不过了。对，李峰。夫人，奴才下面要介绍的这位李峰李大人，可是督公爷手下的一名悍将，官居刑部侍郎，为人铁面，手段强硬。到了他手里的犯人，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官员重臣，到了他手里就没一个不怕的，很得主子爷看重呢。此人为人体恤。咱们出使的金雀楼，这个京城第一的销金窟，是你们下边的产业吧？好像是。怎么，李峰去嫖妓了？督公爷，见过你们当红头牌雪玉姑娘吗？督公爷，你以前无聊去金雀楼时，雪玉姑娘应当是主动去献过舞，记得对方的飞天舞好像很厉害。当时您还随意夸过句不错，那位雪玉姑娘呀，当场就羞红满脸，对您抛了个媚眼儿。当然，督公爷您当时肯定是视若无睹了。好像是有些印象。怎么李峰的相好，莫非是这位雪玉？那位雪玉姑娘不是李峰大人的相好，她就是李峰大人本人。谁？李峰？跟眼下席位上冷着一张古板的老脸，蓄着胡茬子，随时准备给人上刑的黝黑男子是一个人。想到对方好像还抛了个媚眼给自己，宁错呛得更厉害了。他为何要去金雀楼装女人，还故意要主动献舞给本座看？大概是太想表达忠心，觉得光是刑部做事还不够，想着金雀楼是你的产业，就去帮你赚钱去了。人家可是很努力的，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直接奋斗成了楼里的头牌舞姬，帮你赚了很多的钱不说，甚至还热情的亲自为你献舞，就为博你一笑。爷，您看我还介绍。快闭上嘴！爷，您看我还介绍。快闭上嘴！小乐子其实也不想再介绍了，今天的事儿对他的冲击太大了，他觉得以后再也无法直视这些督公爷倚重的属下了。可萧兔此刻目光却是巡视的扫了一圈宴席上的朝臣们，然后抬起手一连指出2个人。这2个也是您家督公爷的得力手下吧？魁梧的是镇远将军徐牧，年轻的是上一届的新科状元柳清源。此2人，你的镇远将军是不是总是丧妻？倒是听说过，好像是死了6个，而且每次妻子死不久，他就会很快再成婚，然后大摆宴席，还广邀朝廷各位官员去参加他的婚礼。都说是徐牧克妻，所以他才不是克妻，他的第6任妻子此刻不就好端端的站在他面前吗？这在何处？那不就是他身边你的另一个得力属下，那个上一届的状元郎吗？他俩小时候是一个词院出来的，同朝为官之后认出彼此，2人同样没爹没妈，做官后也是清官，日子那叫一个难过。可是他们又不能贪赃枉法，于是一次偶然机会，2人发现京里的官宦人家成婚竟可以明目张胆的收受彩礼，于是2人就想了一个妙计，状元郎假扮新娘子，大将军装新郎，2人假结婚收彩礼，3年结了6次，每次家里钱不够用了，他们就会再结一次。怎么看这2人也算是个人才呀，3年结了6次婚，光彩礼竟然赚了近10万两。哎呀，这2人可都商量好了，他们这辈子都不准备真的成亲，要这么一直合作下去。他们都仔细算过了，3年6次婚是10万两，他们活够60岁，2人等老了之后，那就都变成超级有钱的大富翁。唉，这可真是太美了。
话说，每次这俩人结婚，你好像送的贺礼是最多的吧？镇远大将军呀，手握30万大军呀！哎呀，跟上一届小三元的新科状元假结婚6次，骗彩礼过日子。还有刑部的那个，你是对都公爷有什么误解呀？一个煞神大老粗，不好好在刑部替都公审案子，你跑去青楼扮女人跳舞赚钱，你是变态吗？还有苏轼了，你可是世家公子呀，你可是名满京城的小诸葛呀，你美名在外，你知己无双的，你明年就要升任一国首辅了，你知道吗？你用得着偷季学士衣服上挂的树叶啊？你们苏家百家世家是缺了你吃了，还是缺了你喝了，把你饿成这样？还有那个喝壮阳药的，你的小身板都瘦成那样了，还半月睡了20几个女人，平均一天最少2，你这是在玩命啊你就不怕累死在床上吗？哎呦，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是什么人呢？真是一个个的都是什么人呢？真是，不能再想下去了。老公，你确定你是反派 boss 吗？哦，我是说，你确定是祸乱朝纲、颠覆天下、准备造反的大坏蛋，而不是带着一群装女人、骗彩礼、喝壮阳药的沙雕手下过来搞笑的吗？宁错满脑袋点儿。夫人，这些事儿其实跟都主他没啥关系，这人有百态，也是无可奈何的。就像夫人您一样，平日里不是也喜欢搞出些让人无可奈何之事吗？都公爷看了，那也不是宠着吗？哎，说的也是哦，我才是平日里负责搞笑的那个，那没什么问题了。所以主子爷，您是被沙雕包围了吗？大都公这副样子可少见，他这都是从哪儿找来的人才啊？被撞的都怀疑人生了吧？要不要再多说几个逗逗他？不许你笑话本座。不像。今个宴会你是主人，不准备说上2句？不说了，敬我的人不用我说，自会敬我。至于其他人嘛，哼，你在这儿呢，他们可不敢。不敢最好。其实我倒是挺希望有人有胆闹上一场。不然岂不是浪费了这场特意选在皇宫的盛宴？哎，要不然你出去转上一圈，我来跟他们玩玩。你这是要赶本座走啊？哎呀，去吧，我就随便玩一下。你是1刻钟都闲不住啊。你不懂，这可是我生活中快乐的源泉。哎呀，走吧，你就出去转一圈。再说，难道你就不想跟刚才介绍给我的那几位人才们私下交流一下吗？自家主子风评被害，可你看他们现在还在宴席上，啥也不知道，还个个乐呵得很呢。那本座去了，有事让人来报。哼，知道了，你忙你的哈，我这边不着急哦。主子真就这么放心夫人走了？让他玩去吧，谁不长眼，杀了便是。去将那几个混账东西给本座叫过来。大殿中，宁错一走，气氛立刻就是一变。原本老老实实装孙子的官员们，此刻却开始互相的递了个眼色。这位大人，悄悄说什么呢？不如大声点儿，让本夫人也听听。本夫人有些问题想问下诸位大人。徐太傅年纪这么大了，眼睛就别弄这么大了。你老眼浑浊，眼袋乌青，又如此目眦欲裂，咬牙切齿的，看着实在有碍观瞻。你敢羞辱本官？哎呀，徐太傅怎么这么说？本夫人这是在关心你的身体，毕竟您老近日白天处理公务，夜晚还要夜浴数男，如此辛苦劳作，不好好保养身体怎么行？胡言乱语，胡说八道！本官何时？萧氏，你污蔑老夫，你心怀叵测，不安好心呐！你萧氏，你污蔑老夫，你心怀叵测，不安好心呐！你本官现在就要去皇上那里告你，本官要跟你不死不休！
哎呀，徐老太夫怎的这么生气？本夫人也是一片好心。你恶意重伤，污蔑朝廷命官，用心实在歹毒啊你！老夫今日就要向皇上讨个说法，不然还有何面目见人呢？太夫不要这么激动嘛！你要讨个说法，哪里用得着找皇上？我现在给你就是了。哎呀，不要激动，毕竟都这么大年纪了。好，你说。大理寺卿何在？臣大理寺卿高聪见过夫人。本夫人最近听闻，皇城之中近几年内，每到了这个时候，总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失踪。禀夫人，确实如此。此事是从3年前开始，这些人有些是出门游玩失踪，有些是出访亲朋好友，人就不见了。这么久过去，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那这些失踪的人，可都是些男子啊？正是，而且都是些身强体壮、身高5尺有余的汉子，也不知道他们是因何被人抓走的。这就要问太傅了。萧夫人，你刚才言语污蔑本官不说，现如今更是出言陷害。衣服扒了。话落，2个侍卫上前，一句废话没有，直接将要撞住的徐太傅的上衣给扒开了。瞬间，徐太傅那皱巴巴的苍老皮肤上密集的指甲抓痕还有齿痕就露出来了。你们这群坏渣干什么？这是，快些放手！放手啊！这些都是本官夫人跟妾室们留下的，快给老夫放手，不然老夫定将你们碎尸万段的！哎呀，大理寺卿验查下吧，想必你办案多年，男人女人的牙印还是分得清的。回禀夫人，是男人的齿痕，甚至那些指痕也都是男子所留。男人女人的牙印还是分得清的。你说谎，肯定是你看错了，这些是女子留的，不是男子，不是。夫人，请准下官为今年京城陆续失踪的37人重案，将太傅带去大理寺审问。不是我，就算老夫身上的痕迹是男子的，也不能证明我跟此案有关。这些是我到南风馆里留下的。南风馆里的小官们个个若风拂柳，可没人能留下擀面杖似的手印子。本官是太傅，是2朝元老，你们谁敢碰老夫？滚开！滚开！这位是都司于大人吧？是下官。哎呀，买官卖官赚了不少钱吧？刚收的一波账，这银子啊，可都要从袖子里掉出来了。吓得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嘴巴哆嗦了半天，连声儿都没发出来，就被女人手一挥拖了下去。然后他慢悠悠地看向了下一个。督察院的李大人，对吧？别人家的清白姑娘是不是特别好睡？人都弄死了，还敢留人家香帕在身？李大人话都没来得及说上一句，也被拖走了。清丈府尹左大人，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夫人嫁给了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自己无耻喜欢男子，就别娶妻生子。媳妇给你生完孩子，你转手就毒死了他，转而让自己奸夫顶上。你还真是癞蛤蟆装青蛙，长得丑，你玩得花。左府尹跟他带来的那个男扮女装的贾夫人，2人一起全被拖了出去。小兔继续下一个，也是左相党的最后一个了。王大人是吧？你妈贵姓啊？王大人双白眼一翻，咯的一声，直接吓晕过去了。他这怎么了？我这话都还没说完呢。殿内侍卫动了，熟练的将这位王大人也拽着腿就拖了出去。哎呀，行吧，下一个吧。哎呀，行吧，下一个吧。夫人，没有下一个了。没了。萧兔仔细的瞅了一眼。左相党还真的一个不剩了，有武将噌的一下子站了出来，双手抱拳就道：我等从今愿为夫人马首是瞻，恭祝夫人荣宠加身，尊宠不朽，青春有驻，貌美如花。我等从今愿为夫人马首是瞻，恭祝夫人荣宠加身，尊宠不朽，青春永驻，貌美如花。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诸位既然这么诚心，本夫人也就不跟诸位客气了。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啊！大家怎么不笑啊？不开心吗？众人立刻就笑出了节奏感。宁都
公虽然平日里不做人，可萧夫人你是真不是人啊！萧兔看着大殿中的一派和谐，满意的点头，跟李明善挤眉弄眼。看到了吗？我身上元神似海，气吞山河，火兔一出，莫不臣服的王霸之气。看到了，的确很王霸。你是不是骂我？没有。哼。哎呀，宁小错那家伙忙活了这么多年没办成的事儿，我只露了个面就给办了，可见我的聪明才智与无双智慧，还有无上的美貌。我跟你说话呢，你转过头干嘛？我眼疼。眼疼？要不要我帮你揉揉？我可是有独家手法，眼部健身操，每天左右5分钟，保证你跟我一样拥有卡姿兰般明亮大眼。哎，不信你看我，每天晚上激战到夜半，不开灯也能视物，什么姿势？哎，你去哪儿啊？我还没说完呢。哎呀，耳朵也疼，我想静静。小明，静静是谁？难道我已经不是你最爱的宝宝了吗？你竟然如此对我，你这个狠心无情的女人！打你哦！哎呀，这皇宫景色不错啊，修士路太绕了。这皇宫景色不错啊，修士路太绕了，也没有标识牌，说在这里的人都不会迷路的吗？哎，真替他们担心。你迷路的就直说。哎呀，小明，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所以我到底该怎么回去？我走前面，你跟好我。好嘞。李明善凭着超强的观察力，顺着他来时留下的痕迹重新往回走，期间转了18道弯，外加一道只能爬过的假山，一棵歪脖子柳树，还有一个狗洞。萧兔跟在他屁股后面，一路上可乖巧了，直到他从洞里出来，看见一个疾步而去的绿装宫女。哎，这位姐姐，请留步。别找我，我什么也没想干。什么情况？今天见到我的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跑得快？你是不是又干什么坏事了？当然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不认识你喊人家干嘛？是他头顶上写着要来找我麻烦，我这才喊了他一声，给他创造机会来着。谁知道他刚见到我，却像是见了鬼一样。你现在确实神鬼皆避，生人勿近。小明，你怎么能这么说一个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小仙女？那美貌与智慧并存的麋鹿小仙女，你还不走，是想等着你男人来看你钻狗洞吗？狂奔的宫女带着满脸的惊吓，一路跑回了高贵妃的住所。她正是高贵妃的侍女翠柳，也是六皇子想要利用其让高贵妃对付萧兔的人。怎么样，把人骗过来没？没有，人没来。怎么没来啊？你没跟他说是母亲亲自找他，还是根本就没有见到人？见到人了，可是什么呀？你快点说。可是他太可怕了。什么太可怕了？事情是这样的。六皇子听完翠柳说完，也是吓了一跳。当真如此？我亲眼所见，你不信可以去打听一下。左相他们此刻都已经身在殿牢了。要真是如你所言，那正好能为我所用。你去把那萧兔的神异之处告诉我母亲，还要告诉贵妃。按我说的做。那好吧。哼，小明你变坏了，竟然想告我状。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现在都会借喻喻人，你这是……哎呀，怎么了？李明善朝他使了眼色，萧兔这才看见誉王，不过只是露出微笑，对他点了一下头，然后就从两人身边走了过去。这人是什么意思？看不透，不过确实没安什么好心就是了。跟刚才那个对你不怀好意的宫女有关吗？那个是另一波，叫什么高贵妃的人，听了六皇子挑唆，想给我来个下马威而已。至于现在这个，才是真正有意思的。我不喜欢此人，看着风光霁月，其实心怀鬼胎，而且还死缠烂打，死皮赖脸。我也不喜欢。好了，别不开心了。他要是真敢再乱来，杀了就是。看来把本座赶走，他玩得很尽兴啊。夫人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这么大的喜事儿，何该帮夫人再办场庆功宴才是？怎么？一场还不够你乐的，还想再看场好戏？哎呦，奴才岂敢呀！只是夫人当真是个活宝，玩着也不忘帮爷您把碍眼的人都给办了，可见夫人心里爷您的重要性啊！那就是再办一场。督公爷英明，那下次宴会办在何处？奴才这就先叫人准备着。还在皇宫，这次叫上百官。
咱们的庆功宴也摆在皇宫，还要叫上百官，难道主子爷是想所有人一起参拜夫人，好为夫人正身立威？不，本座是想让他放开了玩。哎，我的爷爷，你可真是充起气来不怕事儿大呀！那满朝文武百官要是听见您这话，那还不带当场就哭了呀！爷，您知道您已经完美具备昏君潜质了吗？您？萧兔偷偷摸摸地探出个脑袋，一副我吓到谁没有的调皮样。爷，夫人来了。来。哎呀妈耶，这就是我男人吗？一会儿不见，怎么感觉更好看了？我要叉他！夫人，多公爷本就是您的，倒也不用这么着急呀。小坏蛋。出来一天，该回家了，夫君，不然家里的蚊子都饿瘦了。你不是要正面上本座吗？我那一听就是玩笑话，逗他们玩呢。你不会当真了吧？会，本座还要正面。哎呀，快回去呢！说好了，正面。两人小声的嘀嘀咕咕的朝大殿外走去。月光照耀下，站着的人影看着远处，脸色冰冷如霜。王爷，您别看了，人已经走了很久了。难道本王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吗？王爷，事已至此，自哀自怜毫无用处。想要重新赢获美人心，最重要的是您要怎么做？本王能怎么做？你是没见今日他看见我时是什么态度，冷漠的就如陌生人般。那王爷您呢？可试过想要的结果？试过了，他果真毫无察觉。果真如王爷猜想那般，萧夫人虽然能看破人心，却对您的想法毫无所觉。都说观己者不能算，毕竟我们二人也曾拜堂成过亲，关系自不是旁人能比。萧夫人的能力当真是让人难以置信，一双眼睛竟好似能看见所有人的隐秘般。今日左相一派竟全折在了他手里，如此鬼神莫测的能，若是能为王爷所用的话。好了，王爷，现在已经不是妇人之仁的时候了。你看看那宁贼，京城区密院的兵权在他手里，三司的财政大权也在他手里，中书省的行政权还在他手里。如今左相也被萧夫人替他连根拔起了，那群武将和大臣们今日竟然也争相投靠了过去。宁贼他此刻可以说已经完全掌控了全局，真正做到了只手遮天。若是他现在就想造反，王爷您该拿什么跟他斗啊？老王爷远在边关，远水解不了近渴。说是宁贼要反，你觉得他会放过您吗？那人睚眦必报，锱铢必较，因为萧夫人的事情，想除掉您的心思已经不是一日两日了。好了，不必说了。那王爷您，本王只是不喜欢你将本王对他的一片真心说的这么唯利是图。是属下失言了，只要宁贼不在，那萧夫人早晚都会明白您的一片真心的。也只能先暂时委屈他一下子了。那您准备什么时候出手？别高兴得太早，事情怕是没你想的那么容易。方才本王出现在他眼前时，就发现他周围有不下数十道的人露出杀气。怎么会这么多？这只是本王察觉到的，至于暗处，恐怕还有更多。宁错竟然派了如此之多的暗卫在他身边，真是看得比眼珠子都紧。还有他身边那个总是形影不离的女护卫，也是个麻烦。先前的计划恐怕要改一下了。父亲给我派的人到哪了？已经都到了，未免打草惊蛇，都藏在城外的密林中。叫他们都好好待着，没有命令，谁也不准露头。王爷放心，这次老王爷派来的人，只有属下知道，万不会泄露半点风声的。本王其实别的不担心，就是担心意外会出现在他身上。王爷不是说他没从您身上发现什么吗？你太小看他，就算没看出什么，本王也能感觉到，他方才在见到本王的那一刻，心中已经起了戒备。他怕是不会再给本王接近他的机会了。竟如此敏锐，那王爷，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虽然很聪明，可只要是人，就必定会有弱点。而且比起宁错冷血残忍，他却出乎意料的善良，这是他的优点，同样也是他的弱点。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哦，自然是你了，我的主人，你美的简直让人窒息。那魔镜，你能告诉我，谁是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吗？哎呀，当然是你身边这位男士，他就是你男人，喂你吃，喂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看来昨晚本座是没收拾够你，一早上精力就这般旺盛。说的好像我怕你似的，我那是让着你，不服今晚再来战。何必等到今晚？本座现在就成全你。不行，我可是正经人，绝不白日宣言。本座不正经就行了。不要，不行，亚面爹！别动，
千万别动，我可能怀了。是吗？听说孕妇的需求会更大。哎呀，真是失策！不要痒死了！禽兽！还好我誓死保护住了清白。没保住清白的是本座吧？哼，这就是色魔的下场，看你下次还敢不敢？本座要是下次不敢了，你才要着急了吧，小色女。谁啊？谁色了？你这个大色狼！小色女。大色狼！小色女。大色狼！撒谎有什么呢？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小命不想要了，一点规矩都没有。哎呀，是奴才冒失了。不过乐总管前边催得急，不然奴才也不敢跑到这儿来呀。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出事儿了。小乐子重新回到店内。何事？说是两广那边今春暴雨，湖水暴涨决堤了，引得水湖两岸的民房全被淹了，数千百姓流离失所。总督季文秀欺上瞒下，隐瞒不报，惹得百姓民怨沸腾，已经暴乱了。哎，快去吧，一会儿我也要出门转转。别玩得太晚，本座晚上会早回。知道了，粘人精。让东厂的人去替季文秀的脑袋。是，立刻叫人去办。走吧，小明，咱们也有好几日没出去过了。京城里的百姓估计都该想本大仙了。你吃这么快，不休息一会儿再出门？不要，我的胃强着呢。咱们快走吧。行，不过不许跑。哎呀，知道了。王爷，人已经出门了，传令下去，行动。萧兔走在大街上，偶尔碰见有百姓上来打招呼，一阵清风忽然迎面吹来，而笑着的萧兔突然停下了脚步。只见他眼前热闹喧嚣的世界忽然缓缓地开始改变，满大街的人头上一个接着一个被血染得一片煞气弥漫，整条街上的人几乎瞬间出现了死兆。瞎子，带我走。瞎子跟哑娘同时出现在他的身边，夫妻两个什么都没说，左右扶着他的肩膀，瞬间飞身离开。瞎子，带我走。周身藏在暗处的暗卫们同时出现，飞身护在了他的周围。几乎在他们离开的同一时间，一群蒙面的黑衣人也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可看着被众人保护着远去的目标，他们却是并没有追杀，而是提起刀朝着周围的百姓杀了过去。半空中，萧兔见此，脸色一瞬间冰冷的。带我回去救人，这是命令。蒙面杀手们见此，同时放弃了周围的百姓，齐齐的朝着他们杀了过来。全都给我住手！扑来的暗卫见此，个个死死的握紧手中的武器，却全都停在了原地。小兔，你总是这样，明明跟你无关紧要之人，你也总是忍不住容易心软。萧兔神色冰冷的没说话，他的目光落在满脸杀气的李明善身上，红唇快速的无声开合了几下。李明善快速飞身离去。你这是让人去拦住宁错过来吧？可是你觉得他知道你落在我手里，真的会舍得不来？萧兔冷如寒星的眸子径直的落在誉王身上。你生气了，就为了那个冷血残忍的男人，一个犯贼，一个阉人。你生气了，就为了那个冷血残忍的男人，一个犯贼，一个阉人。比起他，你今日所作所为枉为人。本王若不是被他逼急了，怎会出此下策？都是他逼我的，若不是他逼我，若不是他抢走了你，本王也不会如此。少为你的卑鄙无耻找借口。你若恨他，大可去杀了他，哪怕你今日稍微有些骨气去刺杀他，我也高看你半分。可你无能、窝囊、恶心、下作，只会选这些无辜之人下杀手。小兔，难道我在你心里真的就这么不堪吗？你别忘了，宁错他也杀人，他手段残忍，天性嗜杀，杀的何止比我今日多100倍、1000倍。可他没你如此龌龊。说到底，不过是你看不上本王罢了，只因为他比我更有权势。你这么觉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今日之后，本王会给你更好的。哼，你不配。小兔，生气了？你不过是不敢承认自己处处不如他，你不敢承认自己其实害怕他，害怕的寝食难安，坐卧难眠。住口！你没胆子去杀他，甚至没胆子针对他，你只能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偷偷摸摸的杀一些不能反抗你的平民百姓。够了！誉王寒声怒道，他骤然收紧手中的银线，萧兔的脖子上一下子就被割出了伤口。怎么说到你痛处了？你不必故意激怒，本王可舍不得动你。而宁错，今日我杀定了。你杀不了他。以前或许杀不了，可是今日，小兔，我知道此刻你心里觉得我卑鄙无耻，可是我不在乎，因为你我都清楚，本王要对付宁错最快最好的办法
其实就是你。小兔，我知道你很聪明，也知道你很在乎那人。不如这样，我们打个赌如何？今日要是宁错不来，我立刻就放了你。这么可笑的话，你自己说出来信吗？好吧，不要生气，是我说错话了。我虽不会放了你，不过肯定不会害你，你相信我。其实说不定呢，他会听你的话不来。不过他若是不来，岂不是枉负你一片真心了？他来不来，今日都是你的死期。本王本来就是赌一把，看看你在那位心里有多大的分量。你知道，若是他来了，那就是他的死期。他要是要让你失望了，他不会来。你这话什么意思？你怎么肯定他不会来？你方才吩咐李明善到底说了什么？誉王的脸色变了变，萧兔视线掠过他的伤处，人却是不再说话。小兔，你别逼我，你知道我并不想伤害你。说着，手上的银丝又紧了紧。当然，前提是你告诉我，你到底跟李明善说了什么了？既闹到本座面前了，那就都说说吧。主公，两广大禹致使河水倒灌，姬文秀隐瞒不报，致使百姓怒而暴乱，已经死了不少人，其人该死。他是该死，本座会让人将他的头挂在城门楼上，永世不许摘下，以谢恩怨。姬文秀死，可这两广的烂摊子却需人接手。说说你们谁愿意去？下官愿意一试。赐封钦差，赐尚方宝剑，领精兵1万。赐封钦差，赐尚方宝剑，领精兵1万。到地方谁不听调，杀干净。下官领命。现在说说两广的堤坝，建造不过2年，银钱费了数十万，一场暴雨说塌就塌。你们这堤坝莫不是用纸糊的不成？督公恕罪，督公恕罪呀！这两广堤坝建造的事儿，微臣实在是不知。当时的监工是左相的人，下官是……多公爷，下面人传来消息，说是誉王府传来异常，誉王不知为何装扮成王府小厮出了门。看清楚了，派去监视的人眼睛立着呢，绝对没有错。派人跟了吗？这奇怪就奇怪在这点上，派去的人被人给拦了。明明多公您都把誉王的人给全灭了，他竟还调得出人手来。那小东西今日出门了吗？夫人出了吧，走的时候不是说要出去？多公爷您去哪儿啊？李明善快速地朝皇宫而去。多公爷您去哪儿啊？李明善快速地朝皇宫而去，他要比宁都公手下的暗卫再快上一步，不然等暗卫禀报后，他怕自己根本就拦不住对方。宁都公，夫人说不让你去，他发现不对劲儿的时候，就问暗卫们要了袖剑跟毒药。誉王现已经中了他剑上的毒，不消一炷香时间，他必死无疑。你去了只会……后面的话，李明善没有再喊下去，因为眼前已经再看不见那道刺眼的身影了。誉王看着不再说话的萧兔，脸色变得阴鸷无比。小兔，你知道我不想伤害你，可你要是什么也不说，我只能让你吃些苦头了。小兔，我最后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吩咐李明善说了什么？如果你不说，我会断你1根手指；问你第2遍，我会断你2根手指，以此类推下去。不过你放心，就算以后你手残废了，本王也可以向你保证，本王今生必定独宠你一人，再不会有其他女人。哼，你可真是超乎寻常的让人觉得恶心。哼，你可真是超乎寻常的让人觉得恶心。小兔！誉王忍着血气逆流的痛楚，手中的银丝同时割开了女人雪白脖颈的皮肤。住手！不然他死！你来了，你真的来了，好，很好。宁错，你有种！你想杀的是本座，放了他。本王就知道宁都公会来的。怎么样，小兔？看来我们的打赌最后还是本王赢了。怎么了，小兔？这是担心了？你找死！我们的宁大都公这是急了，急了，他急了，你看见了吗，小兔？本王不过是稍稍动动你，他就哇的一下变成这样。看来你在我们这位冷血残暴的宁都公心里地位果然非同一般呀。不如小兔，我们再打一个赌，就赌看看我们的宁大都公能为你做到哪一步，怎么样？宁都公，只要你能做到我的要求，本王说不定就将人给放了。宁都公，只要你能做到我的要求，本王说不定就将人给放了。放
放你娘的屁！你当我们是3岁小儿不成？这种话你自己说出来信吗？督主，万万不可呀！夫人现在就是这狗贼手中捏着的底牌，放人就意味着他死。他故意这么说，就是为了羞辱您呐！哎呀，乐总管，你真当你们督公是傻子吗？他会听不出来本王的意思吗？啊，你不是狂吗？你不是想怎么耍弄本王就怎么耍弄本王吗？今日本王就是要羞辱你，所以宁督公，你做不做呀？随后，那锋利的银丝又紧贴了女人脖颈3分。本座照做，你放人。好，那就先让本王看看宁大督公的诚意。现在给本王跪下，磕一个吧。放肆！爷，万万不可呀！宁错却是已经俯下身，萧兔的瞳孔紧缩了一下，愣愣地看着男人伏地的样子。誉王爆发出了一阵更大的笑声，眼睛里更是一片扭曲的快意。好，好，好，宁大督公竟能做到这一步，那接下来再学几声狗叫给本王听听。誉王，你这狗东西，你他娘的真是找死！而宁错缓缓地抬起头，一张脸上诱惑与恐怖并存。宁错，你可想清楚了再做决定。没想到啊，没想到堂堂的宁大督公竟会为了个女人如此低三下四跪地求饶。既然知道害怕，那就别犹豫了，叫吧，说不定你叫的好听了，本王现在就将人还给你。够了！萧兔忽然不顾脖颈上的银丝，怒喝地挣脱誉王掐着他的下颌的手，他的脖子也瞬间被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大口子。誉王吓了一跳，持着银丝的手快速松开，就怕这一下子割断了对方的脖子，落得人死，他也绝对要陪葬的下场。誉王大惊失色间，还没来得及动作，被他挟持在怀的女人一只细白的玉手已经快速地拔出了头上的3叉发钗，直接就捅进了他的脖子里。誉王看着眼前这对杀人都这般默契的男女，忽然间明白了什么。你们的确很配。说完这句话，誉王就死不瞑目地倒在了地上。宁错连看都没看他一眼，抬手将脖子冒血的萧兔抱进了怀里。找到了，这里，爷。宁错伸手快速接过，然后将其小心翼翼地撒在女人的伤口处。宁错，我有没有说过不让你来？本座知道。知道为什么还要来？我让人特意给你传信过去阻你，你是不明白我的用意吗？本座明白。明白还来？那你是信不过我，还是觉得此事我处理不了？本座没这么想，本座只是担心你受伤。为什么要担心我受伤？今日这满大街死去的人，皆是受我牵连。今日这满大街死去的人，皆是受我牵连。我只是受伤算什么？我受伤是应该的。小兔，已经因我死了这么多人还不够，你还要过来？你明知誉王狗急跳墙，无所不用其极也要抓住我，就是为了要威胁你。你明知事情已经发生，过来不过是徒增危险，却还要来。你明知道那个狗杂种他要用我来杀你，他要用我逼你去死，他要你死，混账东西！小兔，你冷静点儿。我怎么冷静？他差点就得逞了，他要杀你，这个王八蛋，他用我杀了你，他还让你下跪，他怎么敢？他怎么敢？他不会得逞，本座能力你不知道吗？他杀不了我。本座方才不做反抗，不过是拖延时间，让人准备弓弩。你先别跟我说话！今日遇难的人都好好安置，街上受伤的人也让医者救治，还有给那个混蛋也包下。主子爷，您没事吧？督公爷，什么事儿？主子爷，您没事吧？督公爷，什么事儿？爷，您这夫人都跟您吵架了，这夫人跟爷您发这么大火气，您这咋还这么平静呀？而且刚才誉王如此羞辱了您，您此刻竟也没什么反应了，这也太反常了吧？想死了吗？爷，誉王府的人剥皮抽筋，还是熬油点天灯？您一句话的事儿，可千万别如此样子，奴才觉得害怕呀！滚过来！主子爷，你有事儿尽管吩咐。宁错直接将那只一直盯着的受伤的手递了过去。听你们夫人的话，给本座也包一下。哦，原来刚才夫人最后一句说的那个混蛋是主子您呀！夫人刚才那么生气，竟然还记得督公爷您的伤，
还让奴才给您包扎，可见心里有多在意您。爷，方才奴才听夫人对您发火，虽然字字句句都是在生您的气，可是奴才却觉得夫人只是因为太担心、太在乎您了，还怕您出事儿才这么生气的。夫人只是因为太担心，还怕您出事儿才这么生气的。听出来了。哎呦，可不是嘛！夫人平日里呀，多大大咧咧呀，奴才还是第一次见夫人这个样子。本座也从没见过她这般失态的样子。奴才刚才可还是见着夫人眼睛都红了，怕不是都要为您哭了。可见夫人真是爱极了您呐。本座要回去了。哎，那这些人爷您不管了？照你方才说的处理干净就是了。本座要回家哄夫人了。还在生气啊？其实事情也不全怪宁都公，所谓关心则乱，他越在乎你，在知道你出事后就不可能冷静。你让我去拦他，本就该知道拦不住的，哪怕就是拖延个一时半刻，那都是不可能。听说他人去到那儿，宁肯给人跪了，那可是宁错，宁大都公，你这还看不明白呀？就是他跪了，我才生气。所以你气的其实是别人折辱他吧？谁又能想到宁都公竟肯跪？不过还是那句话，越在乎也就越顾不得其他了。越是这般，才越不该去，跟买一送一有什么区别？那这可真是无解了。好了，不生气了，来上药吧。我也不全是生他的气，我也气自己，今日长街。小兔，那不是你的错，谁能想到誉王竟会如此丧心病狂，竟拿人命逼你啊？你已经做到自己所能做的，不必因有人行恶你来自责。我自不会用别人的恶毒惩戒自己，只是后悔自己应当早点杀了誉王，不然也不会搭上如此多无辜之人的性命。小兔，你不是坏人，你对很多人总是抱着善意，所以才会日日出门帮人算命。也正因此，你不会在誉王没做坏事之前就先出手杀了对方。誉王也正是抓住了你这点，才能算计了你。可从今日教训来看，这显然不是个好习惯。哎呀，我的爷爷，你这飞得也太快了，奴才差点没追上呀！哎，你怎么回来了？主子，您要哄夫人，奴才这不立刻将后面事儿交给下面人，赶紧着回来帮您出谋划策吗？本座哄老婆，还需你出谋划策？那主子爷，您想好怎么哄了吗？你太小瞧你们家爷了，这种事儿男人有了夫人，自然而然就懂。你这种没有夫人的人，自是不会懂。爷，您又来了。行了，本座无需你教，他最喜欢什么，本座比你清楚。主子爷当真的？那夫人最喜欢什么？他最喜欢的自然是本座。是我高看您了。你那是什么表情？他最喜欢的是本座怎么了？你难道有什么意见不成？不敢，奴才也是这么认为的。前不由衷，口是心非也好，今日本座就让你好好看看他最喜欢的是不是本座。你去将本座最华丽最好看的衣服给本座找出来。爷呀，您的衣服都是经过无数工艺又层层筛选上来的，每件绝对都是无一丝一毫瑕疵，最完美的，都好看呀。蠢货，本座去见夫人，最好看的自然是那种性感一些的。都公，何为性感呀？就是薄一点，透一点，胸口开大点。看什么看，还不快去找！是，奴才这就去。爷，您的衣服奴才全看了个遍，你要的那种性感的衣服没有啊？怎么可能？本座那么多衣服，你可看全了？看了。哎呀，虽然您的衣服非常多，而且件件都很华丽，可性感成您说那个样的确实没有。本座坐拥天下，竟然连几件衣服都没有吗？爷，有没有可能您已经坐拥天下，所以根本不用穿这么骚呢？胡言乱语什么？既是本座的衣服，怎么能叫骚？是，那叫性感。当真没有吗？没有，奴才亲自检查过了，一件都没。不应该呀，本座记得本座是有几件衣服，应该都很骚包才是。本座记得本座是有几件衣服，应该都很骚包才是。您是有几件衣服很骚包，不过骚成那样真的没有。来人，去叫人照着本座说的衣服款式做。照着手下人的速度，最快也要半日。太慢了，难道要等那小东西气够半日再进去不成？不行，要另想他法了。
宁错挑着眉，忽然眸子一动，有了。小乐子，主子爷吩咐你帮本座去准备。小乐子听完眼睛大亮，哎呦，主子爷睿智啊！夫人平时确实最喜欢这个，您可真是聪明绝。别说废话，赶紧去。哎，得嘞，奴才现在就去办。夫人，初次相见，在下有礼了。夫人，初次相见，在下有礼了。贸然前来，还请夫人见谅。实在是小生初见夫人，就已情难自已，这才厚颜前来自荐，还望夫人切莫嫌弃。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哎呦，爷，好样的呀！不愧是咱们都公府第一个找到老婆的假太监，就服您了。房间分外的安静，只有宁错深情款款地看着根本不理他的萧兔。你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唯一消得人憔悴。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相知相见知何日？此时此景难为情。宁错笑意逐渐的变化，带上了邪气的宠溺，直接亲了他一口，这才笑着转身出去了。爷，这夫人看着没反应啊，会不会不行啊？你怎么知道没反应？继续，下一套。屋内以为走了就完事儿的萧兔正准备闭眼休息，哪知道还没过上一会儿，熟悉的脚步声再次走进来。微臣西域特使，见过镇国夫人。小臣奉旨入京，敬献夫人，还请夫人怜惜，还请夫人享用。夫人，夫人。哎，快走快走，你不走我走了。好，本座走。宁错走后，萧兔整个人都不太好了，脸红心跳，口干舌燥。小兔，你还好吧？我没事儿。可你鼻血都流出来了。我就是天气太热了上火，你帮我倒杯水就好了。都怪宁错那个混蛋，竟然穿成那样过来，简直是别有用心。哼，以为用美男计就行了？我是那种司令之婚的人吗？不像你看的眼睛都不会眨。我是那种司令之婚的人吗？不像你看的眼睛都不会眨，鼻血都流出来。哼，也不知道从哪里学的歪门邪道，竟然用在我身上，以为这样先前的事情就过去了吗？从哪儿学的？不是跟你学的吗？宁大毒公这种人竟然都学会勾引人了，感觉眼睛都要被吓瞎了好吗？大热天的穿个貂，世界上还有人比他更骚吗？有，怎么会没有呢？也不知道是谁，刚认识的时候为了勾搭这个男人，底裤都不穿了，那个放飞的模样啊，简直没眼去看。哼，俩人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哼，别以为打扮好看点，今天这事儿就过去了。我才不是那种被美色诱惑就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人，我一定要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绝对会。正大声义正言辞吆喝的某兔，听见一阵特别清脆的脚步声响起。那个小明，你先下去吧。呵呵，女人。看来夫人对本将军这副模样很满意。没办法，冷酷军阀这一挂，宁错扮起来真的很带感啊。哼，衣服哪来的？在你以前喜欢做衣服的小铺子里拿，说是你以前画的设计图里面夹带的，老板娘觉得好看，就跟你衣服一起做，上面的配饰还有些鞋子是本座让人赶制的，怎么可是喜欢？我虽然说最近不想理你，不过你要是知道自己的错处了，我们也不是不能提前和好。我知道我惹夫人生气了，我愿意承担错误。真是越来越好看，越看越完美，以前都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这么适合 cosplay。怎么办？对着这张脸真是连气都生不起来。想吻我吗？
萧兔就再也忍不住了，双手缠上男人的脖子，对着男人的冷唇就亲了上去。萧兔发誓，他真的是很想矜持上1分钟，可是今天实在是被撩到了，一直亲得他缺氧，才被男人意犹未尽的给放了开。你这么用力做什么？你是想见我被亲晕过去不成？夫人实在美味，一下没控制住。你顶着阎王脸，说话也不害臊。夫人喜欢我这样闷骚。阿错，你这样可真想让人犯罪。想怎么对本座犯罪，今晚都随你。这可是你说的。胸肌、腹肌摸了这么多次了，手感还是这么绝。刚才我问你，你说你自己知道错了，不如现在来说说错哪儿了吧？你说本座哪里错了，本座就哪里错了。不要光捡好听的说，我想听你说实话。今天的事儿，你真的知道错哪儿了？我要听实话。本座错在应该早些斩草除根。你错在不相信我判断，下次不许了。好，知道了。你是知道了，就是不改，对吧？哼，阿错，你知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吗？阿错，你知道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床上生活和谐。什么床上和谐？是信任。夫妻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互信任。好，是信任。今天的事情虽然错不全在你，可你今天冲动行事的做法实在要不得。以后发生这种事，你首先该想的应该是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处理好它，而不是头脑一热就不管不顾的冲上去，平白的让人抓住机会对你不利。夫人说的对。这才对嘛！一辈子这么长，往后时间又那么久，我不可能日日都陪在你身边，今后谁敢说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下次如果我再出什么事儿，你一定要冷静些，做事三思而后行。特别是我已经让人告知你我能处理时，你就耐心等我消息即可。当然我是相信你肯定是有办法救我的，不过我也不能处处都依赖你，不是？你相信我，我有办法保护好自己。是，夫人说的对。你答应了就不准乱来了，今天算是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想来我们骄傲的宁都宫今天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也算是深刻难忘了吧？确实足够深刻。虽然深刻，可不必放在心上。这可是已经第2次了，我的小东西。只要我们达成默契，下次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情况了。本夫人还以为要费好一番功夫才能说服你，没想到宁大都宫这么简单就答应了。怎会？本座一直为夫人马首是瞻，怎会给了夫人留下这种不好的印象？其实今天的事情最大的错其实在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也不会连累你。此事与你无关。也不能这么说吧，要不是我，你……小兔，为夫说了，此事与你无关，是本座没有处理好这些杂碎，才给了他们可趁之机。人心难测，你也不能面面俱到。既然开始没选择除掉誉王，肯定是有他还不能死的原因。是本座优柔寡断了，起初就应该直接杀光誉王府，这样就不会受今日之伤。倒也不必这么严重，谁能想到誉王今日会如此丧心病狂？只要有一点苗头，就绝不能留。你这也太武断了，难道这天下对我但凡有点恶意的，你都要杀了不成？见宁错只是看着他，却是不见说话，萧兔就知道这人说这话根本不是在开玩笑。你不会来真的吧？你要知道，恶意那也是分很多种的，若是别人随便骂我2句，那也该死。我就说刚才你回答的这么干脆，原来刚刚说的那些都是哄我的是吧？你这个混蛋，现在都学会忽悠我了啊！我说你怎么一下这么好说话，感情是想背着我偷偷做坏事儿。你说到底想干嘛呀？我又不是个瓷娃娃，我都说了能保护自己了，你陷我一次会死啊！的确会死。你听听自己说的什么话，你还不如不说。你听听自己说的什么话，你还不如不说。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靠谱吗？还会死？我现在就想弄死你算了。跟你靠不靠谱没关系，本座只是为了预防意外。说得好听，还是你不相信我？本座自然相信你，你的能力世间几人能比？本座防的是外人，本座不会去赌这样的意外，哪怕一丝一毫都不可以。你别偷换概念，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相互信任的问题。
你说，下次我们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萧兔紧紧地盯着男人的脸，一丝一毫的表情都不准备再放过。我方才说了那么多，你是半点都没听进去啊！亏我心里还觉得你因我被威胁下跪自责，结果你竟然半点都没有觉得这是个教训。本座知道，小兔子你说这么多，其实是心中介怀本座因你下跪这件事儿。不过你其实不用多想，那种情况下跪了也就跪了，对本座无甚影响。怎么就没有影响？事关男人尊严，何况你是宁错。怎么就没有影响？事关男人尊严，何况你是宁错。小兔子，是宁错怎么了？本座的尊严与夫人安危相比，算得了什么？莫说今日只是下跪，就是夫人要本座的命都给你。胡说什么？没有胡说，不如你试试。是什么事？你给我正常点儿。若是真的实在介意，那就当本座今日这一跪，跪的是你。反正当时你本也在那杂碎的前边。你这叫什么话？难道跪我就不算下跪了？跪夫人当然不算，毕竟本座不是夜夜都有一种姿势，是需跪在床上宠爱你，夫人应当早就习惯才是。哎呀，说什么呢你？能不能正经点儿？恢复原形你就口无遮拦，我们可是在讨论正经事儿呢。本座是在为夫人排除不虞，如何？现在是不是再想到本座今日那一跪，心中舒畅多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提。现在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夫人定要本座的答案吗？就算过去了，以后谁也不许提。现在我们继续刚才的问题。夫人定要本座的答案吗？自然，这是原则性问题，也事关我们以后怎么相处。阿错，你不能总是想着逃避，有些事情发生了就一定要解决，这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相处更融洽。我可不想以后我们因为此事产生什么分歧，影响我们的关系。小兔子，其实本座不喜你方才露出那种自责的眼神，本座的小东西就应该每日开开心心干坏事才是。更不喜欢你说你不需要我也可以保护好自己，还说你不会日日都同我在一起，可怎么会不能日日在一起呢？明明你身上每一处都属于本座的，不是吗？萧兔的眼睛顿时瞪大了几分。吓到夫人了吗？啊，不用看了，似乎这是又犯病了。是为夫不好，刚才说话大声了。你确定你说的话问题是在大声上吗？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不想吓我就赶紧恢复正常。哎呀，你先放开我吧。夫人是不想为夫再碰你了。萧兔满头问号，萧兔急忙要开口，可张开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宁错已经骤然俯下身，毫无停顿的用力的吻住了他的唇，毫不客气的撅住他妖艳的小嘴儿，充满凶狠的霸道的吻了上去。小兔，这么多次了，还是这般美味的让本座无法自拔。夫人一直这么看我，是刚才为夫倾倒你了吗？你就不能正常点吗你？看来为夫惹夫人生气了，都是为夫的错。既然夫人生气了，为夫就该接受惩罚。宁错，夫人，为夫愿意接受惩罚的。你这个混蛋，到底有没有听见我说的话？都叫你正常点了，看你一脸变态兮兮的样子，哎呀，干脆弄死你算了。来，宝贝儿，弄死我，明明怎么都要不够啊，小东西。宁错发现了他居然在走神儿，那勾着唇看着萧兔的笑，那笑容别提多好看。来，宝贝儿，弄死我。那笑容别提多好看了，好看的萧兔差点想逃跑，可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身上的肌肤陡然间传来凉意，那是苍白的手指直接崩断了他身上那紧束的小衣。宁错，夫人别急。谁急了？混蛋，我是让你放开我。细白的双手是被抓住的，衣物也是被直接撕开的，邪恶的吻顺着红唇一路向下，移到了他纤细雪白的脖颈，辗转反侧，甜蜜啃噬。我可真是倾国倾城貌，多愁多病身啊！夫人还有哪里不舒服？我全身哪里都不舒服。他本座帮你全身都捏捏。哼，别以为这样，昨天的事情就算了。别生气了，本座此刻开始什么都不做了，一直给夫人鞍前马后侍候着，等你消气好不好？我的主子爷爷，
我的主子爷爷，您开玩笑的吧？这御书房案头的奏折都已经能埋人了，您难道忘了吗？谁让你鞍前马后了？去，别在这里烦我。本座，哎呀，走，看见你就来气，让我安静一会儿。好，夫人莫气，本座现在就走。看来你这是不生宁都公的气了。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我现在可气着呢。哪里气了？明明脸这么红，昨日是生气，今日分明是羞恼才是吧？小明，你真是学坏了，竟然敢调侃我了。哼，我可不敢。就是你昨日少见动怒，心中本有些担心，不想宁都公还真是有办法讨得都公夫人欢心啊。哼，他那是没脸没皮，我不跟无赖计较罢了。是，我们的都公夫人心胸广阔，有容乃大。哎，哼，这倒是事实，我确实够大。看来是我白操心了。不过昨天你的意思可是跟宁都公说了？别提了。昨天我一说，那混蛋直接变态了。哎呀，算了，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毕竟被人保护着，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根本不在乎另一半身上的劣根，还纵着他，你这也是真爱了吧？什么真爱？我才没有，我是懒得跟他计较。是，你懒得计较。小明真的学坏了。你怎么又回来了？那混蛋还有事儿？夫人，都公爷给您准备了个有意思的小礼物，特地让奴才给您带过来。此刻正在庭外，夫人您看。什么东西啊？夫人不如叫进来看看。哎，我跟您说可有意思了，保准夫人您见了呀，一定喜欢。哎，行吧，送进来吧，我倒要看看那混蛋送什么有趣的东西来。快进来吧。这是一只分外漂亮的鹦鹉，就是吃的胖了一些，眼大腿短还胖，跟萧兔上次收的那头大眼鱼几乎是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鸟怎么吃这么胖？这还能飞吗？他笑着问提鸟的太监，却见对方正是弯腰低头。你抬起头来。奴才司鸟院太监小错子，给都公夫人请安。玲珑头子安红豆，肉骨相思知不知？明月不安离恨苦，斜光到小穿朱户。别来半岁因书绝，一寸离长千万劫。山无棱，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萧兔看着摇头晃脑念情诗的胖鸟，嘴角疯狂的想往上翘，最后还是他拼命的压住，然后转过身去，不能再看了，再看真的就忍不住笑了。夫人不要走，不要离开我，是本座错了，不要生本座的气，没有你我怎么过？不要生本座的气，没有你我怎么过？没有你我怎么活？你是我的星星，你是我的月亮，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夫人终于笑了。宁错，你还能玩得更骚一点吗？不用玩的骚，本座就很骚。去你的！夫人高兴了，现在可不准赶本座走了。谁赶你走了？想留你留下来好了。那夫人忙，本座今日且陪着你。你把衣服换了去，看见你这样，我就忍不住想笑。宁错听老婆话，直接解开衣服扣子，连同帽子一起丢给了小乐子。想不想听曲儿？让小胖鸟唱给你听。还会唱曲儿？都会唱什么呀？夫人尽管点了。那就来首《十八摸》吧。宁错，看来这个宁都公还没教过他呀。要不本座晚上唱给你听，要不本座晚上唱给你听。好啊，你敢唱我就敢听。那本座可要好好研究研究。两人调笑着，时间过得很快，慢慢的萧兔就听着小曲儿趴在男人怀里睡着了。快乐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已经是3日之后，两个陌生的宫女就来访了，直接道明了来意，说是宫中的高贵妃有请。
我与你们高贵妃素不相识，她请我做什么？贵妃有请督工夫人，自然是有事。夫人，还是快与我进宫去吧。你想死不成？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竟然敢这么跟对方说话！翠烟这才猛然醒悟过来，奴婢出言不逊，还请督工夫人勿怪。我们家贵妃娘娘邀您前去，实在是有事相商，还请夫人赏脸。夫人，您如果不想去，怎么会？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我不去，岂不是不给人家面子？刚好我也无聊啦，说不定宫里有好玩的呢。走吧，小明，带你去找乐子。这就是我们贵妃娘娘所居的荣熙殿，此处整个地下都铺了地暖，园林四季如春，百花常开不败，是不是极雍容奢华呀？还行吧。我们贵妃娘娘自曾入宫，争圣宠20年不衰。本朝3位皇子里，其中大皇子、6皇子都是我们贵妃娘娘所出。我们家贵妃娘娘未出阁前就已经贤名远播，她端庄娴雅，修歪慧中。她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家世、容貌、举止、谈吐、聪慧，简直无一处不完美啊！贵妃真屌。人可是请到了，请到了，此刻就在宫门外。很好，本宫一叫他就来了。看来这位督工夫人很识时务嘛。那本宫交给你的事情可办好了吗？翠烟抬起头，有些不太想说的看着高贵妃。你办砸了？没有，奴婢都照着娘娘的吩咐，一字不差的对她说了那些话。是吗？那督工夫人怎么说呀？如贵妃所料，她夸赞了您。她怎么夸本贵妃的？她说贵妃您真屌。叫你过来，却让人将你挡在门外，这位高贵妃好大的排场。这叫驭人之道，先给你个下马威，让你诚惶诚恐一下。你是说他想收服你呀？他脑子没事吧？哎呀，小明，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人家多有眼光啊，这么快就能看出我独一无二、举世罕见的才能。希望过了今日，他不会后悔自己的决定。夫人，贵妃娘娘让你进去了。你就是宁都宫的夫人萧兔是吧？是的。夫人第一次进本宫，为何不行礼？因为身份高，夫君有见驾不拜的特权，我自该夫唱妇随。督工夫人还真是深谙拿着鸡毛当令箭之道。哪里，鸡毛如此好用，就问你怕不怕？其实本宫今天找督工夫人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夫人拉拉家常，联络感情。毕竟宁都宫在朝堂上帮着皇上处理公务，实在辛苦，本宫也要为皇上分忧，照顾好都宫的家眷才是。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想跟夫人拉拉家常。那你拉吧。听闻督工夫人你是2家妇啊？是啊，嫁的一个比一个好。你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哎呀，不贴不亮眼。虽然你现在被册封镇国夫人，可你是2家的宁都宫，都宫的身份尊贵，有时间不如多进宫来，本宫好让人教你规矩，不然说话总这么毛毛躁躁的也不像样子。不必，宁都宫就喜欢我毛躁。夫人这话倒是说得够不要脸的。不要了，给你吧，刚好你没有。你虽现在是都宫夫人，可是身份实在低贱，有功夫还是进宫来，让本宫好好教你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也好陶冶下情操，省得整日里这么粗俗不堪，难登大雅之堂。哎呀，不必，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我都会。既然都会，那就做首诗来听听。好啊，人不好，嘴不甜，长得难看还2皮脸。人不好，嘴不甜，长得难看还2皮脸。东方不亮西方亮，傻逼啥样你啥样？大胆萧氏，你竟敢辱骂本宫！哎呀，贵妃怎么会这么想？我就是照着贵妃要求做了首诗而已。什么诗？明明就是污言秽语。打油诗啊，都这样。你还想要狡辩？你做出这种骂人的诗，还对着本宫吟，还说不是在辱骂本宫？贵妃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你这个贵妃娘娘可要想清楚再骂哦。哎呀，贵妃娘娘这么看着我，是还想要考教下我别的？不必这样啊，听闻娘娘可是才女，本来我还想跟娘娘较量下，看来今日是不成了。
就你这水准，还想跟本宫比？本宫可是大招第一才女。哎呀，那是以前吧。贵妃您都一把年纪了，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以前还传闻贵妃您年轻的时候是大招第一美女呢，可是现在……以前还传闻贵妃您年轻的时候是大招第一美女呢，可是现在……本宫现在一样倾国倾城，楚冠六宫，就算是跟你比也不差什么。哼，跟我比美吗？你这话是认真的？当然。那我建议你换个头。我比你漂亮。本宫可是皇贵妃，你竟然敢这么跟本宫说话！贵妃娘娘这是比美不过就想翻脸啦？你不过就是个出身卑贱的勋贵之女，你们家靠趋炎附势、谄媚巴结，才攀上了裕王府的亲事，而你嫁人后还不知廉耻，靠着下作的手段勾引上了宁都宫，这才坐上如今的宁都宫夫人的位置，你有什么好得意的？那也比不上贵妃娘娘你呢。一个妓院出来的花魁，一双玉臂千人枕，一点朱唇万人尝，只因睡的达官贵人太多，这才被举荐送到了宫里，一路靠着床上功夫做到了如今的皇贵妃之位。高贵妃闻言气得直接发了疯，不管不顾地冲上去，对着萧兔就狠狠的一巴掌扇去。萧兔撸起袖子，后仰着躲开了他的巴掌，然后顺势抬手拽住了他的头发，抓起后就是一个利落的回转，然后跟丢麻袋一样将人给丢了出去。来人啊！给我打！给我狠狠的打这个贱人！你们这群混账是都死了吗？本宫让你们动手，你们耳聋了！众人相视低头，还是谁也不敢动。哎呀，你鬼叫什么？难听死了！小兔我就喜欢看你这种气得发狂、看不惯我就干不掉的样子了。怎么样？你没事吧？你终于来了，我好害怕呀！发生了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呀，我就是个无辜的路人。趴在地上大哭的高贵妃彻底晕过去了。坏样！哎呀，哪有，我最乖了。走吧。怎么跑去荣祺宫了？哼哼，人家请我去的呗。所以高贵妃是做了什么，还劳烦夫人亲自动手？嘴贱。那也不必亲自动手，伤到了怎么办？哼，就他这样的，我能打10个。能不动手就不动，他不配；不动手就不动，他不配。好啦，我就是觉得自己动手更解气。哎，你是进展到哪一步了？让这位高贵妃都坐不住的跑来拉拢我。他拉拢你，你还打他？哼，眼睛长在头顶上太久了，连做人都不会了，不打他打谁啊？哎呀，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你是不是要动手了？说呀！你我大婚之日，本座要让夫人陪我一起坐上那至高之位。大婚？哼，那可没几日了。不是说皇上有3位皇子，而且也早立过太子了吗？太子自小身体就体弱，又不加节制，早在床上玩出了花柳，也就这2日的功夫。至于高贵妃生的2个儿子更有趣儿，为了争夺皇位，6皇子早就对自己的亲哥哥动手，人都已经埋进黄土半月了。高贵妃还不知道，整日里只知道描眉画眼勾搭皇上，好想着哄得皇上一高兴，就立刻册封他儿子当储君，自然被自己的另一个好儿子随便一个借口就糊弄住了。自己的儿子把另一个儿子杀了，都这么久了，愣是啥也不知道。平日里难道就半点没注意过自己小儿子是什么货色吗？唉，这6皇子也是够蠢的，他不会以为亲自杀了自己大哥就真的有机会了吧？太子不行了，高贵妃就只有2子，或许他觉得高贵妃见如今只他这么一个儿子，定就能扶他来登基。你还别说，照着高贵妃的性子，或许真有这种可能。只能说啊，不愧是母子，6皇子那是完美的遗传了自己母亲的愚蠢。难道就没有想过此事被揭露出去，他会是什么下场吗？就只顾着做自己的春秋大梦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群人争得你死我活的，为什么没见有人忌惮你？明明你的危害才最大吧？或许是因为本座是太监。说的也是哦，谁会想到太监会篡位啊？
而且都已经权倾朝野了，又没有根儿。本座如此天赋异禀了，在夫人眼中竟还算没有。你说你要多大吧？本座去补补。哎呀，时间不早了，跟本座去前殿用午膳。萧兔笑着嗯了一声，转身时却是看见不远处一个宫女身影快步的走过。宫里宫女随处可见，可是萧兔却是认出了此女，正是今天早上请他进宫的那位翠柳。走，阿错，带你去看偷情去。偷情？谁？嘘，小点声，跟我来。萧兔一路偷摸的跟在翠柳身后。怎么样？事情都办成了吗？办成了，那个萧夫人她已经跟贵妃娘娘彻底翻脸了。太好了，这下本皇子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真的能成功吗？你都不知道，今日萧夫人可是将贵妃娘娘都打了。什么？她竟打了母妃？是啊，今日都吓死我了。那个萧夫人真是太可怕了，半点不卖贵妃的面子，说打就打了。荣熙宫的人呢？难道就看着他打贵妃吗？宫里所有人都不敢动，直到萧夫人离开，大家才敢屈服贵妃。看来宁都宫的势力比本皇子预估的更可怕，现在怕是整个皇宫都已经被他控制了。本皇子早就劝说母亲，要他劝父皇收回宁贼手中的势力，可是母后就是不听，眼睁睁看着他成了现在之事。如今连皇宫都已经被他控制在手中了，这天下不知是我御史天下，还是他宁贼的天下。其实贵妃娘娘劝过的。劝过？那怎么会？是劝过，而且不止一次，只是当时皇上说他也是没办法。父皇这么说？而且娘娘知道左相等人被人拉下马之后，大怒中还说漏了嘴，说左相这一系其实都是皇上的人。竟是这样，我还以为父皇早就不理朝政了，没想到左相党竟是父皇的人。偷听的萧兔闻言，扭头看向一旁的宁错，却见男人的面上毫无反应。就知道，他肯定早就知道了。其实想想也是，以宁错的心机手段，真想弄死这些大臣，肯定有办法。可他却是一直没动，应该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可听起来那位一直不着调的大昭皇帝，自己都不理朝政，整日躲在宫里修仙问道，却是悄悄培植大臣在朝堂上跟宁错作对，此事就颇为蹊跷了。毕竟这天下谁人不知当今皇上宠信宁都宫啊，甚至朝堂都是全权交托。如今再看，这其中怕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儿啊。今儿的事情你办得不错，母妃那里全靠你帮我周全。今儿个那萧氏如此得罪母妃，母妃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你且等着吧，一会儿母妃定然就会去找父皇告状，萧氏以下犯上殴打皇贵妃，父皇就算再宠宁贼，也定会因律法对他问责。此罪最轻，萧氏也要落个杖责。以宁贼对此女宠妻如命的架势，怕不是直接就跟父皇对上了。到时候你都知道宁都宫连皇宫都控制住了，你要皇帝老人拿啥跟他干啊？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门都出不了，他就算再有牛逼的身份，那也半点用没有啊！哎呀，不听了，整个一自作聪明的笨蛋，上蹿下跳的算计别人，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运筹帷幄的幕后黑手呢，也不想想自己手里要权没权，要兵没兵。哎呀，没意思，真是没意思呀！翠柳，如今大哥死了，太子也要撑不住，现在大昭朝就剩本皇子一位继承人了。我现在可以说是稳稳当当的未来皇上。等皇上跟宁都宫斗起来时，我正好可以坐收渔翁得利。虽不能指望父皇能帮我除掉宁贼，但是能让他势力受创。等我登基，就可以不再受其挟制。到时候我定要封你做我的贵妃。我等你，三郎。一阵肉麻的叫声后，立刻就传来了吧唧吧唧的亲嘴声。方才越听越没意思的萧兔闻声，顿时就来劲儿了。一边的宁错有些无奈：“哎呀，你干嘛呀？精彩的正要开始呢！你快放开我啊！”看那种丑陋玩意儿干嘛？脏眼睛！哎呀，也不算丑了，皇家哪有什么丑人？更何况还有翠柳那个清秀小美人。哎呀，看看不亏。要看回去看本座。哎呀，你天天有的看，不着急了。这种野鸳鸯可不是常有的。哎呀，再看看。两人纠扯的声音惊动了假山后正干柴烈火的人。是谁啊？谁在外边？宁都宫。
宁错看都没看他，只顾着怀里不老实的女人。听话，不然打屁股了。六皇子见宁错的神色如常，心中的恐惧顿时消散。他只以为宁错是从此处路过，并没有听到他刚才说的话。宁都公安好。听见女子悦耳的笑，不由得仔细地打量起宁都公怀里的女人。听见女子悦耳的笑，不由得仔细地打量起宁都公怀里的女人。如此生动的绝色美人，正应该纳入他的后宫之中，让他日日逗弄。把他的眼珠子给本座抠出来。两人步伐一致，径直地走向六皇子，然后一人倒扣着他的双手，将他踹跪在地，另一个直接双手并拢，直插进呆立着的六皇子的双目。说要抠，那就绝对是活生生的给抠出来。翠柳白眼一翻，直接吓晕过去。而萧兔这边人却已经被抱走了，他好奇的想要探头回去看。还没玩够啊，该用膳了。怎么突然对六皇子下手了？不准备留着他做后手了？不准备留了，反正早晚都要死。那随你吧，这个人我也瞧着不顺眼。小土说着，不信邪的用头使劲的灵活走位，就不信了，躲不过头顶的这块乌云，然后成功的闪到了脖子。辉煌的大殿，檀木香桌上满桌美味佳肴，色香味俱全。来吃个虾消消气。你还笑是吧？夫人，你知道的，本座一般不笑的，除非忍不住。阿错，你不爱我了。本座不笑了，不生气了，再吃个虾。哎呀，吃什么虾呀？看我现在这个样子，就跟挑了虾线的虾头差不多。你们宫里难道就没有正常太医了吗？为什么我只是扭伤了脖子而已，却把我的头也缠了起来，还缠得这么大？太医说这是固定，预防你再二次扭伤。我是摇头鹦鹉吗？这么喜欢扭，还要给我的头也上固定。太医说主要是因为夫人扭伤的角度太刁钻了，他实在不能理解，所以他不能理解就找个能理解的去。这么大的皇宫，难道就没别人了吗？反正绝对不要顶着这么可笑的样子见人。夫人怎么会可笑？本座刚才笑，那是因为见夫人样子太可爱了。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那夫人要怎么才能信？除非你让太医把你也包成我这样。半炷香后，夫人，本座一定要弄成这样吗？是啊，阿错，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就是本座觉得这样吃饭会不太方便。不方便，我喂你就好了，反正你也喜欢喂我，咱们俩此刻这般郎才女貌，郎情妾意，多好呀！阿错，我对你笑呢，你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啊？需要本座也抛媚眼给你吗？讨厌！来，阿错，挑了馅的虾头，你值得拥有哦，吃啊！别这样嘛，阿错，你看我们现在可是情头，你开不开心啊？本座开心。好了，赶紧吃饭，一会儿你肚子该叫了。来了，吃了，让我先看看吃哪个。吃虾头？还敢调侃我，小心挑你下线了。明明是夫人自娱，本座还以为夫人喜欢呢。哟，好久不见了，小兔。你错，这么久不见，你果然还是忍不住，彻底变态了。你怎么回来了？你这叫什么话？我千辛万苦才从东陵急赶回来，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大的罪，还不都是为了你啊？你就这么说我，你还有良心吗你？没有。你错，你别以为你变态了我就怕你啊！一年365天，你就没给我放过一天假，整日里就知道剥削我可是你亲堂弟呀！你简直太没人性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不给我点好处，我现在就回平南去了啊！滚回来！来啦！事情都办好了，我出马，你放心，东陵王啊，一家全见了阎王了。你做的？这个当然不是了，是你家的小兔啦。我是真没想到啊，小兔，你可真是太神了，你知道吗？你用计让人护送荣昌郡主尸体回东陵后，我就紧跟着那俩夫妻也到了东陵，然后潜入东陵王府，亲眼看见东陵王跟其妻才抱着闺女尸体悲痛大叫着，要杀了你跟宁错时，就触发了你装在尸体上的暗器。东陵王跟王妃还有世子当场就嘎了，真可谓是一波全灭呀！
萧兔倒是没多少意外，当初选择在荣昌郡主遗体上做文章，为的就是这个效果。不过没想到的是，直接将东陵王全家都给送走了。不错，永绝后患，夫人高明。想要什么奖励？还有我，虽然人不是我杀的，可是我也做了不少事儿啊。当时我见东陵王死了，立刻就让人控制了王府，然后让人假扮了他们一家，直接就将军队跟兵符掌握在了咱们手里。怎么样，我做的不错吧？喂，我说宁错，你有没有看见我在这里啊？别以为脑袋包的跟个印度阿三一样我就害怕了啊！宁流云的目光转向了萧兔，你还笑？你不是跟他一样啊？一人一个菠萝头。臭小子，连我也取笑，信不信现在就让你们家督工揍你？刚好本座也很久没有活动下筋骨。哎呦，投降！哎，君子动口不动手，我再也不说了。二位大侠，饶我狗命！哼，算你识相。哎呀，还是你们夫妻会玩啊？这头哪里做的？看着挺好玩的，我也想弄一个。你这眼光够独特的，要是喜欢就去找王太医，估摸着他还没走远呢。你们这是太医包的？莫非是头上受伤了？可谁能伤得了我们的宁大屠公啊？不会是你们俩自己互殴吧？没看出来你们。话没说完呢，就被一只手隔空点住了哑穴，这一下什么声都发不出来了。吵！听见了吧？别乱说话，你们家督公嫌你吵。想不想小憩一下？本座陪你。走吧。小乐子见二人离开，这才笑着上前解开了他的哑穴。宁错这个见色忘义的家伙，我辛辛苦苦办事回来，竟然还嫌弃我话多，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公子这一路辛苦了，你刚回来就急匆匆过来，不知用膳了没？还是乐总管你最好，竟然还关心我吃没吃饭。不像某些人就知道没日没夜的压榨我。好，本公子决定了，现在就去狠狠吃宁错一顿，好一解心头之恨。乐总管，麻烦你让御膳房将最贵最好的菜都给本公子来一样。没问题，保证样样让你满意。你对宁流云不错。哦，夫人何以见得？这不是很明显吗？宁流云在你面前情绪很放松，他吵吵嚷嚷毫无拘束，还一直调侃你，而你全程也只是觉得他吵而已。夫人不是听见了吗？他说是我的亲堂弟。我们宁大都哥是会在乎这些的人吗？好吧，夫人，宁流云是我堂弟，也是我小时候的替身，我们二人那时同吃同住过。替身？夫人不是觉得他跟本座长得有几分相似吗？小时候我们容貌更仿似。萧图看得出，男人虽然在笑，不过并不想提这个话题。怎么了，夫人？本座好像从你的眼睛里看见你此刻很想吻我。来，宁错自然不会客气，俯身舔了一下他的唇瓣，慢慢的就含住了他的小嘴儿。这个吻出乎意料的漫长。你混蛋，都不看这里是哪里，你就……明明是夫人先撩拨我的。我哪有？哪里没有？方才夫人看本座的眼神儿温柔的能滴出水来，你还跟本座说来呀？夫人相邀，本座哪里还管得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刚才……小兔子乖乖。笑什么笑？看见你就生气，整日里半点节操都没有，什么地方你都敢！你这个混蛋！别生气了，本座让人都退下了，方才周围根本没人。没人就可以了吗？没人也不许。好，是本座意识没控制好，是本座的错。哼，你这只是错了吗？你这是没节操，你没道德，你没皮没脸。本座给夫人赔不是了，是本座没控制好自己。只要夫人不生气，要本座做什么都可以。我不要你赔不是。我问你，鉴于刚才你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说的没？本座觉得挺刺激的。哼，想这么久，你就想出个这个，还刺激！我叫你刺激，叫你刺激！不生气了，小东西，是本座梦了。哼，你这就是典型的知道错了，但就是不改。怎会？本座定然会改，你可以监督本座。真的？真的。不过本座有件事儿比较在意，为夫最在意的其实是方才夫人可有享受到过？我才没有。当真？那当然是真的了。原来是这样。方才夫人的声音明明不比平日里小，本座还以为……现在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自然是夫人问我。那不就得了？我刚才问的是你的错处，你回答的是什么？还刺激，都不知道你整日里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夫人问本座方才的事情，本座当时脑子里确实就只有这个。只有这个什么呀？只有这个？你能不能把脑袋里的黄色废料清一清，再好好说话？跟夫人在一起的时候，本座想不了别，满脑子都只有你。少说好听的，你这就是色欲熏心。是色欲熏心，也是失智，就跟脑子里的东西全都自己跑了，只想跟夫人做快乐的事。哼，谁说你失智了？我看宁都宫高深莫测着呢，哪都让人琢磨不透。本座再怎么高深，到夫人面前还不是被你拿捏得欲仙欲死的。什么叫你欲仙欲死了？莫用词。本座可没用错，白日里夫人喜欢换着花样的恶搞本座，折腾的本座几次都差点生了血。到了晚上，在床上夫人又什么都由着本座，本座想几次夫人都不反对，本座想用怎样姿势疼爱你，夫人都如蛇一般攀附在本座身上，夜夜抵死般缠绵着，这不正是欲仙欲死吗？我哪有？真的没有吗？口是心非的小骗子。这个话题略过了，我们还是继续说刚才的事儿吧。这个话题略过了，我们还是继续说刚才的事儿吧。还要说刚才的事儿？方才夫人那般紧张，或许都没注意过自己的样子吧。金銮铸剑，美人吟叫，那一声声娇喘，让人魂儿都飞了。罗裙染湿。你流氓，不许说了。你那般紧张时，拼了命的夹本座，本座命都差点给你了。哎呀，都说了不许说了，说好了，这事不许说了，听见没有？再敢说，跟你没完了。好，夫人既不喜欢说，那本座就不说了。今天的事情就这样了，以后都不准再提了。本座都听夫人的。哼，你就会装个乖，实际上坏透了。你看什么？夫人的脖子好了。是好了，你欺负我的时候就好了，你不是知道吗？本座说的是你脖子上的伤，上面愈合的伤口不见了，连痕迹都没了。连痕迹都消失了？这次怎么这么快？第1天伤口愈合，第2天结疤掉落，今日是第3天，连痕迹都不见了。夫人的体质看来越来越好了，是比上次受伤愈合的更快了。哎，你说我这不会是要成精了吧？成什么精？兔子精？哼，兔子精怎么了？兔兔那么可爱，你说你喜不喜欢？喜欢，本座哪敢不喜欢？夫人变成什么样都能让本座爱极。哎呀，感觉这样下去，我的体质好像会变得越来越强，不知道会不会变成什么高手之类的。你不知道？不知道，我师门凋零，每代几乎都很难才能找到传承人。我师父找到我的时候都快老死了，不过他当时特别激动，说我不是此世之人，不在命理之内，要传我他们珍藏千年的镇派之宝，还大叫着老天垂怜，然后让我在一块不知道什么皮子上滴血，之后皮子书上的符文就嗖的一下飞进我额头去了，皮子书上的符文就嗖的一下飞进我额头去了，跟着我好像就懂了该怎么做。之后那老头不知道是不是太高兴了，没过几天就嘎了。看得出来，夫人的师傅是位高人，夫人这也算是奇遇了。当时要不是亲眼看见那皮子上的东西不见了，我还以为自己遇上老骗子了呢。不过我继承了他的道观，也就听他临死叮嘱认真修炼，哪想练成之时直接穿到了此处，还当真让那老头说准了，我确实不是那一世之人。你是本座的人？是你的人。夫人的神术逆天，如今应当是神术在反哺夫人，身体越来越好是好事儿。夫人身体好，本座也就不用担心日夜里操劳累着夫人了。还督工呢，一天到晚没个正经。自己夫人面前正经什么？再说本座在你面前正经得起来吗？这么说还是本夫人的不是了？是本座的不是，是本座的不是，是本座定力不够，自甘沉沦。哎呀，别在这里肉麻了，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府了。反正天已经黑了，
不如今夜就在此处安歇。就算不回去，那也到了晚饭时候，都是该要起了。那你饿不饿？不饿。那就不起了，刚好本座还没尽兴，再来一次。没事没事。笑声中，华丽的纱幔落下，紫檀大床开始摇晃，绸被红浪翻滚。接下来，一座座红烛熄灭了。看来都知道本座晚上有事儿办，来的都挺早啊。没有，都知道爷正疼夫人呢，哪个敢提前过来？都是刚到。爷，夫人这会儿正睡着呢，可不能因为奴才之故吵醒了夫人，不然您此刻罚奴才不要紧，夫人要是现在被吵醒，明日定也会找奴才算账的。你倒是怕他。哎呦爷，现在满皇宫谁不知道咱夫人的威名呢？说出去又有哪个不敬畏，更何况是奴才们了。更衣吧，人醒了。醒了，一醒就哭诉着让人抬着跑去找皇上去了，说要皇上为他做主呢。既然皇上那里这会儿这么热闹，那本座也该去瞧瞧热闹才是。皇上，你一定要为臣妾做主。今日臣妾被人给打了，你看看臣妾的脸都要毁了，还有臣妾这身上全都青一块紫一块。今日皇上要不为臣妾做主，臣妾就不活了。你把话说清楚了，是谁打了爱妃了？真是好大的胆子！你说是皇后还是丽妃呀？这肯定会为爱妃做主的。是宁都宫那个夫人叫萧兔，是她亲自动手打的臣妾。都宫夫人怎么会打你呀？她不是在宫外吗？你身在后宫，怎么会碰见她呀？是臣妾今日让人宣她入的宫，但是见诸多官家夫人都不待见她，臣妾是看她可怜，这才想将她叫入宫中宽慰一二。哪里想到此女卑贱粗俗，行为乖张，臣妾不过才同她说了几句话，她竟然直接对臣妾动了手。皇上，你可要为臣妾做主啊！你好端端的宣她入宫做什么呀？她不招官夫人待见，又与你何干呢？你也别当真是傻子，无缘无故的都宫夫人是疯了才会打你啊！说，你找她过来到底是干什么来了？皇上，你怎么能这么说？现在挨打的可是臣妾啊！是臣妾叫他来是有些自己的小心思，可那也是见他是宁都宫的人，这才想为皇上您拉拢一二。哪里想到他不是抬举也就罢了，竟然连皇上您都不放在眼里，还打了臣妾一顿。皇上，萧兔一个贱民，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仗的是谁的事？皇上您心里都清楚，没有宁都宫背后给他撑腰，他怎么敢如此？如今左相一帮人已经不顶用了，眼看着宁都宫的势力已经无人可挡，再看看他夫人，如今连皇上您的贵妃都敢打，可想而知已经嚣张到了何种程度。皇上，你若再不加以制止，后果不堪设想啊！那以爱妃的意思，想怎么做呀？皇上怎么问臣妾啊？臣妾一介女流，哪里比得上皇上英明睿智？这种事情，皇上想怎么做，臣妾必定支持。宁都宫为朕处理朝政，日夜辛劳，他夫人之事，想必他也不知。这样啊，臣下只训斥他一番，就当为爱妃出气了。皇上，其实臣妾也知道您的难处，宁都宫势大，咱们不好动手。不过臣妾今日竟然发现宁错有一大弱点。皇上本来已经准备打发他走了，闻言眼神一闪，爱妃说发现了宁错的弱点。皇上您怕是还不知道，咱们这位冷血嗜杀的宁都宫，那可是位情种呢。爱妃这话意思是，皇上您是不知道，现在整个京城可都传遍了，宁都宫将他这位夫人啊宠得跟命根子似的，事事都以夫人为主，剧内的名声都传出去了。
爱妃此话当真？那些不都是外面瞎传的吗？皇上是什么意思？臣妾知道，毕竟那位可是宁错，他是什么样人，皇上跟臣妾心知肚明，那就是个罗刹，是恶鬼，是杀人嗜血的魔。想当年朱雀街惨事，他竟血洗杀绝了。出口！是臣妾口误，皇上恕罪。不要废话，说重点。不要废话，说重点。臣妾之所以肯定此事不是谣传，是因为今日那萧氏被臣妾宣进宫后，宁错没多久就匆匆赶来了。臣妾当时虽然受了伤，可是对他当时的样子却看得一清二楚。那眼神若不是真爱，臣妾愿把脑袋摘下来。宁错竟然给自己找了这么个软肋，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如果操作的好了，或许能借此一举除了这恶鬼。皇上脸上浮现出了激动，高贵妃立刻就知道对方心动了。皇上，此事臣妾愿意相助，您只要找个借口将宁错支开半日，我就趁机捉了那萧氏，到时候您就有制衡宁错的手段了，以后就再也不必躲在这深宫之中憋屈受苦。皇上当然很心动，但是他却比高贵妃思虑得更加周全。你的计划太草率了，光调开宁错是不够的，他手下人也不都是吃素的。这样真让人假扮叛军攻击皇城，让他呀带着人去平乱，你再以贵妃的名义亲自上门，朕会给你人扮作婢女，等你们见面直接出手擒住对方，然后以最快速度带着人藏起来，此后等朕消息见机行事。皇上好计划，还是皇上思虑的周全。这么多年了，皇上依旧神思敏捷，智勇无双，本座佩服。你是怎么进来的？外边的守卫……他眼睛一斜，瞧见门口的侍卫们竟全都跪在了地上。爱卿这么晚了，到朕的寝殿所为何事啊？皇上，事到如今，这里也没外人，咱们君臣二人就无需费功夫演了。爱卿何出此言呢？朕一直将爱卿视若知己呀。可是朕方才的话引起爱卿介怀，是真的不是啊，是真的不是啊。可是此事乃贵妃怂恿，她半夜过来哭闹不休，朕也是没办法呀。也是在怜惜贵妃受了伤，这才说了些气话呀。爱卿你信朕，朕这么多年对你如何呀？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啊。朕发誓，方才朕也就是想吓吓你夫人，想让她吃点教训，为贵妃出口气而已，可绝无任何对爱卿不利之意呀。皇上，本座说了，此处没外人。再说都这么多年了，你演得累不累？就算是皇上演得不累，本座看了这些年也都看累了。宁错，你太放肆了。本座放肆也不是这一回了，还以为皇上应当早习惯了，如今看来是本座做的还不够。两人这是终于对上了，好机会！只要此两人翻脸，定能借助皇上之事报了今日之仇。宁都公，你好大胆，竟然敢对皇上如此说话，你是想造反吗？这么多年，皇上还是一如从前，学不会约束自己的人。贵妃娘娘既然管不住自己的舌头，那也就不必留着碍事了。话音落下，有太监上前，抬手拽着还坐在龙床上的高贵妃的头发，将人拽了下来。皇上，救臣妾，救臣妾！出手！皇上一声住手喊出，可惜殿内竟是无一人搭理。你竟敢！你怎么敢？皇上这就生气了，可本座这才刚开始。听闻皇上最喜欢高贵妃那张芙蓉脸，别急，现在本座也将她一并送给皇上。紧接着是一阵发不出声的凄厉惨叫，让皇上亲自观赏了一段血肉分离。从小时候开始，你就是这般残忍狠毒，朕真是后悔当年一念之仁，没有亲手给你杀了。皇上这是终于决定不装了，不过本座能有今日，确实多亏了皇上的悉心照料。
你是何时掌控朕培植的御林军？御林军不是一直都是本座的人？你竟然，所以你竟然到了今日，你为何不早下手？本座为何要早下手？每日看着皇上装模作样、忍辱负重，多有意思呀！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戏耍于朕。你就是想看着朕失去一切，躲在此处窝囊度日，苟且偷生。这不是很有意思吗？7年前，本座亲手血洗了整个皇城，杀光了朱雀街上百官，内裤稍微锦绣灰，天阶踏进宫筋骨，那场景多美妙！你这个心思恶劣的畜生，手段恶毒的魔鬼，朕早该杀了你，朕早该杀了你，早该跟你那个贱人娘一起杀了你们！龙床被一只苍白的手震得4分5裂，皇上也被一柄钢刀洞穿了肩胛骨，死死地钉在了墙上。这么多年，皇上的脾气可不如以前好了。怎么动不动就喜欢大吼大叫的？明明本座记得7年前一个个杀光你在朝廷的拥护者时，你不是这个样子呀。当时你夸本座做得很好，这些乱臣贼子都该死，本座这是在为民除害。你还一无所知地喝着本座每日亲自侍奉的丧魂汤，不是装得挺像的吗？住口！你给朕住口！皇上当时为了苟活那样子，可把本座都看乐了。想着你这么有趣儿，就这么让你死了，那多可惜。所以本座要留着你慢慢的玩。果真这么多年，皇上没让本座失望。一边装的倚重本座退居幕后，一边不停地派人刺杀，一次次努力，一次次失败。如此长达数年坚持不懈的失败中，血都吐了不少了吧？竟没给活活气死，也是让本座看得妙趣横生啊！宁错，你这个魔鬼，你不得好死！终归有一天，你会不得好死！皇上现在先别急着发狂，本座为你安排的好戏才刚刚开始。来人啊！还不快点都将人请进来，可别让咱们的皇上等急了。双眼一片猩红的皇上看着自己一个个的妃子跟儿子还有皇后都被人赶进了殿后。宁错，你这个畜生，你带他们来干什么？你戏耍羞辱朕这么多年，你还想做什么？你报复的朕难道还不够？你到底还是不是人？皇上怎么这么激动？是不是看见偷偷藏了这么多年的小皇子，这位你精心培养的未来大昭皇位继承人来，父子乍然相见，一下子心里太高兴了。你竟然连此事都知道了，朕身边到底还有多少人是你安排的？皇上说什么？皇上身边自然都是皇上的人，所以是你一个个收买他们替你卖命。皇上又在胡说了，本座从不收买人，本座只会杀人。顺本座者昌，逆本座者亡。不能为本座所用之人，本就没有资格活在这世上。皇上以为你身边的人有多少是不怕死的？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真相的？知道什么？知道是皇上见色起意强夺人妻，还是知道皇上见那女人不肯屈服，怒恨之下让人轮了她？或是知道皇上以为本座是你亲子，派人杀光我全族？亦或者是抢回本座后，怕本座跟你儿子抢皇位，让人出手阉了本座？这当年明明已经杀光了七叶族，你当时刚刚出生没多久，你怎么会知道？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不对，人都死完了，你不可能知道，除非你都记得，你看到了朕杀你娘，你看到全族惨死，怪不得你出生时所有人都说你不祥，果然是真不祥啊！你根本就是恶鬼托世啊！皇上又发疯走了不是？
本座不是说了给你准备了惊喜吗？有人将抱着孩子的那个妇人推到了皇上跟前。宁错，祸不及妻儿，有什么冲着朕来？哈哈哈哈哈！咱们的皇上竟能说出祸不及妻儿这种话，咱们的皇上竟能说出祸不及妻儿这种话，当真是让本座大开眼界。不过就是不知是谁人的妻儿。皇上这么大年纪了，哪能让女子轻易受孕？可皇上已经舍弃了满宫皇子，自是想要孩子想得着急。你这位爱妾自然是也不甘心辜负皇上给的这泼天富贵。二人既然如此烦恼，刚好本座见路边有个拉茶无赖的乞丐很顺眼，这不就顺手引荐了二人结识，正好为皇上解了这烦忧。贱人，贱人！你竟然敢如此对朕！这个淫荡的贱妇！朕可是皇上，朕是天子，你怎么敢？父皇，你快放开娘亲，你要掐死她了！这是他平日里疼得如珠如宝、精心培养的未来皇位继承人呐！你这个杂种！杂种！跟你的下贱的娘一起去死吧！这位小皇子哪里是皇帝的对手？不过2下就随着他的母亲一起咽气了。连续掐死2人的皇帝已经疯了，惨叫着抽出身上的刀，朝着正笑着观赏他此刻疯魔的宁错。去死！去死！一脸笑眯眯娃娃脸的太监小乐子狠狠的一脚踹在了皇上的肚子上，皇上哇的一口鲜血狂喷，而跌跪在了宁错的身前。皇上还是这般急躁，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已经急不可耐地跑上来找死，本座可还没玩够。眼前魔鬼般的男人再次抬了一下手，一旁满脸煞气的黑衣暗卫将没了脸皮的高贵妃跟没了眼睛的6皇子，还有脸色蜡黄的太子和神色惨白如纸的皇后一起推了上来。没了眼睛的6皇子恐惧的不停的砰砰的磕头。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得罪杜公爷了。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得罪杜公爷了，再也不敢偷窥杜公夫人。求您别杀我，求您别杀我呀！求杜公爷饶命啊！我已经活不过今日了，求你放我一马，我愿意立刻卸任太子之位，跟父皇断绝一切关系，即刻滚出皇宫，这一辈子都不会出现在杜公面前。求杜公饶我一命！你们这2个没种的逆子，都给朕站起来！朕不准你们这么卑贱的跪地求他！王家一世的脸可都被你们给丢尽了！没骨气的东西都给朕爬起来！2个没骨头的逆子，朕自小是怎么教你们的？如此废物没用，我这还不如死了！太子跟6皇子可不是乖乖被他掐的善茬，太子摁到皇上，甩手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父皇说我们废物没用，怎么就不想想自己？多年龟缩在寝宫不出，装疯卖傻的不理朝政，实际上根本就是不敢冒头。怕被宁都公发现你装模作样而遭了杀身之祸，你不也是怕死？但凡几年前父皇不是贪生怕死当了缩头乌龟，满朝支持皇上的公卿怎么会落得被屠戮干净的下场？父皇背弃百官，枉为人君。若你这么多年里当真有胆子去世那么一回，我们这些皇子又怎会靠着2人鼻息过活？你不怕死？你不怕死，你装什么装呀你？朕才没有怕死过。朕这么多年卧薪尝胆，都是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御史未来。这2个孽障懂什么？不过是被朕抛出来的弃子，一无所处的窝囊废物。我们是窝囊废物，你就是老窝囊废物，一个藏在深宫不敢露头的老乌龟，只敢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才敢露个头，还为了江山社稷、御史未来。我呸！我御史有你这样胆小的王八皇帝，简直就是耻辱！骂我们废物窝囊！你在宫外养那个小杂种是什么？那是人家给你这老王八戴的绿帽子，还钦定的未来皇位继承人呢。你倒是让这小杂种当皇帝啊！那是人家给你这老王八戴的绿帽子，还钦定的未来皇位继承人呢。你倒是让这小杂种当皇帝啊！看看你这个头上戴绿帽的大昭皇帝，会不会让世人嘲笑100年、1000年，一直名留千史下去？出口！2个逆子，孽障！朕杀了你们！
是我们该杀了你这个老王八才是。三个人如此疯狂地厮打在一起，披头散发，鼻青脸肿，鲜血直冒。有趣儿，快拿点你们夫人爱吃的瓜子来。哎，好嘞。皇后贵妃怎么都在一边看着，不上去帮帮忙，看看是帮丈夫还是帮儿子呀？被点名的高贵妃跟皇后同时哆嗦了一下，磕头声更响了。二位总是磕头，没甚诚意啊！你们知道本座要的是什么？快点，本座兴致正高，可别让咱们的皇上闲下来。皇上别着急，本座给你准备的第二个惊喜这就来了。皇上别着急，本座给你准备的第二个惊喜这就来了。话音落，已经被皇上惨状击破心理防线的高贵妃，已经再也忍受不住恐慌的支配，唰的一声撕了衣袖，用血在布条上写的字丢给皇上。皇上脸贴在地上，写字正好落在他的跟前，上面清楚地写着高贵妃在何年何月偷情哪几个太监还有大臣的时间地点，还有就是六皇子并不是皇上的儿子。皇上只觉得胸口剧烈的痛闷。本宫也有几个情人被本宫安排在坤宁宫门外当值，每当皇上不在，本宫就会将其都带进寝殿厮混。太子也是这几人里其中一个跟本宫生的孩子。皇上哇的怒喷出了一大口鲜血，宠爱多年的妃子跟他的发妻皇后全都背着他偷人，他的两个儿子太子六皇子也全都不是他的种。奸妇，两个奸妇，朕有哪里对不起你们？两个奸妇，朕有哪里对不起你们？你们竟然全都如此待朕，你们如此良心，让狗吃了吗？皇上，你也别发怒了，也不用将自己标榜成可怜的受害者。你说我们对不住你，可你呢？不会以为这些年被困在宫里，只能被迫装模作样的做出修仙问道、修心养性的样子，就真的忘记自己以前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自从本宫17岁嫁你之后，其实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你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自私自利，冷血无情。你贪图美色，人品低劣。从前后宫中多少女人是你强掳来的？你以为我们都不知道？你阴毒伪善，冷血荒淫，抢夺人妻，霸占臣妇。只要长得美丽的女子被你看中，你不计什么下流手段，都会将人弄到手。你寡显廉耻，龌龊不堪。这样一个烂人，你凭何以为本宫会为你守着身子？实话跟你说吧，本宫之所以嫁给你，就是奔着荣华富贵来的啊！不，应当说这后宫中，但凡对你谄媚讨好的女人，哪个不是为了你的身份地位？可惜你人烂也就算了，偏偏半点本事也没有，整日就知道躲在宫里装乌龟。既给不了本宫权力，本宫哪里有那个闲心管你？看到顺眼的人，自然收到身边，让自己高兴了。至于太子，之所以跟人怀上太子，本也是为应付你催生嫡子，省得你事事来找本宫，恶心的本宫没一日吃个好饭。不然本宫在后世玩得好好的，干嘛要生个孩子出来给自己找麻烦呢？对了，忘了告诉你了，后宫这些姐妹们也都如我一般，看你这个傀儡皇帝根本没啥用处，所以大家也全都选了贴心的好哥哥，安心过自己的日子了。就除了高贵妃这个还一心想要自己儿子当皇帝的蠢货，还肯眼巴巴的讨好你。你看后宫的姐妹们，有谁搭理过你吗？可惜婊子终归是婊子，一个妓院里出来的妓女，哪里耐得住性子？你收拢的那些心腹大臣里，可有不少人都跟他有一腿。他估摸着都不知道六皇子到底是谁的种吧？他即便都蠢成这般，却也能看清皇上你没用到什么程度。所以皇上你看呢，这不光是本宫一个人如此，你的所有女人都是如此。你就是想看着朕被女人践踏侮辱，你要朕重搬千里还不够，你还要朕被全天下肆意嘲笑，被史书记载，遗臭万年。皇上说对了，本座就是要看你做活乌龟绿王八，看你所有所生子嗣全都是自己女人偷人来的种，看你被全天下肆意嘲笑，让你青史上留名，被人鄙夷嘲笑够万万年，
不然皇上以为为何本座会留你多活着几年？不然皇上以为为何本座会留你多活着几年？宁错，本座忘记了，皇上你还是有一个亲生儿子的，好像是大皇子吧？大皇子，大皇子出生时你还没记过。大皇子呢？大皇子在哪里？哈，本座忘了，大皇子前些日子被皇上你的监生子给弄死了，刀还是本座的人给递的。宁错，真要杀了你这个魔鬼，朕做鬼也不会放过你。想做鬼啊，本座成全你就是了。诸位，好戏看完了，现在最终的游戏来了。这场游戏的名字就是只能活一个，所以各位动手吧。一柄散发着寒光的长刀被丢在了众人眼前，而这其中怕死的人率先就握住了刀柄，疯狂似的大叫一声，捡起刀就朝身边的人砍去。怕死的人率先就握住了刀柄，疯狂似的大叫一声，捡起刀就朝身边的人砍去。这血腥的一幕刺激着殿内所有人的神经，就连吐血不止、喊着根本不怕死的皇上，此刻也凶悍异常地捡起了刀，冲向了人群杀了起来。傻瓜，杀了这些奸夫，还有那两个杂种。可惜毕竟年纪大了，还受了伤，追着的人也不会乖乖的任他杀，他只能狂叫着四处乱砍。殿内的其余人从试图自保到试探的发出攻击，到最后受伤流血，直到杀红了眼。一场自相残杀、人间惨剧在大殿中疯狂的上演。玉老王爷已经班师回朝了，皇上知道吗？原来他是要将我玉氏彻底灭种。不行，要杀了这妖魔，要。一把钢刀突然从皇上的胸口穿透而过，是杀疯的人见皇上走神就直接捅了过来。皇上应声倒地，可他身边的妻妾们却怕他不死，一阵的乱刀落下，所有人都没想让他活。别着急，就差一个了，很快就会送你们玉氏全族团聚。华丽的宫殿中血流满地，尸体倒了一具又一具，层层叠叠。主子爷死完了。这就死完了？真的都死了？哎，奴才现在就确认。哟，督公爷还没忙完呢，这眼看着天都要亮了，你家夫人该起床了吧？你来干什么？我呀，来叫你回去睡觉啊。这大半夜的，你放萧兔一个人在家里，就不怕他半夜醒了找你啊？说着，他转头看了眼满地的残尸。我去，我的宁大督公啊，你杀个人能不能不要弄得这么血腥啊？每次看见我都觉得全身瘆得慌。宁错却是没搭理他，抬腿朝外走。你最近下手越来越快了，杀了誉王就不说了，你今晚竟然在老誉王还没回来呢，就直接屠了一氏皇族了。这些可跟你原先的计划不同，这皇帝老儿是做了什么了，让你连这些日子都等不了了？该不会又是因为你家夫人吧？你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废话？怎么会呢？我就是睡不着，出来随便溜达溜达。其实你现在这样挺好的啊，我是说自萧夫人出现前，我都没想到你会打算成婚。在他的预想中，这个男人要是复完仇，怕才是一切可怕的开端。就算是为了这个女人，宁错之后也不会毁了这天下。她自该是本座的。是你的，是你的。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这声道歉不光是替我，还是替我娘。这一声我娘终于让身边如妖似魔的男人顿住了脚步。当年若不是我娘任性，外嫁给了当时的镇南王，皇室就不会有机会见到你母亲，也不会从企业族强行掳走刚有身孕的你娘，害你父亲强闯皇宫数次，被救回已经被折磨成了残废疯子，害得你出生之后，你娘在不堪受辱死在你面前，还害得企业族全族被杀，让你够了！这一切本是我娘的错，可她却将这一切的错误怪在你身上。够了！这一切本是我娘的错，可她却将这一切的错误怪在你身上。她用我强行替换你出宫，将你关在兽笼，用尽手段折磨。后来她被皇上灭口却意外苟活，自己没本事报仇，就将族部最残忍的秘法用在你身上，把你练成一具直至杀戮的武器。是她将我替换成你，致使亲生儿子被皇室人阉割，却又将错怪在你身上，让人打穿你琵琶骨，
要在万毒窟整整10年，让你日日受尽万蛇噬心之苦，还教唆你的疯的父亲说你是杂种，亲手杀。本座说够了。堂哥，是我娘她对不起你，是我们镇南王府对不住你。可是堂哥，当年我是心甘情愿替你受的严刑，我知道这不足以弥补你万一，可是这些罪孽总该有人偿还你一点。我恨我当年知道的太晚，如果我当年早点知道。如果？哪里来的如果？到了如今，你竟还能说出这般天真的话，看来这么多年，本座是白调教你。堂哥，管好你的心思，露了半点出来，本座活剥了你。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近些日不要出现在本座面前。这倒是稀奇了，平日里赶都赶不走膏药，今天竟然不见了。不会这么早就去处理公务去了吧？小土直接起了身，光着脚，好奇地在大殿里找了起来。不用几分钟，他就在室内的汤泉池子里发现了要找的家伙。小土看得眼睛一眯，色心大起。美人儿，有没有兴趣鸳鸯浴啊？怎么这么早就醒了？我还想问问宁大督公呢，这一大早的怎么跑来沐浴了？本座就是觉得有些热。哼，你跟本夫人一起睡，竟然还觉得热，我不是冰肌玉骨吗？夫人自然是，可能是本座有些上火。哼，我晚上这么玩命陪你，你竟然还能上火，你火气够大的，是觉得本夫人满足不了你吗？怎么会？夫人当然能满足本座，本座只是什么？夫人，求放过。看你这么听话，那就放过你了。谢夫人大度。哎，督公大人，感觉你今天兴致可不高啊，怎么啦？是谁惹了你啦？谁有这么大胆子敢招惹本座？说的也是哦，大招城内外，谁敢惹我们宁督公？所以我们兴致不高的宁督公，想不想心情好点啊？夫人在本座身边，本座怎会情绪不高？至于夫人想看本座兴致，那更简单不过，只需夫人稍稍热情，本座不光是兴致起来，某些地方也会跟着起来哦。色狼，一天到晚不正经，别以为说几句骚话就能瞒过我的眼。一大早的跑来沐浴，没点事儿谁信？别以为洗过了，身上的血腥味就闻不出来了。也不知道昨晚干什么坏事去了，弄得这么重的血气，以为装得跟没事人似的，就看不出情绪不对劲儿了。情绪不高是吧？我萧氏美兔可是专治各种不开心，我萧氏美兔可是专治各种不开心。等萧兔再出现，已经换了一身衣服。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哼，灯光音乐准备。鲨鱼宝宝嘟嘟嘟嘟，鲨鱼妈妈嘟嘟嘟嘟，鲨鱼爸爸嘟嘟嘟嘟嘟。可爱到幼稚的歌声让池中看直了眼的宁错忍不住笑了起来。怀着翅膀才重要，梦想就变成海洋，鼓的眼睛大嘴巴，同样唱得响亮。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飞向太阳，我相信宁错趴在岸边不断地笑出声。你看我可不可爱，想不想把我宠坏？我拥有1个2个3个4个无数期待。当你生气的时候，吃一口可爱，本座的小兔子真是可爱死了。本座的小可爱当真是艳如朝阳，瑰丽无声，性感好看死了。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花卷。遇见你我才知道你对我多重要，没有人能感觉到你最甜美的笑。我再不用把别人寻找，因为我已经找到，我们的缘分刚好不许别人打扰，搭配爱情的美妙只有我们知道。紧紧宁错几乎要被这甜甜的声音跟甜蜜的爱语给甜化了，心情激荡的厉害。你对我也最最重要，我也爱你。昨晚主子太可怕了，
可夫人醒了才多久，就笑成这样了？要不说还是夫人有本事啊！都公爷变态成啥样，都分分钟治好。可此时京城官员府邸却已经是一片哗然。清晨早朝，百官火烧屁股的全都聚在了勤政殿。昨天晚上皇宫后殿夜起大火，不光烧死了皇上，竟然连和宫的妃嫔跟皇子也一并全烧了个干净。这天大的事情一出，简直让满朝骇然。都公大人到！闻声，殿内众人此刻不管在干什么的，就都瞬间闭上了嘴，躬身行礼，齐呼恭迎都公爷。只是他们弯着腰等了良久，却是不见有人进来。殿门外，小乐子呆滞地看着自己身边的主子爷，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早上萧夫人的治疗效果后劲儿太大了，他家都公爷从离开夫人出现在他跟前开始，脸上的表情就再也没对劲儿过。不是走着走着突然停下，就是目光发直，完全在走神儿，要不然就是一个人莫名其妙的就笑了起来。哎呦，这都一个早上了，眼瞅着都到早朝门口了，百官都在殿内等着呢，这情况咋还没好转呢？爷，我那么大声在您耳边唱主子您该出场了，您听见了吗？傻站着干什么？宣唱！哎，行吧，你是爷，您说了算。都公大人到！男人单手背在身后，大步地走向了高座。我的爷爷，你收敛着点儿啊！起来吧，有事早奏，无事退朝。众人齐齐抬头，神情是一模一样的懵逼跟茫然。爷，昨天晚上皇上驾崩。宁错好像才想起来似的。虽说夫人治好了都公，可喜可贺，可把自家都公爷脑子都给治没了，这就实在是没眼看了。这可是大朝会呀，文武百官都站在这儿呢。咱在自个人面前丢人就算了，在这里言辞，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咱在自个人面前丢人就算了，在这里言辞，这可是要载入史册的。毕竟皇上死了，爷，您下一步可就要荣登大宝了。没看见那史官都懵了吗？咱收敛着点儿，收敛着点儿啊！想必诸位都已经收到消息，昨夜皇宫大火，皇上与诸位嫔妃皇子均已葬身火海，国不可一日无主。本座深受皇命，3日后登基，诸位大臣有没有异议？爷，您还真是够直截了当的，没看见诸位大臣都被你说的直接噎住了吗？哪个新皇登基有您这么草率的呀？况且还明显是名不正言不顺的那个，你就这么赶时间，不做个样子吗？啊，夫人这会儿说不定早饭还没吃完呢，你急着回去干嘛呀？哎呀，怪不得夫人整日里吐槽您是个粘人精，登基为皇这么大的事儿，也挡不住你回去缠老婆。一众官员显然也就是愣了愣，随即恭贺新皇荣登大宝。那就这么着，你们看着办吧。本该是一场皇帝并天和新帝继位一起列入史册的大事，就这么被宁错3言2语草草的决定了。宁错则是步伐轻快地回到了住处，笑着去找自己的小甜心儿继续浓情蜜意去了。可惜堪堪晚了几分钟，根本闲不住的萧拓早就跑出宫玩去了。爷，夫人不在呀。显然这狗奴才一早就知道萧拓出去玩，不然不可能带着这么些折子赶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多？爷，您每日批阅奏折，不过半人就不见了，日日积少成多，可不就越来越多了吗？你这是在暗指本座偷懒吗？呀，我的爷爷，你这是给奴才10个胆子，奴才也不敢呐。本座手底下养那么多人，难道都是吃干饭的？什么事情都要等着本座批复，本座养着他们有什么用？这么多折子批下来，今晚还有时间陪夫人晚膳吗？怕是连陪小东西睡觉都没有时间了吧？去将宁流云叫过来。爷不是说最近让他不要出现在您面前吗？就你长嘴了是吧？啊，主子爷稍等，奴才这就去将人带来。公子，乐公公，你鬼吼鬼叫的做什么呀？吓了本公子一大跳。快跟我走！哎，走哪儿去啊？走！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哎呀，督主他找你，快跟我来吧。找我？不是说最近不想见我吗？
都公爷的心思，这做奴才的怎么会知道啊？你快跟我走就是了。哎，你等会儿啊，你先把话说清楚了，不然本公子可不去。哎，奴才是真不知啊，你要想知道，直接去问都公就好了。我说乐大总管，你这话也就哄哄下面那些小崽子，我还不知你这家伙，你就实话告诉我好了，宁错他到底找我干嘛？奴才是真不知，不过都公爷让奴才过来时，正嫌弃奏折太多呢。哎呀，乐总管啊，昨夜本公子被主子打得身受重伤，刚才还在吐血呢。哎呦，你看我脸现在都还肿着，哎呀，这实在是起不来呀！你快回去回禀你家都公，我养好伤，必第一时间去见他。我说刘云公子啊，你好歹也是镇南王，耍无赖可不好看吧？嘿嘿，我说乐公公啊，你就别大哥笑话二哥了，咱们谁不知道谁呀？我现在跟你去了，我这还能回得来吗？话不能这么说，都总他毕竟……哎，打住啊！咱们的好主子这些年压榨的我还不够啊！我一个风流倜傥的俊美公子，愣是被他使唤成了牲口。1年365天，我是一天没休息过。这次我都受伤了，哎呀，饶了我吧！啊，我说公子爷，督主的话你是知道的，这向来说一不二。哎呀，你就快跟奴才走吧，一会儿去晚了，咱俩都要挨骂了。哎，不行，今天你说破天我也不会去。哎呀，不行，反正我受伤了，我起不来。哎呀，这可是你逼本公公的啊！来人呐，刘云公子重伤，无法行走，抬刘云公子过去。哎，好你个小乐子啊，竟然找人对本公子用强！哎，好你个小乐子啊，竟然找人对本公子用强！我警告你啊，把我放了，不然等本公子腾出手来，可就不是找你算账这么简单了。刘云公子，请吧。宁刘云心中骂着脏话被抬了进去，赶紧过来！哎，人家还受着伤呢。滚过来！宁错直接让人将折子送了3/4给他。我去，宁错，你这是怕累不死我吧？赶紧干，干完给你放假。信你我是狗，干就干，凶什么凶嘛？再学娘们说话，本座打断你狗腿。也不知道某些人是色迷心窍还是色欲熏心，竟然能将折子堆成山。闭嘴！这里竟然有一份1月前的折子，上奏折的人都等傻了吧？闭嘴！又过了一会儿，小声的嘟囔再一次响起，一声闭嘴再次禁言。昨晚后宫失火，皇上还有满宫嫔妃跟皇子全被烧死了。全死了？是，只要是皇族无一活口。萧兔哦了一声，他现在可算是明白那混蛋昨天晚上干什么坏事去了，不过倒也没感觉意外。老誉王回京了。这位老誉王镇守边关10几年，素有战神之称，还是皇上的亲弟弟。听说当年就是他护着当今皇上坐上了皇位。据说当时夺嫡之争之后，皇家其他皇子可都死光了，就只剩下他跟皇上2兄弟。据说皇帝如此昏庸，百官还这么老实，都是因为鸡蛋他才不敢有异动的。照你的意思，此人应当很厉害。那可不是，若不是如今的皇上是他亲兄，当年谁坐上这皇位还不知道呢。既如此，皇上为何派他镇守边关？这我就不知道了。他是皇上亲兄弟，又这么有手段，当今皇上又是个昏聩的，或许是因为忌惮他。萧兔没再说话，需要我现在去杀了他吗？哎呀，老王爷，你终于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呀！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王爷呢？王爷他已经去了。老王爷，不光是王爷，今日宫里传来消息，说什么？说是皇上跟嫔妃皇子们昨夜都在大火中丧生了。恶贼，怎敢！老王爷，你定要为王爷还有皇上报仇啊！他们死的实在是太惨了。将你知道的一字一句都给本王。本想问清楚事情经过的老誉王忽然想起什么，骤然转头，正看着这边的萧兔，挑了一下眉，见对方眼睛血红的看来，萧兔视线也没收回，而且他还看着对方勾起了红唇，笑了一下。老王爷，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王爷才惨死的，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的错。若不是因他3心2意，红杏出墙，勾搭上了宁错那个狗贼，王爷也不会失了分寸，冲动小去抓那个女人，一切都是这个女人的错。
若不是因他三心二意，红杏出墙，也就不会这对着狗男女联合起来害死。你一定要杀了这个贱人，为王爷报！一道寒光从他的脖子上快如闪电的划过，鲜血随之喷出，发出呵呵声，倒地而死。老誉王他的视线一直对着萧兔，面对着久经沙场的可怕杀意，萧兔却是不闪不避。倒是难得，看来本王的儿子眼光确实不差。哼，差不差的不都死了？不长眼的东西自来都活不长。老王爷说是不是？看得出来你是想杀本王。彼此彼此。父子两立，你以为就凭你？老王爷不必生气，我就试试。本来满脸冰冷不屑的老誉王看着越来越多的人出现，脸色已不复方才的轻蔑。整个东厂怕是都倾巢而出了吧？宁错为了保护你，竟将这些恶鬼番子都派来给你使唤。嘿，老王爷说错了，宁错怎么会将整个东厂都交给我使唤？他明明是将手中所有能杀人的人全都派给我使唤才对。看得出来那人当真是够宠你的。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了，就算你今日侥幸能杀了本王率领的大军不日也会赶到京外。本王走的时候就下过军令，若我此次回京不亏，他们到了就即刻攻城，到时候你跟那人照样活不成。老王爷说笑了，我先前不是说过了吗？我就试试，说不定老王爷您今日就福星高照呢。那我跟我家夫君岂不是就不用死了？今日若想走脱，此女或许才是关键。既如此，此女或许才是关键。玉老王爷双眼阴鸷一狠，直朝萧兔袭来。擒贼先擒王，老誉王刚一接触，就差点被这些配合无间、非人似的恶鬼们削掉脑袋。他脸色难看至极，边打边特意：“真是好狗！众将士听令，随本王杀！你这个毒妇，本王今日定要杀了你！”可人才刚冲出不过2步，肩膀上就被砍了一刀。没想到带入京中的群众精英对上宁错的人，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诸位将士听令，现在随本王撤！说着，他骤然就朝人少的地方冲了过去。他武功不低，速度又快，说跑就跑。是属下无能，起来吧，此事与你无关。属下定会亲自将人给夫人抓回来。本夫人要这等狼心狗肺的无耻之徒做什么？追上人直接杀了就是。属下领命。哼，果真不愧是当了这么多年的将军。这逃跑的功夫都是战场上练熟的吧？手执着朱红玉笔的鬼焰男人听着店内半跪的人将方才街上发生的事情叙述了一遍。这么说，那小东西现在心情岂不是该不好了？萧兔肯定会不爽了，毕竟他还不知道咱们这位玉老王爷那是个什么人物。估计这会儿啊，你们家的小兔子都被咱们这位大招战神的无耻行径给震撼到了吧？你叫他什么？主子、夫人、嫂子，对，你夫人，我嫂子。所以人呢？人抓到了没？已经去追了，还没消息。这老家伙倒是挺能跑的嘛。你别说啊，咱们这么多年，年年给这老家伙送礼，他却次次都能找到替死鬼。这老头有点东西啊。该说不说，这比起卑鄙龌龊来，还得是他们玉家人。这几年看得我都瞠目结舌了，更别提嫂子了。这次也是厉害，带回来的几百新兵一下全都折了进去。不过怎么刚进城就碰见你老婆了？这老东西够寸的呀！嗨，你说他这不是疯跑了半个月，刚进门就被通知了全家死光，这盛怒下还没来得及放个屁，就被你媳妇灭了身边所有人，他自个儿也变成了个到处乱窜的丧家犬。哎呀，不行了，越想我就忍不住也想笑。你也就算了，连你媳妇竟然也……哎，你说你大夫妻是这老家伙命里的克星吧？用本座跟夫人做他的克星，他还没那个资格。
对，那倒霉催的玉老头跟你们夫妻俩为敌，当真是三生不幸啊！这么多年了，这老东西总算是不窝在他的龟壳里装孙子啊！怎么样，我的好大哥，你家夫人都出手了，您不准备表示表示？本座做什么跟你说不着。切，重色轻友，这变态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将老誉王给阴回京了。那老家伙竟然进了京城，才知道死了儿子跟全族。本来还以为他这么急赶着回来是因为知道出事儿了，结果竟然啥也不知道。哎呀，想想这夫妻俩可真够默契的，一个在背地里使坏，将人从王八壳里弄出来，一个骤然见到半点犹豫没有，直接就杀。哎，可真够是心有灵犀的，这算不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本座知道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是孤身一人，是挺不幸。不过你嫉妒本座也没办法，不是什么人都能像本座一样这么早就能娶到相爱的夫人的。宁错笑着看向殿内所有人一眼，包括太监、暗卫，还有门前侍卫。你们也都是孤家寡人吧？唉，真可怜。哎，他最近一直这样犯病吗？哎，你怎么能这么说都公爷呢？哎，不用看了，他这会儿啊正炫耀自己有老婆呢，哪里顾得上我们呀？快说，他最近是不是经常这样？也不算经常吧，就是自从有了夫人之后，时不时的来上一次。时不时的还不算经常啊？我还以为有了萧兔，他的病缓和了，结果他不但没缓和，反而病情直接更重了。你也不能这么说，主子爷，这炫耀总比嗜杀好吧？我宁愿看他到处杀人，也不想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实在太毁形象了，我无法接受。你如果实在难以接受，其实可以想想咱们夫人。你是说萧兔？是啊，咱们夫人多不凡，想必就不用我说了吧，说是仙人转世都不为过。你再想想咱们夫人的能耐，那是一出场就将咱们家高高在上的主子爷给迷得神魂颠倒的人物呀。就这还将宁错迷得神魂颠倒？咱们女主子她一直都这样欢乐吗？可不是，夫人这么可爱，都公爷可喜欢了。昨天晚上你知道吧，都公爷那时多可怕呀，可是夫人一出场，当即就来了一段表演，直接就让都公爷开怀大笑。哎呦，当时那个高兴的呀，说爱死夫人了呢。还爱死了？救命啊！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回镇南，我不要变成沙雕。不是，啥情况呀？大殿外传来的脚步声，进门第一眼就瞧见正用脑袋对着桌子撞的宁流云。他这是怎么了？可能是因为嫉妒吧。夫人不是说过吗？嫉妒会让人面目全非。宁流云现在就是这样。哎，你干嘛啦？没什么，本座教导教导他们。就是夫人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切，别跟我说我为什么回来这么早你不知道啊。好吧，本座确实是知道。那你还笑？难得见本座的小兔子会不爽，一时觉得新鲜，夫人可别恼我哦。哼，虽说我今天瞧见这老誉王突然回京，知道他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就抱着先下手为强试试的心态，才突然动的杀机，可没想到最后人还真的给跑了，我心里肯定是不痛快了。不过今天我也算是开了眼了，真没看出来这位所谓的镇守边关被人赞誉的老王爷，原来竟是这般人，真是让人倒尽了胃口。夫人既知道他是这种人，就更不必为这等杂碎动气。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赶紧想办法哄我。夫人莫恼，不就是人跑了吗？本座一会儿将他给你抓回来就是了。真的吗？放心，只要夫人要，今天本座就算翻了整个京城，也会把人挖出来。哎呀，瞧你说的，倒像是让人误以为本夫人是什么魅惑君主的妖精似的。若如此，本座喜做昏君，夫人尽管魅惑我。你想得美，我可不是妲己之流，那可是祸国殃民的狐狸精。夫人自不是，狐狸有什么好的？夫人是兔子精，比狐狸还好看。去你的！喂，我还在这里呢，你们有人看见吗？啊，你病好了？我没病，现在整个大殿最健康的就是我，有病的是抱着你的那个好吧？还有你这个沙雕传染源，宁错那个变态都被你传染了，你知道吗？
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回镇南，我不要吃狗粮。你才吃几次呀？哼！夫人现在真美，等本座登基时，你如此装扮，定可惊艳全场。我说宁错，你差不多行了，哪有人10个手指全是戒指的？还有我这身上这项链、项圈，还有宝石珠子、镯子。哎呀，你能不能别再挂了？我这全身都被你挂满了。你这确定是在打扮你未来的皇后？夫人貌美，这样打扮才能更显得你璀璨不凡，如天上烈阳，高高在上，让人不敢直视。确实不敢直视，谁看闪瞎谁狗眼。看来夫人不太喜欢这些。倒也是，皇宫之中珍藏的这些宝石，款式确实不够新颖。不过好在本座早有准备。来人，将本座亲自为夫人设计的东西拿上来。然后萧兔差点闪瞎了眼，盘子正中放着的是由宝石堆砌而成的凤冠。你是想用这玩意儿压死你老婆我吗？确实是有些重了。哈哈，看你表情就知道，何止是重啊！哈哈，看你表情就知道，何止是重啊！估计我抱都抱不起来吧。倒也没那么严重。能把一个凤冠做到人都抱不动，你这到底弄了多少好东西上去啊？也没多少吧，都是本座觉得适合你的。你这话一听就不靠谱。哎呀，行了，这凤冠戴我是戴不了，不过看着挺好看的，找个地方放，摆着当观赏吧。那本座再帮你重新设计一个凤冠。大可不必，我想自己来。还有你的婚服和衣冠，我也全都包了。夫人竟想帮本座亲自设计衣冠，看来心中定是爱极了本座了。以这家伙今日的审美来看，到时候登基加大婚时，怕不是会将自己直接挂成个圣诞树啊！萧兔心中这般想着，面上却是一点不露。哎呀，是啊，爱死你了！耶，夫人，人抓回来了。不错啊，说今天抓回来就今天。怎么样，为夫是不是很棒？是最棒棒的。带上来吧，也让本座跟夫人好好的见见这位玉老王爷。奸臣妖妃，你们二人怎敢！哎，听见没有？人家叫你呢，连带我都有称号了。喜欢这个？喜欢，一听咱俩就很般配。宁错，这不过一日不见，老王爷的火气倒是更大了。我真是两个祸国殃民的妖孽，大招落在你二人手里，今后岂有宁日？看来我们夫妻俩坐在这里，给老王爷的打击还是太大了。不过也是，这自家的江山转眼成了别人的，确实很难让人接受。谋朝篡位的乱臣贼子，你二人绝不会有好下场。时至今日来看，我们的下场想来是比老王爷要好得多。妖妃，你别太得意，等本王大军压境，你难逃一死。老王爷怎么到了此刻还想着自己的大军？你不会真天真的以为你都落得这个下场了，你手底下的大军还能兵临城下吧？萧兔突然看着他沉吟了一下，他觉得对方此刻的样子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劲儿。萧兔突然看着他沉吟了一下，他觉得对方此刻的样子似乎有哪里不太对劲儿。他面前的这个老誉王似乎跟宁流云口中那个心机深沉、狡猾阴险的老家伙表现得有些出入。奸臣妖妃，你们二人不得好死！奸臣妖妃这称谓，老王爷怕是叫错了，因为从今日开始，你应该叫昏君妖后，才更为贴切才对。当真是不知廉耻、没脸没皮的逆贼！你最好现在就杀了本王，不然本王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来看看，这老头有些不对劲儿啊，他似乎是有什么手段能对付咱俩，话里话外都想激怒我。该死，真是好刁钻的女子，竟然被他看出了破绽。而萧兔虽然是对宁错说着话，可是手指却挠了一下男人的掌心。宁错秒懂他的意思，勾唇并不出声，而萧兔的视线一直在老誉王的身上，就清晰地看见了他这一刻的心声。哎呀，我不过随便一说，老王爷怎么就慌了？你这是怕被我看出什么破绽啊？好个难缠的妖女啊！如今激怒的方法已经失败，该怎么才能越过这漫天暗卫，对着两人下手呢？哎
呀，原来老王爷的计划是想杀我们夫妻二人啊！这老头现在这副惨样，竟然还想着反杀本兔和宁错。他要怎么杀？不说这满殿的暗卫，就说宁错的武功，这家伙是哪来的勇气？梁静茹吗？什么情况？从哪儿看出来本王想杀他们俩的？莫非这妖女提前发现这锁链已经弄断了？哦，原来捆在老王爷身上的锁链已经断了呀！真的被发现了，这妖女究竟是从哪儿看出这些的？那藏在身上的那颗雷震子，岂不是也？原来你身上还藏着雷震子？不，雷震子是什么？雷震子是什么？大家看起来都很紧张啊。是一种火器，类似你说过的炸弹。这玩意儿罕见，怕也是这些老家伙费了大功夫才搞到的。哼，这玉老头够阴险的，身上竟然藏着这玩意儿，怪不得还想要反杀你我。他再如何阴险，到了夫人跟前，还不是要老实的趴下？总不好再被他跑一次吧？我也是要面子的。看好戏。二人虽然在卿卿我我的腻歪着，可是目光也同时落在大殿上玉老王爷身上。他在毫无防备下被萧兔揭穿了诡计，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满殿的人暴力镇压。老玉王骤然崩开了身上的锁链，跟杀来的人打在了一起。可惜暗卫根本就没给过他一丝机会，眼看着他就要被众人给砍死了。皇座上看戏的男女却是毫发无伤。老玉王再也坚持不住了，从怀里掏出了一颗铁丸，直接朝殿内扔出。而高座上的宁错唇中邪肆而轻蔑地笑了一声。漆黑的夜幕下，老玉王浑身是血，疯狂逃窜在皇宫之中。不，我不能死，绝不能死！本王还要报仇，还要光复玉家天下，绝不能死在这里。可就在这时，一道华丽至极的身影从天而降。老王爷，这是急着去哪儿啊？苍天无眼呀！我玉氏皇族600年国祚，今日竟毁在你们2个奸臣妖佞的手里，是我玉恨无能，不能报家仇国恨。可你们2人也别太得意，你们谋朝篡位，屠杀皇族，是大逆，是反贼，人人得而诛之。等着吧，就算你们杀光我整个玉氏，也杀不光这天下有志之士。一个太监想登基，也不问问天下人答不答应。就算是我玉氏无人，我大朝也会有无数忠义之士揭竿而起。你们2人终将不得善终。你说这老王爷死到临头了，突然说这些话给你我听，是什么意思啊？夫人不是听出来了？这不是觉得这老头心眼子太多了吗？话里话外诅咒我们2个没好下场，可是字字句句却暗示着你得位不正，妄想你留他这个正统皇室一命，或许对你有大用。怎么样啊，宁都公，留不留啊？夫人觉得本座会不会在意这天下人？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就是可惜了这老头的算计了。说来也是难为他了，为了活命还能急中生智想出这么一出。夫人要是玩够了，就赶紧杀了吧，天色都这么晚了，别耽误了救济。哎呀，色批！老王爷该上路了，诸位送送他。等一下，宁错，你2人可想清楚了，留下本王，本王会帮你证明；留下本王，本王会帮你证明。到时你可名正言顺登基，否则这天下悠悠之口，还有心思各异的藩王大将，你就算是坐上皇位，也免不了遭人唾弃。说这么多废话，你不如直接跪下，求本座饶你一命。求宁都公饶命！不饶，杀！宁错，你就不想知道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你的母亲妍妃根本就不是生你的时候难产而死，她的死因现在除了本王外，绝不会有人还知道。老王爷为了保住性命，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说说你的条件吧。本王知道大军是不会来了，
本王现在也已经一无所有，只求留下一命。自古斩草除根，永绝后患。这道理，老王爷应当比本夫人更清楚才对吧？不如王爷换个要求。比如说，你说出来，我让你死得痛快点儿。好，我不求你让我活命，可我要死得堂堂正正，最好让我死在为儿子报仇的路上。老王爷说的死在报仇的路上，是本夫人理解的那个意思吗？是，我要跟宁都公决一死战。这鬼畜的样子，看着很带感的好吧？好，本夫人替都公应了。王爷是不是该如实相告了？千万别说谎哦。燕妃是生产过后自杀而死的，死得十分决绝，是用摔破了的药丸直接割喉而亡。而在他死的前一刻，特意为宁都公取名为错。至今本王都不明白，一个母亲要对这孩子多厌恶，才会取了这么一个名字。或者是说，这个母亲心中其实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本身就是个错的。这个母亲心中其实也觉得这个孩子的出生本身就是个错的。又或者他也知道自己生了个什么样的怪。张嘴！你竟敢打本王！你该庆幸刚才够识相，跟我先定了约定，否则现在本夫人就不止长你嘴这么简单。毒嘴拖下去，再敢耍心思，直接杀了。哎呀，阿错，这老家伙一看就是别有用心，他说的话并不可信。你想啊，老誉王连同皇帝先前并不知你根本就不是皇室的孩子，可你的母亲却一定知道，她知道你是你父亲跟他的孩子，是他们夫妻爱的结晶，不然当初身处狼窝，他也不会等到生下你之后才自杀。至于你母亲为何会选错字为你取名，我觉得可能性有很多，比如她生完你后心存死志，当时的心情肯定是很绝望的。人自杀的时候往往会回顾一生，所以错这个字不过是他感叹自己的命运，所以这跟你没任何关系。还有取这个字做你的名字，也许是你母亲想表达些什么，比如说向你父亲传达什么信息，暗示他别搞错你的身份，这或许是当时做母亲的他唯一能想到帮你的办法呢。所以推断下来，老誉王的话根本就站不住脚。我的小兔好温暖，好温柔啊，所以小兔都这么认为了，那错的一定是别人。哎呀，我的阿错，什么时候情绪有这么低落的时候？都怪老誉王那个卑鄙恶毒的老混蛋，早知就该一早弄死了了事。夫君方才不是说想回去了吗？我们现在走吧，我回去跳舞给你看，好不好？听夫人，我们现在回去。你不是喜欢我穿维密吗？回去我穿着跳舞给你看，好不好？好，本座听夫人安排。这样子看着还是不够开心啊。萧兔一咬牙，我穿维密跳脱衣舞给你看，好不好？本座都听夫人的。饿不饿？起来用你早中晚的9顿饭吧。9顿饭？我不是只睡了1天吗？不，你已经在床上3天3夜了。这宁错这么猛的吗？你也不差呀。那什么，宁错那回呢？刚才不是还在床上吗？宁都公也刚走没多久。那他走的时候看着神色如何？那是相当的神清气爽，意气风发呀。说是心情好，去送老誉王归西去了。哎，去哪儿啊？饭还没吃呢。哎呀，打包给我带着吧，我这要赶着去看好戏。就算饭能打包，你也不能这副模样跑出去吧？萧兔这才反应过来，自己正披头散发，还穿着锦衣。小明，我需要你帮忙啊，不然我这去晚了，可就看不到宁错抱走玉老头了。你怎么还吃着呢？哎呦，我这不是赶时间吗？宁错跟老誉王人呢，不是说了决斗呢？你猜猜，是老誉王又出幺蛾子了。哎呀，还是萧夫人你聪明啊，不错，那老东西死到临头了，还想着垂死挣扎一下。说起来，这都要多亏了你啊。跟我有关系？是啊，不然一个被关在死牢、被重兵看守的老家伙，哪里有本事能闹腾得起来呢？人家啊是仗着你的事，拿着鸡毛当令箭，扬言说你跟他定了君子之约，要跟宁都公公平公正的决一死战，所以趁着你跟宁错这3日不露面，就以你的名义邀请了文武百官前来观战。这
臭不要脸的老东西！可不是嘛，这老东西可是老怕你们不讲信用，把他给暗害了。或者说他还想着自己能反杀了宁大督公，却怕走不出这督公府，所以才费尽心思的请来这些朝廷重臣来做见证。怕是还不止如此，他邀请百官前来做见证，说不定还坐着等弄死宁错后，直接拿出自己是皇室血统最后一人，能对在座的百官一呼百应，顺利登基的美梦呢。哎，你觉得岳老头那个老家伙能打得过你们家宁错吗？哼，就他是啊，所以他到底是哪里来的信心啊？也不明白老誉王是从哪儿来的错觉，竟觉得自己能赢。哎，你见过宁错出手吗？以现在督公的身份，什么事能劳烦他亲自出手啊？我倒是见过。你见过？我不仅见过，还见过2次，不过都是刚出手人就死光了，太过轻描淡写了。我除了知道他很厉害，压根啥也没看出来。那个变态特意让你啥也看不出来，你该高兴知道吗？你看看我，知道我每次被血肉直接溅满脸是什么感觉吗？或许是因为宁错每次出手都没什么活口，老誉王并不清楚他的实力，所以才会这么自信。毕竟这老家伙武功看着也确实不弱，他自以为自己纵横沙场这么多年，绝对不会输给只在传言中很厉害的宁错手中，也有可能。哎呀，我倒是宁愿他有什么底牌没出，起码还有点看头，不然要是真如此，那可就太好笑了。是啊，所以他是为什么想不开要邀请文武百官做见证的？很快台下就坐满了人，老誉王呢，他是被人押送着直接上的比斗台。这老家伙干嘛呢？这是以为自己参加演唱会啊？上台还要跟粉丝问声好吗？装模作样，其心可诛，还穿着一身黑衣服，果然是什么衣服配什么人，黑心黑肝黑心肠，一看就不是个好东西。正说着呢，宁错此刻出现了。哎呀，我男人真帅呀！方才飞身而来的姿态，正应了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风姿翩翩，惊艳热心。他今天穿的也好看。你没发现你男人跟老誉王今天穿的衣服一个颜色吗？什么？那老东西竟然特意跟宁错穿一样的颜色，还真是卑鄙下流无耻龌龊！他怎么知道阿错今天要穿什么的？哎呀，真是好不要脸，竟然故意跟我的阿错撞衫！他不会以为穿着一样的衣服颜色就能抢走阿错的风头吧？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像他这种贼眉鼠眼、獐头鼠目的卑鄙小人，别以为穿着一身黑就能挡住他阴险狡诈、狠毒卑劣的内里。宁错察觉到了萧兔也来到了打擂现场，看着萧兔邪艳的笑了。他笑起来也很好看，就知道他会喜欢。宁错笑着勾唇，指尖把玩着手中剑，随意的挽了剑花。哇，他好帅啊！转头再看了一眼老誉王，对方也亮出了兵器。哼，真是丑人多作怪。宁错，加油！而台上老誉王凑准这个时机，提着长刀骤然朝宁错砍了过去。切，小人！哇，他好酷啊！老誉王攻击被挡，一个翻身，长刀对准了宁错下盘，就是一阵疯狂的砍击。切，卑鄙！宁错还是单手背立，手中长剑依旧没出鞘，剑身只是在手指间转动，就挡下了老誉王的所有攻击。哇，他好强！哇，他好强！老誉王见久攻不下，他顿时提气，使出了全部的实力，刀舞出了残影，如狂风暴雨斩出。哼，跳梁小丑，自不量力！宁错的刀光中依旧纹丝不动，可任何攻击落下都进不了他的身。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举世无双，舍我其神！他夸完，转向了身边已经因为使出全力而叫起来的老誉王。哼，自不量力，白费功夫，洋相百出，丑态毕露。一道极为恐怖的刀光劈向了宁错，这次宁错终于动了，飞身而起，一直往后退去。萧兔再次星星眼，哇，退都退得这么潇洒，风姿翩然若仙，嘴角含着俯瞰天下的笑意，就这么飘啊，飘到了台下。哼，我的阿错就算落到台下，那也是最厉害的，肯定是玉老头用了什么阴险歹毒的诡计。我们家阿错不过是太大度，让
着他而已。他这么喜欢站在台上，那就让他一个人傻站在那里，喝西北风吧。他家小兔怎么这么可爱呀？宁错，你输了。愿赌服输，你可别输不起。现在是你自己自裁，还是本王亲自送你上路？宁错竟还在笑。哎呀，笑什么笑啊！生死之战呢，你能不能正经点啊？不能怪本座，明明是夫人在逗我。是你不好好打架，偷听我说话吧。小兔这个贱人，刚才大道士说的那些话，别以为本王没听见。竟然如此羞辱本王，早晚要杀了这个贱人！宁错，你们夫妻可……他话还没说完呢，就瞧见面前一把闪着寒光的长剑迎面而来，那把纤细的长剑却是直直的穿过了他的脖子。好强！扑通一声，老誉王倒地气绝。本座这不是想让夫人多看看本座翩然若仙的身姿，跟10步杀一人的冷酷吗？你还说自己没偷听？没有，主要是耳力太好，老远本座就听见夫人在夸为夫了。那时候我还没看见你呢，你这听的也太远了吧？主要是夫人的声音对本座太有吸引力，纵然千山万水也难以阻隔。净胡说！没想到夫人对为夫平日里这么满意啊！是要怎么样？宁错手臂收紧了他的细腰。那你跟本座回去吧。干嘛？刚好为夫还有几个更潇洒冷酷的身姿，想请夫人帮忙参详参详。去你的！宁督公夫妻俩说笑着黏黏糊糊的走了。小乐子看着被完全忘在脑后的一院子官员，特别无奈的叹了口气。劳烦诸位今日辛苦一趟，今日已晚，那诸位就早些回吧。明日是督主的登基大典，还有诸多事务需要劳烦诸位。那诸位咱们明日见。哎呀爷，等等奴才呀！马上就要追过去时，胳膊却是被人给拉住了。你拽着我干嘛？我还要去伺候主子呢。督主跟狗皮膏药一样粘在萧兔身上的时候，你去伺候不怕被踹出来？你怎么能说督公爷是狗皮膏药呢？不然呢，整整3天3夜，宁错恨不得死在他身上。哎，这还不够呢，你瞧瞧，刚才又甜言蜜语的把人哄走了。你说他要去干嘛？我说他狗皮膏药，总比说他衣冠禽兽好吧？你怎么对督公爷这么大怨气？你以为这几天宁错在床上快活，是谁帮他处理每天的折子的？这几日我忙着督公爷登基的事儿，确实不知道。哼，这个混蛋就知道玩命的使唤我，自己却整日风流快活。小乐子听了啧舌，怨念这么大，他还是赶快走吧。哎，你去哪儿啊？既然前朝事情已经处理完了，随我去批折子吧。啊什么啊？赶紧跟我走，今晚又要熬一夜。小乐子一把甩开他，提起轻弓就跑。哼，本公子拿主子没办法，还能拿你没办法？星光璀璨，月色迷人，两道相携靠在一起的身影正漫步在良辰美景下，二人正亲昵地说笑着，头上却是有2道黑影一前一后地跑了过去。刚刚跑过去的是宁流云跟小乐子吧？是吧？奇怪，这俩人大半夜的不回去休息，跑什么？或许是精力太旺盛，不想睡。总觉得你这句话说的有点不怀好意。本座日日陪着夫人，哪里有功夫跟别人不怀好意？切，我还不知道你笑得越好看，心里就越多坏主意。还有，你这几日天天缠着我好多事儿都被你耽搁了。明日可就是你的登基大典了，衣服我都还没去看，准备的怎么样呢？放心，已经来报完工了。那就好，一会儿我们一起先试试。好，本座陪夫人试完衣服，那夫人明日也陪本座一起君临天下吧。话虽这么说，不过我觉得我还是不去了。毕竟明日对你来说可是大日子。再说，自古以来哪有皇上登基还带着老婆上朝堂的？自古以来没有，那就从本座这里开始。再说本座不管前人如何，反正到了本座这里，为夫就要夫人陪着。你这样登基做皇帝，会被人笑话没断奶的。是没断。去你的！宁错笑起来，抬手将他搂进了怀里，好一番亲亲柔柔才罢手。小兔，
随本座一起登基吧。啊！本座说要夫人你同本座一起登基称皇，从今以后这天将有2省，日月同辉，你跟本座并肩俯瞰天下，掌权世间。好，我都陪着你。我最近有冷落了你吗？没有啊。没有，你跟得了皮肤饥渴症似的，这么想方设法的想黏着我干嘛？皮肤饥渴症是什么？皮肤饥渴症是……哎呀，是什么跟你没关系？你给我老实回答自己的问题。是什么跟你没关系？你给我老实回答自己的问题。本座就是想跟夫人多待在一起。我现在哪天不是跟你在一起？特别是这几日，我纵着你多少天了，你竟然还不满足，还想着让我也登基，然后就可以每日上下朝处理公务，全都带着我。我都不知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么多的占有欲，只是恨不得一天24小时将我直接拴在你裤腰带上，你才满意。本座没想将你拴在裤腰带上。哦，那你是怎么想的？本座是想跟夫人随时都能方便融合在一起，那种混为一体的感觉才让本座最舒服最安心。流氓，看我抓住你怎么收拾你！哎呀，快放我下来，幼稚鬼！那夫人答应本座明日一起登基，你还好意思让我答应？岂如此，刚开始就不该有这种小心思。本座的出发点虽然不纯，不过想让你日日在本座身侧，跟想和你并肩坐拥天下，这2点并不冲突。你完全可以忽略本座这点小心思，毕竟它不会影响为夫对夫人的一片心意。那我不执政。执政是你权力的象征，想想天下都在你手中，你可以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天天陪在你身边，方便你想怎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吧。各退一步，以后1月为期，我将白日出去玩的时间留出来几天，在宫里陪你好了吧？本座要1半。不行，最多分给你10天。那14天。14天也太多了，不行，最多再给你加1天，11天好了。13天半。13天半是什么鬼？出去玩到一半的时候，还要赶回来再陪你半场吗？那13天就这么定了。夜色下，第一次见都公爷跟人讨价还价，是因为这样的事儿。看看那较劲脑汁的样子，说出去谁相信呢？你懂什么？这很明显是都公在逗着自己女人玩呢，不然他怎么可能这么幼稚？不过宁错自从有了媳妇儿，是越来越不在乎脸皮了啊！看看他现在那样，不是亲眼所见，我都不敢相信这会是宁错那个大魔头。我倒是觉得都公爷没觉得幼稚，你看他神态挺认真的呀。我倒是觉得都公爷没觉得幼稚，你看他神态挺认真的呀。照你这么说，那不是更可怕吗？谈个恋爱，把智商都谈没了。我宁愿看他疯批到处杀人放火，也不想见他这么辣眼睛。倒也是。行了，你就别在这里操心他俩了，人家热乎着呢。你呀，就跟我回去处理公务吧，不然今晚熬夜都忙不完。那说好了，12天，不能再少了。好嘞，那就劳烦夫人明日同本座一统君临天下吧。看你这么有诚意，那本夫人就陪你一起好了。翌日，当东方太阳出生之时，金黄色的光芒洒满了整个皇宫，宫内外早就彩旗飘扬，锣鼓喧天，百姓们纷纷涌上街头，欢呼雀跃，庆祝新皇登基。整个皇城都沉浸在热闹喜庆的氛围中。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天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怪不得人人都想做皇帝，站在这里受万万人跪拜的感觉，确实让人很爽。夫人喜欢，本座让他们天天来拜你。就凭你这句话，就已经具备昏君特质了。本座本就是昏君。哎呀，别不正经了，可以叫起了。一起。众爱卿免礼。万人跪拜，声震九霄，场景无比壮观。萧兔一笑，正要说话，眼中的世界忽然就出现了变化。只见漫天的金光中，他好似看见了一只火红的凤凰虚影。萧兔眨眨眼，有些好奇地看了看自己。怎么了？我刚才突然看到好多好多的功德全都朝我飞来，好奇怪啊！最近我没做什么好人好事啊，而且这也太多了吧，感觉足有成千上万万之数，这太夸张了！我是做了什么天大的好事，我自己竟不知道？会不会跟今日你登基有关？
除了这个，我也想不到什么特别的事儿了。不过没听说过称帝也有功德的，莫非我当上天后，对这天下还是件天大的好事不成？阿错，若是你我没有相遇，你今日登上皇位会想干嘛？夫人说什么呢？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如果？最可怕的哪里是如果，最可怕的分明就是你，好吧？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这样都是好事，平白多了这么多的功德。据说有大功德加身之人，那可是百邪不侵，诸事顺遂，心想事成，好运连连。赶明儿我要去街上转转，看能不能捡到钱。就这点追求，本座是少你钱才用了。这可不一样，出门能捡钱的快乐，这世上有几人能体会到？再说用自己的有什么意思？要用就用别人的。别偷着乐了，百官起身，该你我出场了。萧兔这才端起凤仪。随着男子接受了一系列的登基仪式，包括祭天、祭祖、受朝、颁布诏书、受玺，最后宴请群臣，接受群臣敬谢皇恩。此后天有2日，双圣并立，也标志着旧时代的结束，新的统治时代拉开了序幕。一整日端着架子，萧兔觉得自己快废了。回到寝宫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卸掉自己华丽璀璨的发冠。看你这样子，想必待会儿沐浴也是没精神，不如让本座来伺候。萧兔没什么力气，可美眸还是嗔了他一眼。有这么累吗？骂本座的力气都没了。都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我今日算是体会到了，好家伙，70斤的凤冠差点把我脖子压断。本座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句话原来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好，是这个意思。夫人如今可是天后，一言九鼎。明日本座就让底下人将史书经义一起改，从今日起，欲戴其冠，必承其重，就是夫人说的意思。不许你胡来，知道吗？那就要看夫人怎么贿赂本座。就为不正经，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可是累死了，今晚我要请假休息一天。可今日是你跟本座的新婚之夜呀。你哪天跟我不是新婚之夜了？哎呀，今晚就休假一天，就当你我保养身体了。不要，本座身体强的能打死一头牛。那你去打牛好了。夫人是不是不爱本座？韶华易逝，容颜易老，浮华终是云烟。你够了，真是越发没正形了。小东西躲不掉的，本座就要跟你日日浮山，夜夜共销魂。看起来夫人比为夫还要心急啊。谁啊？我才没有。有没有？为夫检查下就知道了。都说今天累了，我可懒得动。哪里用得着劳累夫人？层层叠叠的轻纱床幔随着动人的月光散落而下。翌日，夫人看看可还满意？不错，没看出来阿错第一次为女子上妆技术就这么好。喜欢，以后为夫日日帮你画。顶不住，真的顶不住呀！眼瞅着屋外太阳越来越高，里面俩人却还没打算出来。平日也就算了，可今日怎么说也是新皇登基的第一次朝会，这可真是将沉迷夫人温柔乡的昏君名头做得够瓷实的，是半点不在乎朝臣百官怎么想您呀。你屁股扭来扭去的，是被虫子咬了吗？哎呀，娘娘，奴才这不是为大喜的日子开心呢吗？忍不住都想跳一个了。时候确实不早了，走吧，我陪你去。好，为夫服你。服什么？我又不是不会走路。是本座不会走，夫人扶着点本座。没个正经，都公爷如今都做皇帝了，还本座的，也不改改口啊。那夫人喜欢本座叫什么？朕、孤、寡人、咱还是俺？以后早朝改午朝，不许晨起打扰本座跟夫人。还午朝？是午前还是午后啊？所以准确来说，早中午晚，只有下午您大概或许可能才有一点点的时间。不是爷，
咱坐上皇帝不是为了雄霸天下，而是为了更没脸没皮的撵老婆吗？既然要彰显皇恩，那就免天下穷人的粮税吧，先免个10年吧。本来正要说话的满殿朝臣闻言，齐齐震惊地朝他看来。看朕做什么？天后的旨意，你们是有异议？您这话说的这么危险，哪个敢跳出来说有异议呀？那不是找死吗？诸位爱卿或许觉得本宫的话有些胡闹，不过既然皇上登基需要施恩，那不妨就施个大的。而且你们以为不免这10年赋税，你们今年还能收得上来税吗？本宫刚才不过随意翻了几个，就看到南方大水，北方大旱。本宫刚才不过随意翻了几个，就看到南方大水，北方大旱，多地民不聊生，十室九空，百姓食不果腹，流离失所，天下已生乱兆。诸位爱卿觉得这税该不该免？众人拿起折子传阅了一阵，跟着全部沉默。是微臣短视，天后圣命。其实诸位爱卿担心什么，本宫心里清楚。国库想来这些年是被霍霍的没剩什么了，不过免税10年也只是针对穷苦百姓的粮税，其他人的税收该收还是要收的。而且国家光靠着百姓赋税养，那是不切实际的，咱们还是要从别的方面想办法赚钱。可是天后有什么好主意？别的不容易，赚钱的法子本宫倒是知道几个。我先写几个给你们，你们照着法子将东西做出来，然后拿去卖给各地的豪绅富甲们，咱们先赚点本钱，回血。萧兔也没跟他们磨叽，拿起桌案上的朱笔，快速地写了几个方子，拿给众人。天后，这化妆品可是女子妆容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做出来真的能赚钱吗？诸位爱卿可不要小瞧女人花钱的能力，而且我这些东西也不是一般化妆物件，那可是能让每个爱美女子肉眼看见能变更美的东西。等我再教一批女子学会这化妆技术，保管整个天下爱美的女人全都追着你们来买。那天后，这白糖的制造方式是炼糖的一种吗？是，比市面上红糖更纯粹、更甜蜜，而且造价更低廉。可以从我给你们的这几种菜品中按方法提取，等炼制出来，必定颗颗如雪一样洁净雪白。天后这话可当真？要知道，糖本身就是稀罕物品，造价多昂贵，自不必说。那天后这彩色琉璃烧制的这些也是真的吗？微臣只见过他国进贡的水晶琉璃碗，一个都价值1000金。天后，这个制冰的方法真的能让人在炎炎夏日制作冬日才有的寒冰吗？天后，这树皮渔网能造出白纸。天后，这个香皂……本宫刚才写的，诸位拿回去实验下就知结果，出结果就及时让人来报。现在话归正题，刚才说到给天下百姓施恩，虽说免除百姓10年赋税是好意，可远水解不了近渴。诸位对受灾地区百姓此刻的困境可有应对之策？禀天后，古来发生天灾，朝廷会拨银发粮，可如今需要赈灾的地方太多，现在国库也实在空虚，不说粮食，怕是钱也拿不出来多少啊。有多少先全都拿出来吧。还有，本宫准备带头募捐，诸位爱卿以为如何？天后的意思是就以本宫的名义为天下灾民全程募捐，本宫会先从自己私房钱里拿100万两出来带个头。微臣也捐1万两吧。微臣愿意出2万两。微臣家底殷实，愿出5万两。本宫会先从自己私房钱里拿100万两出来带个头。臣家里不富裕，出5000两。看着朝臣们接连开口，萧兔红唇勾起了笑。朕捐1000万两，既是夫人的一片善心，为夫又怎能不出手帮衬？夫人怎么不说话？这不是被阿错的大手笔惊到了吗？说来还是阿错你厉害，直接捐出1000万两来，估计所有百姓都有活路了，也省得我费劲想办法了。阿错真可爱。看来本座的这份礼是送到夫人心头上了。早知道为夫就该早些开口，也省了夫人一番口舌受累。圣上圣后统控夸我们没过5句话，您差不多就行了，就别再明里暗里的踩我们了，求放过还不行吗？
既然圣上开口了，那户部就直接去督公府取钱去吧。微臣领命。一场朝会从中午直接被群臣缠到下午，才总算堪堪结束。你跟手下较什么劲儿啊，醋坛子！一个个的全是没眼色的东西，也不看看几时了。小气，这可是谈正事呢。在夫人这里，本座才应是正事。臭美，你今日倒是好性子，竟然能坐得住这么久，又捐钱又出力的，还跟这群人说这么多。哎呀，我这不是日行一善吗？再说，在其位谋其政，这江山以后怎么说也是我们的了，我可不想看着他变得乌烟瘴气的。罢了，本座懒得跟这群笨蛋计较，听夫人的。说来，刚才我又有功德入账了。我发现，好像我只需要坐在这里发号施令，功德就会成群结队的送上门。这倒是比我出门一个个帮人算命速度快多了。这么说的话，夫人以后……哎，大柱啊，我就这么一说，要我整日待在此处处理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我才不要呢。我之所以跟你说，是因为最近2日功德进账太多。哎呀，你瞧不见，我刚才跟那些大臣商定了捐款，就有一大批的功德冲我而来。接下来我给了他们方子，又跟大臣提了建议，功德更是铺天盖地的朝我而来。我现在可是身前身后全是功德金光，我感觉自己简直像个500瓦的灯泡，亮得要刺眼了。夫人可知，这所谓的功德加身，除了能让人好运之外，可还有别的用处？不知道。师父当年死得太快，我连他一定要我修的这门瞳术都不甚了解，就连瞳术的能力也是在练成后才知晓的。本座觉得，你师父既然死的时候都没说，或许是他自己也不清楚。毕竟据他所言，这门神术他所知的根本就没人能练，你是唯一一个特例。其实萧兔自己都不肯定自己是练成了瞳术才导致他不在命数之内穿到了这里，还是他命里本就会来到此处，从而导致他超脱了命运，能够练成此术。这般想着，萧兔忽然觉得眼前闪了一下，然后他顿时一个机灵，骤然坐起。怎么了？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的一些信息了。哦，如何？就闪了一下又没了，我就看见个功德累积了一大串。或许这是好事儿，既然现在能看见一点，那就说明以后定能看见更多。而且夫人方才突来的变化，说不定正跟功德有关。你不是说这东西可以让人好运连连，心想事成吗？哎，你说的有道理，看来我要加紧时间做好人好事了。哎，朝臣呢？出宫门了吗？哎呀，别让他们走了，我现在过去。阿策，我去玩了，一会儿不用等我吃饭了。若是晚回，本座可要去找人的。哎呀，知道了，天黑前肯定回来。夫人还真是急性子。不过主子爷，您今儿怎么这么轻易就放人了？奴才还以为……他正好奇地笑着说呢，抬头却瞧见宁错已经脸下了笑意。方才不是好好的吗？夫人说要出去玩都没黏着。若是爷心情不好，其实不妨跟夫人一块出去玩上一会儿，夫人有您陪着，想必也很开心。本座刚痛快地放他出去，你看不懂什么意思。爷，您为何要特意支开夫人？他说他很快就能看见自己的信息了。王现在干嘛？王老太医，奴才记得自从上次爷您不准他出现后，他就一直待在家里闭门不出了。本座问的是他在干嘛？王太医一直闭门不出，好像是在研究什么秘药。命他入宫。父皇万岁万岁！还好，爷还是想起老夫了，也不枉费这些日子日以继夜的苦心钻研。听说你在家里研究秘药？是，臣是想试试看看还有没别的法子。哦，有法子了吗？回禀主子，已经有些眉目了，只要再给臣些时日，想必定能让我主后继有人。那就先说说你的眉目吧。法子是臣想让主子您吃药，不，是为您调理身体。哦，你是说本座也可？
是，其实夫人之所以不能怀孕，并不是夫人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反而是因为夫人的体质太好，自动排斥一切入侵。所以微臣就想，只要主子您通过药物刺激，好好的调理好身体，让您的那什么一样够强的话，怀孕或许就不是问题。还有这种药，不错，那药效能让本座强到何种地步？哎呀，杜空，你可正经点吧，微臣说的可是正事儿啊。药呢，可有配置好的？药微臣随时可以配，不过圣上您要是决定真的要用，微臣还需将一些忌讳先告诉圣上。你说就是。圣上，此次微臣配置的药都是以进补为主，若要达到想要的效果，第一步就是要固本培元，所以主子您从服药开始，要先禁欲，再要先干嘛？要先禁欲啊！你再说一遍。圣上，可是这禁欲有什么问题吗？没问题。不过此法不可行，你换个法子。圣上，臣说的禁欲，并不是以后不能夫妻伦敦，而是只需休息6、7日，先把咱这身体调理好。不行。可是圣上有什么不便之处啊？没有。若是没有，此法不行。微臣头谈，不知圣上有什么顾虑，可否能告诉老臣？本座不想说。主子您别闹，老臣看病呢。此事可有他法？没有，这是臣能想到唯一完美解决此事的法子了。此事作罢，你下去吧。圣上，万万不可呀！老臣虽不知道圣上您有什么难处，可什么重要的事情也重要不过未来的小主子呀。对于小主子的事情，三思而后行啊！哎呀，这话越说越不像样子了。他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主子命令绝不容人质疑，这不是上赶着找死吗？爷，消消气，王太医年纪大了，脑子也糊涂了。今日说的本来是一件好事，都能让他弄个死谏的架势出来，这不是给咱未来的小主子添晦气吗？再说了，那可是夫人生的小主子呀，要是个女儿生下来，必定是跟夫人一般冰雪可爱。想想那小糯米团子，哎呦，跟夫人长得一模一样，奴才啊，这心都要跟着化了呢。想想那小糯米团子，奴才啊，这心都要跟着化了呢。多嘴！哎呀，是，都是奴才多嘴。爷，快喝口茶，消消气儿。下不为例。此刻，王太医满头是汗，闻言抹着额头谢恩。本座问你别的法子，你说不出，本座拒绝你又不肯死心，如何？莫非是觉得本座这金銮殿里色泽太单调，想用血帮本座添点颜色？这老家伙倒是脑子转得快啊！要不是看在共事多年，又真的事关主子大事，我都想啐他一口。心中如此想，小乐子却是再次露出笑脸，巴巴的道：爷，其实您要是真觉得王太医的法子不妥，让他继续改进就是了。奴才相信老太医既能想出一个法子，那就能想出更多的法子。主子爷，您的难处王太医不知，可奴才确实是知道的。爷，您今日说夫人她可能很快就知道自己……爷，您今日说夫人她可能很快就知道自己……其实奴才觉得夫人如此豁达之人，就算知道了也不见得会搁在心里。不过爷既然您担心，早做打算那是更好的事儿。不过这事儿于夫人而言，想不想是一回事儿，可能不能是另外一回事儿了。你可还能拿出其他法子？微臣能。行，就给你3日，下去。微臣定全力以赴。你说那小崽子生下来，当真长得会跟那小东西很像吗？这个爷可以放心，孩子是父母双方的延续，样貌不说100%，60%-70%还是有的。如此就好。
哎呀，刚才的预感果真是对的。夫人这才刚一走，主子爷就开始犯病了。不知道是不是准备当爹的刺激太大了？看着高兴不像高兴的，不高兴好像又高兴，所以表达方式才直接变态了吗？时间飞快，3天一晃而过。哎呀，你这是什么情况呀？主子爷都大度的给你3天时间让你改进方法了，你这咋忙活了几天，跑回来还要主子爷禁欲呀？你这不是抱着老虎头喊救命，纯粹找死吗？王老太医他将需要7日才能养好身体备胎，压缩到了只需要2日。哪知主子听了，脸竟然还是黑的这么可怕。就2日，就只需2日而已呀！夫人体质好的那天，不能针对夫人开药，除了让主子跟着增强体质外，根本就没别的法子可以下手。王老太医真的是越想越伤心，老脸委屈的绷成了菊花，直接抹着泪嘤嘤嘤的哭了起来。这王老头可以呀，还以为这次死定了呢，没想到竟能想出这样的法子。不愧是跟了主子多年呀，人老成精，忒不要脸了。不过看在你这老头这么不要脸的份上，乐大公公我就好心再帮你一次吧。爷，这家伙哭得这么伤心，想来是真的尽力了。爷，时间不等人呐，夫人那边听说这3日，那小东西每日的功德进账1日多过1日。昨夜还跟他说已经隐约看见他的姓名年龄介绍了，听他所言，想来下一步应该就是身体各方面的情况了，所以此事已经无法再拖，最起码等他发现不对劲儿时，他也要能够给个说得上的法子才行。你确定本座禁欲过2日定能成？老臣拿项上人头作保。若是多1日，本座活剐了你。哎呀，这太好了，主子爷这总算是应了，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呀！这一切都要感谢夫人了。若不是事儿赶事儿的这么急，他们怕是拼上这把骨头死谏，主子爷怕是也不会改变主意的。感谢夫人不孕，呸！感谢夫人不孕，呸！是感谢夫人身体倍儿棒，这慢慢想，相信凭借他们主子这么勤快的日夜操劳，他们应该是很快就要有小主子了。另一边正忙得脚不沾地儿的萧兔，自从3日朝上发现了功德暴涨后，隐约看见了自己的信息，他就开始日日带着官员们开始上课。宁错来的时候，正好看见他坐在桌子上，如菩萨一般拈花慈悲一笑，忽悠众官员说他其实是弥勒转世，就是为了救苦救难而来，还上至500年，下至500年。朝臣们要是想要算命，可以来找他。宁错瞧他一副小忽悠的模样，嘴角就忍不住的一翘。恭迎皇上！起来吧。哎，你怎么来了？本座过来看看自己夫人日日都忙什么呢？连自家夫君都不要。怎么会？在我心里阿错最重要了，我怎么会不要你呢？而且我这几日虽说忙，可是夜夜那可是都准时回家的，从来没晚点过哦。是每天准时回去后话也顾不上说，就开始撰写自己第2日的演讲稿吗？说来这几日确实冷落夫君了，不过你放心，我这边已经快忙完了，接下来我多的是时间陪夫君啊。那夫人还等什么呢？这就来。圣后这就要走了吗？是啊，我等还没听完圣后点拨，不如再讲些吧。怎么，诸位爱卿是想跟本座抢夫人？臣不敢。诸位爱卿，这3日本宫讲了不少东西，相信诸位也需要时间慢慢消化。而且本宫说了这么多，你们也不可能一口气全做完。如今天下百废待兴，本就要劳烦诸位爱卿。今日就先到这里，诸位想必也已几日不曾好好休息了吧？哎呀，先回去睡一觉吧，咱们慢慢来，我们有的是时间。是天后。好了，醋坛子。为何本座手下全是这些看不懂眼色的蠢货？
哪个蠢了？这些啊，可都是我朝数得上数的聪明人，不然怎么会跻身朝堂，身居高位？不过就是看不懂我们督主大人缠妻心切吧。原来夫人是嫌为夫缠人了。没有哦，我喜欢。哎呀，我的阿错真好哄呀。指尖抚上了他的笑唇，忍不住又踮起脚尖亲了亲他。宁错的手臂同时搂紧了他的细腰，唇中含着妖异的笑，俯身星唇勾人心魄的开始用力的回应起他。午后的暖阳惹人醺醺欲醉。今日时间还早，夫君接下来可有什么安排？可是夫人还有什么事？忙了好几日了，我想出门逛逛。为夫陪你。既如此，那就有劳夫君带路了。既如此，那就有劳夫君带路了。哎呀，刚才我可是被妖精吸了精气，手清浑身乏的厉害。如此，为夫乐意为夫人效劳。萧兔看着周围因他和宁错而被围得水泄不通的街道，是我失策了，忘记你我现在也是名人了。都围成这样，可见夫人现在的声望在百姓中不低啊。夫君别羡慕，你现在是皇上了，只要想，轻易就可做到。这种事儿还是留给夫人好了，至于本座嘛。萧兔也没觉得意外，这家伙这么恶劣，比起别人的拥戴，怕是更喜欢别人恐惧他才对。咱们换个地方逛。好。哎呀，阿错，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般轻功这么好啊？你好像有挺久没指点我练功了吧？怎么能劳烦夫人辛苦学？为夫随时可以为夫人效劳。话是这么说，不过我……夫人就给为夫个表现的机会吧。哎呀，给你机会就是……为夫会飞着打桩哦，为夫会飞着打桩哦。啊，真的？宁错朝他一笑，运起了内力，开始全速的在空中螺旋起飞。飞了好久，阿错你累不累？我们从这里下去好了，这条街没什么人，看着风景也很好。本座怎么会累？我还会飞蛇形。夫人要不要试试？哎呦，不要了，我想下去了。确定不玩了？确定，我都出汗了。看着还不错，周围也有商铺，咱们去逛逛。想逛商铺，带钱了吗？哎呀，夫君带了对吧？本座这也算是1回生2回熟了吧？干得漂亮！多亏夫人教导得好。会说你就多说点儿。小娇娇，想要什么，为夫今天全给你买。夫君还要听？小东西，再撒娇，为夫命都想给你了。阿错，人家就要听嘛。在外面呢，回去都说给你，都给你，全都给你。流氓！流氓还想干点别的？我想起来我要买什么了，专门对付流氓的辣椒水。小兔，辣椒水就不用了吧？本座觉得那东西用了，怕会太刺激。刺激？你是准备喷哪里啊？不是喷那里吗？去你的！莫非不是给本座喷？给你喷，全都给你喷。全都喷的话，可能会肿吧？肿了会不会更大些？自然耍流氓，信不信现在就给你打肿？夕阳随着时间流逝，染红了半边天，像似美人娇羞的红晕，带出了无尽醉人的妖娆。这个好吃，记住地方，下次我还要去买。何必这么麻烦？本座让人带进宫，专门做给你吃。不用，我喜欢逛这样的小吃店，带进宫就没这份意趣了。你喜欢就好。吃好了吗？再吃，晚饭可就吃不下了。不用担心，不耽误晚饭。我最近胃口好得很。饭量又变大了。我最近胃口好得很。饭量又变大了。是啊，而且吃得多也没见多啦。说什么呢？我感觉最近身体变得更好了。今天我特意用小刀在手指割了个小口子，指尖眨了几眼就愈合了。哼，你看。是看不出什么，不过以后这种验证就免了。好的哟。时间不早了，回吗？走吧。哎呀，到家了。哎呀，热死了，我要先去洗个澡，一会儿见吧。不熟。哎呀，不要了，我要一个人洗。萧兔溜得飞快，看着女人欢乐跑走的背影，宁错的唇角眉眼全是愉悦的笑意。想死了吗？看你这满脸春色神采飞扬的样子，看来刚才跟夫人玩的挺开心啊。你来干嘛？我自然是来找表哥您的嘛。
有事说事，无事滚蛋。有异性没人性。哎呀，我来确实有事儿，表哥你别着急，听我慢慢说。我来呀，其实是为了替人劝谏的。那个，我听说我未来的小侄子放肆。放肆！你女人一不在，你就变得这么快是吧？真是害死个人了！你先别动怒，事情我只是无意中得知。给本座滚进来！主子爷，奴才冤枉呐！是流云公子不小心听到了我跟王太医的说话，这才知道了事情，是奴才该死。挺好的，本座身边秘密随随便便就能露出去，挺好的。多受息怒，是奴才该死。你是该死。表哥，别动怒，千万别动怒啊！嫂子还在里面呢，小心一会儿听见了。都滚下去吧，自己去领罚。我受罚没关系，多受几次都可以，可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表哥你几日不见，你胆子倒是变大，管起本座的事儿了是吗？天地良心啊，表哥，我是知道事情后意识到了其中的严重性，我是了解表哥您的，不是事情紧急，您肯定不会出此下策，我都不敢想嫂子知道这事儿后该作何作想啊。宁错蹙起了眉，前面他全没听见，就听见了最后一句，这一句才是他至始至终所在意的。看吧，打蛇就要打七寸，要切就要切要害，你跟王老头磨磨唧唧的，什么时候才能成事啊？这家伙也是疯了，听说要有小侄子，高兴的啥也顾不上了，竟然直接就冲到主子爷面前来了，真是太大胆了！已然是忘了以前被主子怎么修理的了，还直接把我也拖下了水，这个混蛋！表哥，既然事情已成定局，再拖不过往生变故，这种事情不可心存侥幸，万一翻车被嫂子知道了。住口！不要以为本座不知道你的心思，再敢打着他的名义算计，本座就……表哥，是我有私心，可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这辈子注定已经废了呀，表哥啊！表哥，我已经没有了，可是表哥你不是啊！就算表哥你不想要，嫂子难道不想吗？试问世上哪个女人会不想跟心爱的男人有一个孩子？说这件事真的拖，表哥也不会现在找王太医想法子。既不想嫂子知道反咬，就不该冒丝毫的风险。而且嫂子这么聪明，一点异常她怕是就会察觉。嫂子这么聪明，一点异常她怕是就会察觉。这多让几日，表哥真的自信能瞒过嫂子吗？流云公子为了未来小侄子，这是拼了！看着自己伤疤又哭得伤心不已的样子，脸皮子也不要了。表哥，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啊！宁错垂眸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表哥，这样就对了。王老头，端上来吧。督主，请用药。准备的还真是周到啊！劳烦你们仨一片忠心耿耿。宁错跟着抬手端起了药碗，一口就喝了个干净。滚吧！宁错看着三人飞窜而去的背影，给本座好好收拾。暗卫们低头半跪一礼，就如同鬼魅一般的朝外面逃跑之人追去。不行了，我实在是跑不动了吧？跑不动也要跑啊，除非你是不想要自己的小命了。我这真的是不行了吗？本来我就送了碗药，主子他不至于领我一块收拾吧？本来我就送了碗药，主子他不至于领我一块收拾吧？我说老头，你就少仗着年纪在这里装无辜了。既然咱们先前一起商量好，那就是一伙，你还以为你跑得掉吗？你还说，要不是你偷听我跟乐总管说话，搞得我们俩骑虎难下，我们怎么会被你拖下水啊？说得不错，你忽悠我跟王老头不算啊，还擅自跑到督主面前一顿乱来，这才惹怒了督公爷。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我跟你没完啊！这事儿怎么能怪我？是你们俩行事不密，才会被我撞见。再说，你们俩不是一样都盼着小主子出事，才答应听我的安排？我答应你们的可是全都做到了啊！药主子他已经喝了，你们自己都亲眼见到，别想事后翻脸不认账。你还有脸说呢？主子答应喝药，是你拖着我们俩一起下水换来的，有你这么办事儿的吗？亏你乐大总管还自诩是最了解督主的人，你怎么就没看出来这件事啊？无论怎么做，其实最后都会惹恼我那表哥的。那也应该想个更妥善的法子，就算最后主子爷一定会气，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不管不顾呀。不错，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啊。哼，你们俩呀还是太天真了，主你们想的慢慢劝言，请等着主子自己想开。
这法子根本就不可能。此话怎讲？哼，还怎么讲？你们俩是没瞧见我那表哥跟他家那位现在都什么样子吧？怎么没瞧见？都公爷跟夫人那可是很恩爱的。哎呀，很是恩爱，他俩那是很是恩爱能够形容的吗？亏你还日日跟在你们爷身边，今天要不是我过来看见俩人什么样，我都不知道事情竟然这么严重。你这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今儿个过来正巧瞧见咱们家爷冲着他家那位背影笑呢，骤然一见，那笑容宠溺的简直能将人溺死在里边。实际上呢，眼神是追着女人身影跑，那架势真是恨不得跟对方融为一体，骨血相融才罢休呢。这正说明两人恩爱啊！你说的那是正常人，咱们家那位他正常吗？他所想的必然就是他想做的。哎呀，我这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你怎么还不懂啊？哎，算了，我问你啊，你知道咱们家主子为什么听说要服药生孩子要动气吗？不是因为主子生气影响他跟夫人恩爱缠绵吗？唉，这不过只是其一，真正的原因恐怕是我那表哥才是真正不想要孩子的人。这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就不可能了？他都恨不得跟自己女人合二为一，占据对方一切了。你觉得他会想要个小崽子来分摊他女人的注意吗？现如今也就靠着他在意萧兔知道不能有孩子，人生会有遗憾这一点吊着。不然你家夫人今日就算身体能正常生育，她恐怕也会早早的先一碗药绝了自己。所以现在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这么急，宁愿冒着惹恼他的风险，也要赶紧将事办成了吧。若是再拖上几日，等咱们这位爷想到法子，或者二人说开了，你们呢就等着看自家主子绝后吧。等咱们这位爷想到法子，你们呢就等着看自家主子绝后吧。竟然是这样，此事我竟然没看出来。哎，这次多亏了你眼尖啊。这有什么呀？咱家主子爷那心思啊，深得跟什么似的。他若不想让你察觉，你一辈子也发现不了。我能看懂一二，也不过是仗着自小一起长大的眼力劲儿。哎呀，不管怎么说，还是你厉害。现在明白了我的一片良苦用心了吧？流云公子大义。宁流云笑得更得意了，还想再说到几句，身边呢却是悄无声息地落下了几个人。看来是被看破了，毕竟是身边的老人了，只要他不知就好。你啊，装都装不好，明知娶了她生孩子才最正常，其想要更多，其忍着才是。看他现在满心满眼不都是你，再有了孩子，他自会更离不开你。本座的掌中花呀，自该一辈子都要开在本座的掌心。本座的掌中花呀，自该一辈子都要开在本座的掌心。夫人吩咐我取了新制的衣服来。去吧，李护卫，你可知本座身边最不喜什么样的人？属下猜一定是多嘴之人。李护卫果然聪慧，猜对了。夫人说今日要给圣上您准备一个礼物。本座很期待，告诉那小东西快些来。是，幸好这般可怕的一个男人也不是没有克星的，刚刚好这个克星还是主子。怎么了，小明？是不是被本夫人惊世美貌给迷住了？崔夫人最近做的衣服我都给你带了，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哼，太好了，最近忙了好几天，我家那个小粘人这意见可不小。今晚我本来就想着要好好补偿他一下，现在装备也到货了。哼哼，快让我看看都有什么好东西。今晚我可是要 cos 个热辣热火的，一定迷得那坏蛋不要的。今晚我可是要 cos 个热辣热火的，一定迷得那坏蛋不要的。我觉得你可能不需要特意打扮，你们家那位就已经不要的了。啊，你这是发现什么啦？没发现什么，就是刚才进来的时候，瞧见那位正望眼欲穿似的等你。哼，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既然如此，那你还忙活什么？哼，那当然是要他不止被我迷到不要的啦。你这裙子盖得住屁股吗？怎么样，是不是很性感？性感的跟没穿一样。哎呀，崔夫人的手艺越发好了，完美达到了我的预期。真是辛苦崔夫人一把年纪了。你真的要穿这件去见你家那位？哼哼，当然不是啦，我要穿的是这件。当当当当，
说着，拿起一件更小的衣服打开。等我穿着这件一出场，看他还不当场流鼻血。看来这身兔女郎装扮的魅力果然很大，看这家伙光看着呼吸都乱得不成样子了。客人，要不要来一杯啊？宁错暗沉无比的视线落在了他弯下腰后本就半路而出，此刻又相互拥挤而差点跳出来的大白兔奶糖。客人还没回答人家的问题呢，要不要喝一杯？小兔，今日客人可是我的上宾，我先敬客人一杯。小兔。萧兔笑意更加的妖艳了，一手挽上男人的脖子，一手将酒杯笑递过去。客人，当真不喝吗？本座现在不想喝酒，本座想喝点别的。客人既然不肯喝，那就让我来喂客人好了。不就是让你喝个酒，你恨不得把我人吃了。小兔，酒本座喝了。那客人还要喝一杯吗？那客人还要喝一杯吗？本座说了，想喝点别的。那客人喝完记得要好评哦。妖精！宁错暗沉的声音直接是低吼了出来，再也不肯压抑自己，直接将人抱了起来，放在了身上。等一下，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衣服别撕，我还要穿呢。做得高，看不清，不撕就这么一点，碍不着本座什么事儿。翌日，怎么主子还没出来？我的药都熬了1个时辰了。时间还早吧？不早了，太阳都出来很久了。哎，再等等吧。主子现在讨厌陈奇，估摸着这会儿还抱着夫人赖床呢。又不能干什么，还抱着干嘛呀？这就是你不懂了吧？软香温玉在怀，什么也不干，那也倍儿舒服。那咱们就再等等。这一等就直接从早晨等到了日上三竿。我现在有一种很不好的感觉。我也是，可主子一向一言九鼎，从不会言而无信的。你说的对，我表哥那人若是自己不想答应，谁也没办法。可他既然应了，就绝对不会食言。我也知道，主子爷平生最厌恶的，就是言而无信之徒，就是这个。三个人越这么说，反而越没底气，因为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肯定以及确定自家主子爷这些事情，那都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萧兔。哎呀，你快点起来，朝臣们这会儿应该都入宫了。让他们等着就是了。你就别捣乱了，我还想再睡一会儿。那本座早点回来陪你。你们怎么在这里？本座不是说过不准你们3个出现在此处吗？爷，您忘了昨日王太医说陈启要赶紧续上，只此一次，下次本座去朝前河，你们3个不许来此处。只此一次，你们3个不许来此处。主子，昨日那个药你喝了之后，晚上有没有？药不错，喝了竟还能勇猛3分。今晚继续备上。啊！你叫这么大声做什么？你们这是什么样子？主子爷，您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啊？何事？还能何事？我小子侄啊！主子爷，昨日的药是用来禁欲的，不是壮阳的。本座知道了，本座定不会让他察觉。本座也会吃药，全都给本座闭上嘴。3人立刻收声，变魔术一般的变出了一碗药来。夜色悄然中降临，点点星光坠在天空。夫人今日下午说要研发新农具，忙活了一身汗，这会儿正在后面沐浴呢。本座竟也有这般憋屈的时候，倒也是新鲜。这家伙看着怎么心情好像很不爽的样子，莫非今日朝堂上出了什么事儿，惹了这个大坏蛋了？今日朝堂上出了什么事儿，惹了这个大坏蛋了？要是这样的话，小兔悄咪咪的退了回去。怎么又回来了？忘记拿东西了？我回来换套衣服。换衣服？你不是刚换好吗？怎么衣服不舒服？此衣非彼衣。说着拿出了自己的百宝箱。怎么又拿出来了？昨天不是刚用过吗？是刚用过，不过今天也需要。我记得你今天下午才起得来床，你确定？哎呀，这也没办法，我家那位今天好像心情不好，我要哄哄他。哄人开心除了这个
还有很多办法吧。还有别的办法吗？算了，当我没说。李明善眼瞅着萧兔笑眯眯地从百宝箱里拿出了一件比昨日更清凉的小衣出来。哎呀，李明善是真心无语啊。宁错估摸了一下时间，缓缓地收敛好情绪。也罢，2日而已嘛，忍一忍就过去了。宁错做好准备，也很快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病人，今天心情不好吗？要不要量下体温？本座的确需要麻烦夫人量一下体温。那我帮病人。夫人何须借助工具那么麻烦？你不就在这里？错。萧兔还没反应过来，宁错的指尖却已经挑开了小围裙，整个人状若鬼畜，兴奋至极的蛮狠。就由夫人你亲自测量本座的体温。中午时分，阳光正烈。唉，得了，看来今天还是老样子。是，哪里老样子了？明明是比昨天还过分。反正是完了，全完了。主子怎么可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而五，五而六，这言而无信呢。你这话应该说给主子爷去听。他要是会听，我豁出命去，这说了也值了呀。哎，你们看，门开了，主子爷出来了，快走！表哥你自己说，你3番2次说话不算话，究竟是想干什么呀？莫不是真的不顾嫂子知道真相了吗？此事你不用管，本座自会处理。你怎么处理啊？2日了，每日都答应的好好的，转头瞧见你女人，立刻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放肆！主子爷，老臣的药是有效用时间的，你每多喝一次，你的身体就会多一丝抗性。已经2次了，若是……够了，药今日本座会继续喝，至于答应你们的事情，本座会说到做到。夜晚再次到来。真是奇了怪了。奇怪什么？我方才远远瞧见有小太监从前边回来，行色匆匆的，似乎是今日前边朝堂上我家那位又发脾气了。可能是朝上有什么事儿吧。出什么事儿也不至于气这么久，我这都红了2天了，腰都快断了，怎么可能还不好？或许你可以换个不那么辛苦自己的法子。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家那位就好我这口。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家那位就好我这口。你们可真是一个被窝里睡不出2样人啊。我明天还是去朝上看下吧，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那今晚今晚怎么了吗？李明善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那根本就不需要问了。夫君怎么只看着人家？快过来呀！当真如夜色中能勾魂摄魄的妖精，让人听得魂儿都要从七窍中飞走了。这一晚上，宁错觉得自己的魂儿一直在飞，一句话概括来说，那就是要爽死了。第2日依旧是五阳正浓，宁错从殿内出来时，依旧是浑身舒畅，满脸艳足。当然，从寝殿中出来后，心中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心虚的。不过出乎意料的是，竟然没瞧见那3个哭着抱腿的家伙蹦出来哭诉他又言而无信。于是步伐更加轻快地背着手上朝去了。他走后，3个怨魂似的人才从角落里飘出来。你们看见主子样子了吗？夜夜春宵，沉迷其中，他像会遵守诺言的样子吗？相信咱们的主子爷会不碰主子夫人，那不如相信今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可主子爷他不同意呀，我们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我们身为下属，不可越俎代庖啊，只能想办法劝谏啊。劝诫要是有用，我们还会是这个鬼样子吗？明摆着我表哥看见他女人就啥也想不到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那怎么办啊？你有办法？你炖的药呢？药在火上热着呢。你把药给我，我亲自送去给他。你要干嘛？既然他自己控制不住，那就只能靠人为控制了。你想干嘛呀？你疯了！主子知道非打死你不可。废了我未来的小侄子，我宁流云活出去。你这是多久没睡了？3日。这3日正是他说话不算话的3日啊。此事本座说过，心里有数。
你们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我们不操心，表哥，确定你自己能做得到吗？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们操心了，本座就做得到似的。所以表哥这是承认自己根本就做不到是吗？表哥，你还真是半点不准备掩饰啊！你不懂的。我知道，表哥其实根本就不想要孩子。是属下说错话了。自本座取了那小东西后，你们也都跟着不同了呀。是夫人来后，主子您变得好说话了，这才让属下们近日来不知死活失了分寸。是这样，不过属下现在知道错了，下去就自行去领罚。不光是我，小乐子王太医，属下也会一并带走。这些时日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主子面前。哦，既如此，那你下去办吧。是，属下现在就去。宁流云急急说完，快速的转身离开，那模样活像是身后有鬼追一般。怎么样了？怎么样？差点要了我的命啊！主子也动怒了。本来这3日主子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就已经不满，我刚才又直接点破了他的心思，他当然会动怒了。你可真是敢说呀！我能怎么办？主子爷那是好算计的吗？我不先转移他的注意力，肯定会被他直接看出不对劲儿。我只能让他先以为我彻底老实了，他才不会注意我的那碗药啊。你说你到底对那碗药做什么了？此事你们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为好。你不会是在那碗药里给主子爷下毒了吧？比这个更严重，我给主子爷下了伪药。安息吧，咱下辈子再见。你这么确定主子爷会喝那碗药？放心，他前日刚夸那药效果不错，这2天咱们送去，他也是二话不说就喝了，肯定是觉得这东西有助于他更疼他那女人，所以今天肯定也会喝。正在俩人以为这货真是不在乎小命豁出去了，却见一边的宁流云突然从草丛中扒拉出一个包袱，往肩上一背，就快速的想要开溜了。你干什么去啊？你们这不是问的废话吗？我当然是趁着还没事发赶紧逃命啊！你不是什么事啊？刚才表哥都对我动杀意了，我现在不跑，等到晚上事发，肯定直接死定了。就这样啊，我先回南边那里躲个1年半载的，等我小侄子出事我再回来。这混蛋跑得也太快，我还以为他不怕呢。他怎么可能不怕呀？你不想想他干了什么？那可是给爷下药，这还下的是那种药。话没说完，二人视线交汇时，脑海中同时浮现出了今晚主子突然发现自己萎了以后，两人瞬间从脚底板有一股寒气直窜脑门。老太爷突然浑身抽搐的倒在地面，不过片刻竟是眼睛翻白，口吐白沫。刚好路过的几个小宫女顿时吓了一跳，快来人呐！王太医发病了，好像是癫痫，快把人背走！什么就癫痫了？王老头这老家伙身体比我都强太多了，好吧？什么就癫痫了？王老头这老家伙身体比我都强太多了，好吧？哼，真是个老狐狸！宁流云跑了，老头现在也跑了，现在就剩……立刻就朝着一旁的假山用力的撞了过去。小乐子昏迷之前，听见侍卫们发现他时传来的密集脚步声，嘴角却是带着安息一般的笑。宁错正在批阅折子，而他面前呢放着一个白玉药碗，此刻早已经空了。何事？下边来报，说是王老太医突然重病不起，乐总管也身受重伤，近些时日怕是都不能进前侍候了。宁流云干的？这个奴才没瞧见谁做的，不过俩人同时出事儿，确实有些奇怪。宁错没多说，他垂眸继续批折子。天色黑得很快，萧兔坐在软榻上，满意的看着忙活了几日，终于被他让人弄出来的10几台新农具。小兔，有了这些东西，相信今年耕种，百姓们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小兔，有了这些东西，相信今年耕种，百姓们可以节省很多人力物力。天下百姓知道了，定会对您感激不尽的。这倒是，最近他的功德飞涨，相信也就是这2日，他就能够瞧见自己的信息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未来呢。想着，萧兔直接开了动招术，他面前立刻虚空的出现了几行字：姓名萧兔，年龄伪21，体质111，常人10倍，视觉360度。萧兔觉得下面应该还有，不过他现在只看到这么多。不过他的体质竟然比普通人强了10倍不止。接下来他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多赚功德，解读出更多的信息出来。
小兔，你家那位现在正朝这边来。他今天倒是回来的挺早啊。你让人注意前边的人传话说，今天这位的心情好像挺不错。挺不错啊，刚好我今天心情也很好。哎呀，既然我们心情都不错，那今晚何该好好庆祝一番。猜猜我是谁？本座猜定是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儿。猜对了，那你再猜猜，美人儿现在要干嘛呀？美人儿，莫非是想轻薄本座吧？本座愿意。呸！谁轻薄谁啊？还愿意？哼，流氓！夫人喜欢流氓。宁错虽然被捂住眼睛，可却能够想象得来，她的耳垂跟耳坠被她那张开的妖红小口和探出的香舌扫过时，会是何种画面？小样，还治不了你了。阿错，这个不准摘下来啊！他银铃般的笑声将男人直接推了出去，妖娆的身影一闪，就笑着隐没在了红纱之中。原来夫人想这样玩。是啊，所以夫君来抓我吧，抓到了给你嘿嘿嘿哟。这可是夫人说的。是啊，所以来抓我吧，夫君。好。是啊，所以来抓我吧，夫君。好。那夫君快来呀！宁错的听觉随着他的笑声移动，可每当他听着声音来处，将脸下意识地转过去时，笑声很快又会从另一个方向响起。宁错被遮住眼睛的妖孽容颜随着笑声一直在转动。夫君来呀，夫君来嘛！忽远忽近的飘在他耳边的声音越发的甜蜜勾魂，叫得人骨酥筋麻。可就是他这没忍住停顿的一声笑，却是瞬间暴露了自己的位置。他怀里终于抱住了这妖娆无骨、狡黠使坏的女人。夫君现在可是越发的不经斗了。小兔，你可知你每日这般撩拨本座，实在是会让本座督主如何啊？会让本座忍不住想要弄坏你，会让本座忍不住想要弄坏你。宁错缓缓地低下头，抬起萧兔雪白的腰眼，开始捻起了她的红唇。夫人这样真美。萧兔的脸红了个透彻，可就在他羞得闭上眼，尽量做好准备，放松好自己，却发现身前男人忽然没了动静。就见方才兴致大发的宁错好似石化了一般。萧兔不明所以地瞅瞅他，瞧见男人一副见了鬼的样子，似乎是受到了很大刺激。宁错僵硬如狮，似乎还难以置信地抬起手摸了摸，之后如五雷轰顶，鬼艳的脸都要裂开了。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怎么这副模样啊？阿错，呵呵，蔫蔫的。阿错，其实你这种情况也……话还没说完，萧兔忽然感觉意识一阵的模糊，直接就睡了过去。是谁下的药？是谁？娘的，真是活够了！老早把他抽筋扒皮，五马分尸，碎尸万段。给本座去查小乐子三人今日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一字一句，本座要知道的清清楚楚。宁错忽然就反应过来了，有人要是真的想要对付他，那根本就没必要下这种药。况且他也不认为真有什么人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了他的地盘，还能给他下药。而近日来他没经过检验就入口的东西，就只有每日的那碗汤药。他今日之所以会违，肯定是跟这三个家伙有关系。是了，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可不就剩这个好堂弟了不是？不用派人查了，去叫东厂所有人出动，将宁流云给本座抓回来。表哥，我错了。错了？本座还以为我的好表弟不会认错来着。怎会？本来就是我做错了事情，流云又怎么会不知错？此事是表弟一时心急拿错了主意，表哥你大人大量，就饶了属下这一回吧。表哥你大人大量，就饶了属下这一回吧。为此，表弟愿意1年都留在勤政殿里，为表哥处理政务，分忧济难，好让表哥能够腾出更多时间来陪表嫂。你还是真够了解本座，知道哪里最容易拿捏住本座。表哥，我知道你很生气，你现在杀了我，
不过是件一时之气，这岂不是太便宜我了吗？就这样简单的杀，确实是太便宜他了。表哥，今日的事我真的知道错了，为了表示自己悔过，我愿意日日为表哥赎罪。对，就让我日日赎罪。我决定了，日后表哥所有烦心的政务、凡间的大臣、繁琐的折子，表弟我全包了。不管是1年，还是3年，甚至5年、10年，我都会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赎罪的。表哥，我再如何说，也是表哥您一手调教出来的，您是知道我的能耐的。只要是你不想心烦嫌弃的麻烦事儿，都可以交给表弟我来办。您就当给表弟这个赎罪的机会，就让我留下这条命，让我日日夜夜当牛做马，为今日之事除清罪过。本座就暂且留你一命，若是此事你做不好，后果你自己知道。还一顿打，崔胜以后几年不得闲，却换了个小侄子回来，我赚大了好吧？折我这一身伤，咱们小主子就要出事了。我真没看错吧？竟然能在这个时间点见到你人，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一大早的这副表情？难道昨晚跟你家那位吵架了？没有吵架，不过可能比吵架还严重。是出什么事了？是出事了。宁错他可能肾虚了。啊？是小明，他虚了，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说来此事我也有责任，要是早知道，我这几日就不该日日勾搭他，应该让他每月休息1日的。你可真大方。早就听人说，只有耕坏的牛，没有犁坏的地，看来这话的确是真的。都说牛越耕越瘦，地越犁越肥，我早该想到。都说好牛，这件事儿你会不会搞错了？我也希望是我弄错了，不过昨天我亲自验证过的，那个时候正激动的难以复加呢，他当场就不行了。以前我真没觉出来，你说宁错怎么就不行了呢？他可是书里才会出现的那些一夜妻子不在话下的疯批猛男啊！我这么势均力敌的女主标配，都被他每晚约的不要不要的，他怎么突然就不行了呢？都说好火废炭，好女废汉，好枪废子弹，好……事已至此，多想无益，想办法解决就是了。我就是觉得可能是最近我勾搭的太频繁引起的，你觉得呢？你还问我？你那是频繁吗？你那是压根儿就没歇过。好吧，小明，你有什么好建议没？比如说认识一些江湖名医，专治疑难杂症，你有什么好建议没？比如说认识一些江湖名医，专治疑难杂症，或者有没什么江湖秘药，金枪不倒之类的？这种事情你问我没用，你家男人坐拥整个天下，他想要什么名医名药得不到？哎呀，这你就说错了。我家那位性子多傲啊，他怎么可能为了这种事儿遍寻名医名药？我觉得此事他不会让任何人知道，如果谁意外发现这个秘密的话，说不定还会被直接灭口。我可真是谢谢你了。我让你打听的专治肾虚的京城名医，你打听的如何啦？打听到了，就在这条街上，我们现在过去吗？好，重振雄风第2步，巧寻名医。请问这位夫人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啊？大夫，听说您看男科很牛，是真的吗？哎呀，虚名，有幸治好过几个罢了。那您这里看病能保密吗？夫人放心，我人念堂对患者的病症绝对保密。是这样哈，大夫，我呢，我有这么一个朋友，他刚成婚没多久，然后有一天，他跟他夫君正在行房的时候，他夫君突然就不行了是吧？对，大夫，您看这有什么药能治啊？哎呀，夫人，看病呢，首先需要我诊下脉，你不如叫你的这位朋友的夫君亲自来下，我才好下判断。不瞒大夫说，我这朋友的夫君太好面子，他恐怕死都不会来的。再好面子也不能讳疾避医呀。他确实死活都不肯来，要不这样，我朋友这位夫君，他所有症状我都了解，你问我就好了。看夫人诚心，那我先听听。此病其实我也瞧过不少，你先说说，你跟你夫君成婚多少时日了？
大夫，是我朋友的夫君。大夫，是我朋友的夫君。好，那你这位朋友成婚几日？夫妻生活一直可和谐？他们夫妻生活特别和谐，每日都会行周公之礼。确定是每日？是每日啊，大夫，可是有何不妥？哎呀，也不算不妥吧，就是觉得你这位朋友太有福气了。哎呀，大夫，快别夸了。我也没想夸来着。再说，不是你朋友吗？你不好意思个什么劲儿？夫人，说说你那朋友的夫君行房的问题吧。中途可有不畅或者过快？没有不畅。至于快不快，他一次大约1个时辰吧，这样算不算快啊？1个多时辰？你确定？确定啊，这个我朋友有次特意计算过的。那个只是想问问你夫君他是人吧？大夫，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他肯定是人了，不然会是什么？说不定是打桩机成精了呢。那不可能，那个打完可不会。如此算是每日一次，没有1日1次，是每日5到7次。你别写错了。是啥？5到7次啊。禀主子，夫人今日是一大早就出去了，出去前并没有说过要出去干嘛，也不曾问过关于主子您的事儿。夫人走的时候还命令过我等，今日全部都不许跟着，大家不敢有违，所以一群废物。他从昨晚出来就没去见那小东西，不是不想，是实在是无法解释自己被下药的事儿。喂，大夫，你没事吧？7次还是每晚，这合理吗？这是什么打桩机成精的男人？还有眼前这个小妇人，你是人吧？大夫，这是怎么了？刚才说我朋友的夫君不是人，现在又问我是不是人？我不是人还能是什么？现在又问我是不是人？我不是人还能是什么？比如是什么榨汁机之类的？七宁错之后，我也喜提称号了。真没看出来，您老人家懂得还挺多。那什么，其实我平日里闲暇时也喜欢看些画本子之类的。不知大夫平日里都看些？哎呀，夫人有兴趣，这本就送你了。哎呀，这种事儿我还以为只有画本子里才敢这么吹嘘，没想到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世间竟当真有你们夫妻这等猛人。不过你跟你夫君确实挺般配的，一个打桩。大夫，咱们还是继续找病因吧。方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他一夜7次，突然就不行了。大夫有话直说。其实听完夫人的一番话，你朋友夫君的问题，我已有2个判断了。大夫请讲，此病若能好，我定有重谢。大夫请讲，此病若能好，我定有重谢。这其一就是你朋友的夫君夜里如此操劳，可能突然弹尽粮绝了。2一个就是夫人你的朋友，他太强了，炸得太厉害，把他吸干了，而这后者的几率还要大过前者。所以夫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大约明白了。那大夫可有什么办法？这种事情其实简单，听你所言，你朋友这夫君体质应当很不错，只需我开几副进补的大药，吃个几次应该就能恢复了。这可是我的独家秘方，里面都是好东西，药力至猛，有些身体亏虚者吃1剂就能痊愈，很多如你朋友夫君这般症状者吃了就没有说不好的，你回去用过就知道了。好，那大夫你赶紧开药吧，我回去就让他试试。怎么跑到此处来了？我就随便出来逛逛。怎么跑到此处来了？我就随便出来逛逛。夫君是特意来找我的吗？夫人说哪儿？既然这样，那我们快回家吧。一回来，萧兔就找借口从男人那里跑掉，不知道神神秘秘的干什么去了。事情都办妥了。主子放心，按您的吩咐，属下找到那老大夫，不过稍加手段，他就1个字不敢差的将夫人跟他方才说了什么一字一句的全默写下来了。这里面写的事可还有人知道？属下不敢，老大夫写好之后，属下就直接带了回来。下去吧。
暗卫不明所以，可还是依令退下。宁错视线落在了上面不断出现的打桩机上，最后又落在了榨汁机上。虽敢如此取笑本座，取这么难听的外号，还敢说本座被榨干。不过看在他也算间接告诉那小东西我们是绝配的份上，本座就放过这不着调的老家伙了。就是看那张强效壮阳药的单子，宁错抬手默默地捏了捏眉心。另一边，萧兔这会儿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小明，将东西拿过来吧。你这是要亲自煮？我男人嘛，自然是我煮。来这里这么久，我还没尝过贤妻良母型呢。李明善无语。主子爷，要是实在不行，您就逃吧。胡说八道什么？本座为何要逃？这不是夫人她去给您熬药了吗？你是如何知道？还有，本座要是逃了，那小东西找不着本座急了怎么办？都这个时候，您还顾得上担心夫人呢？滚下去！本座没让你们出现前，谁也不准出来。夫君，劳累了一日，辛苦了。娘子我刚才亲自下厨给你熬了一碗汤，你快些喝下吧。这汤看着好似药。是娘子我手艺不佳，夫君见谅。过这确实是汤，夫君整日劳累辛苦，快些喝下补补身子。他昨日刚喝过强效伪药，现在如果再喝这碗强效春药，他不确定喝完之后自己要是变身成什么可怕的玩意儿，再吓着这小家伙。怎么了夫君？何时嫌弃为妻，手艺不佳吗？小兔，哎，夫君，你叫错了，今日不要叫人家小兔，要叫人家金莲。宁错满头问号，知道他喜欢换装，可今天怎么连名字也换了？金莲，不然你先将药放一放，本座看还挺热的，不如晚些时候再喝。哎呀，夫君，你真是……那这么大人了，还要娘子我喂，现在可以喝了吧？怎么了，夫君？莫非你真嫌弃为妻手艺不成？怎会？那你喝呀，夫君，这可是我亲手做的。来，小勺子送到宁错唇边，宁错最终还是在他这样期待的眼神中张开了嘴。这才对嘛！来，大郎喝药。大郎，本座也换名字了。一勺接着一勺，直到整个碗都被喝了个干净。怎么样，大郎，味道如何？甚好。夫君喜欢就好，那晚上为妻再给你做。好，夫人熬汤也辛苦了，现在回去休息下，本座今日傍晚定早些回去。那为妻等你。宁错笑看着萧兔消失在大殿，脸色忽然一变，整个人从脖子处迅速地蔓延了一层炽烈的红，人也眩晕了，抬手扶住了桌案。这会儿功夫，炙热的红色竟已经爬满了宁错的脸，而且随之而来的是一股疯狂的热意直冲头顶。宁错运起了功力，脚下一点，人瞬间飞出了大殿。你是说主子爷又要喝壮阳药了？不是又要，是现在估计已经喝了。这怎么行啊？这你说怎么行？主子爷要喝，谁拦得住啊？可主子爷他自己刚喝了伪药。哎，知道又怎么样？夫人亲自熬的药，你觉得主子爷他会拒绝夫人？我是想来问一下，主子爷他要是喝了这药，会不会？会，药物相生又相克。宁流云下的伪药啊，还是我配制的。为了防止主子爷他内功太深没效果，我可是下了10足10的粮。若是主子他在药效期间吃任何壮阳之类的药物，就会……他们口中正说着的自家主子，身上脸上红得如关公，全身上下还正滋滋滋的冒着红烟。哎呦爷，您这是已经缺得到冒烟了吗？哎呀，奴才该死！扶！宁错被二人左右搀着扶进来，放在了屋内的大椅上。好看吗？两人一下子清醒了，一起疯狂的摇头。那还不治？好一阵儿，王太医才扒拉出药箱，抓起了银针朝男人身上扎去。好了，终于不漏气了。说什么呢？这老头再提可真要没命了。主子恕罪，奴才失言。还好控制住了，晚上还能回家。主子恕罪，属下保证今日之事绝对不会泄露出去一个字儿。加一。既要赎罪，那就跪着吧。跪着？可跪到什么时候啊？
主子也没给个准话呀。大郎来吃药了。小乐子王太医这边还在苦恼要跪到什么时候呢，他们刚离开没多久的主子爷竟是又回来了。只见走了没多久的人，此刻竟然又浑身冒着烟，只是这烟吧比方才更大更浓郁。主子，皇宫中，萧兔洗了一个香香的泡泡浴出来，却发现自家男人竟然不见了。宁错人呢？跑了。跑了？什么叫跑了？不是他说让我先去沐浴，他在床上等我吗？你刚去沐浴，宁都公转头就跑了，看样子很着急似的，说是有紧急公务需要他处理，让你等他，他一会儿就回来。啊，他竟然因为公务走了，是多紧急的公务啊？他竟然因为公务走了，是多紧急的公务啊？难道反他暴君的叛军已经直接打到城门外了？这不可能吧？总觉得这家伙最近奇奇怪怪的，一会儿喜怒不定，一会儿莫名火大。听说前天夜里他竟然在宫里狼嚎，第二天还把身边人挨个都打成重伤，昨天更夸张，说不行就不行了。哎呀，你说他干嘛呢？会不会就是因为身体突然那什么，所以才这么阴晴不定？总觉得事情有古怪，一会儿他回来，我定要好好问问他。一转眼就月上中天，小兔这会儿都困得睁不开眼了，他就瞧见一个竟鬼鬼祟祟的身影朝他这边走来。这家伙怎么一下这么热情？莫非是要起作用了？还好刚才的灯光暗，小东西看着也很困，所以才没发现异常。他是死也不会让这小东西看见他绝世容颜肿了，他的脸肿了，还肿了一大圈儿。该死的药效，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阿错，你跟着一双眼儿瞬间就媚成了春色，身体也如触电一般柔媚的在筹备间站立起来。宁错俯着身子，乌发垂落在颈间，虽然他因为药物折腾，身体如何都还不行，可是没关系啊，就算不能，他也有10种、100种、1000种的办法让小东西享受极乐。翌日春光明媚，宁错一觉醒来，只觉得神清气爽。大郎，宁错点儿。皇宫外的宅邸，王太医的住所，眼看着又腾云驾雾飞来的自家主子爷，而且这次一来就直挺挺的倒在了两人面前。屋内的床榻上还是满头的针，可是冒烟人情况却不见半点好转。你能不能别闪了？你闪的我都看不准主子爷的穴位了。别闪了，你闪的我都看不准主子爷的穴位了。你别狗咬吕洞宾啊！这么大的烟，我要是不扇，你别说主子穴位，你连主子在哪儿你都看不见。好不容易忙完，主子，您真的不能再吃那药了。再吃，您人就不只是冒烟了，该起火了。是啊，爷，您身体的药效今晚就过了，咱实在犯不起火哈。主子，这起了火，老臣连针可都没办法给您下了呀。是啊，爷，针烧起来都没办法灭火呀。实在不行，您一会儿陪夫人时见她要熬药，您就借口先跑啊！对，主子爷，您先躲了夫人给您的药，等明日一切都好了。胡说什么？本座在他熬药的时候跑了，岂不是辜负了他为本座亲自下厨这一番用心，跟他的一片爱意？你们这是不认同本座所言。怎会？属下只是被您对夫人的深情震撼到了，真是太感人了呀！对，属下也是这么觉得。您对夫人的深情实在是感天动地，这是什么绝美的爱情啊！这真是。您对夫人的深情实在是感天动地。你们当真这么觉得？属下口中若是有一句假话，就让属下天打雷劈。对，天打雷劈。你们现在确实也只有羡慕的份。二人默默地朝后退，一直退去了角门口。哎呀，你看主子爷他现在这样，还有救吗？没救了，土已入脑，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哎呀，我没说夫人，我是说现在主子爷身上的药劲儿。
这个还有救。不过夫人那药真的不能再喝了啊！这事儿劝不住，你看爷刚才那意思，点名夫人亲自给他下厨，分明是跟咱们炫耀夫人爱他呢。好可怕的爱呀！这莫非就是爱他就给他多吃点壮阳药？还是要劝呐？如果不能劝出主子爷，他或许又该出事儿了。你这个又字儿用的，自从爷遇见夫人之后，这生活过得可真谓是水深精彩绝伦呐！别说了啊！你倒是快赶紧想办法呀！主子要是真出事了，倒霉的还得是咱们。那怎么办呢？能怎么办呢？只能我再冒点险呗，再给主子下点伪药呗。只要是这个药效压得住夫人开的那个药，那主子就不会因药效相冲这么难受了。这个好啊！那你下重点，千万保证主子爷别再出问题了。放心吧，我的医术你还不相信呢？只要是不出意外，今日过后咱们就都解脱了。好。怎么样，小明，药买回来了吗？放心，按你说的还是昨日那药方。不过你真觉得这个有效果？放心，昨日我亲自验证过的，只要加重药量，不出意外的话，相信今晚就好了。一无所觉的宁错在王太医再三保证喝了他这碗药就能够解决药物相冲的问题，再不必担心被夫人发现不对后，一口气喝完了他送上的药。做得不错。主子爷呀，你终于眼中又有属下了，都是属下应该做的。郎君回来了。回来了。今天回来的很早啊，我午饭还没安排好呢。想夫人了。郎君胡说什么？还有人呢。那就让他们看着。哎呀，郎君莫要如此啊。夫人今日好乖啊。郎君忙碌半日饿了吧？快些入座吧。夫人这是拿我当孩子吗？郎君见谅。好了，小坏蛋，吃饭了。想吃什么，为夫帮你夹。夫君这是说的哪里话？我身为郎君的妻子，自然是我应服侍郎君你，先用膳。宁错却是勾着星唇，直接搂住了他。哎呀，人家演的正投入呢，你别捣乱啊！用不着夫人温柔小意，本座听话着呢。既然夫君这么听话，那就先把今日的药喝了吧。拿来。萧兔见此诧异，明明今天早上的时候还要他哄着人才肯喝，现在竟然这么痛快了，莫非他这副贤妻良母有报复加成不成？那夫君。宁错看着他盯着自己眨动的大眼，笑着接了过去，一口喝了干净。不错嘛，竟然这么痛快，看来本夫人今日可要好好奖励一下你了。这小东西，不过没关系，今日隐患已除，根本无需顾忌。萧兔笑意更浓了，筷子不停地将自己特意搜罗来的一桌子强效补肾的好东西全给男人夹过来。来，郎君。两人就这么一吃一喂，根本就没有注意身边一阵的烟雾正从两人中间悄然升起，直到这烟越来越大。怎么了这是？哪来这么大的烟啊？宁错，你身上带什么了？怎么烧着了？快拿出来丢出去！小兔，本座突然想起还有急事，处理好立刻就回，不能再留在此处了。趁着小东西明显还没回过神儿。飞至半空，正在发狠的宁错忽的感觉浑身内息一乱，脸色顿时一变，人竟是直往下坠落。我是出现幻觉了对吗？不然怎么会看见我家男人浑身冒着滚滚浓烟，口中吐着搞笑烟圈的从半空中掉下来了？宁错摔趴在地，他一抬头却是迎上了萧兔的脸。宁错心中机欲喷火，跟着他就真的在萧兔面前轰的一声烧着了。错，你今天真是想逗我开心，所以才把自己弄成这么搞笑的样子吗？看来不是。可平日里不是我负责杀掉吗？你这火是真的吗？当手碰到火苗，指尖就传来了痛意。是真的火啊！来人啊！灭火啊！找东西啊！找东西铲起来！找东西啊！找东西铲起来！宁错一听铲这个字，顿时压榨了全身的力气，从地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他迈着僵硬如机械的步伐，坐回到了一旁的大椅上。你
你坐在椅子上，也不怕一会儿椅子跟你一起烧起来？不会。你这是终于舍得开口了。哎，不过好像你身上的衣服确实没烧着哎，你什么情况啊？怎么突然会浑身冒火？练功出岔子了。你不想说算了，反正我已经让人去请御医了。真的只是练功不当？你越是这样，我就越好奇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这么不想让我知道？其实……哎，你不用想着忽悠我，说来你最近确实奇奇怪怪的，你最好还是自己老实交代，不然被我查出来，我可是会生气的哦。看来这其中确实有事儿啊！来人，将小乐子、宁流元还有王御医一并请来。夫人，乐总管跟王太医还有流云公子近日来身体重伤，不便前来。重伤？谁打的？这是你打的？我说最近怎么不见他们？你为什么打他们？做错了事，与本座之事并无。嘴里没一句实话。重伤就抬过来，安慰看着不动的人。怎么是没听到本夫人的话？哎呀，这主子爷跟夫人，这真是要命啊！夫君这是打量着我，看不出来是你不准他去吗？还是夫君想让我亲自去一趟？看来只能我自己去了。小兔，为夫是有事瞒着你，可绝对不是什么坏事。你知道为夫一直很乖，也断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你之事。你等一会儿，等本座一会儿就好了，本座亲自解释给你听，可好？哪想萧兔闻言，朝他弯眸歪头，好看的灿然一笑，直接绕过他走了。定是因为本座的绝色容颜跟绝世风华变成现在这个鬼样子，那小东西才会只看本座一眼就毫不留情的直接走了。说是换做以前，本座的魅力怎么可能迷惑不住他？都是那群该死的混账的错。要干嘛？要干嘛？何须夫人亲自去？你想见他们，就算人死了，本座也将他们给你挖出带来。你怎么说起他们三个这么咬牙切齿的？怎么会？他们三个可是本座的爱将。哼哼，行了，不用你派人去，我刚才已经让小明瞎子他们去了，也省得某些人用什么迷魂术啊，在后面毁灭证据。夫人说的是。哼，你就算瞒得过我一时，还能瞒我一世不成？还是宁都宫又想举整个京城之力，再来忽悠我一回？也不是不行。说什么你？本座说顺嘴了。切，我看是说漏嘴了吧。哼，今天这事儿既已被我发现，你就别想再藏着掖着。等会儿就算他们三个来了，谁也没胆子敢说，我也自有办法能知道。从现在开始，你1分钟也不能离开本夫人的视线。半炷香后，奢华的大殿，三个重伤包的跟印度阿三的家伙排成排，一溜的跪在一起。我去，堂哥，你又搞什么呀？怪吓人的！闭嘴，跪好。你们今天这个造型是心有灵犀，还是商量好的？还是为了配合你们家主子爷特意找人精心设计啊？你们确实是亲主仆。哎呀，天大的冤枉呀！主子夫人，我跟王太医这副样子都是宁流云干的，他自己做错事儿被督公爷罚了，心里不平衡，就跑去将我跟王老头也打成一样的重伤。夫人要是不信呀，可以问您的侍女，她过去的时候，我俩刚挨完打，正在包扎呢。对，就是宁流云。这事怎么能全怪我呢？明明是3个人一起做的事儿，却只有我一个人挨打，我心里肯定不平衡了。你们2个混蛋，我被也打成重伤，你俩倒好啊，竟然全都是装的。天下间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我不打你们一顿，你们都不知道本公子的厉害，现在竟然还敢告我的状，看来刚才还是打得轻了。一会儿回去咱们再好好较量较量。这个嚣张的玩意儿，打就打，难道还怕你不成？较量较量。这个嚣张的玩意儿，打就打，难道还怕你不成？所以本夫人很好奇，你们到底一起做了什么才挨打的？想想主子爷真是天可怜见的，每次骗夫人都把自己搞那么惨。不知道为什么，还有点忍不住想笑。看来流云公子是有话想说了，那此事就由你告诉本夫人吧。说就说，现在之所以这么惨，就是为了这件事儿。反正毒打都挨了，又是萧兔亲自问的，亮堂哥也无话可说。我会挨打，是因为我给主子下了伪药，是这个混账做的。所以夫人你可明白了，本座对你怎么会不行？本座的能力强到你无法想象，本座可以
所以是你给他下了药，并不是他突然不行了。当然，主子他年轻力壮，身强体壮，有武功盖世，怎么会突然不行？他那不是不行，他是不要太行，行得我们手底下这群人跪着求着抱着他大腿，让他不行一会儿都拉不住。所以前几天你家爷一直不对劲儿，是你们不想让他圆房？夫人慧眼如炬啊，那几日我等费尽心机绞尽脑汁，才让主子答应我们喝药禁欲。可转头夫人对他勾勾手指，我们向来一言九鼎的主子爷就什么承诺什么言而有信，连同他的裤子都跟着一起抛飞出去了。所以你们给他喝药，然后又下了伪药，都不是因为他不行，而是因为他太行。那我给他喝的那些壮阳药……堂嫂，你这是终于反应过来了吗？我们家这位主子爷从始至终从来就没有不行过，他是因为被下了药才出了问题，而你还给他喝那些强效壮阳的药，还是1天3顿的喝。他这边喝完了，转头又要喝王老头的伪药压制，偏偏他为了哄你高兴，一次都没拒绝过，一顿不落的天天喝，喝的人都成这副鬼样子了。这可是我们闻名天下杀人如麻的宁大督公啊，他在你手里都快被玩坏了，自他认识你开始，一个活脱脱准备灭世的大变态都被你变成沙雕了。你不用想太多，本座被你变成沙雕也喜欢。这个就不用喜欢了。说话的这个混账不舒服，夫人换个人问吧。老太医，就你来说吧。微臣遵命。其实就算夫人不问，微臣也想自己开口了，因为这次所有的事情起因，其实都是从微臣开始的。你这话是……其实事情的起因呢，还要从老臣第一次给夫人诊脉时候说起。那次微臣就发现，夫人您的体质要超乎常人的好啊。这不是好事吗？确实是好事，可是夫人您的身体忒好，好到诸病退避，万邪不侵，好到无法轻易受孕。你的意思是我没办法怀孕？不，微臣的意思是，夫人您是无法轻易受孕，不是不能怀孕啊，不是。夫人别担心，微臣已经想出办法解决此事了。这不可能！可能，微臣真的已经有解决办法了，都不需要麻烦夫人您，只需要给督公爷调理一下身体即可。哎呦，没说你，我是说我不可能很难受孕。小兔，你别想太多，太医说了，已经有解决办法了。你若是想要孩子，咱们随时都可以有。是啊，夫人，只需微臣现在为夫人再诊个脉，我就能立刻配出适合主子爷的药。王老太医麻溜儿的小跑上来，赶紧搭脉看诊。只是随着时间流逝，他的额头却开始冒出了冷汗。怎么吓成这样？审出什么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再敢瞒着我可真要生气了。你如实说吧，他敢找你麻烦，你就来找我。夫人，您的身体比上次更好了，所以您恐怕再也不能有孕了呀。哎，行了，都别哭了，我刚才就说过，我不可能生不出孩子的。我看你好像挺淡定的，好似半点不在意。其实真正不想要孩子的是为父，夫人根本无需在意，没有孩子其实更好，这样就没人打扰我跟夫人了。哦，原来真正不想要孩子的是你啊。虽然我对能不能生孩子并不在意，不过你想不要孩子的愿望恐怕是要落空了。夫人这话的意思是？刚才我就说了，我不可能会不孕，连受孕困难那都不可能。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有功德加身，身具大气运之人，大富大贵，福禄双全，那都是基本操作。我有功德护体，事事顺遂，吉星高照，怎么可能命里无子？哼！我呢，今天就给你们露一手，亲自补上一卦，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跟你们家爷命里会有几个孩子，是男是女。夫人，您说的可是真的？可我刚刚诊脉上明明……哎，我要补卦，给我弄件趁手的工具吧。夫人想要什么，本座现在就让人去找。
不用那么麻烦，叫人做一个寺庙的签筒就行。一旁三人闻言，急吼吼的一溜烟的跑出去准备了。只需要个签筒，不用别的了。我这种级别用不着那么麻烦，摇个签就能测了。我记得夫人以前说过，算人不算己，你测算咱们的孩子。哎呀，放心，不用能力，起个卦而已，就看看有几个，不算窥探。其实这种事没有做的必要。这不是被你们挑起兴趣，我也好奇了吗？好，听你的。哼，这家伙都露底了，还在这里装，也不知道刚才谁在那里说不想要孩子来着，估计一会儿知道自己要有几个小崽子，头都要大了吧。哼，夫人做好了，您看看行不行？差不多，你们现在在签上分别写上男女就行了。三个人闻言，顿时眼睛放光的一起下手，一会儿的功夫，一切搞定。跟着，一群人全部蹲下，眼睛一个赛一个的瞪得老大，全盯着中间开始摇晃的萧兔。这样就行了？是啊，一会儿你看着签筒里掉下来几根签子，一根就代表一个，签上标着男女，一目了然。这半个签筒里的签儿，竟是有一大半跑了出来。怎么会这么多？1个、2个、5个、8个、11个、13个。肯定是算错，我再测一遍。对，再测一遍。还是13个，而且依旧是方才的那13签儿。阿错，你不是说你根本不想要孩子吗？可你竟然让我生这么多，13个，我这要生到什么时候？就算1年1个，我都要生13年，13年啊！你简直是禽兽！你这个骗子，原来都是骗我的，居然让我生这么多孩子，你是想累死我吗？我到底是不是你的真爱？你当然是为夫。你先不要跟我说话了，从今天起我们分房睡。哼，这是怎么了？不是说陪你男人吃饭去了吗？哼，别跟我提那个混蛋。这是宁都公又惹到你了？哼，他何止是惹到我，他简直是要我的命啊！我看是你要了他的命吧。小明啊，你会养孩子吗？怎么，你这是准备要生啊？是啊，我可能很快就要有了。真要生啊？那我可以带，虽然我还没带过，不过可以学啊。那你努力多学点哈，我可能生的会有点多。你这话说的，那能有多少？13个。你说真的？刚算的，我会生13个。你确定不是兔子成精？我又不是一窝，呸！是一口气生13个，最多也是1年抱仨，生几个多胞胎而已。那你这也太能生了。小明，想不到你竟然会嫌弃我，这个世界果然已经没有真情可言了。算了，累了，毁灭吧。可这孩子哪怕是3个5个，我也能勉强看着点，可13个实在是太多了，我就2只手也忙不过来啊。小明，我不是说了，我又不是一口气生13个，你可以照顾大一波，再照顾小的，这样一波一波的来，肯定不会耽误事儿的。你这一波都快比我命都长了吧？给你加工资，给你加工资。那可得加多少工资才能换得回我这要操碎成8瓣的心啊？你可以用你的巨额工资贿赂哑娘跟瞎子，让他们一块儿帮你带孩子。说的也是，反正你有人保护，这安慰的活儿让他俩就别干了。不是，你跟宁都公既然这么能造，干嘛要把孩子都交给我们？再说了，孩子交给我们，你们这对儿当爹娘的干嘛？我们这不是比较忙吗？忙什么？很多事情啊。比如呢？比如忙着造下一批。午后，你恢复了？只要不吃药，本座恢复得很快。这样啊，夫人怎么不看本座？那什么，既然你身体好了，那就好好休息一下吧。我还有事情要忙。夫人忙什么？本座或许可以帮忙。不用了，我一个人忙得过来。还有，咱们刚吵过架，现在是冷战期，你别靠这么近哈。吵架？我会跟夫人吵架？明明是夫人单方面的嫌弃本座才对，吧？就算这样，那也是你惹我的。好了，你先放开我，我们需要冷静期。本座知道啊，所以本座特意冷静过后才来找夫人的。那你冷静可真够快的。
所以夫人，咱们和好吧。哎呀，干什么你？快放开我！好了，小东西，别玩了，再玩本座真要被你玩坏了。谁玩了啦？明知道本座说的都是实话，还说本座骗你，一副受伤难过的样子，又指责了本座一番，还说要跟本座分房睡，全程连一句解释的机会也不给，直接扭头跑。现在还说要本座冷静。小东西，本座这几日已经够惨，你看我笑话就算了，再继续下去，本座是真的会吃不消的。小东西，几日了？什么几日了？本座说，本座有几日没疼过你了。好几日了吧？阿错。本座说，本座有几日没疼过你了。阿错。翌日，前朝等了一早上的百官们收到了通知，宁都公又罢朝了。你怎么在这里啊？主子爷忙着，我没事干呗。那你帮我批折子吧。这可是主子交给你的活儿，奴才可不敢。你现在倒是悠闲了，怎么不着急小主子了？主子这不是在忙着造吗？那可是10几个呀！我现在也要开始准备着了。准备什么？当然是准备小主子的尿布、衣服，还有小鞋子了。你老实告诉我，这次主子他要多久才出来？这我就不知道了。爷宿了这几日，谁知道要多久？今儿一早我过去，发现夫人宫里的奴才都放假了。等萧兔再从寝殿出来，看着熟悉的满园春色，竟是有种恍然隔世之感，这让他对某人的牙痒痒的紧，抬起小脚直接踹了某人一下。夫人的腿竟还这般有力，是本座小看夫人。你好几日都不见人了，这会儿既然出来了，还赖在这里干什么？忘记告诉夫人，本座从几日前就不必再去处理朝政了，今后可以事事都陪着夫人。你不去批折子了，那朝务怎么办？已经有人去批了。谁还能帮你处理朝政？不是，你把朝政交给别人处理，你当这个皇帝干什么？自然是在家陪夫人，今后夫人无论想去哪里，本座都有的是时间。感情夺回来这江山就是为了丢给别人，那你还当这个皇帝干什么？不如做回你的宁都公得了。做都公也要忙，可做皇帝不用。切，你还真是有理有据，逻辑清晰。哎呀，你既不用忙，就好生歇着吧。本夫人要去忙了，先说好，跟我可以，不许你捣乱。夫人这是准备去哪里？前几天让人做了点小玩意儿，这几日应该已经差不多了，我过去看看。主子，怎么样？东西都做好了吗？怎么样？东西都做好了吗？几日前就做好了，成品已经都在里面了。走，我带你进去看看好东西。就见偌大的房间中摆了一大排造型奇特的农具，都是他没有见过的样式。怎么想起来做这个？自然是为了赚功德啊！怎么样，我厉害吧？厉害。哼哼，我准备将这些东西向所有人普及，到时候夫人美名定能享誉天下，说不得有多少百姓要立生寺筑庙宇，感谢夫人的大恩大德。主子，夫人，外面有人求见。谁啊？说是朝臣，特意来找夫人的。确定是找我？有没说什么事儿？好像是说关于上次赈灾的事宜。赈灾啊？那就让他们进来吧。这些事情怎么不找你，跑来找我了？说明夫人比本座受欢迎。哼，是他们根本就找不到你吧？不过赈灾的事情，上次却是我牵的头，可我估计也不是为了此事。或许是这群家伙最近又想找你上课了。他们这是还没过够当学生的瘾啊！主要是夫人说的话振聋发聩。那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让他们将这些农具带回去，大量督造。参见圣上圣后。都起来吧。这些莫非是农具？造型好奇特呀！我也没见过呀。这个好像是翻地的，这个难道是播种吗？看这个，这个是收割用的，这里有镰刀。这些可都是利国利民的重器呀，难道是圣后跟圣上这几日研发出来的？这些东西只是我从前在一些古籍上所见，就试着让人做了出来了。这里有几样物品，微臣实在是看不出是什么，不知可否请教圣后。看着几人一副求知若渴的眼神，萧兔直接让李明善给几人讲解。你怎么不说话？本座在算他们要浪费夫人多少时间。
小心眼儿。诸位爱卿，这几件东西你们一会儿可以带回去慢慢研究，之后就交给你们了。这几件东西你们一会儿可以带回去慢慢研究，之后就交给你们了，尽快让人普及下去。圣后放心，必不负圣后所托。那没什么事儿。圣后，我等今日来，其实还有别的事儿。诸位爱卿请讲。其实也不算什么大事，就是多日不见圣后上朝，微臣有些担心圣后。诸位的想法本后知道了，不过你们担忧的事情不会发生，最起码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圣后，这几日我等已经忙完您的吩咐，钱粮几日前全部出库，每个灾区也都派了钦差，连日兼程押送，想必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既然如此，诸位是还有什么可担忧？圣后有所不知啊，赈灾虽然能解了灾情，可是灾后百姓的安置生计，这些也是很大的问题呀。是啊，像是蝗虫灾地，庄稼几乎颗粒无收，这些人家连饭都吃不起了，更别说能凑出粮种耕种。还有水灾，房屋倒塌，有人家也没了，这些人又该怎么安排呢？还有水灾，房屋倒塌，有人家也没了，这些人又该怎么安排呢？臣这几日跟朝臣们商量了许久，也没想出什么妥善的办法。哼，这事儿简单，我来解决。像这些受灾地区，最主要的还是缺钱。你们这样，直接传命令到各处赈灾的钦差处，告诉他们，赈灾结束后，就在各地开办银行，就是钱庄，呼吁各地的富户们将钱存进去，以年为限制，利息开高点，存得越久，利息越多，最好再给点他们难以拒绝的好处，像商户后代不能科举这些，你们斟酌着办。圣后难道是想用这笔钱？你们拿到这笔钱，就用官府的名义向受灾百姓实施借贷，就是老百姓不管缺什么，都可以向官府借，利息意思下就行，要让他们有还得起的希望。妙啊！圣后您说的这个法子真是绝妙，您这个办法是直接给了百姓一条活路啊。可若是老百姓借了钱还不起怎么办？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了。我手里有不少小东西，你们拿去让人发往各地，让官府办培训班，将这些东西也以借的方式交给他们，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再让官府的人照着我的方子，在灾区开办厂子，招收那些灾民去干活，解决剩下的一部分人。咱们再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发往各地售卖，把贸易也搞起来，盘子活了，什么事儿都解决了。当然，各地情况不同，还需诸位将受灾地区的风土、地貌，还有适宜种植产物或人情风俗，都详细的整理一份给我，到时候我再给你们份更详细的法子。圣后大才，我等拜服。客气客气，诸位都起吧。圣后，您如此雄才大略，慧眼独具，真是整个天下的福气呀！是啊，圣后您的见解独到，智慧古今罕见，博学多才，让人敬服啊！我等今日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抱歉，说的太起劲儿，把你忘了。忘也是本座太没存在感了。哎呀，怎么会？夫君这么好看，每次看见你，我都移不开眼的。可夫人如此雄才大略，智计过人，慧眼独具，博学多才，这多让人心生仰慕。本座何能引得夫人移不开眼？夫君当然能，相信我，我的眼里就只有你。真的吗？本座不信，除非什么？除非夫人现在跟眼前这群老橘子说，你最爱的是本座，然后让他们滚。什么老橘子？这些都是你的朝廷大员，是你的爱卿。诸位爱，这话才刚开口，就瞧见一群年纪不小都蓄着须的儒雅大臣们，竟然是扛着满屋子的农具，以匪夷所思的速度转眼就不见了。看着瞬间空落的大殿，你说你至于吗？都一群老头了，你也吃醋啊？就算是只公蚊子，本座也不想让他靠近夫人多一分。醋坛子，行了，人都被你赶跑了，就剩我们两个了。夫君说说想干嘛？那本座可要好好想想。小兔被他吻得又麻又痒，
唇中笑个不停。你要是一时想不到，那就陪我去做点好玩的东西好吧？本座现在不是正在做好玩的东西？你才是东西。是，本座是东西，好东西，快都尝尝。好一阵的气喘吁吁，让人骨软的柔媚声混合着拉长的低吟，满满的都是娇羞的味道。夫人今日好热情，本座差点吃不消了。失误，一不小心没把持住。本座倒是觉得夫人把持的挺好，眼看就要到关键时刻了，竟然清醒过来了。妈呀，快穿衣服，不然不带你玩了。夫人又有什么好玩的？待会儿给你看好东西，这可是我前段时间趁着做农具的时候做的，保证你看了都会很惊喜。你这行吗？别出什么事儿了。放心好了，这东西我熟着呢，以前我懒得走路，全靠这个下山。再说下面还有宁错，放心好了。那好吧，你悠着点儿。哼哼，好久没飞了，看我的！说着，他从小塔上跳下，然后拉动操作杆，顿时飞到了宁错的头上方，口中同时哈哈哈的大笑着叫着他。阿错，快看我，怎么样？我厉害吧？跟着天空突然刮来了一阵大风，飞着的女人就顺着大风被卷走带飞了。宁错脚下用力的在地上一跺，人就如箭一般撕开裂缝，朝着天空就追了上去。每当风筝降低不少的时候，男人就会运起功力一跃而起，朝着风筝上的女人飞速的冲去，可每次怎么都抓不住飞在天上左右摇晃的那个人。阿错，要不算了，你别再蹦了，都蹦一路了，你休息一会儿。本座不累，就是为什么本座总是抓不住你？难道是本座跳的还不够高？已经很高了，你都跳过一座大山了，我还从没见过你这么能蹦的人。小东西，这个时候了还调侃本座，想不想下来了？我想下去，上面有点冷。好，别着急，为夫很快就接你下来，别乱动，小心掉下来。可我现在被缠在上面了。哦，说起这个，还是我为了安全特意设计的。要本座夸一下你的气质吗？大可不必。这时一阵风拂过，萧兔身上的大风筝左右的开始摇摆起来。阿错，你听得见吗？阿错，你听得见吗？我听得见。阿错，你听我说啊，马上天黑了，你会看不见我的话，千万别着急。我有功德护体，肯定会出事的。一会儿你找个地方休息一晚上，等明天天黑了再找我就行了。乖啊，休息好了才能更快找到我。我要是说你的话，也会尽快找你的。好，本座知道了。阿错，今天月亮这么好看，我就找到好玩了。咱们多聊2天再见啊！不准生气，不准发脾气，不准闪人，要听话，我会想你的。刮了3天的风，终于在这一日停了。哎呀，3天了。不，过了今夜就第4天了。主子爷自从那日回来，衣服也不换，什么也不管了，就这么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开始看地图。哎呀，3天了，就这么不眠不休、不吃不喝的开始看地图。他知道他家爷这是要根据风速来测算出萧夫人有可能降落的地方。爷，这里有条消息，奴才觉得有些问题，可能跟夫人有关系。说，主子爷，有个叫黄土县的地方衙役被人灭了，凶案现场有人留了个小兔子的图案，您看看这图案下面人描绘下来了。这是那小东西特意给我留的记号。夫人真是聪明啊，想方设法的给主子爷您传消息，肯定是知道爷您在他离开后会担心他，会着急，这才在身边不方便的情况下想出这个办法来告诉您他在哪儿。可见夫人她这几日也是在担心着主子您呐。本座是不该让他担心。哎，是，就是这个理。如今有了夫人的消息，爷您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哎，这样奴才知道爷您心急，肯定是迫
迫不及待的想去见夫人，所以奴才现在就让下面人去准备。主子爷，你也趁着这个时间拾掇下自己，到时候也能以最好的状态迎接夫人，不是？那黄土县衙是怎么回事？爷，您别担心，县衙人已全部被灭，绝对伤害不了夫人的。而且就凭这些臭鱼烂虾，也没那个本事啊。是吗？是，肯定是的。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人死在夫人手里的可能性很大。爷，您知道夫人的，她平日里不喜欢杀生，就算是有人惹到她，她也不会轻易杀人。可这一次，夫人竟然杀光了整个黄土县衙，这肯定不是私人恩怨，定是这群人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惹得夫人动了真火了，而绝不是这群不长眼的狗东西伤着夫人才引发的呀。不清楚的事情就去查，本座给你时间，明天早上给本座结果，下次再敢凭着臆测给本座答案，小心你的舌头。爷放心，明儿一早奴才肯定弄清楚。爷，您现在是先吃爷，你好歹吃一口再走啊！饭不吃觉不睡，现在又冲出门去了。依主子的性子，这一去肯定是一路直奔黄土县，路上就更不会停下来吃饭了。这怎行啊？不行啊，得跟上去。路上好歹能劝主子吃一口也好啊。来人呐，赶紧给本总管备马！叫完也没停下，赶紧叫来手下，将主子刚才吩咐他查黄土县的事吩咐下去。此事事关夫人，事儿多严重，本总管不说你们也知道。记住，一定要快，将咱们最好的鹰隼全散过去，吩咐那边离得近的场卫也全赶过去。记住，主子爷只给1夜时间，明儿一早，黄土县就算多死一条狗，本总管都要知道。大总管放心，主子的话刚出口，下面人就已经动起来了。好，本总管走了。经理要是出什么状况，去找宁流云。阿错，终于来了，人家想死你了。本座也想你。阿错，这几天你有没有想人家啊？想。这几天你有没有想人家啊？想，本座很想你。有多想？很想，本座很想你。那你怎么不吻我？小兔，找到你了，小兔，找到你了，你是我的，是我的，谁也不能带走你。好饿，小兔，我好饿。阿错，带我回你住的地方吧。本座还没找到住的地方。没地方？那你在哪里沐浴？路上溪水中。小兔别说这些了，本座真的好饿。再次紧紧地搂住他，吻如暴雨般砸落下来。萧兔话都没来得及说，就被呜的一声席卷了去。随着月色越发圣洁，一道泛着雪白柔光的女人正隐现在朦胧的雾气中。这一晚，萧兔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够了，很快了，很快就好，快结束，不然我真要生气了。可是小兔，花好美啊。清晨的雾气更加的浓郁了。怎么了？主子出来了？主子没出来，就是属下想告诉总管，天就要亮了。天都亮了呀？爷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吗？总管放心，咱们的人已经聚办了，只等主子他们出来，立刻就能入住。这地儿看着也太贫瘠了，真是委屈咱们家爷了。可不是嘛，奴才看周围连个楼阁都不见，能给咱们督主找到最好的地儿，也就是个4合院了。这怎么行？房子现盖来不及了，不过物件却是一点都不能马虎。你赶紧传信，让咱的人赶紧往这边送。还是乐总管您想的周到啊，奴才这就让人去办。赶紧的，争取在主子从夫人那儿正常后，将东西都准备好了。大总管放心，肯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这还好是本总管跟来了，不然就你们这群小崽子啊，怎么能照顾得好主子爷呢？主子带路。小兔，你就这样消失在了本座面前，本座怎么找都找不到你。本座只是太想你，本座只是太想你，太想你了。我也想你的，阿错。本座知道，小兔。翌日大清早，宁错，对于这2日你的所作所为，你难道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这2日本座爽了。混蛋，我问的是你这个吗？可这是本座这2日最直观的感受。谁问你的感受了？我问的是我。你这几日对我的所作所为，就没什么该说的吗？不过几日没疼夫人，夫人竟更紧致了。小兔无语。
切，看什么看啊你？吃饭啊？看我能吃饱了。常言道，秀色可餐。本座今日吃不吃你？好了，别恼了，本座亲自给夫人奉膳，以作赔罪。来啊！就算我吃了，也不代表原谅你啊。自然，本座的罪行罄竹难书，夫人可千万别手下留情。算你懂事。主子爷，您从夫人离开这些日子，就不眠不休地寻找夫人踪迹。算你懂事。主子爷，您从夫人离开这些日子，就不眠不休地寻找夫人踪迹，一连数日都滴水未进，又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赶路，更是顾不上吃饭休息。如今夫人已经找到了，您总该能放心吃一口了吧？提这些做甚？本座饿了自然会吃。宁错这混蛋，当老娘360度的眼睛是瞎的吗？原来夫君这几日为了寻我这么辛苦，所以你才在找到我后不吃不喝不休息，什么都不顾的先把我睡到了今日。本座那只是太想夫人了，情不自禁。还看什么？赶紧来吃！夫人竟这般心疼本座，吃不吃？吃。跟你说个事儿，我这次出来发现我又有新能力了，这次可是很厉害的哦。瞧你那高兴的小样，这就是你那让人崇拜的自惭形秽的地方。哎呀，跟你说正经的呢，以前我不是只能看到将死之人的未来吗？这次不一样了。那天我突然很想杀人的时候，突然福至心灵，在看到这些将死之人的未来里，竟然能插手他们的命运了。你说巧不巧？就在我想杀他们的时候，这些人就全部都显示出了死相，而他们有了死相后，我就刚好能对他们出手，就好像因与果的循环。我要杀了他们，所以他们就会死，而因为他们要死，我才刚好能杀他们。这样的话，以后你岂不是想杀谁就杀谁了？我是什么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吗？再说这种逆天的能力肯定不能滥用，应该也有限制。我觉得可能只针对罪大恶极之人。这不正合了你这小东西的心思？这倒也是。夫人这么高兴，不如咱们2人庆祝庆祝。你过来的肯定匆忙，朝里的事情做好安排了吗？有宁流云在，乱不了。哼，宁流云他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碰见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主子，那是他的荣幸。我的人呢？小明他们怎么样了？应该在赶来的路上。那就等他们到了，咱们再走吧。刚好这几日，你抽空让人将这一片官员收拾下。你知道吗？这个鬼地方竟然有将女子献祭给龙神这样离谱的事儿。我杀了几个罪魁祸首，可是这么大的事儿，我不相信只有这几个参与者。你让人全都给我找出来，一起绑了，送他们去见他们的龙神去吧。小兔兔默契，本座都依你。萧兔嗔了他一眼，正要再说话，美眸忽然睁大。怎么了？又有功德来了，而且是很大很大一批，应该是赈灾的回馈。萧兔看着漫天的金光飞速的朝他扑来，他兴奋的赶紧拉开自己的信息看了起来。姓名萧兔，年龄21尾，体质320，常人10倍，视觉720度无死角，寿命210年，神通洞照神术，功德80万、81万、82万，持续中。怎么会这样？那孩子的事儿其实是活得太久了，所以才生出这么多的吗？可普通人的寿命哪里会有这么长？宁错这混蛋，就算逆天了也活不到200岁吧？毕竟再妖孽，他也还是人类啊。所以孩子可能不只是个宁错一个人生的。要是照宁错这个变态的性子，知道萧兔跟别人可能还有一段，怕不是死了都要从坟头爬出来呀。所以还是抓紧时间，在宁错生命走到尽头之前，赶紧跟他把13个孩子生了，一证清白。可那是13个，光怀孕都要怀个10几年啊，那可是10几年啊！我去，这可真是完美闭环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告诉为父，为父帮你想想办法。小兔，我没事儿，就是信息量有点大，所以一下走神了。哦，有多大？跟为父好好说说。就是我看到自己寿命了，竟然有100岁，吓了一跳。本座武功以真化境，寿元也有100岁，定能陪夫人白头偕老的。这样就好，看来是我白担心了。苍天啊，杀了我算了。不用怕，本座会永远陪着你的。小东西显然有事情想瞒着呀。
接下来的3天，小兔除了出去一趟教人怎么去挖渠排水，省得这地方迷信再搞出龙神祭这样的惨剧，之后就再也没出去过，天天跟宁错腻在一起。对于这妖孽没羞没臊的求欢，也都半推半就的随他了，原因都是为了那点没来由的心虚，也想证明自己的清白。二是小兔想着，既然孩子早晚要生，那就趁年轻开始安排上好了。按照100岁来计算，抛开他的年纪21，再抛开女人不能生育的后50年，他就还有29年可以生孩子。29年的大好时光，竟然要花10几年的时间生孩子！天哪，这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惨？难道我穿过来这辈子不是来享福的，而是给宁错那狗逼生孩子的？好想骂人啊！你还有脸在这笑？夫人这是终于舍得离本座，夫人这是终于舍得离本座，一连好几日了，本座都怀疑你被本座给弄傻了。哎呀，你才傻了！你这个混蛋，是我这几天太纵着你了。是啊，所以夫人为何要这么纵着本座？你管我乐意不行啊？行，怎么不行？夫人只要愿意，本座舍了命也奉陪。什么舍了命奉陪？你这个色魔，明明就很享受。怎么会？本座明明都是依着夫人，夫人不同意，本座什么时候越过雷池一步？还委屈上了？哼，谅你也不敢。所以夫人，你还没说，到底是为何这几日要这么纵着本座？莫非这几日其实是夫人自己想？也是，夫人现在体质在变强，某些方面需求自然也会变大。夫人放心，为父都明白，定会拿出浑身解数，满足你这淫性大发的小东西。谁淫性大发了？你才淫性大发，你全家都淫性大发。小东西，本座的全家就我们俩。本座的全家就我们俩。你又干什么？小东西，本座知道你有事忙，本座也给你时间了，现在该告诉本座了吧？需要本座做到你说吗？夫君，你再给我2天时间，我想好再告诉你，好不好？宁错这个疯批知道了，还不知道会干出什么事儿。就算要说，那也要想好理由再说，而且只说寿命，然后再一口气生13个孩子给他保证。至于关于未来可能有什么野男人出现的话题，丁点都不能沾，不然男人疯了怎么办啊？好，为父就再给你2天时间。夫君真好，为父还有更好，你试试。低头狠狠地吻住了他的花瓣唇，缠住那粉嫩玉滴，与他唇舌交融。不是，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你这么气势汹汹的，会让我怀疑自己露馅了。你这又是哪一出啊？小明，你终于来了，你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所以哪一出？这次不是演的，我这次是真的被榨干了。你知道吗，小明？我这2天已经开始喝药了。宁错他不是人，我吃着药都熬不过他。他的肾是金刚打的，我的身体已经要垮了，我人都被他玩坏了。我现在就是个破布娃娃，我已经生无可恋了。所以这次又是为啥？小明，你说话咋带口音了？跟你学的。哦，那没事了。你还说不说？我就是有件事儿没告诉他而已。所以你瞒了他什么事儿？这个不是重点，小明，我还没说到。不，这就是重点。只要你把这件事儿告诉他，你的一切困扰立刻就迎刃而解了。好了，就这样，我刚到有些累，就先走了。夫人这是想去哪儿呀？夫人这是想去哪儿呀？夫人不会忘了，今日是咱们约定好的日子吧？怎么会？我小兔说话一向一言九鼎。那就好，夫人让本座多等2日，本座做到了，现在可以说了。这件事情可能说来话长。既然这么长，本座陪夫人去床上慢慢聊。不要，那我真说了，你要答应我，不能生气。而且此事我这2天想了想，应该能有解决的办法。这2天夫人竟然还抽得出时间想事情，你听不听？听，夫人说吧。那
那天我看见功德入账后，发现我的寿命信息出来了，有200多岁。夫君，我说过此事定有别的办法，我想来想去，应该还是功德的问题。这东西一直在改造他的身体，寿命会增加，肯定也会跟这个有关啊。哎，要是这样，不知能不能将这东西分给这家伙？要是这样，不知能不能将这东西分给这家伙？这样寿命的问题、孩子的问题，甚至莫须有的野男人都不再是问题了。这个妖孽也能一直陪着我，完美。怎么了，夫君？没什么，只是觉得夫人说的事情太重要了。对，此事太严重了，很影响我们甜蜜到老的伟大计划，所以我决定了。所以这么重要的事情，夫人知道后却没第一时间告诉本座，这不太像夫人的一贯作风。不知夫人可是有什么难处？没什么为难，我就是担心夫君你知道了，心里会不舒服啊。既然如此，夫人为何要心虚呀？夫君说什么？无缘无故的，我怎么会心虚？小东西，你知不知道，你高兴的时候喜欢叫本座老公，撒娇的时候喜欢叫本座阿错，气急败坏的时候喜欢叫本座宁狗子，心虚粘人的时候就喜欢叫本座夫君了。阿错，这会不会是你弄错了？对于夫人的事情，本座向来不分大小，事无巨细，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就连昨夜你这小东西一晚上叫了多少声，哪声最爽，本座都记得一清二楚。要本座细说下证明吗？不必了，我信了。信了就老实交代吧。那好吧，不过先说好，我说了你一定不生气才行。本座答应。那什么，这事说起来还跟孩子有关，你不是不想要孩子吗？我也是抱着顺其自然的心思，想着要是有就顺便生2个。可是上次我们明显排斥多生的情况，卜卦却连着2次数量都没变，所以我就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问题。刚好这次猛然巧见自己的寿命竟有那么久，就一时想差了，以为这么多孩子或许不是我跟你一个生的。阿错，这事儿就是我吃惊之下乱猜的，实际上一点点的事实依据都没有。我发誓哈，我绝对没有半点想找野男人的意思，而且我都想好了，不就13个吗？我跟你生就是了，多大点事儿啊？什么多大点事儿？那可是13个孩子，你当生孩子跟下鸡蛋似的。你竟然笑了。夫人可是愿意为本座生13个孩子，本座怎么可能不笑？听说女人愿意为男子生1个就是真爱了，夫人竟愿意为本座生13个，那岂不是对本座爱得死去活来？不是，你只听见我说这个了吗？我可是还说了。本座听到了。那你不生我的气吗？本座永远都不会生夫人的气。你认真的？就算我是说就算，我之后可能还有别的野男人，你也不会生气吗？自然，如果这是夫人意思的话。你不对劲儿，你绝对不对劲儿啊！你不对劲儿，你绝对不对劲儿啊！那是因为本座知道，只要本座还在一日，你这小东西身边就不会有别人。至于之后，本座会在死之前先杀光这天下所有的男人。这样夫人就不必苦恼自己的猜测成真了。对，就是这个味儿，就是这个鬼畜又变态的疯批味道。就说刚才反应不对吧？是啊，是个鬼啊！你说什么？不行，绝对不行！你杀光天下男人，只剩下女人怎么办？你这是要让世界毁灭吗？再说，你留给我一个寡妇国是怎么回事？所有女人抱在一起哭男人吗？那本座不杀，全都阉了。你这阉了跟杀了有什么区别？那就只杀长得好的。那也不少人好吧？那就阉了他们。你这个混蛋，你这是和杀和阉杠上了是吗？小东西，差不多了，这是本座最后的让步了。差不多了，这是本座最后的让步了。萧兔看着他那副样子，气得脑袋一懵，直接撞在了他的脸上，砰的一声脆响，2人额头同时肿了一个大包。午后，小乐子手中拿着药，视线诡异地看着男女主子额头上个个顶着的大包。啥游戏呀？对对撞，碰碰乐。都怪你，你的头是铁
住的嘛，竟然这么硬，我都快疼死了！你怎么不说话？本座怕说话惹夫人生气。你不说话就不惹我生气了？那本座说你想听什么？就刚才的事情，你就说你错没错？错了。错哪儿了？哪儿都错了。你每次都这一句，我这可是在跟你讲道理，你就不能换句话说吗？给我好好说。本座不会跟夫人讲道理。为什么？因为本座讲得过夫人的话，夫人还是会生气。本座不想惹夫人生气。算了，不说了，药拿来。真是的，头这么硬，为什么还会肿这么大个包？头这么硬，为什么还会肿这么大个包？可能知道是夫人撞的，他不敢小点吧。净会胡说。午后的微风一阵阵的吹着。爷，还野男人？哪个呀？是谁呀？让他来见本座呀！看本座不把他撕烂了喂狗！哪个地方又跑出来个野男人了？这夫人跟主子爷这是说什么了？瞧把爷气的！哎呦！吩咐下面的人从今日起去给本座找最好的美颜圣品来，不管是奇药武功还是药方，本座统统都要。爷，您这是要送给夫人吗？那夫人收到您这么用心的礼物，肯定高兴坏了。蠢货，是本座要用啊什么啊？是奴才失态了，就是不知主子您这般是有什么高深的用意吗？本座要让这张脸永驻青春，只要有本座在，那小东西哪里会多看那些臭鱼烂虾？只要有本座在，那小东西哪里会多看那些臭鱼烂虾？只要有本座在，看看哪个野男人能盖得过本座的风华。爷，您是男人呀，您还是坐拥天下的帝王，那是何等的尊贵霸气啊！怎么老想着靠美色留住夫人呢？你那是什么表情？奴才就是太震惊了。你不是震惊，是觉得本座丢人吧？奴才怎么敢这么想？就是觉得主子爷您风华绝世，世间绝对再没您这般完美的男子了。愚蠢，一时算得了什么？本座要的是一世，要的是任由这岁月如何变迁，本座永远如此完美。这样朕今后多少茬野男人会出现，那小东西眼睛里也只会有本座。还是主子爷您高瞻远瞩。再下一道命令，让人去找延寿之法。爷您是说延寿？可爷您风华正茂，怎么突然……那小东西的寿命比本座要长很多。怎么会这样？那夫人的寿数是多少？怎么会是多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本座要陪着她，一直陪着她。爷，您这是叫人去办吧。听说南疆、湘西这些地方有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让人收拢的人去研究，100年之后本座只要活着。爷，万万不可，那些东西都是邪术，您可是……去吧。是。萧兔一个午觉醒来，不光瞧见外面的天都黑了，他还睡得骨头差点散架了。宁错，你这个混蛋，你说是不是趁我睡着干什么坏事了？夫人醒了，怎么一起来这么大火气？我问你话呢，混蛋！说你是不是又趁着我睡着干坏事了？别以为我现在身体恢复太快，没痕迹我就抓不到你把柄了。一个午觉而已，我怎么可能会睡到天黑？而且睡得全身骨头都像是散架了。一个午觉而已，我怎么可能会睡到天黑？而且睡得全身骨头都像是散架了。会不会是夫人这几日太劳累了，所以贪睡了一会儿？至于身上不舒服，肯定是床太硬了，本座今晚就叫人把它换了。你以为我会信你的鬼话？我身体这么好，现在根本就不缺睡眠。至于床，我睡得不要太舒服，根本就不需要换。原来如此，夫人既然喜欢这床，那就留着。一会儿本座跟夫人一起睡，试试她到底有多舒服。是你个头！你不承认是吧？那你为什么坐那么远？还有，你什么时候自己主动劈过折子？你分明就是心虚啊！本座离你远，主要是怕吵到你这小东西。至于折子，宁流云800里加急，急着要本座批复，本座完全是被逼无奈。你这个混蛋，现在是越来越不要脸皮了。夫人别恼，晚饭本座叫人准备你最喜欢吃的芙蓉蟹黄，还有蜜汁鸡翅。你说的冰淇淋，本座也让人做出来了，起来吃点下下火。别以为一顿好吃的就想收买我，你就算不承认我也知道。哼，既然不愿意说这个，那就说说别的吧。
今日我睡午觉的功夫，你是不是出去了？干什么坏事去了？夫人怎么这么问？本座最近一直沉浸在夫人的温柔乡里，哪里有空出去干坏事儿？你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只要一变态就喜欢偷偷折腾我，快老实交代了，不然小心今晚打地铺。好吧，本座承认是本座今日陪你午睡，一下没克制好。谁让你这小东西这么诱人？你知道的，本座在你面前向来是管不住自己的。不说是吧？不说本姑娘自己看了。说着直接开了洞照术，虽然看不到这家伙的未来，但是他的心思还是能够看到的。意外的是，萧兔瞪着美眸看了半天，见到的都只是这人情绪激动时两人各种各样的小黄片儿。你什么情况？为什么我看你就只能看到小黄片？你脑子一天到晚到底在想啥？就没有什么正经重要的事情给你干了？因为这些本就是本座干的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样我岂不是读不出你的那些坏心思了吗？哎，不对，你不会是故意的吧？阿错，所以你果然是故意的。夫人这么美丽又这么聪明，一眼就能洞穿世事，本座若是被你看透，岂非太过无趣？无趣的男人有什么意思？无趣的男人怎么留得住你这可口的小东西？行吧，勉强算你说的有理。不过别说我没提醒你啊，你千万别再瞒着我做什么坏事了，知道吗？怎么会？本座最乖了。我这也是为了你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你是我男人，你好像每次骗我都没啥好下场。想想你第一次骗我是誉王，结果有多惨，还有第二次孩子的事儿，你更惨了。我是希望你别再有第三次了。本座知道夫人担心我，是希望你别再有第三次了。本座知道夫人担心我，放心，不会有第三次，本座保证。行吧，反正我提醒过你了。说完这些，想起了别的事情。这几日呢，他也没闲着，仔细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寿命。不过几天竟然又增加了，那是功德达到100万时，功德自动减少10万，而寿命增加1。弄清楚了这些，他现在已经可以着手准备怎么把功德分给宁错了。那他呢，就能够跟他的阿错就能够一直愉快的生活下去了。孩子的事情也简单了，一口气活他个几百年，几十年生一个，轻轻松松啦。不过就是不知道这玩意儿要怎么从身体弄出来，然后再给别人。玩什么呢？别闹，我在发功呢。吃饭啦，很多好吃的，要不要？刚才偷偷欺负我，别以为就这么算了，一会儿看我怎么收拾你。怎么了，夫君？怎么突然不动了？人家还等着你的菜呢。夫君，不嘛，你喂人家嘛。夫君不想喂人家吗？人家可要生气了。宁错绷得死紧的手，只好又夹起菜送到了他那张可怕的小嘴前。夫君最好了，人家最喜欢夫君了啦。夫君，你怎么不说话了？你不开心吗？开心。是吗？人家也好开心了啦，夫君竟然亲自为人家吃饭了啦。哎呀，真是的，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啦，都怪我太依赖夫君了，我真没用。可谁让夫君这么厉害了？说起来，世界上怎么会有夫君这么厉害的蓝银呢？宁错狠狠的吸气，要是身前换了别人，他早就一掌劈死这个可怕的妖怪了。夫君对人家那么好，人家就越离不开你了啦，这可怎么办是好呀？夫君怎么都不说话了呀？眉头也突然皱起来了，是有什么难过的事情吗？看得人家都心疼死了啦，都怪人家太没用，都帮不到夫君了啦。夫君选择一个人坚强面对，不想让我分担烦恼，你那么好，但我想要和夫君一起分担风雨啦。所以夫君，你有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说给人家听了啦。夫人饶命，本座再也不敢了。饶命可以呀，过已经亲亲人家了啦。先说好了，小东西，你报过仇了，不许再折腾本座了。夜深，夫君，你睡着了吗？还没，夫人有事儿。没
没有。15分钟后，夫君，你睡了吗？还没。夫人有什么事儿？没有。30分钟后，夫君，小东西，不想睡就陪本座干点别的。不用。1个小时后，夫君，宁错这次没反应，于是他偷偷地爬了起来。本座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放过本座，记仇的小坏蛋。萧兔回来时，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管子。让你尝尝我精心调制的天旋地转迷魂烟，等我把你这个坏蛋迷晕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夫人这是在干嘛呢？我吗？我这不是长夜漫漫，无心睡眠，起来上个厕所，顺便抽根烟。说着，他哈哈哈的笑着，对手里的竹管吸了一口。你这个烟是？我这个烟。翌日，你还笑？信不信跟你绝交啊？好，夫人别闹，本座不笑了。好了，小东西，本座这次真不笑了，让本座好好亲近你这小可爱。你才是小可爱，你全家你全村都是小可爱。夫人这次反应很快啊。阿错，多久了？估摸着1个多时辰了吧。哎呀，看来这样不行，这么久了，功德一点反应都没。做了这么久了，本座帮你起来走走。我还有别的办法。临兵斗者皆列阵在前，出来！可功德依旧没有丝毫变化。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急急如律令，出！天地无极，乾坤剑法，出！烽火神兵如律令，法咒显圣明，出！我请老祖下山峰，上方御典，鬼神下金，出！大威天龙，世尊地藏，般若诸佛，般若巴马空，飞龙在天，出来呀！宁错小乐子看的是眼花缭乱，目瞪口呆。怎么会这样？再来！天女散花，破冰出莲，碧海潮生，慈航普渡，出！1指求天地，2指碎山河，3指灭生灵，出！教育妖仙，魅惑之魂，集体之吻，破灭之光，出！万劫统领之术，6道地爆天下，欧布奥特曼。一口气连动漫绝招全都念完了，还是不行。别出了，小东西，你的没出来，本座的要出来了。你什么出来了？冷汗。你以为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吗？爷放心，一切都准备妥了，夫人见了肯定喜欢。本座带你看个好玩的东西。不是准备返程了吗？本座帮你准备了辆特别漂亮的马车，是用机关术打造的，你这小东西见了肯定喜欢。半月后，你这段时间心情也太诡异了，什么事情都高兴不过一会儿。如今咱们回京了，不是在路上闷得慌，你不想出去玩玩？不想去。听说你男人帮你做了特别多漂亮的衣服，都是你以前画的图，还叫人送了很多奇巧的小玩意儿，我们去试试。还是算了。前朝大臣们知道你回来了，可都高兴坏了，已经求见了好几次了，说要给你请安呢。那群老头挺好玩的，咱们去见见。回宫那日见过了，差点上来抱着我哭，辣眼睛。最近不想见他们。怎么趴在这里？晒太阳了。是不是又郁闷上了？哪有？你有没有本座还不知道？我没郁闷，我就是不信邪了。只有我手段进出了，身体里那玩意儿它就是不出来。要是实在不行，不然就……不行，本姑娘肯定能把它搞出来的，你等着看好了。突然，萧兔脑袋上冒出了一个小灯泡，一闪一闪的，灵光乍现。是哦，我怎么没反应过来？是哦，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已经进入身体的功德要是不行，那没进去的呢？阿错，我出去赚点功德实验一下，你有事情先忙哈，我晚上再回来。方才奴才瞧夫人高兴地跑出去了，哎呀，好些日子了，夫人总算是开怀了。
这几天可把奴才担心死了。这果然夫人心情一好，爷您跟着心情也舒畅了。你当本座是为了这个高兴？难道不是？自然不是，本座是在笑那小东西急了，他因为本座急了，你知道吗？这恕奴才没用，没懂爷您的意思是？那小东西啊，都不高兴半月了，让所有人下去哄都高兴不起来。你可知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高兴的？好像是回京的那日吧。啊，是了，就是从那一日开始，这一路上夫人都闷闷不乐的。对，就是那日。对，就是那日。他那日怎么都照不出自己的功德，也从那开始他天天郁闷的不行，一连半个月了，干什么都无精打采，连着平日里最喜欢的吃喝玩乐都提不起劲儿了，整日里就苦思冥想琢磨这件事情。这个奴才知道点儿，就是不知道夫人怎么就跟这事儿较上劲儿了。自然是为了本座呀，他召唤功德是想为本座延寿用。别人知道自己能活好几百岁，第一时间怕是高兴的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可他知道后，第一时间却是怕本座多想，满心跟本座说怎么在有限的时间赶紧把他注定要有的孩子跟本座全生了。后来发现自己寿命是因为功德所致，就开始想方设法要将功德弄出来分给本座，他要帮本座延长寿命，做不到他就怎么都开心不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乐子赶忙摇头，这是他在乎本座呢，他都在乎死本座了，自己还不知道呢。他都在乎死本座了，自己还不知道呢。恭喜主子筹谋良久，心愿得偿。哦，本座筹谋什么了，就心愿得偿了？是奴才失言，爷，恕奴才不敬。您费了这么多心思，千娇百宠，细心呵护，甚至都不要夫人如您这般做出任何回应，将她捧在手心里，纵着宠着，要的不正是夫人她再也离不开您吗？不愧是本座座下第一心腹的乐大总管，本座想什么都知道，整日里没事儿，净琢磨本座的心思了吧？哎呀，奴才哪儿敢呢？再怎么说，奴才也是主子爷您亲手调教出来的。本座放在心尖尖上，捧在手心里的花呀，当然要永生永世都离不开本座才好呢。主子爷，既然夫人已经在想办法帮您延长寿元了，要不南疆那几个地方的事儿就先停了？不，让他们加快进程去办，本座要他们用最快的速度给本座想出法子来。爷，您不同意就算了，怎么还要加快速度呀？没瞧见你们家夫人烦成什么样子了，本座怎么可能看着她一个人着急？可这事儿夫人要是知道了，可您总要给夫人个说法不是？到时候您怎么说呀？就说本座神功大进，或者吃了什么稀罕的好物，总归多的是礼，本座不让他发现就是了。那您岂不是又要骗夫人了？你这狗奴才今儿是活腻了吧？奴才这可是为您好啊！爷，你也不想想，您哪一次想骗夫人落得好了？主子爷，下面人递了消息来，说南疆部族那边派了使者来京朝拜，人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哦，有说为什么而来吗？那边什么都没说，就只送了封加密的信过来，说是对方首领亲自给主子爷您的。还真有法子。苗部首领说他们部族的圣女已经先到京了，你派人看着办吧。小乐子只见纸上除了字，下面还有一副精致的女子蒙着面纱的画像。你收敛着点儿，没瞧见旁边人看见你都开始绕路走了吗？不应该啊，我就出了趟门没多长时间啊，怎么回来后一个麻烦缠身的都没碰见了？这不是好事吗？行吧，这条街看来是没有了，咱们转换阵地吧。救命啊！萧兔骤然转过头去，谁喊救命？让我来！住手！有一个送上门的，一起带走。在一群人就要抓住他时，一股淡粉色的烟雾朝身后之人洒去，瞬间离得最近的几人被淡淡的粉色包围。你这女人居然会使毒！不然姑奶奶怎么敢一个人孤身救人？红衣女子却是眼睛一弯，嗖嗖嗖的，指尖几枚银针甩出，狞笑着扑来的一群人全部中招，就晕倒在地。
看来这里是不需要你帮忙了。这人这样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可不是，对方这做派倒是跟你有几分相似。确实是有点像啊！果然，这个世界上如我这般有意思的人还是很多的。是，你最有意思了。赶紧走吧，时间可是不早了，你还一个人没救上呢。赶紧！圣女，你在看什么呢？哈苏，都说在外面不要叫我圣女，而是要叫我的名字伊娜。是，属下记得了。我刚才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姑娘，竟然追了我一路，想要帮忙，他们就往那边去了，咱们跟过去看看吧。可是，伊娜，族长说要您一到上京的话，最好是直接进宫，可你已经在城里耽搁了好几日了，咱们……哎呀，走了，那姑娘看着就很有意思，我要过去看看。你不去，我就自己先走了。这位施主，是不是要找人啊？我是要找人。你这小姑娘是听说我的事儿了？哎，非也，我没听说。不过我正是施主你要找的那个人。莫非您就是名动京城、救苦救难的灵妙大师？哎呦，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您了！无量寿佛，施主不需多礼。我今日出门远游，所以并不在京城，劳烦施主日日寻我了。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我这几天跑遍了整个京城都没碰见大师，这才慌不择路的找了几个算命的试试，不想碰见的全是骗子。大师，我的事儿，你所求，本大师已知晓。是觉得自己得了重疾，不久于人世，想将自己的女儿托付一户好人家收养，对吧？大师就是大师，未知先不料事如神，果然如外边传的一般神妙。我所求啊，正是此事，还请大师不要嫌弃麻烦，帮我这一把，找一户想要女儿的积善人家，我好将我家小安送去，不然等我死后，她自己就只能在这世界上孤苦无依了。你这事儿不难，不过施主有句话说错了，你女儿小安除了你之外，在这世界上并不是孤苦无依。大师，你不是还有个丈夫吗？虽然失踪2年，可却还在人世上。你是说我家那口子还活着？自然活着，不过是出门在外时不小心受伤撞到头，失去了记忆而已。他现在就在京城之中。你此刻顺着这条路去到主街上，找一家叫广元的茶行，你丈夫现在就在那里了。大师，您说的可是真的？我家那口子真的还活着？我现在就去找他。哎，施主的病或许可以去京城医馆再诊治一下，毕竟乡间郎中大多学艺不精，或许是误诊呢。多谢大师，这次算是一把帮了3个人，功德应该也有个几十吧。那妇人没有病啊？你看他能将人提起来揍的样子，哪里像是有病的人，被人忽悠了而已。哼，那这妇人倒是挺倒霉的。丈夫丢了几年，自个儿还到处被人骗，也没算倒霉到家，这不是碰见本大师了吗？这倒也是。我的功德应该也快来了，我都快迫不及待要试试了。怎么样，哈苏？我就说这位姑娘很有意思吧？你说的对，这女人确实很神奇，她那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莫非真能未卜先知？咱们部族里的巫可都没有这样的能耐。我以前就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吧，让你们不要总是小看族外人。圣月，这女人这么厉害，咱们把她抓了带回部族吧，她肯定对咱们族里有大用。你们这群家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个个仅长肌肉不长脑子？属下身为圣女身边的勇士，只需要保护圣女。算了，不过你啊，想抓对方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你就不能用脑子好好想想吗？刚才你一瞧那女人身上的神奇，都忍不住想抓住她据为己用。可这女人呢，出门身边就带了一个护卫，可她在整个上京大街上，一不做掩饰，二不做伪装，就这么大摇大摆的救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说明人家根本就不惧有人会抓她，更不惧被人知道自己的不凡。这么肆无忌惮，只有2个原因：一是这女人自己很厉害，让人不敢动她；第二个就是背后有更厉害的人护着她，没人敢动。那圣女觉得是哪一个呀？我觉得2个应该都有吧。哈苏啊了一声。啊什么？我说这么多，你怎么还不明白？2个原因，不管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这人都是个大麻烦。这样厉害的人，你有什么把握能够掌握住他？是第二种就更麻烦了。你也不想想是什么人，什么样的地位，在这整个大前皇城里能让人心生不敢。
如今很可能二者齐聚，你要是还想去抓他，那就是自找麻烦。就在对方离开的同时，周围房顶树木各个隐秘的地方，忽然密密麻麻地出现了足有上百来人，正随着他的移动而悄然移动。这些难道是暗中保护的人？怎么这么多？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藏哪儿了呀？藏得下吗？你们不嫌挤得慌？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护卫，每个武功看起来都极高，而且他们应该是朝廷的人，还可能是东厂的人。东厂？那不是整个大前朝廷最可怕的杀人机构吗？听说满朝文武无不闻之色变，这群人怎么跟在那个女人身边保护？圣女，你是不是看错了？看他们的衣服，黑衣锦纹，红莲似血，还有他们的武器，你看见血滴子了吗？那些可都是东厂标配，这些我来之前阿爸都跟我讲过。竟然是真的？可这些人怎么会跟在那个女人身边？对方是什么人？看那样子笑眯眯的，也不像是什么身份尊贵之人吧？对方发现我们了？应该是早就发现了，在我们悄悄跟踪那女人之时，对方应该就察觉到了。不过是见我们一直都没有主动靠近，只当是路人好奇，所以才没管我们。现在又发现我们在此偷看，应该是在交流要不要过来杀人。不过最后还是因为要保护那女人，所以才离开了。这也太吓人了吧！哪有人派这样一群可怕的人保护啊？这是每个靠近的人都要甄别一遍，有不对劲儿的全杀干净吗？我想我知道那女人是谁了。是谁？是那位刚杀光大昭皇室、推翻御史皇朝称帝的宁都宫夫人，也就是现在的大前皇帝宁错的帝后。皇帝的妻子不该称皇后吗？是帝后，因为咱们这位刚登基的宁大都宫是带着他的夫人一起登基称帝的，朝称双帝。这带着夫人一起称帝，这人疯了不成？阿爸说此人在做宁都宫的时候就是个十足的疯子，杀性极大，杀得满朝诸公人头滚滚。从他掌权开始，朝廷官员隔几年就要补上一大批。不说这些，你就单看他登基一事，别人造反最差也会扯个名头，有个借口。他什么也没有，直接杀光了整个皇族的人，然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称帝了，还是带着他的夫人一起称帝。只此就能看出此人有多霸道，嗜杀，横行无忌。这种暴君都没人反他吗？你都说他是暴君了，谁反他不是找死吗？可这么可怕的人当皇帝，天下人就不会怕吗？那我就不知道了。不过我听说此人宠妻如命，就刚才见到的那一位。这样一想，有那么多人暗中保护对方，也就说得过去了。如果这些传言是真，那圣女你岂不是很危险？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我怎么能不担心圣女？大巫死前说圣女您的命格极贵，是否？住口！大巫死的时候人早就神志不清了，他说的话怎么能信？哈苏，我早就告诉过你，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抱着不切实际的妄想。部落阿爸现在就是被这种妄想冲昏头了。我刚才跟你说了这位大前先帝的生性，怕是你就将此人当成个只喜杀人、生性残暴的疯子了吧？那我就再跟你说说对方的生平好了。传言此人至今不过20来岁，却已把持朝政近10年，也就是说对方在10几岁之时就已经在当时的大昭稳坐权力巅峰。你要知道10年之前的大昭可不是他灭亡前的样子，当时的皇帝还没有躲进后宫不问朝政，文武百官齐心拥戴他们的皇帝，御家更是有位战功赫赫的御老王爷。甭管天下乱成什么样子，可当时的御史却是实打实的稳坐皇位。那你说当时还只是个少年的大前先帝是怎么从这样稳固的皇权中一步步做到后来把持朝政的宁大都宫的？是靠他一路发疯杀过来的。可无权无势的时候谁帮他杀？如果此人没有可怕的心机城府，他会爬得这么快；如果没有让人畏惧的手段，他会逼得当时百官拥戴的皇帝躲到后宫不敢露头；如果没有玩弄人心的缜密心思，会迫使当时手握重兵的御老王爷远赴边关镇守，会在血洗朱雀街百官之后半点水花没激起的全身而退。所以你跟阿爸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拿区区一个命格来说事儿，真以为对方那样的人会在乎？怕不是刚说出来，这位能将皇位都分出去讨自己夫人开心的大前先帝会立刻将我杀了祭天吧？那现在怎么办？
听我的，别多事儿，别生事儿，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等阿爸他们来了，办完了该办之事，我们立刻离开这里就行了。可族长那里，阿爸那儿你不用管，他就是一时被天大馅饼砸晕了头。等他亲自来了，见过我说的这位大钱的新弟，很快脑子就会清醒过来了。好吧，我听圣女的，这才对嘛。不过还有一件事儿，我还要郑重的再提醒你一遍，就是你刚才动心思说要抓那女人，从现在开始即刻死了再对对方有任何不利的想法，不然我都救不了你。圣女放心，属下知道其中厉害，不会再乱来。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时间不早啦，咱们也该吃饭了。哎呀，今天吃点什么好呢？是红烧狮子头，还是东坡肉？哎，还是桂花鸭呀？哎呀，要不还是都试试吧。这外面的菜可实在是太好吃了。圣女这变脸的速度是不是有些太快了？圣女不可，我们还要赶着进宫，一直拖延很久了。这姑娘一看就很有趣啊，而且看身段肯定是个美人。不过看着挺眼熟的，很像某个变态整日圈着不放的兔子精。公子，此人应该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位南疆圣女了。怎么会这么巧？本公子差点被某个变态累死在宫里，好不容易要了份轻松的差事出来，一来就碰见要找的人了。那本公子还怎么趁此机会好好的放松放松啊？你小点声，这可是在大街上。本公子怎么小声啊？你们是不知道我这半月是怎么过的吗？你看看我这脸上的黑眼圈都掉在地上了，再看看我这刚长出的白头发啊！我才21呀，我他娘的都长白头发了！我才21呀，我他娘的都长白头发了！宁错他就不是个人，他把老子当驴使唤。哦不，驴晚上还能休息一下，老子连驴都不如，白天黑夜的忙啊！老子那里都血了，你都知道吗？那血不是你用红色颜料勾兑的吗？假的。本公子不这么做，今天能出得来吗？我说，人虽然找到了，不过人家看着玩的挺高兴的，还不一定愿意进宫呢。这样一会儿呢，若是他拒绝的话，咱们就晚点回去。本座记得自己只是出去了半月，你们这群人就什么脏的臭的都敢送到本座的案前来了。先看看这个，临安府城的防卫军跟驻军打起来了，起因是因为上官喝醉引起的，还死了20几个人。好，很好，不愧是我大钱的兵，怎么就没死干净？找本座干什么？还有脸申诉？既然这么喜欢打，全部送去边关做敢死队。继续下一本。这个更有意思啊！官员巡视地方去妓院嫖妓，被有仇的妓女把那玩意儿咬掉了，上奏说是公赏，要朝廷奉养。哼，要奉养是吧？养，让人把他其他地方全起，本座给他养。这群混账东西，这是排着队的来惹主子爷生气呀！这个写得好啊，这斐然的文采，是个大才子吧？把本座夫人都夸出花来。看看这里，越俎代庖、聘姬司晨都出来了。你们说本座该怎么奖赏他才好？哎呀，到底是中书省的哪个不长眼的混蛋？折子看清楚了吗？就敢呈上去？别的也就罢了，知道大家最近都很忙，毕竟夫人给了那么多好政策，太过分了。到底是哪个蠢货敢写这种折子上来？脑子是被驴踢了吗？夫人现在可是帝后，她参政是理所当然的。上折子的人是疯了吗？爷本来今天心情多好啊，可是来到前朝，不是冷笑就是嗤笑，好心情毁得不剩多少不说，最后竟还看到这样一份奏折。哎呀，中书省这群粗心大意的混账东西，还有宁流云这个混账东西，主子爷不在，就这么管理朝政的吗？你们不提本座都忘了，本座初登基还没见过这天下百官。哼，本座还没有幸见过天下百官，所以还不知道诸爱卿们对本座与本座的夫人都是什么评价。不如让天下百官进京朝拜吧。主子都带着夫人一起登基称帝了，这天下官员还有哪个蠢驴不知道爷将夫人疼得眼珠子似的事儿啊？怎么突然就冒出个这么个货来？现在好了吧，可以带着一大群跟他志同道合的官员们手牵手一起去下地狱了。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哎呀，夫人，您现在赶紧去管管你们家这位呀，他又要发疯了，我们都快被他给吓死了呀。夫人回来了，来，
这是又做什么了呀？把大家都给吓跪了。没什么，就是看见了几份让人生气的折子。圣后来的正好，我们刚好跟圣上说到赈灾上的事儿。有个官员给百姓放粮的时候，引发了灾民暴乱，被打得头破血流。是啊，还有个府城驻军跟防卫军打起来的，圣上刚才看见气得不行，已经让他们全部冲敢死队军了。这都是哪里来的人才啊？可不是，本座都没想到我朝官员里竟有这么多能人。哎呀，那也不必生气，处置了不就好了。时间不早了，都回了吧。众人如蒙大赦，快速的行礼，快速的消失。好了，夫君不生气了，接下来就让小兔兔陪你吧。夫人准备怎么陪本座呀？那你的小零食来了。那本座尝尝。你的小零食来了。那本座尝尝。我说乐大总管啊，你这是杵在这干嘛呢？圣女，请先稍等片刻，主子正在里面忙着，晚一会儿肯定传召。这位公公客气，本圣女知道了。小乐子笑着点点头，然后转头恶狠狠地去看宁流云。宁流云莫名其妙地挑了一下眉，正想说话呢，却被小乐子一把拽去了一边。今天非要好好的骂一顿这个不靠谱的家伙不可。坏了！我去！谢谢啊。你干嘛了？怎么突然人就被打飞出去了？我刚才不小心朝店里看了一眼，然后就看一眼就被打了？看见什么了？宁错在里面干嘛呀？是我自己没管住好奇心，看到不该看的东西。这南疆圣女也是，叫她等在门外，偏要好奇的朝里偷看。这下好了，直接被打飞了。亏得对方是个女的，而且是来京替爷做事儿的，不然刚才可就不会只是受伤这么简单了。抱歉，我就是好奇心太重了，绝对不是故意的。算了，也是我没跟圣女说清楚。不过主子爷动怒，门也关上了，今儿个还会不会召见你就不好说了。好，我明白，还是多谢这位公公。主子在里边到底干嘛呢？看都不让人看一眼。你说呢？小兔回来了，就在里边。我们家这位爷呀，就这副德行，凡事只要沾上他那位夫人，就没个正常的时候。这样，待会儿呢，我把自己珍藏的疗伤药给你，再亲自为你运功疗伤，当做赔罪，怎么样？这可是你说的啊！一会儿你可要亲自陪我回去一趟。嗨，没问题。圣女，主子传你觐见。不用担心，既然召见你，肯定不会是为了惩罚你，不然他根本不会多此一举见你了。听你说这话，我反而更紧张了。没办法呀，我们家这位主子爷就这性子。走吧，一块儿进去。南疆圣女，听着好神秘的样子。以前看过各种影视剧中，这种角色可都是很厉害的。南疆圣女，帝后圣安，公主圣后青春永驻，美丽如花般绽放，永不凋零。圣女客气了，快快入座吧。多谢圣后。这么好看啊！当然有意思了，而且很有意思哦。醋精，想什么呢？我说他有意思，是说这人跟你那好堂弟有段缘哦。你是说他会是宁流云的姻缘？不是哦，是露水姻缘？那就不清楚了。不清楚？是啊，我看不到这女人的未来哦。是因为宁流云？那谁知道啊？不过宁流云跟我的因果关系有这么大吗？竟然会因为他的牵连导致另一个人我也看不见，这种可能会不会有些牵强了啊，夫君？说不得是此女不怀好意，可能对夫人有害也说不定。本座替你杀了她。夫君好像还没告诉我，这些南疆使者进京是来干嘛的？南疆使者进京是来干嘛的？说是进京献宝来了，至于宝物，要等他们的使者团进京后才知道。切，嘴里没一句实话。苗圣女，本夫人有件事情挺好奇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解答？圣后有事情尽管说，伊娜必定知无不言。那太好了，不知道你们南疆这次进京献的那个宝是什么呀？不瞒夫人，我早在半年前就出门游历了，这次进京也只是路过，所以还并不知道族中这次要进献的宝物是什么。不过夫人要是想知道，我回去即刻就去献给阿爸问问，到时候我再来告诉圣后。算了。萧兔感觉一阵的不爽，转头看向身边笑得妖孽横生的男人。你最好不要被我发现，又背着我搞什么，不然的话，哼。夫人放心，
本座绝对不会，本座保证。切，最好是这样。这个女人很特别，有点像她那么点意思。她没跟宁错说，对方真正的姻缘可不是宁流云，而是他家这个邪恶的妖孽。也就是说，眼前这女人是他萧兔的情敌呀，而且对方身上的姻缘红线已经模模糊糊的朝宁错这边来了。竟然喜欢我家这坏蛋，或者是后来会喜欢？宁错这个腹黑蔫坏的大坏蛋，肯定是背着他跟这群南疆人要搞什么。苗一娜这群人就是为他干这事儿来的。还敢说是宁流云连累的，这混蛋！宁流云都快成你的专属背锅侠了吧？还是人家堂哥呢？不让我知道，我就不知道了吗？等着办，等我把这位小情敌先挖干净，看看你这混蛋还怎么狡辩。在他正要开口时，忽然瞧见门口几点金光朝他飞来，这是他等的功德到账了，应该是下午指点的那妇人终于跟失忆的丈夫相认了。去哪儿啊？去厕所。这里不方便，他要找个地方试验一下自己的想法去。南疆圣女，大前陛下，你很聪明，谢陛下夸奖。那就保持好这份聪明，可千万别给本座杀你的借口。陛下放心，绝不会有下一次。本座的夫人对你很感兴趣，你陪她好好玩玩，到时候你们族部要的土地，或者是要本座派兵帮你们一统南疆，都没问题。圣女不愿？不，愿为陛下效劳。东西带了吗？陛下放心，东西就在我身上，只等我族将祭器带来，随时都能为陛下举行仪式。仪式？什么仪式啊？我说宁错，你又要搞什么呀？回去让这位南疆圣女跟你说好了。你不是去入册吗？怎么搞成这样？没事儿，可能上得太急了。净会胡说，快过来歇歇。你这样子倒是好像出去跟别人打了一架。别提了，我先休息休息。你们说什么呢？怎么感觉气氛有点凝重啊？这不是夫人不在冷场了吗？气氛有点凝重啊？这不是夫人不在冷场了吗？哼，看来关键时刻还是需要我活跃下气氛啊。他这话一落，殿内的苗一娜身体骤然一僵。萧兔见他微变的脸色，勾起红唇，正要开口，门外又有金色的功德飞来了。没办法，他只能再次起身朝后殿冲去。又去哪儿啊？去厕所。片刻后，萧兔再回来，依旧是气喘吁吁，红彤彤的小脸儿还冒着香汗。是不是在外面乱吃东西了？没有。他又不是真上厕所，只不过是在厕所这个隐蔽的地方试着指挥功德而已。可那玩意儿一个劲儿的只会往他身体里钻。不过好在他刚才终于成功的控制住了他们，现在这些小金点儿就在他脑袋边老实的待着呢。宁错这坏蛋的寿命终于有指望了呢。正乐着，他又看见有功德来了，他丢下一句上厕所，再次跑了。你老婆这是吃坏肚子了吗？你老婆这是吃坏肚子了吗？就你张嘴了，真是一句都不允许人说你女人。片刻后，萧兔又回来了，去请太医。不用了。放心，我这不是引起的啦。我真没事儿，待会儿我忙完就跟你解释啊。圣女，你出来了，怎么样？见到那位先帝了吗？见到了。是不是真如传言那么可怕？你没事吧？是很可怕。不是说了，计划开始前不要见面的吗？大巫，我来找你就是为了计划。我今日见到那位大前的先帝和那位受尽宠爱的萧夫人了。两个都见了吗？怎么样？跟传闻有差吗？不差，应该说是更甚。果然是这样，早就知道对方不好惹，这次计划实在是险。咱们就如那火中取栗，你万万要再多加小心。怎么了？难道你露出破绽了不成？怎么了？难道你露出破绽了不成？不是，是我觉得要不咱们这次计划还是算了吧。怎么了？可是出什么事情了？是那位据说能看透人未来的萧夫人太厉害，还是那一位传闻嗜杀成性的宁都公太残暴吓到了你，以至于让你心生了惧意？二人确实让人心生忌惮，特别是那位宁都公，今日只见第一面，他就对我产生不止一次的杀意，还把我打得吐了血。我知道，若不是因着他还要用我，今日我的命恐怕都要交代在皇宫里了。可是这些还不足以让我退缩。
对方实在是太过宠爱他的那位夫人了，我都不知道如何形容那种感觉，好似愿意为了对方一个笑做任何不可理喻之事，看得只觉得让人毛骨悚然。这种爱未免太可怕了些。我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原来是这样。那位宁都公本来就是个疯子，他的爱自然不会正常，可越是这样，对你未来才越好。我说夫君，你就不觉得你这洗的也太久了吗？我人都被汤匙蒸熟了。夫人觉得这要怪谁？那肯定不能怪我吧？哼，小东西。哎，阿错，我能控制功德了，厉害，恭喜夫人。那咱们赶紧回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试试了。哎，怎么回事？下午的时候我明明能控制他们了，怎么现在又不听指挥了？只是围着宁错身边绕，半点没有进入对方身体的意思。你还笑？我现在可是在做正经事。好，本座不笑。biu biu biu。宁错就这么看着他转，等他有些头晕的时候，将人直接搂进了怀里，笑着俯身点他的鼻尖。小东西，已经很晚了，不如明天再继续。可我好不容易才让这些功德听指挥，不应该趁热打铁吗？夫人今天降服这些功德已经很厉害了，下午又忙活了那么一场，肯定都累坏了，如今估计是精神不济了，所以才没成功。夫人今天降服这些功德已经很厉害了，不如明天养精蓄锐再试。夫人为了本座这么辛苦，现在再熬夜的话，本座可是会心疼的。那好吧。乖，阿错，为夫在。阿错，我最近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可都是为了你，你可千万要爱惜人家呀。为夫知道，为夫爱你，为夫爱死你了。有多爱？想把命都给你，够不够？夫君竟然这么爱我，那阿错，你知道我最爱你什么吗？这小东西还从来没说过爱语，难道今日是喜？你最爱本座什么？我最爱你在下面埋头苦干。还等着爱语的宁错真是无语。哼，混蛋，都说这么明显了，怎么还没反应啊？今天可是还没交公粮呢，怎么就睡觉了？哼，平日里急色急得跟什么似的，恨不得天天让我下不了床。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可就躺在你怀里，这家伙竟然没扑上来，莫非是我魅力不够了？莫非是我魅力不够了？不可能，我这么粉嫩嫩的，身体又被改造的越来越顶级，所以肯定不是我的问题。宁错终于回神了，刚准备开口，就瞧见了面前一阵的波涛汹涌扑面而来。夫君，我想看你进出的迷人样子了。你那是什么反应吗？我都三番两次的暗示你了，你怎么还这样？算了，不想就算了，我睡觉了。阿错，你不会是又不行了吧？宁错无语，小兔看看他不动，以为自己猜对了。阿错，你别担心，我那里还有药。宁错再次笑出了声，笑得鬼畜十足，将说着还有药的女人直接翻身给压了下去。小东西，本座一直没告诉你，本座有个7天7夜的梦想，以前一直顾忌着你身体，如今却不需要了。毕竟夫人现在的身体比本座都好，所以本座现在想试试，顺便让你好好看看本座到底行不行。6日后，太阳高挂天空。啊，没了！我真的一滴都没了！我真的一滴都没了！你还说6天不见女人了，下了床竟然还能偷偷溜出宫，你可真够厉害的。我不跑行吗？宁错那个禽兽说要折腾我7天7夜啊！现在都已经第6天了，他还不让我下床。要不是我哄着他说饿了，要他亲自去端饭给我，这才将人支开偷偷溜走。如此柔弱不能自理的我，现在可还在那禽兽的魔爪之下。可你出宫也不是办法吧？你家男人只要想，随时都能来抓你回去。这你就不懂了吧，小明？只要打断这7日的连贯，那就不算7天了。所以我只要躲过今天下午，那宁错的7日梦想就破碎了。你有没有想过，所谓梦想，如果一次完不成的话，那么很可能会有2次。是啊，那怎么办？我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哎，不对啊，我干嘛要回去？下次他再敢，我还跑不就对了吗？是了，反正绝不能让那混蛋得逞。呵呵，再跑难道就没有再来的？
他家那男人像是会死心的人吗？你这不是让自己陷入无限循环之中了吗？走吧，小明，还有几天没出门了，京城的百姓肯定又该想我了。小明，我好像饿了，你帮我买2个王记包子回来，我先垫垫，等会儿我带你吃好吃的。别乱跑，一会儿就回。萧兔的点头，背着小手朝热闹的人群看去。什么情况？这也就几天没出来，这俩人这是好上了？可是不对啊，苗一娜的姻缘明明还印在我家坏蛋身上啊，怎么突然又跟宁流云好上了？想着，萧兔视线就落在了宁流云的身上。不看不知道，宁流云这货竟然是真喜欢苗一娜了。哼，这女人可以啊，心里面惦记着我家坏蛋，面上又勾搭上宁流云，这明显是要搞事儿啊！就知道这女人不对劲儿，果然这不就来了。夫人怎么在这儿啊？真是太巧了。就这演技，现代奥斯卡都欠他一个小金人儿。夫人这是从哪儿来啊？我从东土大唐来。夫人就一个人吗？我怕半个人吓到你。夫人真会开玩笑。那什么，今天突然在街上见到夫人真意外，不过我很高兴。你放心，接下来我会让你一直高兴下去。这话怎么听着就这么不是味儿啊？其实这几日我一直在找夫人，不过听说夫人跟圣上都很忙，所以也不敢私自去打扰。不知圣女阁下找本夫人是有什么事情吗？我听说夫人您是整个京城出名的大师，所以早就想找夫人算上一卦了。哦，要找我算命是吧？明白。圣女想算什么？我想算姻缘。首先呢，从少女的面上来说，你的前半生是注定没有男人缘的。那我的后半生呢？少女前半生没有男人缘，可是到了后半生，少女前半生没有男人缘，可是到了后半生，你就怎么样？就习惯了。南疆的圣女，不知道你找我家主子什么事儿？小明，你回来了。这位少女没做什么，就是找我来补个姻缘而已。这主仆2个都什么人啊？不行，再冒险待下去，肯定会被萧兔看出破绽。夫人既然要用膳，那我就先告辞了。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跟夫人聊。这也算用膳了？还真是聪明。这女人找你来干嘛？不会真的只是为了算卦吧？应该是特意来接近我的。接近你，她想干什么？莫非是想对你不利？那倒不至于，人家的目的从始至终就不是我，而是我家那个大坏蛋。你是说这女人是冲你家宁错来的？她脑子没事吧？你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再怎么说，我家阿错虽然看着是吓人了一点，可他乃是这天下的帝王啊，又长成那样，有人垂涎是挺正常的。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还放任对方？急什么？这一个不过是先头兵，人家背后还有一个使团呢，而且这人已经急得团团乱转了。想来这几天是想方设法都见不到某个坏蛋，这才在宁流云身上下的手。这位流云公子不会真是喜欢上对方了吧？虽然很不想承认，可是看起来好像确实是真的。他现在有点怀疑，这位南疆圣女会不会是修的什么媚术啊？不然怎么就这么几天就俘获了宁流云了？莫非就是仗着这一点，所以才冒这么大的风险接近宁错的？南疆那个使团到哪儿了？昨日已经进京了。这么快？是很快，好像屁股后被人赶着似的。这么远的路，竟然7日就到了。听说明日南疆这些人就会进宫朝拜啊？这么无缝衔接的吗？爷，夫人扔下您跑了，您不去追呀？说的本座追的人就会回来，让本座继续睡似的。南疆部族的那些人都已经让人悄悄给围了，爷您看。可惜了，就差一点，本座就能悄然把事儿办了，偏那小东西给跑了。主要还是爷您下手过早了，怎么6日前就……本座倒是想晚些时候，可你知那小东西那晚是怎么气本座的？本座当时如何忍得住？就算夫人不气您，爷你也没见得忍得住过。反正现在夫人是跑了，还刚好赶在南疆人要觐见的时候，夫人到时候要是不去凑热闹，才见鬼了呢。本来他们家爷的意思是在南疆使团来时，提前将萧夫人折腾到床上去，这样呢，他们家爷趁夫人睡着的时候抽空出去一趟，神不知鬼不觉的将事情就给办了。这样就算夫人心中有些怀疑，可也不会发现他们主子爷干了什么。可是现在
主子爷又没把持好自己，竟然提前6天就开始睡人了，一连6天呀！萧夫人都愣是被他给吓跑了。哎，都不想说了，这都第几次了呀？都不想说了，这都第几次了呀？只要事情碰见夫人，哪怕爷刚开始想出再完美的计划，最后都会砸在自己手里。你这狗奴才，日日里腹诽本座，本座就那么多槽点给你吐是吗？多大点事，不就是让那小东西错过南疆这些人吗？有什么难办的？大不了今日那小东西回来，本座多睡他几日补上不就是了？到时计划必定万无一失。主子，您确定不是以此为借口想多睡夫人吗？还有啊，您这都6天了呀，您还要继续的话，身体熬得住吗？要是身体被掏空了，您怎么办呢？以后岂不是要靠日日吃药了？这样我们以后还有好日子吗？再说了，夫人知道了又该笑话您了。本座看你这兔崽子，今日真是活腻歪了。爷，冤枉呀！奴才这次不是腹诽您，就是担心夫人，她恐怕会有警惕心，不会轻易被您骗，哄住。这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他与本座是毒药，本座与他也不差什么。以本座的魅力，到时候再卖力气就是了。爷，您可真是……哎呀，住脑！什么事儿啊？是南疆圣女，她刚才跑去找了夫人。不是说了不许她接近夫人吗？可能是心存侥幸，找死！爷息怒，您的计划为重。若不是为了计划，本座早在发现他模仿那小东西的时候，就将他碎尸万段。这也就罢了，他竟然还敢觊觎本座。本座这么清清白白的一个人，名声却被他玷污也不说了，可他竟然还想闹到那小东西面前去。若是被那小东西看出来，本座留着一个对自己有觊觎之心的人在身边不杀，本座该怎么解释？他这是要本座命啊！爷，不至于啊！夫人就算看出那个狗屁圣女对您有想法，可她也不至于知道主子爷您也看出来不是？可本座自己知道。眼瞅着就要天黑了，我没想到你今日竟还是会这个点才回去。今天生意好，一口气救了10几个，功德有200多个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是刚出来的那会儿，你不是怀疑这几天下不了床不是巧合，当时竟没有第一时间跑回去质问你家那位。他明白是想背着我干什么，就算我回去问他，那坏蛋也不会承认的。你是不是猜到些什么了？总觉得你这次对苗一娜这些人处理得太过放纵了。你这是从哪看出来的？没从哪儿啊，就是突然想到了那位老玉爷而已。当时萧兔初见了玉老头，知道对方这次回来就是个祸害，可是直接叫人动了杀手。看吧，我们小明互为疑惑的。好吧，我承认你想的是对的。我之所以一直没对苗一娜动手，确实是有原因。这其一你也知道，我怀疑这群南疆人突然进京，是为我家那坏蛋办什么事儿来了。至于这二嘛，我也仔细琢磨过，我家那位究竟是想做什么。其实这些并不是很难猜，因为能让我家这疯批在意的东西，我想来想去，竟然只有他女人我了。到我身上就更简单了，我最近烦的也就一件事儿，那就是怎么帮他延寿。唉，你也知道，宁错自从拥有我这么完美的女人后，他就跟那疯狗叼块肉骨头似的，整天藏着也不是，放出去又不放心，只能天天叼在嘴里，走哪都恨不得咬着。期间谁要是敢多看他骨头一眼，他就跟谁呲牙，恨不得当场咬死对方。你可真会形容你男人啊，不过别说，确实挺贴切的。所以你看他这样，怎么可能放任100年之后自己死了，他的肉骨头却还留在这世界上，可不想方设法的延长自己的命嘛。可你不是在帮他想办法了吗？你觉得宁错会是坐等别人想出办法来的人吗？我看啊，自从我告诉他我的寿命比他多时，这家伙肯定就自己找办法去了。而且他看我最近为此事这么郁闷，只会导致他的手法更加激进。所以我不动南疆这些人，就是因为考虑到这些人或许是有办法帮他，尽管这群人可能有别的算计，我也想再等等看。我觉得吧，你家那位未必发现不了这群南疆人有意。是啊，这世界上谁能坏得过他？所以这些人我压根就没太在意。我唯一在意的是，那坏蛋为什么要瞒着我呢？会不会是自己也不确定能不能成，担心你跟着白高兴一场？要真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哎，对了，小明，我让你探查这次南疆送的宝物是什么，你查的怎样了？
查到了，是一株500多年的九曲灵参。这东西本就罕见，有这么多的年份，说是世上圣药都不为过了。据说一根须都能将个要死之人拉回来。那确实是好东西，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吃了肯定对身体好。哎，小明，你说我家那坏蛋之所以要瞒着我，会不会是因为他准备拿这个圣药练什么魔功之类的？像什么逆天而行啦，突破桎梏啦，或者冲击先天啦，最后一举寿命大增。而这其中太过危险，他舍不得我担心，所以才一直偷偷瞒着我。你这都是从哪里来的奇思妙想？这总也是可能不是吗？是，不过你也不用多想这么多，反正明日你就能见到那群所谓的南疆人了。有什么疑问，明天肯定也都解开了。事情恐怕没这么容易哦，我这一会儿回去，恐怕还有一场硬仗要打哦。那混蛋若铁了心不想让我知道，今晚肯定会想办法让我明日见不成那些人，就是不知道某人会用什么办法。夫人回来了，来，夫人今日回来晚了，可是让为夫好等。也就晚了一会儿。大师夫亲，你在这里干什么？一个人对月独酌，是心情不好吗？怎会，本座不过是等夫人等得有些无聊，自己随便喝2杯。哎呀，这模样实在诱人的紧啊！那夫君我回来了，你不会无聊了，咱们回吧。不急，陪为夫坐一会儿。当然没问题，夫君想坐多久都可以哟。夫人今天出去，听说碰见那位南疆圣女。是啊，夫君可是觉得不妥？怎会，本座就是好奇，她找夫人做什么？你整日派那么多人跟着我，还会不知道他找我说了什么？倒也不是，就是觉得夫人似乎对此女很感兴趣。是啊，夫君今日怎么这么在意这个问题？莫非你也对这位南疆圣女有兴趣？没有，只是因为夫人的缘故一问而已。我可以告诉夫君为什么，不过夫君要先告诉我，你找这些南疆人到底是来干嘛来了？为夫不是说了，这群人是自己进京献宝来了。哦，那本夫人也说，就是单纯觉得此女有趣而已嘛。小坏蛋。大坏蛋。小兔被他的舌尖勾得呼吸都乱了，人正是酥软的厉害。很快两人看得彼此呼吸又快了起来，慢慢的唇舌又缠在了一起。小东西，来陪为夫喝一杯。来了，这家伙终于要出手了，竟然想到了用酒对付他。不得不说，这个法子确实很适合萧土，因为3杯倒说的就是他喽。夫君自己喝就是了，我今日并无饮酒的兴致。兴致这东西，喝着喝着就来了。笑得邪美至极的男人狂饮了一口，对着他花瓣样的小唇就印了上去。宁错这狗男人，他不讲武德。小东西，为夫好好疼你，醒了就别生气了好吗？你不说话，为夫当你答应。明日你好好休息，为夫很快就处理好。大巫，娜娜这是在干什么？怎么跟此人搞在了一起了？竟然还表现得这么亲密，他是忘记了他这次任务目标是谁了吗？族长，我们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娜娜接近不了那位新帝宁错，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接近他信任的这位堂弟了。接近不了是什么意思呀？这么久了，娜娜也就见过对方1次，还因为偷看对方一眼就被对方打伤了。怎么会这样？娜娜可是我族最美的女子，一身的本事不说，还媚骨天成，她怎么会被人打？这位大钱的新帝哪里管你是什么身份，长得美不美，他压根连人都不看，眼里就只有一人，那就是他的那位萧夫人，整日里日日守着，恨不得寸步不离，连政务都不想管，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只为了不暴露自己，不得不转移目标，对这位宁流云表示兴趣，不然就怕被发现后被这个疯子给直接杀了。见过杀情敌的，却没见过发现谁喜欢自己都要杀的。不然我怎么说对方不可理喻呢？如果是这样，那咱们的计划该怎么办啊？咱们还指望着娜娜能……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对方既然需要我们帮忙，总归就还有机会。为了以防万一，我准备明日随你们一起进宫。
明媚的月色下，飘着淡淡花香的房间中，苗一娜媚眼如丝地勾着他，手腕上铃铛叮咚咚地响，像是奇幻的魔音。苗一娜勾魂的美眸中闪过了惊芒，手中银色铃铛突然急促地叮铃作响。宁凌云突然就如被按了暂停键，一动不动地愣在了原地，人也如呆滞的玩偶。刘源，你喜欢伊娜吗？刘源，你喜欢伊娜吗？喜欢。那你愿意为伊娜做任何事情吗？我自然愿意，包括献出自己的生命。包括献出我的生命。刘源，你真好。若此次事情成了，我允许你以后都留在我身边。我会陪着伊娜，永远都不会离开你。我知道，我的刘源最好了。如此，一切就在明天了。小东西，为父可要走了，走之前让为父带点花蜜去可好？你不说话，为父等你答应了。爷，差不多了。本座是不是有些太放肆了？去本座的司库，将所有的黄金还有黄金制品全都拉过来摆在此处。爷，您这是……那小东西喜欢这个，醒了看见肯定高兴，这样本座回来时说不定还能得个笑脸。还是主子爷您思虑周到啊，奴才这就叫人去办。大殿外不远，苗族一群人正立在公檐下，苗一娜站在其中，眼中也忍不住浮现了一丝热切。只要她今天能够顺利地拥有那个男人，那这里的一切乃至整个天下都将会是他的。宣南疆使臣觐见。伊娜，你身为我族中圣女，这次就由你带头吧。阿爸，朝堂上觐见不过是为了昭示我江南部族的忠心，这是你们男人的事儿，我就不去掺和了。等到了之后的宴席之上，那位大前陛下真正要和咱们谈正事时，我自然会亲自出场。刘源，我想欣赏一下宫中美景，接下来你陪我到处看看行吗？当然可以。很快他就确定了后宫的所在地。怎么了，刘源？前面是未央宫，不能去了。为什么呀？我看那处才是整个皇宫最漂亮的地方，我们就过去看看吧。那里不让人靠近，再往前走会有人出来阻拦的。刘云，你也不可以吗？不可以，那里是帝后的住处，外人靠近都会死。可刘源，你不一样不是吗？那里的人应该都认识你才对，你就带我去看吧，我就去看看，看看就离开了。真的不行，伊娜，帝后的住处外人不能进，就算是我也不可以。刘源，我想去，你带我去嘛，就一次好不好？我说了，我也无权进去。再说，我现在带你去，一会儿消息就会传到前朝，主子知道消息定会震怒，从而降罪你的。不用担心，今日你堂哥还需要用到我，不会怎么样的，你就带我去吧。不行，我进不去。我不信。说着，苗一娜忽然松开他的手，美眸含着一抹吝啬的摇动起了手上的银铃。在他手中的铃铛响动下，宁流云却一直笑得万分无奈的样子。好了，苗姑娘，别摇了，你手不累吗？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没事？你明明被我控制才对，这是我亲眼所见，你是怎么办到的？我说苗姑娘啊，你说你为何非要盯着萧兔不放啊？比起以前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的下场，他对你可是够客气的了。你干嘛这么想不开，非往他身边凑啊？所以你确实能够自由进出未央宫，只不过是并不想带我进去，为此甚至不惜暴露自己根本没被控制。你这话竟然还怪上我了？咱们之前明明相处的多愉快啊，就这样恩恩爱爱的演下去不是挺好的吗？你说你没事非找萧兔干嘛呀？还让我带你进去？我带你进去，我是他娘的活够了敢带你进去？你这不是给我找事儿呢吗？本公子我这几天容易吗？我又是深情演出，又是出卖色相的，好不容易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结果啥都没捞着呢，竟然就搞得不得不自爆。我这上哪儿说理去？我这几日的努力算是白瞎了，可怜我豁出自己的清白之躯，被人占尽了便宜，结果啥也没捞到。你给我住口！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好色之徒！苗姑娘，这话你可要凭良心啊！明明是你贪图本公子的美色，几次三番对我眉来眼去，暗送秋波，不然本公子也不会顺了你的意，跟你勾搭在一起啊！去死吧，你这狗贼！哎，不是，你这女人怎么说动手就动手啊？明明昨夜还说本公子最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了，还迷恋的抚摸本公子的脸，说要让我以后日日陪着你，怎么翻脸就不认人啊？住口！我杀了你！哎，你这是谋杀情夫啊！找死！哎呀，宁错这个混蛋竟然用酒，太腹黑阴险了！淫贼，这是趁我睡着都干了什么？哎呀，我的老腰！
哎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一屋子的金子闪得眼睛差点没睁开。不能被迷惑了，小美兔，清醒点啊！这都是那个混蛋布置好的陷阱，千万不能上当。你现在可是要赶时间呢。小明啊，时间紧张，你赶紧去洗洗，咱们现在赶紧出去了。小明啊，没人，你可以出来了。你现在不是可以看清周围根本没人吗？啊，是啊。哎，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用偷偷摸摸的。哎，快，赶紧去前场看我家那个混蛋到底背着我想干嘛。说完，他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在李明善无奈的目光中，他又更加快速地跑了回来。怎么了？哎，我看见宁流云了，这家伙朝这边来了，咱们赶紧先躲躲。狗贼，拿命来！想要本公子的命，那就要看苗姑娘的本事了。哇，打起来了！哎呀，真是失策，出来竟然忘记准备瓜子了。这两人什么情况？昨日不是还在大街上秀恩爱吗？是啊，昨天恩爱，今日反目成仇，刺激啊！你昨日可是说宁流云对这位苗疆圣女是真心的呀？谁说不是啊？昨天看着爱得死去活来的，今天竟然出手无情了。哎呀，男人啊，这其中肯定有问题。本来这位流云公子会这么快喜欢上苗一娜就很奇怪。昨天你要不说是真的，我都以为宁流云是故意去接近对方的。是啊，昨天的爱意值都快满格了，今天竟然半点不剩了，真是神奇啊！你家男人这位堂弟看着很不简单。是啊，那个混蛋还不知道多少事情瞒着我，刚好趁这个机会，咱们躲在暗处好好瞧瞧。你不急着去前朝了？苗一娜还在这儿呢，那边肯定还没开始，先看这边。这个时候，只见苗一娜的袖中突然一把暗器飞射而出，这一抹绿光就嗖的一下飞出，朝着宁流云的脖子冲去。那竟是一只浑身发着绿光的虫子。苗一娜此刻的眼中溢出了喜色，可就在二人的目光下，宁流云的衣领处竟是嗖的一下钻出了一个蛇头，吧唧一口将那飞来的绿虫给一口吞了。我去，吓死我了！你这女人使暗器偷袭就算了啊，竟然还在暗器上藏毒虫，真是太阴险了！你怎么会有这东西？苗姑娘怎么这么说话？我家小翠才不是东西，这可是我的宝贝儿！你说话也太难听了些。这可是蛇骨，你从哪儿弄来的？苗姑娘都有虫骨，我这条蛇骨有什么奇怪的？南疆苗族本就人人善蛊，而这种秘法从不传外族，一个中原人怎么可能会有？苗姑娘怎么就这么肯定没外传过呢？毕竟你才多大呀？你也是南疆人对不对？你是哪个部族的？怎么会成为这大钱的王爷？苗姑娘开玩笑了，或许姑娘想想本公子这个王爷是什么称号，或许会有答案。你的称号是镇南王，是吧？所以姑娘明白了吧？本公子就是朝廷派去驻守在你们南边的王爷，会点你们那里稀奇古怪的玩意儿也不奇怪吧？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你们这群顽骨的这么危险，我堂哥不清楚，我却是清楚的。我当然要为自己亲堂哥去试探下你们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念头了。明日你好好休息，为父很快就处理好，回来陪你的。明天老娘死都爬起来，看你这个淫贼大坏蛋到底背着我干什么！小东西，你是不是在心里骂我？夫人看来今日酒量上涨啊，为父陪你再喝一杯。感觉自己就这么被美酒还有口中诡谲米粒的唇舌给彻底的一点点的灌醉了。小娇娇，别急，这就给你。伊娜这是在偷偷看我吗？是不是被本公子的风流气度迷住了？你别瞎说。哎，伊娜都被我抓到了，竟然还不想承认。刘云，你这么晚了，怎么还在这里啊？不是伊娜说今晚要我留下的吗？我哪有？哎，竟然没有。那看来我只能先走了。别，你留下来。我就知道伊娜是舍不得我的。刘云，你抱我回去吧。乐意为美人效劳。可惜啊，我还啥也没试探出来，就被你逼得不得不暴露了。你骗我的事儿，我以后再跟你算账。今日我还有事，就先放过你。哎呀，差点露馅了，可真是不好忽悠啊！我这一天天的，我容易吗？我看你挺容易的，这不是三言两语就把人哄住了吗？嫂子，可以啊，流云公子，这一套一套的，以前我都没发现你这么能说会道啊！你醒了？宁错那变态竟然没搞定他女人？不对，宁错什么时候搞定过他女人啊？哪次不是他女人搞定他呀？是了鬼啊！萧族既然醒了，
那堂哥今日要干的事儿，岂不是要被发现了？这可怎么办啊？不行，他要赶紧传信过去，不然宁错那个变态被抓个正着，估计要疯啊！是啊，我醒了，你要不要告诉你的好主子啊？嫂子说笑了，我这哪里敢啊？你要是告诉他，我就用刀给自己划个伤，然后一会儿去找他，说是你跟苗一娜打斗时不小心伤了我。你好狠！哎呀，过奖过奖。当然，你若是不告诉他，那今天我就当没看见你，你也没看见我，咱们和平相处，以后啊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可真谢谢你了。哎，不必客气。所以你选哪个啊？我选相亲相爱一家人。乖。堂哥，真的不是我不想帮你呀，而是你的女人根本就没给我留活路啊！这一天天的我容易吗？我先前死乞白赖跟宁错那个变态讨了个卧底任务，终于不用整日里批折子了，出卖了清白，出卖了色相，就差出卖肉体了。所以堂哥，不是我不想帮你，而是我真办不到的呀！你们夫妻俩的事儿还是你们自己解决吧，我真的是掺和不起呀。那什么，嫂子，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急什么？我话还没问完呢。嫂子还想问什么呀？苗一娜的问题啊。所以是哪个族啊？什么呀？萧兔看他装傻，直接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捅你还是捅我呢？企业族，你不用问他，企业族早就被以前的御史皇族给灭了。所以宁错途径御史，不光是为了自己当皇帝，还是为了报仇。差不多吧。差不多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之一，就像宁错他掀翻御史自己称帝的也是目的，当然这其中还有你的一部分原因。还有我的事儿？对呀，你还记得自己被朝臣参奏那次吗？皇上当时曾有意取消你跟宁错的婚事儿，当时你家那小心眼的男人就对皇帝起杀心了。听小乐子说，当时那可是在朝堂上，你家那位轻飘飘的看了一眼皇帝，泄露出了一丝杀机，甚得当时就在一边的他后背都凉了。之后计划就加快了，到你后来打了高贵妃那日，厌恶事后这些人作妖，再做到你面前，他就直接不准备等了，跟着去到皇帝寝宫，还刚好听见对方准备要对你下手，这不，你家男人一高兴，就将老皇帝跟他全族都下去见阎王了。竟然是这样，意外吧？我估计这些事儿啊，你家那位是不会告诉你的。我的这位好堂哥呀，别看他跟你面前骚得跟什么似的，其实最不会表达感情的就是他了。哎，那嫂子没事，我就先走了啊。哎，急什么？我还没问完呢。哎呀，嫂子你就放过我吧。现在说说你们那个企业族吧，是干什么的？没干什么呀。萧兔对他一笑，重新拿出了匕首。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娘家给我父亲的时候就被族里除了名了，至于企业族被灭的时候，我都还没出生呢，我是真对那里不了解啊。是吗？你若是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东西是哪里来的？这个嘛，我是镇南王，所以想好词儿了吗？就给我编。是我娘教我的。这就对了嘛，家族传承有什么不好说的？我们又不会歧视你。他竟然忘记萧兔能够读心了。嫂子，你这就过分了啊！切，谁让你嘴里没几句实话？哎呀，好了，不说这些废话，说说你娘对宁错。啊，我听不见，我也不会去想，我什么都不知道。哼，跑得倒是够快。走吧，小苗，咱们去前边，我倒是要去看看这混蛋又背着我干什么呢。姚一娜跟着一个领路的小太监来到了一座华丽无比的阁楼前。华丽的楼阁内并没有他想的凝重肃穆，反而是一片靡靡之境。有问题，绝对有问题。大巫，你没事吧？圣女来了，快坐下，宴席都开始很久了，你怎么才来？大巫，你们这是干嘛？怎么在这里喝酒欣赏起歌舞了？没事儿，这不是圣上赏了宴席，咱们身为使臣，不能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嘛。苗圣女终于来了，到上本座久等，来个人陪陪圣女。苗一娜瞬间被两个男子左右围住。圣女不必客气，来欣赏下本座特意为你们准备的这首舞。苗一娜只觉眼晕，摇了下头，再看几下，人却是被吸引住了一般，视线怎么都没有办法从这群人身上移开。
随之他脸上就出现了笑意，然后这笑意就越来越深。客人们既然这么喜欢，你们也给点劲儿啊！话音落下，楼内温柔的乐声瞬间高亢起来，而店内扭动的舞娘们身影也随之加快。爷今儿个可算是高兴了，都是这起子小人，一个个的全部长眼，还敢自作聪明的想算计爷。我操，又搞什么呢你？这个变态！这女人要来了，你知道吗？你这个样子一会儿被她看见，看你回去怎么解释。你说你至于吗？人家不就是觊觎了下你吗？你一个大男人被人想一下也不吃亏吧？本座是那小东西的，谁觊觎谁就该死。我看清楚了，那东西在苗一娜体内，不过想引出来恐怕不容易。这差女武虽然世心乱性，可靠她引出古王，怕还是差些。那本座亲自试试。宁错嗑着瓜子儿，略掀起的诡谲眸子深黑不见底，正对上了还在狂笑的苗一娜的眼睛。苗一娜本来神志不清醒，可此刻忽然觉得心头一阵的不适，身体一阵血气翻涌，似是有重要的东西差点破体而出。哦，有些能耐呀！苗一娜此刻已经惊醒过来，她满头的冷汗如雨下。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之所以一直不杀我们，就是为了我身体里这只能给人续命的蛊王吧？本座一早就赞过苗圣女聪明，果然一下就知道本座要什么，怪不得能培育出情蛊这种东西。你竟然连这个也知道了，怪不得早早就做好了准备。对付你们还需要本座早做准备。苗圣女，你也太将自己当回事儿了，一群动动手指就能碾死的蚂蚁。要不是人死蛊王，你以为本座会让你们活着来到京城？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情蛊已是隐秘，蛊王的事情更是我苗族的绝密，每代只有大巫跟族长圣女才知道，从没有外传过，你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儿，本座还要感谢你们这群蠢货。若不是你们狂妄自大，令人发笑的想给本座种什么情蛊，而选择主动来京，本座还没兴趣去关注到你们这样一群跳梁小丑，哪想不过是让人去你们族里光顾了一番，就给了本座这么大个惊喜。害人去了我们苗族的人，还进了我们族地，你还让他们都做了什么？圣女以为呢？你杀了他们！苗圣女想哪里去了？本座才没有杀光你全族，那可是一条条人命，你把本座想的也太残忍了些。他们还活着？当然，你看他们这不是就在这儿吗？宁错抬手指了指楼顶，数不清血淋淋被吊着的人。人都在这儿了，本座可一个都没杀，所以圣女应该看到本座的诚意了吧？你自己把蛊王交出来，本座就放了他，如何？这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就是生死之间的抉择，因为最能让人痛不欲生的，从不是来自外人的伤害，而是来自自己全心全意对待之人的轻视、背叛、舍弃。方才本座只问了一遍，圣女心中立刻就有了答案，不过就是不知道被你推出来去死的族人怎么看。苗一娜顺着他的话转过头，径直的就对上了无数族人失望、埋怨，甚至还有些恨意的视线。别这样看我，我也不想的，可我没办法，我救不了你们。那就成全圣女。一声话落，吊着的人脖子上的绳套随着命令骤然开始收紧。你是故意的，你早就知道我会这么选，为什么还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么你为什么要去找他呀？你这个疯子，你不是人！多么令人感动的画面呀！不知道的还以为多情真意切呢。堂哥，虽然我很想帮你，可是你疯批起来真的实在是太吓人了。我要是现在上去扰你兴致，估计头能被你打掉。所以嫂子等会儿来了，看见你这样，你就自求多福吧。突然楼中一角，一道泛着悠悠寒芒的壁影朝他飞射击来。老东西，等你很久，大巫倒是能忍，眼睁睁地看着本座杀光你的族人也不出手，就等着本座高兴忘形之下好一击必杀吧。我的这一条碧灵蛇乃是吞噬了365种毒虫毒花才炼制而成的，你徒手碰上，为什么一点事儿都没有？比起自己的族人，看来大巫更关注本座。从发现他们被你带来，我就知道圣女跟他们
我只能选其一。可当初既然他们也同意了计划，那自然也该愿赌服输。就如我知道是你杀我族人，逼我族圣女，老身也自然会让你血债血偿。血债血偿，本座好久没听过这句话了。你们也是这个意思吧？那就别装死了，一起来吧。被舞女迷昏过去的苗族族长等人早就被大巫用蛊唤醒了。不用这么看着本座，不是要血债血偿吗？动手吧，都退下吧，本座亲自陪他们玩玩。话音落下，凡是此刻在男人周边的脖颈、头颅、心脏、肚腹，一簇簇的血雾爆开，惨叫瞬间此起彼伏，华美的楼阁一片猩红。小苗，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奇怪的味道？是血腥气。宁错的人，这是跟苗族人打起来了。宁错的人，这是跟苗族人打起来了。哎，快走快走，去看好戏了。就只有这点能耐吗？这怎么可能？以你的年纪，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武功？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情关心本座？看来是人死的还不够啊！你不必太得意了。既然这一次我们赶来闯这一趟龙潭虎穴，自然不会让你失望。感谢诸位为本座准备的这份惊喜，接下来本座会一个一亲手送你们去死。随着声音落下，苗族中人口鼻之中竟然同时淌下血来，强烈的眩晕感让他们的身体一阵的摇晃。全部人撤！满楼阁此刻往外逃的苗族人就如被恐怖的东西吸住了，瞬间再也动弹不得，自己身体的一切竟然都被这可怕的吸力往外扯，骨骼嘎吱嘎吱地发出脆响。快住手！可惜站在血腥中模样如魔一般的男人怎么会住手呢？这是什么魔功？不知道啊，不过此人现在的样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大巫，你认识？太好了，你快好好想想，快好好想想怎么破解。我见过这些人，可我见过的那些人都是被人控制的杀人武器，从来还没见过。大巫，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说重点呀！族人们要扛不住了。我只知道这个族群叫齐叶族，不过对方早就在20几年前灭族了。他跟咱们苗族差不多，不过咱们是练蛊御敌，可他们不光练蛊，还会练人。可他们练人也就跟练蛊一般，都是作为杀徒之用。我从没见过哪个人被炼制过后还保有神智的，怪不得此人长成这般模样，原来根本就是个邪物。你就别感慨这个了，你快说说他有什么弱点啊？这我都没见过这样情况，所以并不知道。圣女，你别害怕，此人还需要你身体中的蛊王，他不会轻易杀你的。是啊，不会杀我的，我死了，蛊王也死了。对，我不会死。圣女，你先别激动，你先听我说，他不会杀你，可你却能以此做条件，让他现在赶紧住手，这样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苗伊娜她听明白了大雾的意思，这是要让他以自己为交换，换他们一群人离开。圣女，我们苗族就剩这么多人，他们不能再死，再死我们就真的灭族了。而且你心里也很清楚，对方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不过你也不必害怕，老身会陪着你一起留下。去吧，陛下，只要你放了这些人，我就……圣女说什么？不必想着跟本座谈条件，本座也从没想过你会自己交出蛊王。本座要的东西，从来都是自己取。说完，苗伊娜身上的衣服瞬间崩裂，而宁错也抬起了染血的手，像一个嗜血的恶魔，要将她身上的皮肉一寸寸的全切开，自己找。宁错，你这个混蛋在干嘛呢？小兔，宁错，你这个混蛋王八蛋，竟然敢这么对我！小兔不是你想的那样，本座可以解释。解释？你解释啊！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释！渣男、禽兽，竟然把人家衣服都脱了！你说你想干什么？不是本座脱的，是他自己脱的。他脱你就看嘛！绝对没有，本座一眼都没看过。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明明靠得那么近，你不是要看，你是在干什么？气死我了！宁错见此，立刻抓住了苗伊娜的脖子，用力的一把扭断，然后快速的对萧兔道：小兔，你看，本座刚才就是见他脱光衣服，太生气想杀了他而已。现在他终于死了，你别生气了。主子爷，咱们费了这么大劲儿，布了这么大一局，眼看蛊王就到手了，你怎么将人给直接杀了呀？人死骨死呀，您还记得吗？什么？苗伊娜就这么死了？
苗一娜现在要是活着，估计也还有100句妈妈屁要讲。不是说好了要古王不杀我的吗？再说衣服是我脱的吗？分明是你他娘的要对老娘用狠毒的酷刑，去找那只藏着的古王啊！刚才受尽惊吓折磨，我认了。可你跟你女人吵架关我屁事啊！杀老娘干什么？妈的神经病！苗一娜就这么死了，萧兔也看呆了。不是，这就死了吗？这种一看就是很有心机又厉害的标准女配，出场才几集啊，这么容易就嘎了？这有可能是我的轻敌吧？宁错为什么下手这么快啊？这也太始料未及了些。小兔，人死了，你不生气了吧？我不生气。看来夫人还是生气了。谁说我生气了？再说我为什么生气？我凭什么生气？我生什么气？我干嘛生气？我怎么会生气？我怎么可能生气？你又没有错，我生气干嘛？都说了没生气了。就在众人恍惚中，忽然听到了周围传来了一声破空的呼啸，苗族仅剩的那个大巫朝着他们的主子偷袭的狠狠一巴掌拍去。正绞尽脑汁想着怎么哄老婆的男人，这会儿竟然什么都没发现，所以被一掌拍了个正着。哎呦，主子，主子！主子，阿错，你怎么样了？伤得这么重，快给我看看。没事，小兔，不必担心。为父多厉害，你还不知道吗？说罢，竟然歪头又吐了一大口血。又吐血了！你先别说话了，我先看看你的伤。夫人这是不生气了吗？你刚才是傻了吗？竟然直直的站在那里让对方打，平日里不是挺厉害的吗？怎么这次这么不小心？那会儿正想着怎么让夫人赶紧消气，为父根本就注意不到别的。怕我生气，就不该什么事情都瞒着我。你这次故意把我灌醉，不想让我来到此处，难道就不怕我醒了还是会生气？是本座做的不对，不过此次这些苗疆人手段确实太阴毒，他们的蛊虫也让人防不胜防。本座不想你跟着过来冒险。真的？宁错却是众人又吐了一口血出来。你怎么样？怎么又吐血了？我叫人赶紧去找大夫过来。已经有人去了，夫人不必担心。还有，本座说的是真的，本座可以保证。好了，你先别说话了，我相信就是了。你先别说话了，我相信就是了。你先让我看看你的伤处。宁错视线转而又落在了苗族大巫身上。多谢大巫出手，可是又帮了本座一个大忙。这个大前新帝娘的是个神经病吧？听闻古王是大巫跟圣女一起培育出来的，大巫不必这么急着去死，等你帮本座办完此事，定然会送你跟下面的族人团聚的。想让我培育古王，做梦！苗疆的摄心阴，本座早有耳闻。刚巧本座手下也有不少精通此道者，大巫不如下去亲自品鉴下，是你们族中的摄心阴厉害些，还是本座手下这群不成器东西的迷魂术厉害些？夫人怎么不说话？是被为父的伤吓到了吗？萧拓此刻正在丑男人的后肩，顶级美玉的肌肤上除了一片炫惑的光外，竟然啥也没有。是被你啥也没有的伤处吓到了？为父一时忘了，这次受的是很重的内伤。小兔别担心，就算是内伤，为父很快也会好的。你呀，整日里嘴里不知道哪句是真的。夫人放心，本座对你绝对是真的。太医一会儿就来了，你就先这样，别乱动了。夫人放心，为父都听你的。今天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呢。可夫人刚才不是说原谅本座了吗？我那是原谅你灌醉我的事情，如今要说的是苗族这群人，你也是时候该好好说说是怎么回事了吧？都是些死不足惜的杂碎，夫人根本不必理会。赶紧给我老实交代了。还有周围这些苗族人的尸体，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如今又为什么全都杀光？起因、经过、结果，这中间一个字都不能少。夫人应该知道，他们来是为了本座办事，不过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本座要找延寿的东西，这才特意请旨意来此。哪知到了之后，本座就发现这就是一群图谋不轨、妄图控制本座的骗子。他们想控制你，要怎么做？这群玩蛊的实在阴险，培育出一只什么情蛊出来，妄图接近的时候下在本座身上。可他们做梦都没想到，本座除了夫人，哪个女子能近得了身？竟还妄图让本座因为那只情蛊爱上他们的圣女，他们就连这个前提都不可能办到。就算侥幸让他们成了又如何？以为凭着一只虫子就能改变本座的心意，何其可笑！他们如何会知，
本座对夫人心如飞石，岂可专也？竟兀自做这种令人发笑的春秋大梦。至于会杀了他们，那是方才他们偷袭下对本座下蛊成功，以为本座对你变了心，一时丑态毕露，被痴心不改的本座一怒之下把他们全宰了。所以夫君的意思是这群苗人图谋不轨，所以你就杀了他们？好了，小兔，别生气了。此事从一开始，本座就知道他们的计划，之所以一直不杀，是为了苗一那身体里的蛊王。那东西有强大的生机，能延人寿元10几载。至于本座为什么要虐杀这群人，小东西你是知道的。本座最接受不了就是有人将你我分开，他们不该算计到这点上。那个苗族的圣女，她觊觎本座，她还想要用情蛊控制本座，她想让本座跟夫人分开，这怎么可以？谁也不能分开我们，谁都不可以。谁这么做了，本座就让他痛不欲生，死也死得难安。人是本座杀的，手段血腥了点，不让夫人看见，是怕污了夫人的眼；瞒着夫人，是怕吓到了夫人。是本座做的不对，本座可以道歉。所以小兔，你会原谅为夫的，对吗？这个混蛋这是又开始了是吧？小兔，你会原谅为夫的是吗？说着低头又去吻她的唇，一下又一下。阿错，你先放开我。宁错却是一把扣住了她的后脑，更用力地吻住了她的花瓣红唇。我原谅你了。是真的吗，小兔？你不生为夫的气了？是真的，比你的珍珠都真。夫君，你骗我，我确实会生气，可我生气并不代表我会嫌弃你。阿错，你不要总是觉得我会害怕你，我如果害怕你的话，当初为什么还要选择跟你在一起？你是什么样子，我难道是今天才知道的吗？小东西，你的意思是，无论为夫是什么样子，你都喜欢吗？不然呢？不喜欢你，干嘛要跟你结婚？不喜欢，为什么想跟你过一辈子啊？小东西，你怎么这么好，让为夫好爱啊！好想将你就这么藏起来，只有为夫一个人看到就好。小东西，你应该早点告诉为夫的，这样为夫就不会总是患得患失，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想些不好的事情。你不知道，从为夫确定非你不可后，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刻，本座就确定不了自己爱你的方式到底对还是不对。为夫好怕一个控制不住会吓到你，让你终究有一天发现真相后，会与为夫形同陌路。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从一开始就让你知道为夫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为夫都会控制不住的想，不然就将你直接囚禁在床上吧，这样就没人能看见你这小东西的美了，这样就没人再可以伤害你，我们也可以日夜都在一起，再无人打扰。这些都是些想法而已，就算为夫想，可就从来都办不到。因为每次只要你这小东西一看为夫，为夫心中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只敢老实的藏着。还是那句话，为夫是真的怕吓到你这小东西。你这个想法很危险啊！竟然这么早就想对我这样那样了。可是为什么将我囚禁起来的地方是床上，不应该是小黑屋吗？我的话是有什么问题吗？这家伙怎么这么乱？唉，都是我这该死的魅力太大，才会让阿错这样疯狂。小东西，为夫真是爱死你了。小黑屋是吧？好，为夫知道了。切，知道就知道呗，反正小黑屋 play 还没玩过，想想也挺刺激的，有空确实可以玩玩。夫人总是这么纵着为夫，是不是很爱我？你想听这个？想，为夫想死了。说给我听，说你爱我，说你离不开我，说你永远都只会属于我。好，不过你要先闭上眼睛。好，为夫不看你，你快说。萧兔悄悄地踮着脚溜了。小乖，快点说，说你爱我呀！我靠，我说堂哥，你好歹睁开眼睛看清楚是谁在说这话吧！哎呀，我不行了，我受不了了！你怎么在这儿？本座的小兔子呢？你问我哪里知道啊？他不是方才还跟你在卿卿我我吗？我可是看楼里就剩你一个，这才敢从上面下来的呀！来人，可有看见夫人？没有，手下们全守在外面，夫人并未从楼内出来。没出去，那怎么人不见了？你老婆不会是想跟你玩捉迷藏吧？
宁错眉峰挑了一下，跟着忽然想到什么，脸色骤然一变。宁错这混蛋这是要干嘛啊？不会是要搞什么邪教仪式吧？这个坏蛋什么时候弄出个这样的地方？这是要偷偷背着我干嘛？真是一会儿没看好他，就给你整点幺蛾子出来。就在他疑惑时，室外一阵风呼啸而来。哼哼，夫君来得好快啊！你这小东西还敢说？你骗本座闭上眼睛，结果自己却跑了，就没什么想说的吗？哦，我刚才就是看夫君这么可爱，逗了下夫君。倒是夫君发现我不见，竟一下就追到了这里来。是你知道我在这里，还是怕我出现在这里啊？这栋阁楼外此刻守满了暗卫，夫人若是出去了，必定会有人禀报。既然夫人没有出去，楼内又没找到你，自然就只能在这里了。所以夫君这是承认自己一早就知道这间地下室，还是说这里本来就是夫君你的？自然不是本座的。哎，这是什么啊？哦，是苗族进献给夫君的九曲灵参啊！说吧，夫君，将这里是准备干什么的，都跟我说说，一个字都不准漏哦。这里确实是本座的，至于用处，是用来炼制特殊的丹药。呵呵，夫君这是打量我看不出这地方的布置是祭台吗？是祭台，此处是用来祭祀本座族人之地。祭祀族人的地方，放这么多大药干嘛？是怕记着太无聊，顺便就用你们族人的骨灰炼个丹吗？说话啊！本座说的这个法子不错，为父改天试试。给我重说！那什么，我可不是有意偷听的啊，我就是随无意中我溜达到这儿，结果不小心听见的。给本座滚！你给我过来！那个，我听谁的呀？小兔，本座……你闭嘴！那本座先让他滚了。你还说？我生气了！宁错瞬间哑火，安静的闭上了嘴巴。你过来吧，赶紧给我过来！要不我还是不过去了吧？宁流云，过来！宁流云松了一口气，就在他要走到密室门前时，腿骤然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下。啊！你别以为我看不见，就不知道是你做的。夫人冤枉本座了，你刚才可是一直看着我的，本座什么都没做过。你整天给我来这一套是吧？好，你让宁流云滚了，我也不活了，我现在就吊死在你面前，我让你嚣张！萧兔掏出了一条白绫来。夫人为何随身带着这个？你管我！夫人，小兔你冷静点儿。我才不要冷静！你这个混蛋，不给你点教训，你当本夫人没脾气是吧？是为夫惹你生气，你教训为夫就是了。做错事为夫愿意受罚，你想怎么样都可以，为夫绝不说半个字。你为什么要上吊啊？我就要上吊，现在就吊死在这里！我要让你成为官夫，让你再也没了媳妇，大家一起嘲笑你！我的好堂哥呀，不是我故意看你笑话呀，谁叫你总是不做人？好，本座让他过来，你快住手！你是认真的？说是又来哄我，大可不必说。是真的，这次是真的。你自己亲口说的，再让我发现一次，你就等着吧。夫人，这白绫不如为夫帮你拿着。我不要，这是我最后的致命武器。你要是以后再这样，我就用它来对付你。果然是致命武器，刚好治堂哥你的命。真是太好笑了。宁错抱着萧兔，跟着手突然一抬，大笑的宁流云捂着另一条腿。哎呀！你怎么打他另一条腿啊？这样他还怎么过来？竟然打在了另一条腿上，看来是本座太不小心了。你脸上的笑好歹遮着，再说自己不小心啊！嫂子，你可看见了？堂哥他这绝对是故意的。去哪儿？你打的他两条腿都不能动了，我当然是过去把他扶过来啊！哎，不要，我自己会过去，你千万别过来扶我。就是你女人要是过来碰我哪里，你就准备废我哪里嘛。懂，都懂。切，这心眼小的都看不见我。你腿都不能动了，要怎么过来？你放心，我肯定能过去。哎呀，堂哥，你也看到了，我现在也是逼不得已，你可不能事后找我算账啊。你可真是个人才啊！啥也不多说，既然是同道中人，以后出门吃瓜，我萧兔身边必有你一席之地。我身边的猛将都有绰号，我也给你起个吧。你以后就叫铁头吧。我为什么一定要叫这么难听的绰号啊？因为你头铁啊。夫人，本座想试试他的头是否配得上夫人你取的称号。
你闭嘴！你们一个帝王，一个王爷，身份这么尊贵，为什么在一块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是啊，我竟然也站在这里，所以我身边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叫人难以言说的画面？哎，算了，不看了，眼睛疼。你嫌弃我无话可说，左右说了一回挨打，反正不是你打就是你男人打，所以我不说话。可你嫌弃宁错这个变态，他虽然也不说，可很显然他会将这笔账算在我头上啊，所以我最后还是要挨打呀。本公子惹不起你们，我这也就主动往你们身边凑这么一回，人他妈的都快被你们夫妻俩玩坏了，所以咱们两边节省时间，赶紧速战速决结束吧。嫂子，你有事儿你赶紧吩咐吧。你还真是赶时间啊！那你看看这里面布置的这些东西，你可认识是用来干嘛的？果然竟被他猜中了。他之所以冒着惹恼自家堂哥也要过来，那就是因为他先前听到了萧兔口中说的那个祭坛，那时他心中就有了不好的预感。我的好堂哥啊，你可真是比我想的还要更疯。宁流云这次却是下了决心，绝不能让对方这么做。嫂子，这个我认识，这是我们企业族的炼器仪式，而且这炼制的器材不是武器，而是人。堂哥他是想将自己炼了，成就不死不老的绝世神兵，这样就可以永永远远的陪着你了。啥？把自己炼了？不错，这是我们企业族的秘法，还是一种极残忍的秘法，是将人混账东西，让你说一句还不够，还敢犟？还敢讲什么？你不让他说，那你自己亲自告诉我。小兔，你别听他胡说。不听他胡说，听你胡说是吗？宁错，你整日嘴里有几句实话，你自己说。我平时不跟你一般计较，你还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是吧？动不动犯个病我就不说你了，我这一会儿看不住你，你就给我整出个幺蛾子，你还想把自己给炼了？你这么牛逼，你咋不上天呢？你以为不让他说，我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残忍的写法了是吧？还炼成神器，我看你是炼成神经还差不多。还神器，刀还是剑啊？你准备练成这玩意儿干嘛？是嫌自己不够锐利，不够硬，准备练得更利点，上我的时候给我穿在上面是吧？哼，我是知道你喜欢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猜到你可能会走极端，弄个邪法啥的，可我真是没想到，你不是练邪法，你是直接用邪法把自己练了。这是觉得当人跟我玩不过瘾，准备换个物种，让我试试人外多刺激是吗？想跟我白头到老，就想着把自己练了，你这脑回路日天了吧？真想把你脑袋打开，看看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奇葩，可真是百度搜不到，搜狗全是你，全天下的狗子加在一起都没你一个人狗。去练吧你，现在就去练，晚上也不用回来了，练好了你一个人过去吧。小兔，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本座可以解释。又想来哄我是吧？告诉你，这套没用了，你的解释有几句真话，你自己知道，我不要听。小兔，你不能只听宁流云一个人的话，就认定本座说的都是谎话。哼，你这是说宁流云说谎？好，你说他说谎，那他图什么？图你把他打得像现在这样，生活不能自理吗？或许是他嫉妒本座，你知道的，他没老婆。哼，是吗？那你练完也可以跟他作伴了，因为你很快也没了。你在这里好好清醒下脑子吧，什么时候毁了里面的东西，就什么时候再来找我。现在你满意了？那什么，堂哥，哎呀，别打，哎呀，别打脸啊！哎呀啊，饶命啊，堂哥，饶命啊！宁错一口气打了半个钟，人这才稍稍的抑制住火气。流云，你知道本座身边从不留知我太多秘密之人。流云知道，这么多年我是唯一的那个例外。既知道自己是个例外，就更别把本座对你的那点耐心一点点的消磨。要知道情分这个东西，越用只会越少。流云会谨记。听你话，看得出是对今日之事并无悔意。是，流云，本座陪你们闹，只是想看那小东西笑，可本座给你脸，你也得要。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说完，同时抬手将室内那座祭坛震得粉碎。哎呀，爷，您这是去哪儿了呀？奴才找您很久了。那小东西呢？奴才正想跟您禀报呢。夫人刚才她出宫了，人看着特别的生气，一露面呀，就直接带着李护卫去天香楼喝酒去了。爷，您看您是现在去追吗？你说那小东西特别生气？是啊，整个人好似冒着火似的，大家谁也不敢靠近，而且人刚出来就暴打了一株草。他为什么要暴打一株草？好像是那草不长眼绊倒了夫人。既不长眼，那就让人除了他。是。那小东西走之前有没有什么话留给本座？
没有。期间就没有说过一句关于本座的话？倒也不是，好像是说了句跟主子有关的话。他说了什么？这个爷确定要说吗？废什么话，快说！那奴才可说了啊，夫人的意思是，爷您不准备做人了，要做什么神兵，让您以后不要插他了，去插土里吧您。哎爷，夫人也就是一时生气才这么说的，她肯定舍不得让主子爷您插土里去的。住嘴！爷，您去哪儿啊？不追夫人了？本座先沐浴更衣。小乖，怎么喝了这么多？一会儿要是难受了，为夫要心疼了。你来干什么？是嫌我还不够生气是不是？夫人不是说祭坛毁了再来找你吗？你一走，为夫立刻就毁了，1分钟都没耽搁。那又怎么样？别以为东西毁了，事情就这么完了。为夫知道你生气了，所以现在特意赶过来认错。夫人看看想怎么消气？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次我说什么也要给你个教训。夫人说的对，为夫不该在明知夫人为我苦心解决怎么延寿时，不体谅你的一片苦心乱来。如果需要，为夫可以对你发誓，天打雷劈，千刀万剐，你想让为夫怎么保证都可以。谁让你发这样的誓了？不许你说。为夫知道夫人舍不得我，这个世界上只有夫人最疼我。知道你还惹我生气，都说了我会想办法的，你这是不相信我吗？怎么会？为夫就是看不得夫人被烦心。你知道你一心情不好，为夫就忍不住动怒，因为这会让为夫觉得自己很没用，竟然帮不到夫人一点，这才动了歪念。我没你想的那么烦躁，你不是看见了吗？我每天都跟你亲热，哪里有很烦？要知道，我们可是有大把时间，总归是有办法的。而且此事我已经有眉目了。辛苦夫人了，都是为了为夫，你最近才心情郁结，人都累瘦了。我瘦了吗？是为夫的感觉，需要抱抱才能确定。唉，果然轻了很多，看来最近需要好好补补。啊，竟然是真的，我自己都没发现。你为了我瘦了这么多，自己都不知道，你让为夫怎么能不心疼？那我神色岂不是很不好？最近我不会不漂亮了吧？怎么会？夫人虽然瘦了，可是容貌却越发清艳脱俗，有种我见犹怜之美。为夫现在看着你，都忍不住为夫人这般美貌倾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胖瘦好像都有不同的风情，可能这就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吧。怪不得夫人总是这么让为夫难以自拔。夫人真是越发美味了，简直让为夫欲罢不能。说什么呢？讨厌！是真的，夫人这般完美，每次见到你，为夫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得到你。每次想到你已经是我的，身体都忍不住兴奋的站立。所以夫人，你别不理我，为夫受不住这个。谁不理你了？这么说，夫人是不生我的气了，对吧？那我们和好吧。那好吧。夫人你真好。那我们和好，我阿错，今后你不许再乱来了，知道吗？夫人放心，为夫再也不会了，为夫可以保。别说这2个字。好，不说，只要夫人不生气，为夫什么都听夫人的。宁错见此，抱住了他的细腰，然后唇舌缓缓地开始吻他。你今天怎么这么会啊？自然是为了哄夫人。怎么样，舒服吗？还行吧。只算还行吗？看来为夫需要多练练。那什么，咱们虽然和好了，不过为了给你长个教训，我还是要给你个教训，让你下次再有不好的心思时，能想想这个后果。夫人说的对，是为夫做错了事情，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那就罚你5日不准碰我好了。小乖，你知道为夫离不得你，半时半刻半分都不行，莫说5日，就是1日为夫也受不了的，这也太痛苦了。哪有那么严重？那就3日，行了吧？宝宝，你真好。虽然3日足以要了为夫半条命，可是为了你，为夫愿意忍着。又乱叫！行了，你既然这么难受，就再给你减1日好了，剩下2日不能再少了。谁让你每次都这么狗，整日里暗搓搓的干坏事。夫人不喜欢吗？明明日里总喜欢叫为夫狗子。你还说自己不狗，世界上就没你这么狗的人了。那为夫再叫一个。讨厌。讨厌哪里？
阿错。为夫在呢，宝宝。哎呀，宁错，够了，肉麻死了。那夫人说惩罚为夫几日？一日行了吧？好，一言为定，那就今晚吧。今晚眼看着就要过去了，你倒是会选。这不是离不得夫人吗？就你诡计多端，你一日就一日吧。不过说好了，你选了今日，从现在开始就不准动我了，要说话算话，不然我这次惩罚岂不是白费功夫了？放心，一日本座能忍。这还差不多。阿错，我有点头晕，应该是酒劲儿上来了，人家有些困了。困了就睡吧。小东西，你还记得刚才在酒楼的事情吗？别使坏，小托。为夫今日答应过，今晚不碰你，等过了今晚再收拾你。他刚说完，萧兔这边摆出了一副妖娆至极的身姿。来呀，阿错！就怕你明天起床翻脸不认人。阿错，来嘛！小东西别闹了，为夫如果现在碰你，你明天肯定又会生气。老实一晚上，明天为夫好好喂你。我不会生气的。夫人每次喝醉，自己做过什么都不会记得。好了，小东西，饶过为夫。你说什么呀？我怎么会不记得？你是不是觉得我还不够诱人？说着，他笑意更媚人，直接将衣服扒拉了开。宁错却在他动作前先一步移开了眼。为夫出去一趟，夫人先睡吧。宁错，你要走？我脱光了躺在床上，你竟然要走？小兔，你喝醉了。我喝醉了怎么了？我喝醉了就不用人了？我喝醉了你就下不去手了？为夫是下不去手吗？为夫是担心你明天生气。你管我明天生不生气？你要拿出你的变态本色啊！过来，不要怜惜我这朵娇花，就现在，马上，立刻上我！说着，快速的在床上躺成了一个大字。阿错，你发什么呆？快过来啊！我姿势都摆好了。好了，小乖，别闹了，天凉了，你不盖被子会着凉的。我以前在床上，你恨不得天天让我光着，现在我光着了，你竟然把我盖起来了！阿错，你果然又不行了是不是？时间很晚了，为夫哄你睡觉好不好？果然是真的，我命好苦啊！阿错，其实我那里还有药。为夫没有不行，你乖乖睡觉，明日定给你，好不好？哎呀，人家不要嘛！乖，听话。阿错，为夫在。为难啊！我这么说你都没反应，你果然不行了。哎，阿错，你去哪里啊？为夫出去发泄一下。你想发泄出去干嘛？人家不就在这里吗？你怎么不说话？你还想走？哼，我不许你走。好，为夫不走，你快快睡觉。哎，我又不是小孩子，睡觉还要人哄。是为夫喜欢哄你，快睡吧。阿错，为夫在。你不碰我，是因为怕我明日生气吗？其实你不用担心，我就是喜欢闹你，我是不会真生你气的。其实你不用担心，我就是喜欢闹你，我是不会真生你气的。为夫知道。那你来吧。虽说我们前几天连续做了6日，可是你知道我身体恢复得很快，现在我又已经娇艳欲滴了，还特别会吃哦。真的不来吗？小骚兔。伴随着男人低沉性感的笑，萧兔慢慢的沉睡了过去。小东西，折腾了为夫一晚上了，你说你该怎么补偿？敢脱光了邀请为夫，还说得这么诱人。小东西，你不会真以为为夫忍得住吧？睡梦中，萧兔紧闭着双眸，额头却是隐现出了汗水，耳边似是有低沉的喘息，一声接着一声，似远犹近，缥缈的听不真切。阿错，为夫在。怎么了，小东西？没什么，就是做了个特别的梦。什么梦？没什么，不重要。那什么，咱们该起床了吗？夫人，一夜已经过去了，本座答应你的事情可算做到了，现在是不是可以？天都亮了，时间也不早了，咱们该起床了。至于其他的，晚上再说吧。看来是喂饱了，竟然以为是做梦，小笨蛋。
午后，软红的美人榻上，萧兔盯着身边的功德金光。我知道你们听得懂我的话，问你们个事儿啊，有没谁能告诉我该怎么解决下我男人的问题啊？昨天一天看着不是挺欢乐的吗？这会儿是要跟我装死吗？哎呀，你们别装了，赶紧麻利的回话。切，不搭理我是吧？行，以后好人好事我不干了，功德也不赚了，爱咋咋地吧。说说吧，你们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成精了？我们没有成精，也不是活物，而是你念想所化。你们是我画出来的，我怎么不知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是你赋予神奇被具象化出来的，这是你的能力。我还有这么牛逼的能力？你有救世之功，达成功德，至高神通，一切唯心造。唯心造不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吧？是的，只要你想，一切你所理解的东西，只要消耗功德，皆可造。就比如你很想杀人时，就拨动了命运线。原来那次是因为这个啊！我这是要逆天了。那我家阿错，他不可以，他本该是此界大乱的祸首，是导致一切不幸的开始。他是个超级超级超级的大坏蛋。这不是没发生吗？哎，打个商量怎么样？绝对不行！不行！哼，我也不干了。逆天而行，必有灾殃。我哪次救人不是在逆天？你修炼的是神术，不拖着等恶人，你将来有可能会功德成神。我这不是有造就神迹的能力了吗？跟谁也差不多啦。你们刚才说是被我念念不忘才被赋予神奇造就了出来的，我当时念念不忘的是怎么让我家坏蛋用功德延寿吧，所以你们被赋予的使命应当是帮我解决这个难题的，对吗？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这群小家伙对你意见很大，很看不惯你。哦，是吗？看来他们并没那个本事伤得了本族。你就别拱火了，我正劝说呢。夫人跟他们费什么口舌？他们既然一直选择装死，肯定就是不想帮忙，或许是根本就没办法。不如什么不如？你闭嘴！你们既然是因为我的需求被造出来的，那肯定知道怎么帮我。你想清楚了，我们会出现，其实是有违此界的凡俗法则的。不过你于此地有大功，我们算是这里的法则给你的一次破例，留着我们可以指引你功德成神，你有一天甚至可以离开此界。你说的这些，我如果想，其实也不是办不到吧？毕竟我可以消耗功德，造就神迹。你拖着一个人，成败难说。无论什么事情，过程才是最精彩的。功德沉默了一下，最后变成了4个字：如你所愿。言罢，这群小家伙化作了一条星子一般的水流，连接上萧兔的眉心，又卷入了一旁宁错的眉心处。之后，功德快速的消失不见，却在两人的眉心之间留下了一个金色的印记。夫人，这是成了！成了！阿错，我成了！大爷，我终于成了！方才听夫人的话，那群东西似乎是说，夫人可以功德成神，甚至还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你都听见我没答应他们了，还动的什么气？是啊，夫人最舍不得的就是为夫。为夫好高兴啊！好了，别变态了。对方许诺的那些，跟你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在我心里，什么都没有我的阿错重要。无论将来我要去哪里，我都要你陪着我。好，为夫陪着你，上天堂下地狱，你去哪里，为夫就在哪里。那来吧，阿错，我把功德给你，等你寿命延长，咱们以后就真的可以长长久久了。都听夫人的。萧额头抵在了他的额头，萧子再次调动了身体的功德，金色的光点顿时就沸腾起来，从眉心一个接着一个朝着宁错的眉心冲了过去。阿错，你有什么感觉吗？脑海中好像有点热，应该是功德进去了，那我们一鼓作气。好。半个时辰后，头对着头的两个人，阿错，你觉不觉得这个功德输出的有点太慢了？是有些，夫人累了，为夫抱着你。行吧。半个时辰后，萧兔的脖子有些僵了。不行了，我们再换个姿势。好。于是二人又换了一个姿势，又半个时辰，两人再次换了个姿势，又一个时辰，如此一直到天都黑了。两人换了10几个姿势，而且是越换越搞笑。爷这是跟夫人又在玩什么呀？
爷，夫人，晚膳预备好了，您看您们是继续玩还是？啊，都吃晚饭了吗？是啊，天已经黑了。饿不饿？要不先吃饭，吃完再继续。啊，先把我放下来吧。啊，阿错，这样不是办法，我们要想个办法分开。分开干什么？跟夫人紧密相连，挺有趣的。哎呀，别闹，说正经事儿呢。确实很正经，只要是夫人弄出来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正经。别以为你笑话我听不出来啊！我也不知道这些功德速度会这么慢，还必须要头对着头，不能分开。这些又不是我能控制的。控制？是啊，我怎么没反应过来？我完全可以试着控制一下速度嘛。阿错，我有新办法了，我们现在再试试。你相信我，这次我绝对不会再搞笑了。给我加速！功德金光依旧是一个接着一个慢慢的送过去，接下来却是好几次的连续爆炸。再试一次，这次为父帮你。帮他怀着疑惑再次运转起了功德，然后就瞧见宁错眼尾处忽然浮现出了一滴艳丽的红，像是花枝分叉一般诡异的纹路，一路从脸颊迅速的开满到了脖颈处。爷，您是被夫人甜言蜜语冲昏了头吗？您现在知道自己在干嘛吗？啊，昨日苗族那里您突然被抓，都厉害的藏过去了，怎么现在自己主动暴露了？宁错显然是忘了这点了，他运功主动的吸取萧兔释放的功德，果然一瞬间金光犹如倒灌，瞬间就成了。夫人看，成功了，开不开心？萧兔瞪着眼睛看着宁错脸上那诡异的纹路，深吸了一口气。我有点不确定，现在应该先开心，还是该先捶你的狗头？宁错，你他娘的是数洋葱的吗？扒了一层又一层。小兔，你听本座狡辩啊！不是，你听本座解释。好，给你机会解释。本座脸上这些花纹其实是纹身，是用特殊药物纹在上面的，只有在发动某些武功的时候才会。夫君，你怎么不说了啊？夫人，你这刀是从哪里来的？功德是我的新神头，就是特别想干什么的时候就能造出来什么。夫君，你说我现在最想干什么？夫人威武，这个能力很厉害，不如……别想转移话题，赶紧给我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是为父练了一种邪功，可以吸取人内力，增强自己功力。吸人内力？吸星大法吗？吸星大法是什么？哦，也是一种吸人内力的武功，是我们内里挺出名的画本。嘿，还想转移话题？你这个混蛋！说，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其实也没。还能吸人生机，本座可以将人炼了，榨出所有有用的东西，给自己补个身体。呵呵，你可真是……夫人别嫌弃我。算了，说说你脸上的这些花纹。夫人看见苗疆人脸上的图案了吗？这就是一种不足的图腾。哼，你给我在这里碰瓷呢？人家那是画上去的，你这明显是在身体里，你们会一样？夫人的观察力还真是……又想飘了是吗？怎么会？继续交代。昨日苗人炼制的那些厉害的蛊，夫人还记得吗？他们身上也有花纹。谁做的？为父自愿，为了活着。夫人不会嫌弃为父的，对吗？当然不会，我最爱的就是阿错了。夫人真好，是不是很丑？不难看，挺适合你的。夫人喜欢我这样？当然喜欢，我就喜欢你这不正经的样子了。原来夫人喜欢为父不正经。我是说喜欢你长得不正经。喜欢长得不正经，那更应该看看了。哼，大骚包就知道勾引我，还是我有眼光。男人选的简直是个极品，这宽肩窄腰，胸肌、腹肌，每处线条都淋漓分明，手感简直绝了。小东西，你总是这样好，会让为父越发肆无忌惮的。说的好像你还能怎么样似的。夫人试试就知道了。本夫人记得，这种事儿上我可从没哪次输过你吧？没输过，你总跑什么？哼，我那是中场休息，你别太得意了哈。也不想想哪次我稍加手段，你逃得出我手心过？乖，小东西，张开，你这小嘴太硬了，为父帮你亲软点儿。说什么你才硬？为父是硬，要不夫人也帮忙亲软点儿。去
你的，大流氓！翌日，爷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你觉不觉得本座最近似乎有点倒霉？爷您是说？本座最近点儿太背了，这几日竟然天天都在翻车。你说本座莫非没神附体了不成？哦，这个奴才可以保证，爷您绝对没有，因为您这哪里是没神附体呀？您分明是恋爱脑附体，这智商时高时低的，偶尔跌成负数，净做些让人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的事儿。不管是不是，本座最近都要修身养性一段时间。爷的意思是，最近本座翻车太多，不能再出状况啊。这个倒确实要注意。爷，您这何止翻车呀，你人设都翻没了好吧？已经完全被夫人带着去搞笑了。那小东西不好哄，再出状况的话，本座要哄不住了。主子说的是，那就吩咐下去，百官进京的事情就先不办了。主子爷这小心眼儿，竟还记着拜官进京的事儿。你这狗奴才是不是又在腹诽本座？啊，没有，绝对没有。自从主子爷上次教育过奴才，奴才就绝对不会再犯，奴才可以发誓。人虽然不进京，可是该杀的也不是不能杀，就是真别有些麻烦。不过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难事儿。阿策，你在外面傻笑什么呢？我好了，你可以进来了。为父来了。阿策，今天我要给你看个好东西。那为父拭目以待。当当当当，高产3大宝：玉米、土豆、大红薯。这些东西是吃食？不错，这些东西都是能亩产能过1000斤的好东西。要是推广下去，全天下就再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夫人真厉害，竟然能造出这样的神物。现在大前正内忧外患，有了夫人拿出这3样东西，相信定能一举扫清隐患，使得天下归一，百姓们也会感恩你的活命大恩。夫人此举可真是功德无量啊！哎，哪里，不过就是随手为之罢了。夫人随手为之，竟能救万人，说句再是仙人都不为过。哪有那么夸张？我就是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而已啦。在为父心中明明样样完美，小兔，能遇见你是为父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你简直是上天赐给为父的恩惠。我哪有你说的那么好啦？有，你在为父心中极尽完美，简直时时都让为父为之倾倒。哎呀，你别说了，阿错，你肉麻死了啦！阿错，这些东西普及下去，那可又是一场天大的功德，我们到时候可就要发一波了。那本座让人尽快去办。好，现在大钱天灾无数，让人越早办越能救更多人，到时候功德也就越多。都听夫人的。自然听我的，你这个坏蛋！我跟你说，最近你都给我老老实实的，我刷功德这段时间不准你在外面干坏事儿，知道吗？放心，这次为父什么都不会做。你听话，最近乖乖的，等功德更多时，我送你一个礼物。是什么？保密。既然现在礼物收不到，那为父收点别的不过分吧？哎呀，大白天的你又发情。反正闲来无事，为父陪你玩玩。哼，好一个闲来无事！你这是陪我玩玩吗？你这分明是想玩玩我吧？闲来无事，玩玩老婆。你这个大流氓，整天没个正经。不理你了，我要继续去刷功德了。夫人急什么呀？玩玩吗？走开了，大流氓！为父不走，说好的玩玩的，夫人不能说话不算话。谁答应你了？明明就是你自说自话，我可没答应过。你快点起开！时间一晃，1月10日已过。这期间，前朝忙得如火如荼，因为高产量作物问世，整个朝廷轰然沸腾了。宁错给自己一口气安排了3个批折子的辅佐大臣，外加宁流云这个整日无所事事的家伙，他算是彻底闲下来了。于是腾出大把的时间的混蛋什么也不干，整日就跟狗皮膏药一样粘在小兔身上下不来。夫人怎么坐在这里发呆呀？阿错，你能不能别整天没事就勾我？夫人何出此言？你少装无辜，你拉着我胡混多少日了，需要我提醒你吗？都跟你说了，最近刷功德，你能不能别捣乱？夫人是不是对为父有什么误解？这几日你可看见了，为父很乖的，只是陪在你身边，什么都没做。你少搅
少遍了，整天打扮的这么骚包，还天天围在我身边眉目传情，让我做什么都做不成。你这还叫什么都没做？夫人冤枉啊！为夫从前也是这般装扮，夫人知道的呀。至于眉目传情，你我夫妻恩爱，这些都是控制不住的事情。你哪来那么多道理？让你不许你不许就是了。夫人这明显是迁怒啊！是要怎么样？那夫人说话也太好听了，应该直接赶为夫走就是了，竟然还这么温声细语的跟为夫商量。夫人你真好。你够了。那夫人还赶为夫走吗？留下可以，不过你不可以再捣乱了，知道吗？夫人有没有想过自己太急了？你的土豆、红薯、玉米刚颁布下去，整个朝廷都忙得团团转，光是安抚百姓转换良种就很费功夫，需要大批的官员下去亲自监督施行，这需要个过程。所以现在你就算再弄出些好东西，短时间怕是也实行不了了。这个好像是这样哦，看来是我有些着急了。不是夫人着急而忽略，是你这小东西最近太兴奋了，满脑子里想着功德，把为夫都抛到脑后了。哼，夫君，你这话说的不亏心吗？我哪天抛掉你了？那是为夫粘得紧。哼，你终于承认了是吧？口误。阿错，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夫人的纤纤玉手。哼，错，这是正义的铁拳。宁错捂住胸口，应声而倒。夫人果然厉害，为夫已经受到了正义的制裁。阿错，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很开心？这显而易见，而且为夫不光人很开心，身体也很开心。讨厌，你这个坏人！瘾？你可真会抓重点儿。那夫人来吗？别闹，先帮我起来。你这小东西想干嘛？好久没出门了，夫君陪我出去逛逛。这是在家里功德刷不了了，想出门刷？倒也不算，这不是好久没出门了吗？当然，要是碰上了，我灵妙大师也不介意人前显圣一番。那你的造物大业呢？唉，我本来还想着将大豆、小麦这些高产农作物全弄出来的，这不是你说急不来吗？那就只能循序渐进了。其实我还想造点别的出来，可惜大批量造了土豆这些后，我手里的功德实在不多了。赈灾的人快回来了。真的吗？那我岂不是又要报复一波了？开心了？开心开心。等这批功德到账，我要搞个大的。农业费时间搞不了，那就搞工业，工业赚了钱就可以搞更多产业。反正现在那些东西都可以自己造，对人类帮助越大，功德回报就会越多，而且后续还会持续不断的有收益。等到时赚的越来越多，就可以给自己谋福利了。到时候，夫人想什么这么高兴？阿错，等我发了，就带你吃香的喝辣的。那以后为夫就辛苦夫人养了。哎呀，小意思，只要你以后听话，要什么我都给你弄出来。当真？自然当真。以后请叫我万能叮当兔。叮当兔，为夫现在就有想要的东西。说吧，不管是什么，本夫人都应了。就算现在办不了，以后也肯定能帮你达成。这个夫人可以放心，你现在就可以帮为夫完成。哦，你说来听听。夫人知道的就是为夫最大的那个梦想，7天7夜。这个我知道了，我会纳入考虑的。既然夫人还要时间考虑，那为夫就先换个别的。可以，你说吧。夫人有好久不曾叫为夫好哥哥厉害了，以后为夫疼你的时候，你都这样叫给为夫听好不好？这个我也需要考虑，你也先不要说了。那为夫就再换个吧。你还有？是。那行吧，你说吧。不过这是最后一个了。好，其实为夫也就这最后一个想要的，就是每次疼完夫人后，为夫可不可以待在夫人身？住口！这个也不许说了。这个夫人不考虑下？不考虑，赶紧住口！可是万能的叮当兔，你不是说会满足为夫想要的一切吗？你不是说会满足为夫想要的一切吗？午后，哎，阿错，你看下雪了哎！是下雪了，好美啊！是好美。看见下雪，我就突然想起了一句特别浪漫的诗。哦，是什么？他朝若是同淋雪，
此生也算共白头。不是也算，是必然，绝对，为夫绝对会陪着夫人一起白头，而且为夫还要跟你生生世世都在一起。什么生生世世？这一辈子都没过完呢，你就惦记上本夫人以后啦？夫人这么抢手，为夫先预定了。就你整日里心思事，没边儿的事儿你也瞎想。为夫可没瞎想，毕竟夫人可是功德口中修炼神术，有可能离开此界的神仙人物啊。没有的事儿，夫君未免想得远。有这个可能就够了。不过夫人不用担心，为夫总归都会陪着你的。你不会又干什么了吧？怎么会？为夫这么乖。说实话，真的没干坏事，没伤人，就是这些日子没事时，为夫顺便研究了下夫人给的功德，然后自己运用了一番。你能运用了，可功德不是很排斥你吗？还要多亏夫人将它送给我，都到为夫手里了。为夫若是还驯服不了，岂不是太没用了？那你能做什么？比不上夫人神医，为夫只能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用它们对自己干什么了？没干什么，就是将它们用在将你我相连的这道眉心印记上。夫人，你猜怎么着？怎么着？这印记效用立刻就变强了。夫人以后无论去哪里，为夫都能感应得到。怎么样，是不是很厉害？夫人怎么不说话？是吗？那恭喜你了。这是双喜，有了这个，我们再也不怕不小心走散了。还有吗？夫人这么问，足见你我夫妻心意相通，确实还有。说，为夫将它还用在了夫人说的吸星大法上。你竟然还用在你那个邪功上！你，算了，先说然后怎么样了？然后功法也变得不同了，以前只能吸取人功力补个身体，现在能将人灵魂也抽出来，壮大神魂。为夫以后也跟夫人一样有神异之处了。所以你做了？当然没有，为夫有夫人的功德养着，怎么会做这种邪恶的事情？夫人不高兴吗？这样我们才能生生世世在一起啊！够了你，差不多行了，赶紧给我正常点，不准你乱来，知道吗？夫人不生气嘛，可你总是这么纵着为夫，会出事儿的呀。能出什么事儿？我以后一直看着你不就行了？小兔，你这么好，让人怎么舍得放手？让为夫怎么舍得呀？华丽霸道的人，唇舌用力地撬开了花瓣红唇，强势侵入进去。好看吗，小东西？好看。那就别光看着，亲自来试试为夫这个状态。小东西，就陪着为夫一直沉沦下去吧。沉沦下去哪里够，还要一直幸福下去才对。